夜色下，草丛里，女子被捂住口鼻，一道黑漆漆的庞大身影将她压在身下。一阵疯狂霸道的掠夺后，她泪流满面的无力喊着：“孟公子，孟公子！”她马上就要嫁给孟郎了，可是都毁了。拿着它，日后可以索要一切你想要的。男子在离开时，将一把精工制造的匕首放到了他的身边。忽然，几个人出现在他的面前。与人私奔的二仙姐找到了，快带她回去！我没有和人私奔。穆青鸾惊慌地辩解，是有人将他打晕了，送到这里的。可惜没有人听他的解释，直接将他给打晕了。咦，这是什么？穆娇宁从下人的手中拿过来，在夜色下仔细地打量着匕首。难道刚刚和穆青鸾的人不是那个乞丐，是他？穆娇宁又看向了昏迷的穆青鸾，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将二小姐带回去。是，大小姐。1个时辰后，太师府。胆敢和一个乞丐苟且，你丢尽了穆家的脸！穆成军双目赤红，怒骂道。穆青鸾慌乱无助地摇头：“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我是被人打晕了，醒来之后就在城外，我马上就要嫁给孟公子了。爹，你相信我，我真的没有。”一个失了贞洁的人，还想要嫁给本公子？穆青鸾，本公子现在看到你就恶心。一道男子无情至极的声音从门前传来。听到熟悉的声音，穆青鸾回头去看。孟公子，你听我解释，我是被害的。穆青鸾焦急地解释：“哼，我今日是来退婚的，你的鬼话，以为我会信？”孟郎只看了他一眼，厌恶将一纸退婚书甩在了穆青鸾的脸上。穆青鸾失魂落魄地看着落在地上的纸，上面清晰的“退婚书”3个字刺伤了他的心。公子难道忘了花前月下你对我说，你这辈子都会爱我怜惜我的吗？他以为在其他人谩骂他嘲讽他的时候，他会怜惜他，结果你不配。穆青鸾环顾四周，仰天长啸，满眼的泪光。你们是想要逼死我吗？好，我成全你们。一道身影绝望地朝着柱子跑去。晦气死了，他还有脸死？这个战王都说冷血无情很可怕，府里的妾室无数，但是也不明不白地死了一群妾室。你看看他浑身上下都没有一个好地方，要不要再考虑一下？梁玉凤纠结极了，不放心地问道：“那是因为那些女人没本事，只要她见识到我的好，自然会宠我爱我。娘，不要担心，更何况我手里还有她的信物。”穆娇宁自信地回道：“好丑啊！”沙哑干涩的声音突然响起来，母女这妈怎么会无缘无故突然受惊了？娘，别说了，这里人太多了，想要惩治马夫，等着回去再发落。哼，2个丑八怪，他们欺负了娘，先让他们吃点苦头。如果不是因为娘不让我们出现在人前，我现在就过去，一定把他们的牙都给打掉。王府一世的血腥气以及浓烈的汤药味。请战王忍着痛，老夫这就将暗器挖出来。王爷的伤势，要不要1个月后再让穆大小姐进门？凌云沉声询问道。区小伤，不必。按照时间举办婚礼，聘礼明日送过去。秦征紧抿着薄唇轻启，言语依旧冰寒。是，王爷。穆青鸾走上前去，被门房拦了下来。你是何人？
我是你们幕府的二小姐穆青鸾。书房。混账，你竟然还敢回来！哼，我为什么不敢回来？穆青鸾红唇轻勾，冷笑着反问。你还有脸说？你当年与人苟且，被退婚后，我让你去尼姑庵，结果你逃跑了。这一逃，5年来毫无音讯。穆成君怒道：是啊，你5年来一点消息也没有，你父亲一直都很担心你，你这孩子也太狠心了。现在知道外面人心险恶，只有在府里才是养尊处优的千金小。外面的确是人心险恶，但是没有身边的人险恶。夫人，我没能如你愿进了万宁侯府，是不是让你失望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明明是你不想去尼姑庵，所以离家出走了。当年的车夫也可以作证。你竟然为了能回来，连这种话都能说出口。你个孽女！穆成君气得手颤抖。你怎么没有死在外面？青鸾，你这几年是和之前要私奔的人生活在一起吗？看样子你过得还不错，只是那个人不是个乞丐吗？你不应该会过得这么好。难道说你是去做了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情吗？所以现在能穿着绫罗绸缎？你简直是丢尽了我们穆家的脸！堂堂尚书府小姐，竟然去做了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你呀，你这样会让你爹以后在朝堂上没面子的。我运气好，去赌场转了一圈后就赢了几千两的银子。爹不想让我回来，那我不回来就是了。我出去住客栈，然后再去官府将我的户籍转出来，从此以后和穆家再也没有什么关系。不行，谁准许你出去住客栈了？哎，青鸾，只要你认个错，你爹会原谅你的。毕竟是妇女，哪有隔夜仇啊？既然回来了，就回来住下。是啊，青鸾，你是我妹妹，我也不忍心你继续流落在外面受苦。好，我回来住下。哥哥，你说我们的爹会不会在京城？应该在，我测算过。你测算过？那能知道在哪里吗？不知道是在哪里。穆府，这里就是二小姐住的流音院。红玉将穆青鸾带到地方，没收拾干净就让我进去，这不是奴婢应该做的。二小姐可以去和夫人说，让夫人派几个丫鬟过来，收拾完了再走。什么？你竟然让奴婢打扫？奴婢是夫人身边的人，不是二小姐的。夫人让你带我过来的，你将这么一个破地方给我，是想让我现在出去住客栈？奴婢去叫人来。早这样做不就不用废话了吗？你是谁啊？你怎么不说话啊？你到底是谁？你怎么在小贱人的房间里？小贱人？是啊，我外祖母说以前住在这里的人是小贱人。你怎么在这里？你是我外祖父母新买回来的丫鬟吗？你快说话呀！你再不说话，信不信我叫人过来打你？熊孩子！熊孩子？你说我是熊的孩子？我告诉你，我爹是战王，你信不信我让我爹杀光你9族？想让战王杀我9族？杀，把你全家都杀了，五马分尸，凌迟处死，喂狗！出去！我要让外祖母打死你！哎呦，乖宝呀，你怎么坐在地上哭了？哎呦，这里多脏啊，快起来！外祖母，他欺负我！你知不知道他是谁？你一个名声尽毁的人，竟然敢欺负他！我知道他是谁，战王的儿子秦子义。看来你也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啊！既然知道，你还不哄着他开心？红玉带着几个下人过来。哎呦，外祖母的乖外孙呀，快起来，地上太凉了，你爹娘马上就要成亲了，你千万不能在这时候着凉了。小少爷，快起来吧，地上全是土，太脏了。不嘛，就要打他！你让他打几下，让他消消气，快过来！我是长辈，上一个晚辈打长辈，夫人不怕传出去，外面的人都说穆娇宁没有教孩子规矩。
他是战王的儿子，让他打几下是你的福气。哎呀，二小姐，你就让小少爷打几下，让小少爷消消气。小少爷可是战王的长子啊！哼，跟我有什么关系啊？穆青鸾，你好大的胆子啊你！你竟然敢给我儿子脸色看！叶儿，快起来，地上太凉了，看看你身上都是土，快起来！不啊不啊，我要打他，你们都打他！夜色朦胧，晚风习习，焦宁猛然坐起，满头冷汗。我从来不做噩梦，怎么今天突然就做噩梦了？难道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因为穆青鸾回来了？哼，回来了又怎样？穆青鸾什么都夺不走。不行，一定要想个办法，让穆青鸾销声匿迹。花园里，回去继续睡啊。经过假山时，忽然被一块石头险些给绊倒。低头一看，这哪里是石头，是一条大长腿。伤得很严重啊。月色下，男人的脸刀刻般棱角分明的轮廓，宛若黑夜中的鹰，眉目间透露着冷傲的漠视。哼，遇见我是你命不该绝，不过我不轻易救人，特别是救着身份显贵之人。哼，好东西啊！能让他出诊的人不多，这么一把匕首来抵治疗费，他赚了。找死！现在换成其他人，你就真的是找死了。那你就等上一会儿吧，我回去取水。片刻后，穆娇宁噩梦缠身，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哎呀，是谁在这里摆了一个石头啊？真该死！穆娇宁怒道：战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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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呀？是你救了本王。秦征冷声问道：是。穆娇宁见状，伸手就要去扶。不必。我伤口也是你包扎的，给上了什么药？包扎上药，这不是他自己上的，然后他也不知道是谁给他治疗的伤口，是我。包扎的很好。秦征说道。穆娇宁娇羞地低下了头。我是在花园发现了你，看你伤得严重，原本想要去找大夫过来，又怕泄露了不该泄露出去的消息，就只能自己给你包扎了。你用的伤药不错，是什么伤药？是我在外面从一个郎中手里买的。本王的匕首放在哪里了？匕首？我救王爷的时候没见到匕首啊，或许匕首是丢在什么地方了。趁着天还没亮，别人不知道王爷在这里，我就叫醒叶儿过来，好不好？他这2天一直叫嚷着想爹爹了，要是知道王爷在这里，他一定特别开心。娘，我要打他，那个坏女人！娘现在带叶儿去打。叶儿，别再闹了，是不是做噩梦了？坏女人，她是坏女人。她平日里就是这样哭闹的。我妹妹穆青鸾回来了，她在白天吓到了叶儿，所以她才会做噩梦来找我。叶儿，快叫爹爹啊！爹爹太吓人了。他是爹爹，怎么会吓人呢？你们母子继续休息吧，本王走了。王爷不抱一抱叶儿吗？不用。天刚亮，下人送来早膳，几个隔夜的饼，还有一碗馊了的粥。夫人说了，大小姐要嫁入战王府，需要准备丰厚的嫁妆，所以府中上下要节俭。二小姐，快吃吧，虽然不丰盛，也比在外面风餐露宿强得多。穆青鸾脸色喜怒不明，走过去拿起了馊粥，直接倒在了红玉的头上。二小姐，你在干什么？差事办得好，赏给你的。二小姐，你将这些粥都倒了，夫人一定很生气，你太浪费了。奴婢现在就去告诉夫人。老爷，他现在刚回来，京城里没人说闲话，那过一段时间呢，肯定有人说我们幕府养出了一个水性杨花的女儿，不如现在就给她定下一门亲，让她这2天就嫁过去。你找的是谁家的公子？穆成君有些犹豫。就是孟老孟公子，他3年前成亲，2年前
妻子难产而亡，刚才天没亮他就来了，说想要见一见青鸾。是他这2、3年家道中落。穆成军皱眉，显然是已然看不上了孟朗的出身。我现在已是尚书，不可能让女儿低价。就算是老爷不想让女儿低价，可青鸾她毕竟不是黄花闺女，5年前闹出来的动静很多人都知道，他们2人之前也有婚约，现在成亲只会有人说老爷你重情义，没有嫌弃孟朗，反而对老爷百利而无一害呀，对青鸾也是好事。你说的有道理。那这件事就交给我去安排吧，我再给青鸾准备好嫁妆。好吧。可是我不同意呢。你鬼鬼祟祟的躲在我们身后，你什么时候学得这样没规矩了？梁玉凤皱眉质问道。你不同意也没用，安心等着嫁人吧。我还能给你准备一些嫁妆，总比你在外面颠沛流离强吧。我的婚事你们做不了主，要嫁给谁是我做选择。你太不知好歹了，我这都是为了你好。你以前不是很喜欢孟朗吗？我这是煞费苦心的成全你的心意，这种好婚事别人想要还没有呢。我不要，赏给穆娇宁吧。你说什么？她要嫁给战王，孟朗怎么配得上她？老爷，这个是店铺里新出的糕点，叫做花开富贵，好吃是好吃，就是你们2个带的银子够吗？就在这时，又一个孩子冲了进来。娘，我要这个，给我买这个。伊儿，你前天已经吃了很多糕点，还是不要吃了。我就要，娘给我买。这是我们先看上的。是我的，你们看上的也是我的。你们是穷孩子，你们买不起，我娘能买得起。将这个糕点给装起来吧。店小二下意识地愣了一下。叔叔，帮我们装上。穆逸轩很乖巧地对着店小二说道。谁说我们买不起？你们是贱民的孩子，你们就是买不起，你们给我跪下来。你们爹娘是怎么教育你们的？没告诉你们买不起的东西不好抢吗？阿姨不讲理，阿姨是坏蛋。那给你银子，叔叔。然后又抬头看向了穆娇宁。嘘，丑人多作怪。你说什么？阿姨不止长得丑，还耳聋。穆逸成皱着小眉头对着穆逸轩说道。丑阿姨，你以前作恶太多，马上就要遭受报应了，也会有血光之灾。你要是现在给我5000两银子，我可以帮你化解灾难哦。胡说八道，竟敢骂我丑！你们爹娘呢？他们在哪里？今日我要好好教训你们一顿。小小年纪就敢诅咒人，真是欠揍！穆娇宁气得脸通红，抬手就要打过去。穆逸成一把就推开了穆娇宁，穆娇宁不受控制的退后。敢打我娘，我打死你们！穆逸成小拳头一拳打在了秦子义的脸上。娘，麻烦叔叔把花开富贵装好，我要带走了。你怎么把糕点给他们了？穆小姐，他们是先来的，而且也拿出了银子，所以只能将糕点给他们。你知不知道我是谁？贵走了出来，对着穆娇宁说道。这家店铺就是战王府的产业，穆小姐即将嫁入战王府，你再装一些糕点给穆小姐带走。不用不用，你刚刚是不是看到了？都是因为那2个调皮捣蛋的孩子推了我才会压坏了糕点。那2个孩子还不到5岁，应该没有那么大的力气，大概是穆小姐没有站稳。宣城医馆的润肤膏太好用了，我买了宣城医馆的胭脂，擦在脸上的颜色也太漂亮了啊！还有粉。这家医馆是他在半年前开的，生意不错嘛。好疼呀，太疼了！娘，打他呀，他弄疼我了。你能不能下手轻一些？老夫没有用力，如果看不到嘴里的情况，就确定不了有没有伤到牙齿。你的医术到底行不行啊？就算是要看，也不能让我儿子疼哭了呀。掉了1颗牙齿。什么？掉牙齿了？那牙齿呢？怎么没看到掉出来？没有意外的话，被他吞进去了，其他没什么大碍，擦抹上一些伤药就好。我的牙齿！你怎么在这里？你能在这里，
我为什么不能？这里是医馆，你没事儿来这里做什么？穆娇宁冷着脸问。买润肤膏。润肤膏？你身上有银子吗？你知不知道这里的润肤膏有多贵？我买润肤膏跟你有关系吗？怎么没有关系？你没有银子，那还不是要用府里的？穆娇宁脸色冰冷，回头对着医馆的张掌柜说道：请你们不要卖给他任何东西。这位小姐肌肤胜如雪，不用她买，宣城医馆将这润肤膏送给这位小姐20盒。什么？送？用来做这位小姐宣传润肤膏的报酬。你是不是没听懂我说什么？听懂了，所以我是送给这位小姐，并非卖。好，希望你不要后悔。王府。娘，不要去了好不好？我不疼了。你被打了，必须让王爷知道，只要他出手，一定能找到那2个孩子，为你讨回公道。看到秦子义害怕的样子，恨铁不成钢道：王爷是你爹，你有什么好怕的？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要进战王府了，到时候你和王爷要天天见面。我就是怕。省点力气，到王爷面前哭。就在这时，2匹高马穿越尘土而来。秦征跳下马，看到了站在门前的穆娇宁和秦子义。你们怎么来了？有人打我。将他的1颗牙都给打掉了，脸都肿了。那2个孩子出身显贵，所以才这样嚣张跋扈。秦征面无表情走到了秦子义的面前。疼吗？疼，爹，腰好疼啊！回幕府跪一个时辰。王爷，打架输了就哭，还有脸和本王告状？滚回去跪着，什么时候打赢了再来见本王。王爷，伊尔还不到5岁啊，那2个孩子以多欺少，是他们的错，不是伊尔的错呀。慈母多败儿，你对他太纵容了。是我的错，让王爷担忧了。王爷的伤怎么样？还好。秦征点头，接着朝着府里面走，又想到了什么，停了下来。你的伤药很好，下一次碰到那位郎中时，命他来战王府见本王。好，王爷放心，我如果碰到了郎中，一定让他过来。穆小姐，今天下午战王府的聘礼就会送到幕府。凌云经过穆娇宁时，便开口说道：好，我知道了。幕府。奴婢是以后伺候2小姐的丫鬟丽环。是夫人叫你来的？是夫人命令。那就把院子打扫了，打扫完后去拿些水果过来。是，2小姐。就在这时，是战王府送来了聘礼，府里人都去看了。2小姐要去看看吗？绿环连忙问道。看看去。哇，这大概是京城女子嫁人时收到的最丰厚的聘礼了吧？战王一定是爱惨了大小姐。那当然了，大小姐和小少爷那都是战王心尖尖上的人。咱们幕府现在成为京城最风光的了。陈嬷嬷，你怎么了？小红、可可，你们是怎么了？穆青鸾看过去，快去找大夫，快去找大夫呀！都不要靠近，他们应该是中毒了。这聘礼的箱子上应该是被下了毒。聘礼在哪里？大小姐，万万不可，不能碰，这箱子上面有毒。什么？怎么都躺在这里？又发现了蹲在一旁的穆青鸾，皱眉问道：你怎么在这里？问我为什么在这里，不如去问问战王，为什么给你的聘礼上被下了毒？这几个人都是替你死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娘，聘礼上有剧毒。什么？战王送来的聘礼在什么地方？让我看一看。哎呀，老爷，聘礼上被下了毒，不知道是谁下的毒啊？什么？有毒？怎么可能？战王府。这包扎的手法不太寻常，但能完美的绑紧伤口。常御医为何如此惊讶？你看看就知道了，伤口几乎是愈合了。王爷这是遇到了神医啊！真的是穆大小姐给王爷医治的伤口吗？王爷，幕府来人禀报，说送去的聘礼上被下了毒，幕府好几个下人被毒死了。魏马，去幕府。迅速地穿越繁华的街道。御医。
呀，御医，不怕不怕，你骑马太快了，快要撞到御医了。血！穆逸轩很是生气，小短腿走了几步，到了高马下。你昨天经历了一场血光之灾，今天还会有危险发生。你要是对御医说对不起，再给我1万两银子，我给你化解。抱歉。给我1万两，我给你化解哦。穆逸轩伸出小手，秦征低头看着白净净的小手，问道：你怎么知道我昨天有血光之灾？我能看到的。穆逸轩小脸上都是自信。快让开吧，我们还有重要的事情去解决，耽误不得。秦征又深深地看了一眼2个小家伙，策马直接从一旁离去。坏叔叔是不是很穷？穆逸轩问。穷？应该不穷吧。他听到我要1万两的时候，好像是被吓到了。美玉眨了眨眼睛。有可能战王只是表面风光，其实很穷。眼间乱成了一团。会是谁在聘礼上下毒？费尽心机下毒，应该不是为了害几个下人，他们肯定是想要害我。战王应该很快就会过来，他一定能查到下毒之人。一定要查到下毒的人，有一就有二，下一回不知道会在什么地方下毒，防不胜防啊！是不是你下毒？你才回来2天就发生了下毒的事情，一定和你脱不了干系。穆青鸾唇角微勾，漫不经心地笑了。我要是想要下毒害你，没必要费尽心机的在战王府送来的聘礼上下手脚，直接在你吃的东西里头下毒不就好了？你果然妒忌我。穆娇宁恼羞成怒。你妒忌我能嫁给战王？老爷，会不会真的是青鸾呀？是不是你？你真的妒忌你姐姐能嫁给战王？不过是嫁给一个王爷做了侧妃，我根本无需妒忌。如果是正妃的话，我或许会动动心思。我能成为战王侧妃，而你名声尽毁，京城中没有人敢娶你。是啊，你就算是送上门，想要做战王的妾，战王也不屑看你一眼。不一定哦，穆娇宁长得丑，但我足够美呀，美就够了。够了，都闭嘴！你一回来就家犬不宁，过2天就给你定下婚事，你趁早嫁出去。战王来了！王爷，我好害怕呀！死了几个人？穆娇宁愣住。王爷，死了4个人。王爷，下毒的人应该是在聘礼送进幕府后下的毒。进了幕府后？真的是幕府里的人动了手脚吗？王爷，太可怕了！察觉到秦征看向穆青鸾的目光，穆娇宁的脸色猛地一变。王爷，她就是我失踪了5年的二妹，之前我和王爷提过的，她昨天刚刚回来。啊，青鸾啊，这里没你什么事了，你回房休息去。娘，她还不能走，下毒的人是府里的人，她也是府里的人，而且她当年出了那件丑事后，要被我们送去庄子里，所以很恨我们，很有可能是她下毒谋害我们。所有的人也都怀疑地看着穆青鸾。穆娇宁犹如风中的小白花，擦拭着眼泪哭道：你就算是恨我，也不要下毒害人呐！看看这死了一地的人，你当真毫无愧疚感吗？孽女，当真是你？你怎能如此狠毒？老爷，我宁愿不是她。她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女，但我那几年一直将她当成亲生女儿般对待。她真的是伤了我的心，她竟然会如此狠心，在战王送来的聘礼上下毒。将他抓起来，严刑拷问。青天白日之下，你们毫无证据就想陷害我，是不是太草率了？有证据了再抓我也不迟。你们一群人看着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不用担心我会跑，救了这个忘恩负义的混蛋。如果我是战王，现在应该找人过来看看这是什么毒，来源何处，一定会有蛛丝马迹留下来。大胆！你怎么能这样无理地对战王说话？你们再继续纠缠我，说不定现在下毒的人一定会趁机离开穆王府。任何人离不开幕府，
任何可疑之人都会被严查。是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最好不过了。看到士兵时，穆成军等人的脸色随之一变。王爷，此人鬼鬼祟祟要离开幕府，询问他出府理由，他吞吞吐吐，卑职怀疑他就是下毒之人。是谁命你下的毒？凌云上前一步，一脚踹倒了李三儿。李三儿惊恐不已，慌乱摇头：没有人，我没下毒，我不知道什么毒。王爷，我真的好怕呀，为什么会有人想要害我呢？不必怕，有本王在。有王爷在，我什么都不用怕。不是我，真的不是我。将他带到牢房，我稍后去审问。是。掐住他的嘴。李三儿口吐血水，翻了眼白，没命了。死了，王爷。尸体带走，继续查。是。能找到下毒的人，多亏了战王。有战王在，我们也能放心了。还好宁儿没事，要不然叶儿啊就没有娘了。不会再有下一次，尽可安心。我相信王爷。你们千万不要碰到他们吐出来的白沫和血。啊？为什么？因为也有毒，不亚于聘礼箱子上面的毒。你们看看地面上的痕迹就知道了，所以一定要小心谨慎。好恐怖的毒！谢谢提醒。青鸾，你这几年在外面都经历了什么呀？竟然还注意得这么仔细。只要稍加观察就能看到，和经历了什么没有关系。青鸾，你真的和这件事没有关系吗？为什么你看上去很冷静？夫人是什么意思？不妨直接说出来。当年的事情太复杂了，也太难说出口了。但我们呀，都是为了你好。今天的事情如果是你做的，我们也会原谅你的。任谁都看得出来，今天这件事是有人针对战王，和我有什么关系啊？夫人，你是不是太高看我了？和你没关系，自然是最好的。我为了完成你心心念念的心愿，已经和孟家商量好了，如你所愿，你能嫁到孟家去了。青鸾，以后再也不可以胡闹了。既然孟家不嫌弃你，你就安心的嫁过去吧。青鸾，去年我偶然遇见过孟公子，他一直没有忘记你。孟公子？是啊，和青鸾曾经订婚的人是孟家的公子。王爷认识孟公子吗？我对他早已无情。已经到了午膳的时间了，王爷留下来用午膳吧。是啊，王爷，留下来一起用午膳吧。王爷，我现在还心有余悸，很害怕，留下来一起用午膳好不好？不必，本王问完你一件事后，就直接回战王府。王爷，查到苗头了。这件事你无需担忧害怕，本王先走了。好。2匹高马从幕府离开之后，就直接朝着城外而去，不多时就到了军营。王爷，抓到的人就在军营内。高马忽然仰天长鸣，接着疯狂乱窜。王爷，马受惊了。王爷，马受惊的不寻常啊，应该是有人动了手脚。王爷快寻机会跳下来。从军营里听到动静跑出来的几名副将和士兵见到这种情形，王爷受伤了，快带王爷进军营，去查查这马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刚刚出去取午膳的时候，听到你们大小姐现在如何了吗？大小姐很生气，将打扫那里的下人狠狠地揍了一顿。运气太好了。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了一些吵闹的响声。怎么回事？你去看看。绿环立即跑了出去，过了一会儿回来。是刘嬷嬷晕倒了，有人想要出去请郎中，但夫人和大小姐没有同意。刘嬷嬷？是，刘嬷嬷年纪大了，身边也没个儿女，奴婢进府晚，所以也不太清楚。穆青鸾立即站了起来。二小姐，你要做什么去啊？去看看刘嬷嬷。有那么4、5个下人站在一旁。二小姐。穆青鸾直接蹲下来查看刘嬷嬷的情况。二小姐好像是在给刘嬷嬷诊脉。二小姐会医术？没听说过呀，不会是装一装样子吧？穆青鸾不着痕迹地从医疗空间中取出来了1小瓶的营养剂。二小姐，你给刘嬷嬷喝的是什么东西啊？人命关天，二小姐手下留情。是啊，二小姐，你这也太草菅人命了。就像你们一样什么都不做，看着她一直到死。
才不是草菅人命是吗？奴婢们没有，我们也想去请郎中过来的，只是……他应该是太累了，睡一会儿就好了。没事的话都下去。二小姐给刘嬷嬷吃东西，要是被夫人知道的话，夫人一定会责怪二小姐的。没事。刘嬷嬷有些茫然地看向四周。二小姐，刘嬷嬷，是我救了你，你怎么一睁开眼睛看到我就要跑？老奴知道二小姐不想见老奴，所以老奴不想碍了二小姐的眼。刘嬷嬷，先跟我去留音院，有些话到了留音院再说。绿环，去厨房洗一些水果。啊，奴婢去吧。刘嬷嬷，以前是我做错了。啊？什么？以前你说的那些话都是为了我好，你是这府里除了美玉之外，真正一心一意为我着想的人。老奴不是做梦吧？二小姐真的想明白了？不是梦，是真的，是真的，二小姐真的想明白了。是啊，我想明白了，这一次回来是夺回属于我的一切，梁玉凤一定要付出代价。夫人很有手段，有得老爷的心，二小姐千万要保全自己。将这个收好，能护你平安。这是平安符，贴身放好。穆青鸾笑道：青鸾，你怎么突然跟刘嬷嬷走近了？离开几年，难道你忘了刘嬷嬷是怎样的人了吗？二小姐，老奴别怕，他说什么我都不信。刘嬷嬷点了点头。梁玉凤直接推开门走了进来。刘嬷嬷，你不安分守己的待在洗衣院，来这里做什么？老奴晕倒了，是二小姐救了老奴，老奴现在就回洗衣房。等一下！梁玉凤忽然脚下一滑，后脑勺着地摔倒了。哎呀，快扶我起来！夫人要平心静气，天天生气伤肝，也很容易碰见不好的事情。穆青鸾，你竟敢幸灾乐祸！一定是你动了什么手脚，所以我才会摔倒。夫人，这怎么回事啊？过来扶好夫人吧，夫人没站稳摔倒了。夫人，要不要奴婢现在去请大夫？快去！怒气冲冲的来，几乎是落荒而逃。夫人自己摔倒了。是啊，她作恶太多，老天都看不过去了。老奴觉得是二小姐给的平安符有了作用。你去洗衣房收拾收拾东西搬过来吧，以后就留在留音院。刘嬷嬷惊喜，老奴这就去。城外军营，禀报王爷，马被制服了，只是现在已经不行了。军医已经确定马被人下了毒。战王府里必有内鬼，严查。是，王爷。凌云立即应道：王爷，要不要找个道士看一看？就算以前王爷遭受刺杀很多，但也不会像最近这些日子频繁。在卑职的老家也有这个说法，如果总是见血的话，有可能是真的冲撞了什么。无需多言，查清背后之人。大小姐，奴婢刚才出去的时候，听说夫人在留音院不小心摔倒了。去找一个大师过来做做法。啊，找大师做法？好，奴婢明日一早天亮就去找。翌日一早要出府门的时候，发现门前很是热闹。煤气在他的身上。大师，你确定吗？是他身上有煤气，所以我们都跟着倒霉。的确是他，不会有错。竟然是你！如果不是你，我和娘这2天不会这么倒霉。哎呀，大师，那现在该怎么办呀？大师快说，不要有什么顾虑。好吧，很简单，他身上的煤气需要我亲自解除。道士的眼中金光闪烁地说道：亲自？是，你不必担忧，不需要你做什么，我只需要在你身上贴满66张符纸，然后做法，就能将你身上的煤气清除干净。那还等什么呀？现在就给他贴。是啊，快贴！这2天我倒霉死了。做事就要朝着穆青鸾身上贴。谁敢贴？如果不去除你身上的煤气，接下来不只是夫人和大小姐倒霉，还会连累府上的尚书大人。穆青鸾，你竟敢反抗！青鸾，你最好懂事一些。如果现在你不配合，事情传到战王的耳中，你就别想好好的嫁给孟郎了。青鸾，你既然回来了，就要守府里的规矩。到底要不要去除煤气了？如果不需要，
我还要赶着去其他大人府上。你们抓住他，我要让他挣脱。不用过来，你确定要给我贴符纸？好，我就给你一次机会。我是受府上所托，现在所做之事都是仁德之事，小姐不必害怕，只是贴符纸而已。道士脸色一变，不可能，疼死我了，疼死我了，不可能，怎么可能？大师，以后千万不要再招摇撞骗了，贴66张符纸，也不怕把你的手都给贴残了。是我错了，是我错了。你是不是对大师动了什么手脚？你们问我，不如去问问他。大师，到底怎么回事？是我看错了，他身上没有毒气，是我看错了，你们另请高明吧。这就是你找来的大师，他是不是过来行骗的？大小姐，他的确是大师啊，是其他府上的人告诉奴婢的，绝对不会有错。奴婢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怎么突然就疯疯癫癫的了？一定是你，说你到底做了什么？我怎么知道他犯了什么毛病？你们找来的人过来问我，我还想问你们，是不是故意找了个人过来给你们串通，然后污蔑我身上有霉气？什么霉气？刚刚跑出去的道士是怎么回事？战王，那道士啊是过来做法的。这几天我和宁儿二人总是遇到莫名其妙的事情。是啊，自从青鸾回来，不知道为什么我和娘总是很倒霉。那大师也是很多人说灵验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碰上了青鸾就变得疯疯癫癫。你做了什么？一个招摇撞骗的道士，也有人将他的话奉为圣旨。你一向聪慧，竟然会相信一个道士？我原本也不信，但是这2天出的事情太多了，身边的人都在劝我找个大师过来做法。你不能走，来人，将他关起来审问。我犯了什么错？战王要将我关起来审问？穆娇宁3番2次的出事，本王怀疑与你有关，不必废话，带下去。王爷，他说3番2次的出事，战王不问问是什么事吗？就算是战王权势滔天，也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王爷，要不然就这样算了吧，她毕竟是我妹妹。我觉得好姐姐呢，还是将这2天发生了什么告诉战王，要不然战王被蒙在鼓里，以后还是要处置我。咱们都是一家人，千万不要为了一丁点小事就闹得不愉快。青鸾，你不是要出去吗？还是快出去吧。是啊，快出去吧。这件事情就这样吧，你姐姐大度，原谅你了。我觉得还是要和战王说清楚，要不然战王权势滔天，下一刻就为了你要了我的命。说。不要。1个时辰后，娘，我好想你啊。我也是，我们好想你啊，娘。我也想你们啊，有没有乖乖听着玉姨的话？小姐，他们2个都很听话。只不过昨天发生了一些事情，他们在一个糕点铺子里碰到了大小姐和战王的儿子，发生了一些事情。娘，他们太坏了。是秦子义想打我，又要抢我们的东西，所以我才推了坏阿姨。做得好。娘给你们带来了麦芽糖，喏，拿去慢慢吃。嗨，麦芽糖，太爱娘了，真的是好爱娘。小姐，是不是大小姐猜到了小轩小陈的身份了？穆娇宁现在还不知晓，别紧张，过段时间带着他们2个出去的时候，万事要小心。对了，小轩说他们的亲生父亲就在京城，小姐想要找到他们的父亲吗？顺其自然吧。快要走到留营院的时候，快去找大夫，快去啊！千万不能让小少爷出事啊！好疼呀，疼死我了！你们先让开，我看看，是被什么伤的？是被树枝伤的。小少爷偏要爬树，二小姐，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千万不能伤了小少爷啊！是啊，二小姐，你千万不要乱动小少爷的伤口。等大夫过来，他血流得更多。叶儿，看看娘，你千万不能有事，要不然娘也不想活了。怎么回事？回战王，大小姐的话，小少爷要爬树，
不小心被树枝刺伤了腿，没想到伤得这么厉害。秦征看到了站在一旁的穆青鸾。你为何会在这里？我只是路过，是二小姐给小少爷包扎止了血。止血？他会什么止血？穆青鸾，你以为你是大夫吗？竟然敢这么随意的碰叶儿！如果不是我出手救他，他现在还会流血。穆娇宁，你以为我和你一样，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我救他是因为秦子怡在我眼里只是一个孩子。青鸾，你又在胡说八道了。我什么时候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穆青鸾转身要走，拦住他，不能让他走。在一旁站着等秦子怡没事了，你再离开。战王，你现在的所作所为真让我看不起你。你忘恩负义，对恩人没有感激之心也就算了，还处处针对。忘恩负义？对，你忘恩负义。你说你是本王的恩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忘恩负义，恩人？王爷，我好害怕呀，不能失去叶儿。不必担心，只是小伤。王爷，叶儿刚才在叫爹，你听见了吗？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不过是一个小伤口，就怕成这样啊？血流这么多，不是小伤口啊！而且他才5岁，肯定很害怕。5岁，不小了。大小姐，大夫来了。快将小少爷放下来，让老夫看一看。这伤口已经不流血了，怎么府上的丫鬟会说血流不止呢？伤口真的不流血了，战王、大小姐，你们可以放心了。王爷，叶儿不流血了，已经没事了。你抓住本王的手干什么？本王要看一下布条上的药粉。这药粉有什么稀奇的吗？和外面买的山药粉不是一样的吗？现在我可以走了吧？青鸾，我误会你了，你可以走了。怎么不走了？快走吧。我累了，休息片刻再走。木儿小姐，能不能告诉老夫，这个伤药是从哪个药房买的？他用的伤药止血效果很好。是，效果极佳。你是从哪里买来的伤药？应该是外面药房买的吧，京城药房那么多，好的伤药肯定也有很多。宣城医馆买的。宣城医馆？这就不奇怪了，宣城医馆里卖的药以及药材都是绝佳，在其他药房买不到。王爷，原来伤药是出自宣城医馆。你刚刚是不是要对本王说什么？的确有些话要说明白。说。好疼啊，好疼呀！男子汉顶天立地，还没有巴掌大的小伤，值得哭吗？叶儿，你爹在这里了，你先别哭，有你爹在，什么伤都不要怕。爹。王爷，我们先送叶儿回去休息吧。走吧。流莺院里，二小姐有事吗？二小姐，快来看看。谁送的？是孟公子命人送过来的。孟公子交代门房的人说，这里面都是他的心意。二小姐，这个是孟公子。扔出去啊！二小姐，这都是孟公子的一片心意啊！孟公子也配肖想二小姐？你快扔出去吧。可是……穆娇宁走了进来，手里拿的是什么？回大小姐的话，是孟公子送给二小姐的东西，二小姐不要，让奴婢扔出去。青鸾，你太无情了，孟郎怎么说都是你未婚夫。我觉得你好像很想让我嫁出去。穆娇宁，你到底怕我什么？你在胡说什么？我怕你？怎么可能？是吗？你别胡思乱想，我就算是不喜欢你，你毕竟也是我妹妹。你是怕我和战王说话？我为什么要怕？你以为战王会看上你？我过来是想问你，你这几年在外面是怎么活下来的？为什么会有银子去宣城医馆买伤药？因为我运气好，在赌场里赌了一把，赢了好几千两的银子，足够我挥霍5年。赌？你竟然去赌场里赌？那你现在回来，是因为银子都被你挥霍光了？此时，宣城医馆内突然来了几个客人。就只有这些？对，只有这些。多少银子？5000两。
什么？医馆其他普通的药都很经济实惠，但只要是东家自己研制的药，还有其他胭脂类的东西都会价钱昂贵。如果几位客官认为贵的话，那本店还有其他各种伤药，效果也不错。不用了，就买这个。好，那我给客官包起来吧。战王府是宣城医馆的东家自己做的伤药粉，也太贵了，跟抢钱似的。止血效果配得上价钱，你这2日再去宣城医馆，本王要见他。王爷要见他？凌云意外，能研制出奇效的伤药，此人医术必定精湛，本王要买下他的药方。翌日，老爷要见2小姐，请2小姐尽快前去清风楼。好。青鸾，青鸾，你不该对孟公子态度冷漠，你们2个的婚事已经定下来了。没事的，他对我冷漠很正常，当年是我不够冷静。不过青鸾，当年发生了那种事情，任何一个男人都会无法接受，我只不过是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误。穆成君很是满意的点了点头。孟公子的真心你现在很清楚了吧？以前的事都忘了吧？今天孟公子送来了聘礼，过几天你们就会大婚，嫁给孟公子后一定要恪守妇道，不要再做一些辱没穆家、辱没孟家的事情。穆大人放心，我一定真心待青鸾。我不同意。什么？都已经定下婚期了，你竟然不同意？是啊，青鸾，你也太不懂事了，这件事已经定下来了。青鸾，我知道你是怨恨我当年退婚，但这几年我天天都活在痛苦里，难道还不能让你消气吗？天天活在痛苦里，还会这几年经常在青楼里流连忘返，将家产败得所剩无几。当年为你难产而死的夫人，是因为她在临盆，你却带着青楼女回家，当着她的面狂欢。你是怎么知道的？那些都是谣言，做不得真。青鸾说的是不是真的？为什么你之前没说？啊，老爷，那些应该呀都是传言。青鸾，你从哪里听到的谣言啊？千万不能信，要不然你和孟公子之间的情分真的要无疾而终了。孟公子，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呢？所以才让人家在外面散播谣言。对呀，是我得罪了人，他们在外面就传这个谣言。青鸾，你了解我，我是不会那么做的。不要再胡闹了，千万不要再惹怒你爹了。青鸾，你相信我好不好？你听到的那些都是谣言，都是有人想看我的笑话，我怎么可能做出那种事情？是吗？那这是什么？这可都是你的笔记，你亲自所写，你主动要求那青楼女与你一起回家，还有这几封信啊，写的是极其的露骨。穆青鸾懒得跟他们废话。你是从哪里来的这些信件？这就不需要你费心了，我拿出来就是为了让你好好回忆回忆。我看到你就觉得恶心，想要娶我你也配。我对你是真心的。孟郎，你这也太荒唐了。大人相信我，我这些年都在悔过，之前是因为失去了青鸾，所以才会那么糊涂，做了很多错事，我以后都不会这样了。孟公子，你呀，真是不知道让我说什么好了。不过你现在态度很诚恳，一看啊就是知道错了，知道悔改了。老爷，不如就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吧。既然夫人觉得他能知错就改，又不会那么荒唐，不如让穆娇宁嫁给他吧。你们如果硬要定下这婚事，到时候千万不要后悔啊！我这是最后一次提醒了，孟老，记住我的话，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否则我一定会让你后悔招惹我。青鸾，你怎么会如此绝情？为什么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滚开！穆青鸾直接走出了清风楼。这种婚事作罢，你配不上青鸾，也配不上做本官的女婿，赶紧出去吧。夫人，你再帮帮我吧，我真的是对青鸾一往情深，不能失去她。赶紧走吧，以后你和穆父没什么瓜葛。刚刚进了流英院，绿环就说有人送来了一封信。穆青鸾拆开了信，只看到里面写了一行字：蛋炒饭很好吃。二小姐，这信
扔了吧，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捉弄人的把戏。大概半个时辰之后，是从后门进去的。东家，有大生意上门了，不过客人要见东家，这个生意有些棘手，我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大生意啊？是，要常年买东家的山药，而且客人是战王。不管他出于什么原因要买我的山药，直接推了。就说东家身体不好，最近不打算再做这种耗时间的伤药。是，不过战王看上去不会善罢甘休，说不定还会命人再来。如果仔细追查，说不定还会查到东家。查不到我的，他只能查到孟泽。只要查到孟泽呢，他就一定不会再查下去。身手神医的医馆，就算是战王也要给几分薄面。虽然宣城医馆开的时间不久，但收益可观，这是最近的收益。东家要这一次带走吗？我暂时还不需要，你先收好。就在这时，美玉忽然慌慌张张地从后门跑了进来。小姐，不好了，小轩和小程被人贩子给拐走了。什么？不用着急，仔细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小轩和小程说在门前和其他小孩子一起玩一玩，结果他们两个和另一个男童都不见了。从其他小孩子的描述中得知，是有人带走他们了。带走他们的人贩子应该是出了城。人贩子拐了孩子之后，的确不会留在京城。你留在家中等着，我出城去看看。小姐，不报官吗？报官。穆青鸾神色一动，官府不会管的，更何况小轩和小程，你以为是那么容易被拐骗的？京城外3里处，几个成群结伙的人贩子，其中3个人，一人扛着一个孩子，朝着山中央而去。这一趟走得太直了，这3个孩子长得实在是太出色了，一定能够卖个好价钱。那当然，最少一个孩子50两，要不然不能卖。50两会不会太贵了？你们放开我，我要回家，我饿了。马上就吃的，只要你乖乖的，以后还能有娘。亮亮，你别哭了，我和弟弟带你回家吃饭。一定带你回家吃饭。我们还能回家吗？回家？你们就别想了。要是接下来不乖乖的听话，叫你们今天饿肚子，吃不上饭。老二，怎么回事？那臭孩子打我。老二，你是不是拉肚子啊？这孩子能把你打成这德行？是他，就是他。哎呦，疼死了。啊？这怎么可能啊？这孩子才4、5岁啊！穆一成回头对着亮亮露出了一排白皙的小奶牙。这回信我了吧？我靠，真的是他打的！你们总算信我了。这孩子太他娘的怪了，快给绑住了！穆一成气鼓鼓地举起了小拳头，小短腿别看短，小拳头别看小，走动时出拳时根本就看不清他是怎么动的。小程哥哥，你太厉害了！将他们绑起来，然后我们回去告诉大人，让大人过来将他们送去官府。我们快走吧，玉姨会着急的。小轩和小程下了山之后，带着亮亮偷偷地坐上了一辆进城的车。有2个人从山上一跃而下，正好落在了穆青鸾的面前。你二小姐，是我先走了。放心，我不会对人说在这里见过你们。王爷，这伤口，天哪，怎么会腐烂？无事，回京。伤口发黑腐烂，你挺不到京城的，这是中毒的迹象。你怎么知道？信我就留在这里切肉保命，还来得及啊！站住！冰寒入骨的一声命令。战王还有事吗？你为何会出现在这里？战王为什么对我的行踪这么感兴趣？说。我出城只是散散心，这几年在外也大多生活在山林中，所以出来找一找熟悉的感觉。难道也要向战王告知吗？又腐烂了，王爷！拿出了一个匕首扔给了凌云。给本王割肉。这种事卑职没做过。穆青鸾，你来。让我来？过来。穆青鸾皱了皱眉。好，请战王事后给我1000两银子，用作我给王爷的医疗费。我身上有一种麻醉散，要用吗？1100两人情价转卖给战王如何？要不然我一旦割肉，绝对是剧痛难忍。不必，直接来。穆二小姐，直接来吧。好吧。拿起手术刀，直接朝着腐肉上割去。四目相对，穆青鸾说道：接下来还会痛，继续忍着吧。我接下来要给你的伤口缝合，
同样是1000两，需要呢，我现在就给你缝合。缝合？就是用这个线，他知道。1000两？莫尔小姐，你是不是缺银子啊？别人的线我不知道好不好，但我这个线是可以吸收进体内，不用拆除的。用。战王就是战王啊，真痛快。穆青鸾展颜一笑，立即开始缝合。好了，你这缝合伤口的手法和谁学的？战王是不是想要知道的太多了？已经完事了，我先走了。银子随后让人送到幕府交给我。王爷，莫尔小姐的针线活也太好了吧？忽然想到一个可能，莫尔小姐难道会医术？本王之前的伤口缝合方法和他缝的一模一样，就连针脚细密程度完全无差别。王爷的伤口不是穆大小姐缝上的吗？她们姐妹2人难道和一个人学的针线活？回去后本王要见穆娇宁。是，王爷。真是奇怪，他对我的厌恶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因为穆娇宁的话。哼，身为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战王，难道自己没有判断？片刻后，见到了安然无恙的2个儿子。娘，我们是去抓坏人了。娘，不要生气好不好？你们虽然都是聪明的宝贝，但这世上有很多坏人是很厉害的。如果你们没有办法逃脱出来，娘会伤心也会着急。以后绝对不会让娘担心。娘，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在一起呀？我想听娘讲睡前故事。用不了多久就可以了。娘现在去给你们做饭，是不是很久没吃娘亲手做的扬州炒饭了？娘，我不饿，我想听故事。还以为你们缠着娘是怀念娘的扬州炒饭。好吧，那就给你们讲故事吧。战王府，穆娇宁止不住嘴角的微笑。王爷这个时候见我，有事吗？你缝合伤口的绣工是和谁学的？王爷怎么突然问我这个呀？是想让我给王爷绣一个贴身荷包吗？本王的伤口当真是你缝合上的？是啊，怎么了王爷？王爷怎么突然想看我绣工了？心头猛地袭上不祥的预感。好，那我就当着王爷的面绣一个荷包送给王爷。片刻之后，当穆娇宁看到下人拿过来的猪皮时，简直就是吓了一大跳。王爷，这将猪皮上的伤口缝合上。什么？开始吧。王爷，我可不可以不要给猪皮缝合，缝在绸缎上好不好？我胆子小，有些害怕这种血腥的东西，一看就眼睛晕。可夫深呼吸了一口气，拿着针线开始斩。王爷，我真的害怕，这个猪皮看上去太恶心了，我真的没办法专心，所以我也没办法缝合的之前一样好。秦征到了近前，低眸看着猪皮。王爷是怀疑我吗？本王之前的伤口不是你缝合的，为什么说谎？我本王绝不允许被人欺骗，说真话。秦征面无表情的道。穆娇宁紧咬着唇瓣。所以那天晚上救本王的人是穆青鸾？我也不知道是谁，但不可能是他。王爷，我知道错了，我那天在花园里发现了王爷，然后将王爷带回去照顾，看见王爷的伤口已经处理好了，很多次都想要和王爷说实话，可我害怕王爷会厌弃我，也害怕王爷会因为我而不喜欢义儿。只有这一次，没有下一次。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穆青鸾的绣工与谁学的？他的绣工，他不擅长绣工，不过他在外几年，也许学会了，只是究竟如何，我也不太清楚。王爷怎么突然问起青鸾了？没什么，凌云送穆小姐出府。穆娇宁咬着唇，跟着凌云走了出去。穆大小姐，走吧。穆青鸾刚走到流莺院，我听人说是你救我，哼，你是不是故意讨好我的？穆青鸾抬了抬眉，哼，我娘说了，你是狐狸精，狐狸精都不是好人，我才不会被你骗。有人教过你要如何对长辈吗？哼，你是狐狸精，你不是长辈，我就是不喜欢你，谁让你救我的，我气死了。下一刻，啪的一声，惊了所有的人。这个耳光是告诉你要学会尊重，我救了你，你不感谢，是你不懂得感恩。
好好记住今天这耳光。我今天呢是教你怎么做人，怕是你再如此的张狂任性，别人要的就是你的命了。说完，推开拦住他的下人就走了。打死我了！他打我！半个时辰后，什么？他是什么东西？竟敢打伊尔！可恶！说完，带着人就去找穆青鸾。门砰的一声被一脚踹开。你不会敲门吗？哼，敲门？你做的事，还好意思让我敲门？穆青鸾，你竟然敢打伊尔！你知不知道他是谁？我知道啊，他是战王和你的儿子。不过我现在有些怀疑了，战王那么有勇有谋的人，怎么会生了胆小如鼠，只知道仗势欺人的秦子义？你竟敢污蔑伊尔！伊尔什么时候胆小如鼠了？他还是个孩子，而且都是别人招惹伊尔，伊尔不反抗，难道还要受欺负？你又没做过娘，生过孩子，你懂什么？你信不信我将今天的事情告诉战王，让战王惩治你？好啊，你现在就去告诉战王吧。几年不见，你胆子大了呀？就不怕你会和几年前一样，活得生不如死吗？穆娇宁，别惹我，要不然我让你身败名裂，让你永远没办法嫁进战王府。口出狂言，就凭你这张脸，一个和乞丐苟且的女人，注定你这辈子都抬不起头。当年真的是乞丐碰了我。穆娇宁，你以为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吗？你当时不是神志不清吗？你能知道什么？是谁对你说我神志不清了？你和夫人两人一起害我，不会是有什么事情没按照你们之前想好的那样发展吧？你胡说八道什么？别痴心妄想了，那天就是一个乞丐。我现在似乎能想起一些那天的事情。我要是去张贴一个告示，告知世人那天的情况，那天的人呢应该会出现。你还要不要脸了？你难道想要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与乞丐私奔，与不知道和哪个人在一起一夜没什么差别，我有什么好怕的？不过我为什么觉得你好像很害怕被人知道？我是怕你拖累我，让我被人议论。原来是这样。你要是老老实实的待在府里，不出去闹事，我娘还能为你找个好亲事。说完，连忙是走了出去。战王府宣城医馆的掌柜拒绝了，说他们的东家没有兴趣合作。什么原因？说是东家身体不好，这种伤药只有东家才知道的秘方，不会告知任何人。明日再派人去宣城医馆。成本王现在不谈生意，只要求见他们的东家。王爷是打算高价买下伤药配方？既然他身体不好没有精力，也不轻易将秘方告诉他人，定是因为给的诱惑不够。给他1万两黄金买一个药方，应该会答应。王爷说的对，是诱惑不够大。1万两黄金能购买几十个宣城医馆，他不可能不答应。卑职这就派人准备，明日一早叫人去宣城医馆。再派人去幕府，给穆青鸾的银子再多2倍。王爷是确定之前救王爷的人也是穆二小姐吗？若无意外，是他。卑职知道怎么做了，请王爷放心。翌日，穆青鸾收到了战王府送来的银票。青鸾，你出来一下。梁玉凤和穆娇宁站在院子里。刚刚我听下人说战王府来人了，说是战王送给你一些东西，是不是？夫人既然知道了，又何必来问我？不知羞耻！你知不知道战王是宁儿未来的夫君？青鸾，你太让我失望了。你就算是想嫁人了，也不该来勾引姐夫啊！战王究竟送了你什么？将东西都交出来，以后不要出现在战王面前。穆青鸾挑眉，进了他荷包的银票，想让他拿出来，门儿都没有。怎么还愣着不动啊？难不成要让人进你房间去搜？谁敢搜？你几年不在家，是不是忘了规矩啊？夫人的规矩就是抢别人的东西。抢？说到抢，是你在抢。你勾引战王，让宁儿伤心，你竟然还恬不知耻，说抢你东西。是啊，青鸾，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穆青鸾觉得也差不多了，直接是拿出了一沓银票。你这银票哪里来的？青鸾，你去偷东西，你这样做会让我们幕府
在世人面前抬不起头的。去厨房拿水果回来的刘嬷嬷听到众人的指责，连忙道：“二小姐没有偷银子，这银子是战王派人送过来的。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清楚！你连这种不可思议的说辞都能出口。”这就是战王给我的银票。胡说八道！你总要说个理由，为什么战王会给你银子？是你威胁战王，还是以我的名义去向战王借的？问我不如去问问战王，他为什么会派人送一沓银票过来？你将银票先给我吧，我将银票还给战王。至于你为什么要去借，现在可以不追究你，但这件事情不能再有下一次了。听不懂人话吗？穆娇宁，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还没听懂。就算是战王给你的，你也不配留下来，这些银子都必须充公。宁儿，然后才看向了穆青鸾。青鸾，现在是你一人狡辩，没有证据证明，为免这些银子为幕府招惹来祸端，你就先交出来，等确定了是战王给你的，那就让人再给你送回来。不行，银子是我的。既然你们没听懂，那我就再说一遍，这是战王给我的，属于我的银子，和你们毫无关系。青鸾，你太不可理喻了。娘，让人绑了他，我亲自带他去见战王，让他给战王赔罪。快，绑了他！如此无法无天的拿战王的银子，以后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先命人去战王府问问情况，穆青鸾身上一定有古怪，他这几年在外面一定学到了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要不然也不敢随便回来。这2天安排一下，不管他身上有什么猫腻，等到了万宁侯那里就会乖乖的了。好。穆青鸾见穆娇宁二人走了，收回了目光，正要回房的时候，松开！姨母太厉害了，我也想别人打我的时候，还没打到我就疼得嗷嗷哭啊。小祖宗，你怎么自己跑到这里来了？要是让大小姐发现，一定会训斥奴婢的。你干嘛要抱我走？让我回去，让我回去！哎呀，小少爷，你千万不能和二小姐亲近，要是被大小姐看到了，一定会很生气。你管我就要和姨母在一起，她比你们都厉害。秦子怡挣脱开就开始跑。你去找穆青鸾了？是啊，姨母很厉害，比我见过的人都厉害。闭嘴！记住我说的话，从现在开始，以后都不要去主动找穆青鸾。为什么？我说了，闭嘴！你是坏女人，姨母才是好人，她不乱打人。闭嘴！你到底是谁的儿子？穆娇宁骂人和秦子义哭嚎的声音全都传遍了柳英院。小少爷哭得太惨了。刘嬷嬷吓得叹道。穆青鸾挑眉扫了一眼外面，二小姐不知道是不是老奴的眼睛有问题，总觉得小少爷和战王长得不像啊。基因是很玄的啊，有时候好的基因也容易被乱七八糟的基因占了上风。基因？刘嬷嬷一脸迷惑。穆青鸾笑道：没什么。1个时辰后，穆娇宁找到了梁玉凤，梁玉凤也是气得要命，安抚道：我已经让人将画像送去万宁侯那里了，到时候我们里应外合，他以后啊都不会在你眼前晃了，一定要尽快。夜晚，万宁侯侯府，就在此时，有2名男童坐在了墙角下。就是住在这里面的人，之前想要害娘。哼，御医说他是个超级无敌大变态，好多的漂亮姐姐都死在他的手里。我卜了一卦，他这2天还要害娘。穆逸轩一边说着，一边小手拿出了一个小荷包。你拿着这个荷包放到他的床底，他这段时间就不能再害人了。穆逸轩将小荷包给了穆逸成，穆逸成拿着荷包，小小的身体轻飘飘地翻越了高高的墙头。穆逸成小身子轻松地躲过了各种严防的守卫。房间里灯火通明，青砖石上躺着好几个女子，身上都是被鞭打折磨的伤痕，都是一群低贱的人。侯爷，这些女人本来都身份低贱，能被侯爷看上是他们的福气。
你们最近找来的人都太过无趣了，本侯看着就恶心。几个趴在地上奄奄一息的女子们一听这话，吓得是浑身颤抖。侯爷，快看画像里的女人，这女人可是全京城的千金小姐，加上宫里的公主，都比不上的绝色容貌。下人一边说，一边在万宁侯的面前展开了画像。啊，他是谁？本王一定要得到他。如果不是几年前半路出了事儿，他早就已经是侯爷的人了。本侯累了，先睡觉，将他们都扔出去。穆一成跳下房顶，推门走了进去。哼，我要送你去好好的洗一个澡。哼，想欺负我娘？哼，看你怎么欺负。侯爷。接着一盆水浇在了万宁侯的身上。这怎么回事？不知道万宁侯是得了什么怪病，听说御医都去看了。老奴刚从外面回来，听到外面的人说万宁侯是身上起了怪东西，密密麻麻的绿点点，还说……刘嬷嬷，你快说呀，二小姐还等着呢。听说这万宁侯掉茅坑里了。就在这个时候，穆娇宁也得到了消息。那万宁侯有没有让人过来说什么时候动手？大小姐，万宁侯府现在乱成了一团，奴才去了，结果没有人理会奴才。怎么会突然出这种事情？有没有打听到万宁侯的情况，什么时候才能好？有几个京城的大夫去了万宁侯府，都说对万宁侯的情况束手无策，怕是一时半刻好不了。怎么偏偏是这种时候出事？战王府，以后这种事无需告知本王。你先出去吧。下人连忙退了出去。皇爷，查到宣城医馆的背后老板是谁了？是圣手神医孟泽。孟泽？是，已经确定了，但是他不在京城。如果是他，不必再找。卑职差点忘了，他和王爷有过节，见到王爷恐怕跑得比谁都快，自然不敢和王爷做生意。不过以他的性格，不会无缘无故在本王的眼皮子底下开医馆，一定还有什么原因。继续查。是。星月酒楼3楼雅间。娘，是我做的。那个大变态还想欺负娘，手里还拿着娘的画像，我一气之下就下了毒。还有我们一起去的。做得好。娘的画像在这里，他们画得太丑了。的确是画得丑。娘，早上我们收到信了，赵叔叔明天就到京城了，3天后我要去赵叔叔家里帮他看一看。过几天就能见到赵叔叔了，太好了。去吧，赵叔叔家里很大，人也很多，你们要懂事啊。他是在3年前救了身受重伤的赵环。娘，要不要让赵叔叔做我们的爹呀？我真的好喜欢赵叔叔。你赵叔叔有要娶的未婚妻？可是我问过赵叔叔，赵叔叔说只要是娘同意，他一定娶娘。不可坏他人姻缘，我们有娘就够了，不要爹。我支持你们找到爹，虽然有很多人爱你们，但是父亲的疼爱和其他人的爱是不同的。娘，你说的是真的吗？我真的可以去找爹？当然可以，不过要提高警惕性，千万不要被人骗了。不过如果爹是个大坏蛋，我们就不会认他。长得太丑的也不要。与此同时，王爷着凉了？没有。王爷，卑职无意间查到那2个孩子了，他们是最近才搬进了京城。2个孩子，一个叫做小轩，一个叫做小成。他们出身普通，只有一个叫做御医的女子照顾他们。叫小轩的孩子不知道和哪个江湖道士学了一身的卜卦神算之术，住在那条街上的人都找他帮过忙，所以之前他对王爷说的话应该不是童言无忌，是真的会神算。无意间，其实卑职有一种莫名的直觉，他们2个和王爷长得像，又不怕王爷，就好像是王爷的孩子一样。所以卑职怀疑王爷几年前除了碰过穆大小姐之外，有没有可能碰过其他女子？你认为本王会记不得自己碰了几个女人？滚出去！自打穆青鸾回来后，不论什么事情都不如意，甚至是你我都经常做噩梦，太邪门了。万宁侯这一次出事，实在是匪夷所思。正巧是我们今天就要将穆青鸾给送过去之前出事。娘，前几天的那个大师
为别人家做法事的时候，从来没有出过事，只有在咱们府里碰到穆青鸾后，大师就疯了。他难道在回来之前找了大师做法，专门来害你和我？穆娇宁点头。我原本是不信这些歪门邪道，但现在发生这种事情，只要穆青鸾有关的就会变得很诡异，最后也都是我们落了下风。要是再这样继续下去，他迟早要毁了我的婚事。听人说京城有一位大师只为皇孙贵族做事，很少有人能请到他，即便是有人能请到，也要花费上万两银子。穆娇宁的眼前一亮，娘，去请他过来，只不过是万两银子而已。等我嫁去丈王府，到时候就会有数之不尽的银子，还会有很多人巴结我们，这一点银子算什么？你说的对。穆府书房，下人推开了门，穆青鸾走了进去。坐下，为父要和你说一些事。穆青鸾挑眉坐了下来。这几天京城很多人都知道你回来的消息，所以过几天宫里有宴席，你也要进宫。进宫后，你千万要谨言慎行。如果爹不想让人知道几年前的事情，可以将我从族谱除名，同时将我娘的东西全部奉还。你在说什么胡话？几年前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所有人都知道。5年前没将你除名，现在将你除名，岂不是朝堂上所有同僚都会对为父议论纷纷？你娘当年的东西都已经没了，如何给你？不要再让为父生气了。都没了。等你出嫁，自然会给你准备嫁妆，其他的就不要想了。我娘的东西是不是在夫人那里？夫人掌家，自然所有东西都在她那里。你外祖家家道中落，当时你娘嫁过来时也没有什么嫁妆。如果爹没有其他事，我先走了。走到门前时，他停了下来。当年娘的死真的没有其他隐情？胡说八道，滚出去！冯玉走了进来。怎么样，渊明大师答应来了吗？渊明大师拒绝了。你将银子给渊明大师看了吗？给了，但是他们拿进去后又还给奴婢了。怎么会这样？我即将嫁给战王了，而且还是侧妃，他竟然不给战王面子。如果请不来渊明大师，那就再找找其他人。既然渊明大师是京城最厉害的，就不用找别人，我亲自登门，并且搬出战王，我就不信他会不给战王一个面子。如果被战王知道这种事情，他不会去管的。皓月当空，爹真的在那里吗？我确定，我们距离爹越来越近了。爹为什么大半夜跑出来？应该是小偷。如果是小偷，会不会很穷？穷也要给抚养费，要不然找他干什么？哥哥说的对。罗盘不动了，今天晚上应该找不到他了。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叔叔，你肯定做了好多坏事，给我5万两银子，我帮你把大杀局解决了。夜里不要出来，回家。天地良心的地价，叔叔要好好考虑啊。走，我们继续去找爹。坏叔叔晕倒了。哥哥，坏叔叔拿不出来5万两，是不是因为太穷了？这里面都是娘给的药，说能解百毒，要不要给他试一试啊？试一试。灌完药，2个小身影就蹲在一旁。是你们救了本王？对呀，叔叔运气好才会碰到我们。娘的药都卖得很贵，我可以给叔叔打个折，叔叔给1000两就可以了。本王身上没带银票。算了，就当我们做好事了。哥哥，走吧。突然又有人骑马而来，直接停在了他们的面前。王爷，带他们先回府，然后再送他们回家。不要，我们还要去找爹，你都拿不出银子，我们才不要跟你走呢。我们自己能回家，不用你们送。你们2个怎么半夜出来找爹？我们喜欢半夜出来玩，和叔叔没关系。你们拿不起银子让我帮忙，我先走了。给他们2万两银子。王爷，他们不会真的是你的私生子吧？我们才不是他的私生子。不会说话就闭嘴。2万两的银票。哦，对了，王爷，身上的毒要不要现在去找大夫？已经解毒了。解了？他们身上有解百毒的解药。我们现在就去吧，要不然明天叔叔还会有危险。叔叔遇到哥哥是运气好哦。接着又对穆雨轩说，哥哥，今天赚了钱，明天去给娘买珠宝首饰好不好？还要给娘买绫罗绸缎做衣服。买很多。你们真是孝顺啊。清冷的夜幕之下，小家伙像模像样的。让他玩吧，时间到了送他回去。不要说话，不要打扰哥哥。穆逸轩蹲在了一个墙角下。什么仇什么怨，想让坏叔叔断子绝孙，还有死后永生永世不得超生。
哥哥有发现了是吗？让叔叔他们过来挖吧，东西就埋在下面。穆一成又跑到了秦征的面前，叔叔，哥哥找到了，让人拿东西过去挖。找到了。穆逸轩指着地上，就在这里，按照我画的圈去挖，要不然容易碰到东西。很快，凌云将圈外的土都给挖了，然后露出了一个小箱子。王爷，果真有东西！别过来，我将上面的符纸拿掉。嘿，好了。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里面装的是1000个死人半个时辰内没有凝固的3滴血。王爷，果然是有人在暗中谋害王爷。现在不用怕了，我已经解决了。那你知道这东西放在这里多久了吗？不到15天。还好叔叔遇到了哥哥，说明叔叔还没有那么坏，所以才有好运气。王爷本来也不是坏人，你们从哪里听到说王爷是坏人了？王爷保家卫国，救了那么多百姓，怎么可能是坏人啊？有自称是叔叔儿子的小朋友抢我们要买的糕点，他品德败坏。娘说了，小朋友坏不坏都是和父母学的。小程可爱的点点头，是啊，叔叔的儿子抢不到还坐在地上哭，都5岁了还哭鼻子。我们先走了。穆逸轩说完之后，拉着穆逸成的手迅速地跑远了。凌云瞠目结舌，这2个小家伙到底是谁家的孩子啊？也太逆天了吧！与此同时，京城一座府邸内，正在盘膝而坐渊明大师突然睁开了双眼。师父怎么会吐血啊？不可能，没有人会找到我设下的死局，还破坏了我的局。那可是我煞费苦心，用了整整3年设下的死局。师父说的是与他的后代有关，是他的子嗣帮了他，怎么可能？翌日，二小姐，老奴刚才不经意间听到锦儿和人说，他今天要陪着大小姐去见渊明大师，想要请渊明大师过来府里看看。老奴觉得大小姐又要针对二小姐了。渊明大师，京城里的大师还真是多呀。是的，是渊明大师，所以老奴有些害怕。不过都说这个渊明大师很难请，说不定大小姐没办法请到渊明大师。我知道了，就算是真的请过来，也对我没什么威胁。说完，他起身就要出去宣城医馆。穆青鸾从后门进去，你……张掌柜见到他，一时没有认出来。东家？带我过去。病人来了吗？一大早就来了，说是昨天一晚上被病痛折磨得无法入睡。穆青鸾一边过去一边了解了情况，这不是凌云吗？哎呦，我浑身疼得厉害。我不给装病的人看病，你走吧。凌云愣住，紧接着有些尴尬地立即离开了。装病？来查宣城医馆真正的幕后老板，这段时间我暂时不能来了。凌云离开宣城医馆之后，回到了战王府。丑男？是，很丑，满脸的麻子，还没给卑职诊治，就知道卑职是在装病。卑职怀疑宣城医馆已经有所察觉了。暂时不用查了。还有昨天晚上挖出来的箱子，卑职已经给烧掉了。真是阴狠，幸好碰到了那2个孩子。到底是什么样的爹娘，才能生出他们2个那么厉害的孩子？本王昨天晚上没有做噩梦，今天也没有任何身体不适。那个孩子不是招摇撞骗。如果不是昨天晚上亲眼看到，真的会认为他们是在招摇撞骗。真可惜，他们长得和王爷像极了，却偏偏不是王爷的子嗣。找到他们，并且查查他们的父母是谁。孩子尚且如此厉害，父母更是人中龙凤。本王身边需要有才能之人。是。穆娇宁如愿以偿地见到了渊明大师。大师，我是幕府大小姐，希望大师能去幕府帮我。渊明大师看到穆娇宁时，不是大富大贵之命，为什么能和战王有了婚事，还给战王生了孩子？明日可去幕府。谢谢大师。师父，徒儿觉得这位穆大小姐没有贵人之相，真是奇怪。的确有些怪异之处。他对徒儿说，因为穆二小姐回来后，她每天晚上都做噩梦，又最近怪事连连，所以才会来请师父。明日一去便可知晓。富荣酒楼。这不是穆青鸾吗？你怎么在这里？你这几年是不是在外面过得很惨？来富荣酒楼吃饭就点一壶茶水啊？你这样太给表姐丢脸了。你要是没银子吃饭，我可以给你啊。
你要不要考虑嫁给我做妾啊？我不在意你和乞丐私通过。不远处刚走上楼的秦征冷冷地扫去了一眼。呀，莫尔小姐好像遇到了一些麻烦。凌云低声道：滚！这里是富荣酒楼，应该是没有银子吃饭的你滚出去吧。你要是不想丢光脸，就赶紧走，要不然别人知道你是表姐的妹妹，肯定会笑话表姐的。你许久没回京城了，你是不是刚才看到菜单的时候就吓到了？要不然我请你吧。二哥，他怎么说也是我们的亲戚，虽然5年前做了伤风败俗的事情，但现在时过境迁，他已经回来了，那就帮帮他。既然是要请我吃饭，那就将这一壶茶给买单了吧。你难道不知道富荣酒楼的茶水是不要钱的吗？是啊，你这几年在外面是不是穷傻了？难道进来之前没问店小二？茶水不用付钱，不过你也会点几个菜，我会帮你结账。这时店小二走了过来。客官，已经做好了，并且摆放在里面，这些菜都是要趁热吃，口感才会最好。穆青鸾点了点头，指了指梁叶安，对着店小二说道：一共多少银子？让他付。一共5000两银子，客官。你说什么？5000两？他不就是点了几个菜带走吗？的确是点了几个菜，但最贵的是这壶富贵黄金茶，这壶茶就要4500两。一个茶4500两？你们富荣酒楼的茶水不是不要钱的吗？你不会是和穆青鸾串通好，想要骗我们银子的吧？是啊，穆青鸾给了你什么好处，让你和他一起骗人？你就不怕被掌柜知道，让你从富荣酒楼滚出去？那3人是穆大小姐的表妹和表哥。稍后让店小二送上来一壶富贵黄金茶。是。店小二愕然：你们难道不知道在芙蓉酒楼还有酒水类的菜谱吗？你们是不是没带够银子？店小二又道：你们啊，真是给穆娇年丢尽了脸。堂堂富商梁家的公子小姐，出门在外身上还没带够5000两。客官慢走，食盒里放着热水袋，能保证菜品冷得慢。好。你怎么会有银子？你不是在外面穷困潦倒才回来的吗？谁告诉你我在外面穷困潦倒？别再丢人现眼了，我们赶紧走。哥，你怎么了？我们快走吧。你怎么盯着那个男人一直看？穆青鸾，你可真是个不要脸的狐狸精！你这些银子不会是一直在外勾引男人，让哪个男人给的吧？唉，身为女子怎能如此放荡不自爱呢？他们有点太过分了，信口胡说，一语坏了莫尔小姐的名声。你一直担心她，对她很上心啊？她配不上你。卑职对她没有那个意思。早上是在茅房里吃的饭吗？说话一嘴的臭味，你才在茅房里吃饭，太不知羞耻了。我们梁家天天锦衣玉食，你只有羡慕的份儿。我的确是羡慕你们来到富荣酒楼，只能喝着免费的茶。你口吃就不要说话，你信不信我们现在就去告诉表姐？不用千辛万苦的去找穆娇年去战王面前告状，你们口中的战王就在那里。交换了一下眼神，无比狼狈地跑了出去。请莫尔小姐过去一下，王爷要见莫尔小姐。好。坐在了秦征的面前。不知道战王见我所谓何事？你不是穆青鸾，冒充穆青鸾为了什么？战王是在暗中调查我了是吗？那就该知道我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所以5年的时间足够让一个人有翻天覆地的改变。说完拿出了一把匕首，这是我第一次救战王的时候从战王身边拿走的，用来做我救战王的凭证和枕巾。敢不经过本王同意就拿走本王的匕首，你胆子很大。如果我当时没有出手救战王，战王早就没命了。医术和谁学的？战王对我的事情很好奇吗？如若你敢伤害本王的女儿和儿子，本王绝对饶不了你。王爷不会是对莫尔小姐动了什么歪心思吧？秦征冷眸扫去，卑职失言。暗中派人保护穆娇宁和义儿。是。他当年真的只是简单的和人私奔？当年的事情都是莫尔小姐与人苟且，幕府虽然有意隐藏消息，消息还是泄露了出来。小轩和小程他们2个去见着恒世子了。赵恒不是说过2天才到京城吗？怎么提前到了？恒世子说因为想着小轩小程，所以路上是快马加鞭，昨天晚上就到了京城，今天一大早就来找小轩小程，带着他们2个去玩了。好吧，既然他们不在，我将饭菜放下就回到幕府吧。
好，小姐不休息片刻吗？穆青鸾摇了摇头，不用，你这段时间提防一些，千万不要泄露小轩、小程和我的关系。小姐放心。翌日，刘嬷嬷站在门前，看到他出来之后说道：“二小姐醒了。”怎么回事？那边吵什么呢？是大小姐找来了渊明大师。原来是这样。刚刚厨房那边已经将二小姐的早膳给送过来了。二小姐现在就要用早膳吗？好。与此同时，大师时而皱眉，是为什么呀？请夫人不要着急，不要打扰师傅。好。渊明大师心中惊疑道：“奇怪，好生奇怪，人人皆知穆娇宁要嫁给战王为侧妃，而且还给战王提前生了一个儿子，那为何他在看过穆娇宁和秦子仪的八字和面相后，发现他们并没有一丝一毫的贵气？我刚才私下看过一圈，穆府上下并无你们口中所说的霉运。怎么可能？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平日多多广结善缘。谢谢大师。谨言设坛。是师傅。突然，渊明大师身体倾斜，险些摔倒。金言大惊：“师傅！”无碍。大师，要不要去休息一下？不必。师傅在为你们布法，在3个月内，如果有人想对你们不利，都会被反噬。就在这时，一直没睡醒的秦子义忽然嚎啕大哭：“我不要！听话，玉儿，今天过后就没有人能伤害你了。不要！玉儿，完全不疼，外祖母不会骗你。外祖母骗人！不知道渊明大师在做什么呀？怎么小少爷还哭了？”片刻后，谢谢渊明大师，3个月后我定再登门感谢。待我再去你们之前提及的穆二小姐所住之处看一看。好。青鸾几年前的事情，大师应该不知道，毕竟家丑不可外扬。一个柔弱女子在外几年？是啊，也不知道她在外面这几年是怎么过的。只要一想到她颠沛流离、饥肠辘辘，我这个做姐姐的难免会心疼。很快到了柳英院。大师，有什么问题吗？让我见一见穆二小姐。你正好出来了，那就过来吧。这是我请来的渊明大师。原来是大师。大师，是不是最近我们发生的事情都是与青鸾有关？与他无关。什么？怎么可能？我和娘最近遭受的倒霉的事情都是在她回来之后。说我做了见不得人的事，穆娇宁，这句话应该对你自己说吧。青鸾，现在没有你说话的份。穆大小姐，师父所言从不会被任何人所左右。既然大师说和青鸾无关，那当然是最好了。但是这世上怎么可能有如此巧合的事情呢？但偏偏世上就有如此巧合之事，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唉，我真是太冤了。胡说八道，别在大师面前丢人现眼，给幕府丢脸。你可以回去了。等等，你有没有遇见过某一个大师，让他给你断过八字？没有。直接走出了柳英院。他不是你能肖想的。回去后我写一封信，你交给陈王。金言的心中咯噔一声，迅速地收回了视线。我花了万两白银，他们就做了这么少的事情，真当我的银子好赚。1个时辰后，陈王秦义东看过信之后，沉眉片刻，冷声道：“让本王迎娶穆府二小姐。”渊明大师竟然让金言送密信前来，说明穆府二小姐可以帮到王爷。只是什么？说。只是穆二小姐在几年前曾与人苟且，然后被人退了婚。她定是经过深思熟虑，命人送来信。既然如此，本王身边也不在乎多一个女人。过2天安排人去穆府提亲。是。穆青鸾坐在院中的摇椅上，如果这时候有一杯红酒就好了。姨母是我见过长得最美的人了，比我娘还有外祖母都美。秦子义，娘，你过来，你是不是没有记住娘的话？姨母不是娘说的那样。锦儿，你带小少爷先走。锦儿连忙抱着秦子义走了。穆青鸾，你要是再敢对我儿子说一句话，我绝对不会放过你。没有管好自己的儿子，耀武扬威的来指责我。穆娇宁啊，你这脸还要不要了？信不信我要你的命？好啊，我拭目以待。我倒是要看看你是怎么要了我的命。狂妄，别以为我猜不到你在外面这几年都是怎么过的。快回去洗洗睡吧，趁着天色还早，也许还能做个美梦。闭嘴！穆青鸾看着穆娇宁离开的背影，转身推开门回了房间。娘，娘，你们怎么来了？他们一直说想你了，
我看不了他们受委屈，于是就带着他们潜入了幕府。原来是赵恒带他们来了。你呀，就是太宠着他们了。他们值得宠。赵叔叔说的对，那个秦子义刚刚抱住娘不撒手，他为什么不抱他自己的娘？秦子义是看娘长得美又温柔。他们两个刚才看见赵王的儿子抱住你，差一点没忍住跑出去。这两个小家伙吃醋了。我们是讨厌秦子义。穆青鸾失笑，尝尝这个糕点，味道不错。好吃。太好吃了。这么快就睡着了？你讲的故事新奇又有趣，他们听得认真，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两个人走过去，面对面的坐下。小轩去过侯府了吗？我没带他去，在我回来之前，府中请了渊明大师。渊明大师，真巧，他今天来了幕府。这位渊明大师绝不是那种没本事的江湖骗子。他今日见到你，有没有说过什么？他大概是从我身上什么都算不到，所以呢，对我有些好奇。我以为他不是因为畏惧战王，肯定是有什么目的。我来查清楚。你回到京城还有很多事情要面对，这件事啊就不必分神了。好，我再给你诊脉，看看你身体恢复的如何了。余毒应该是已经清除干净了。赵恒说着，笑着将手递了出去。片刻后，你又中毒了，是慢性毒。还好我有你。青鸾，要不要考虑嫁给我？小轩和小程都认为我有资格做他们的爹。别开玩笑了，你有未婚妻？是啊，我有未婚妻。刘嬷嬷和绿环都出现在门外，轻声询问：“二小姐，今天要进宫，需要早起更衣梳妆。”我起了，你们进来吧。1个时辰后，青鸾，你今日盛装出席，如此明艳，一定会被当作众矢之的的。我穿的还没有穆娇宁华贵吧？我的脸上完全没有擦胭脂水粉。说到盛装出席，该是你们两个吧？好了，都别说了，再废话下去就进不了宫了。然后对着穆青鸾嘱咐道：“进了宫就不要随意抬头，不要随意打量。”战王府，王爷，这伤口完全不用上药了。他缝合伤口的手艺的确不错，还有促进愈合的伤药也是不错。如果能让莫尔小姐教军医如何缝合伤口，那岂不是以后战场上那些士兵都享福了？找机会你去和他提出条件，只要他教军医如何缝合，随便他提什么条件。是。凌云对着门外的下人分：“将马车准备好，王爷要进宫了。”皇宫，不要像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被其他人看到了，你会连累我，也被人嘲笑。如此卑微的怕战王厌弃你，穆娇宁，我都替你心累。谁怕战王厌弃？战王不可能厌弃我。你知道什么？闭上你的嘴！我记得几年前你有一个两情相悦的男子，你是如何左右逢源，最后和战王定情了？穆娇宁神色大骇：“你休想污蔑我！我只与战王彼此交心过，从来没有其他两情相悦的男子。我警告你，这种造谣的话，不要对任何人说。”是不是造谣你很清楚，要不然你慌什么？谁慌了？我只是在教你，不要在宫里胡说八道。教我说话？穆娇宁，你配吗？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你现在回来，到底是为了什么？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了？你这么紧张做什么？你那些话都是在捕风捉影。今天进宫的人多，你那些乱七八糟的话，要是被其他人听见了，你吃不了兜着走。随着宫人指引，来到了御花园。你是穆青鸾，穆二小姐吗？我是。有事吗？我是兵部尚书之女王婉。我是穆青鸾。那个，你是不是以前没进过宫啊？皇上还没到，这些糕点不能吃。什么时候回京的？恒世子，昨日找个时间对弈几局如何？好。皇上驾到，皇后驾到。众人起身，这场宴席是为了庆贺秦征战胜归来而立，场面着实是歌舞升。能嫁给战王呀，真是穆大小姐3生修来的福气。能嫁给战王，也是我以前不敢想的。没有几天你就要嫁入战王府了，母凭子贵，说不定哪天就会成为战王妃呢。我没设想过那么多，只希望日后能陪伴在战王左右就够了。皇上要为战王赐婚了。谢皇兄关心，臣弟暂时没有大婚的想法，过几日会有侧妃入府。好，朕就不为难你了，再过一段时间吧，到时候朕好好为你寻一门亲事。谢皇兄。看没看到战王为了我连正妃都不想娶？穆娇宁，离我远点，口太臭了。你说什么？谁口臭？你呀。突然听到有多人的惊叫声。是我公主。御医在哪里？快救五公主！御医，快去看看五公主。快，五公主要咬断舌头了，快掰开她的嘴，千万不要让她将自己舌头咬断。
穆青鸾眉头轻蹙，余光看到了赵恒眼中似乎有些急色，立即起身走了过去。想要让五公主活命，所有人都退开，这样影响空气的流通，更不要掰开五公主的嘴，也不要压着五公主的四肢。下意识的四周人散开了。胡闹，木二小姐，你又不懂医术，只是看了几本医书，怎能过来捣乱？如若按照你们的方法困住五公主，不出1刻钟，五公主必定会有性命之忧。这时赵恒走了过来。这种病症我以前在外游历时见过，当时有郎中按照了木二小姐的方法，让所有人散开，最后那人得救。穆青鸾在等着秦月的情况有所好转之后，将秦月推到侧身躺着，紧接着秦月开始呕吐。本宫刚刚怎么了？你刚才是癫痫发作，现在已经没事了。是你救了本宫，我没做什么，只是让你暂时更舒服一些。是我惊扰了宴席，现在我已无碍了，实在是抱歉。无碍就好，好好歇着。景惠帝点了点头。秦月见状低下头，眼睛有些红了。你刚刚是确定能救五公主，所以才过去的？青鸾，你胆子太大了，就算是你想出风头，也要好好想想这里是什么地方，是皇宫，一不小心就会被人抓住把柄。穆成君皱眉，你姐姐说的对，以后不要再擅自做主，一定要提前告知为父。不要再说了，这件事情回去后再说。青鸾，你千万不要再不懂事了，你不配为人父，真是一个渣爹。回去以后再收拾你。陈王是不是在看你啊？穆娇宁惊愕，立即看过去。娘，以后千万不要再说这种话了，要是被人听到，一定会谣言四起。我一心嫁给战王，只能辜负别人了。与此同时，战王府一处墙角下，怎么可能？师父是发现了什么吗？的确是有人帮了他们，要比为师之前所想的厉害。速查京城中是否有为师不知道的大事。是，只是师父，现在还要不要再次寻找机会下手了？没有机会了，更何况千人血耗费为师太多心血，最近半年也究竟是谁在帮战王？必要时将此人斩草除根，以绝后患。战王身边的能人巧匠很多，徒儿怕是一时半刻找不到人。渊明大师蹲下身，为师有一个方法，他破了为师的局，恰巧会留下他的气息，正好可以利用。一把尖尖的匕首刺破了指尖。走吧，1个时辰后他必定会有一些感觉。是。1个时辰后，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千万不要掉下来了。御医，好好玩啊，嘿嘿，太好玩了，千万要小心啊！小轩忽然皱起了小眉头，哥哥怎么了？小轩，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有人在用某一种禁用的巫术对我下咒。下咒？那是谁那么恶毒啊？你现在难不难受？要不要去宣城医馆？御医不要担心，我没事的。哥哥，能找到下咒的那个人吗？他应该是想让我去找他，你们千万不要乱来哦。这里的坏人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御医放心，我们乖乖在家。快要天黑了，我和哥哥想要睡觉，我们一定乖乖的，这么听话。真的？当然了。这太阳还没下山呢，会不会是哪里出问题了？美玉一下子就慌了神，小程抓住了美玉的手。娘今天进宫去了，就连赵叔叔今天也进宫了。我竟然忘了，等小姐出宫，说不定就要天黑了。御医，你不要着急，哥哥很厉害。美玉点了点头。御医，我去睡一觉就好了。好吧，如果有任何的不舒服，一定要告诉我。黄昏，皇宫御花园，在宫人的引领下，刚刚人太多了，没办法郑重的对你说谢谢，不过举手之劳，况且我也没做什么，胡须挂齿。当时那种情况应该不会有其他人出现，而你能出现救着本宫，就值得本宫现在真诚的感谢。当时情况危急，我并未想太多，不过五公主的身体需要好好调理，如果你信得过我，可以让我给你诊脉。诊脉？你真的会医术？只是看过几本医书，让我试试吧。好，试试又何妨？片刻后，具体情况我会告诉赵世子。你是表哥说的那个人？五公主要和我一起去小姐吗？本宫刚刚小姐回来，木二小姐去吧。好。穆青鸾小姐之后出来，发现原本站在门外的宫女不见了。难道是有什么猫腻？艳红的霞光下，朝着御花园的方向走去。穆青鸾不慌不忙地走着。你怎么在这里？真是冤家路窄。我要回到御花园，所以迷路了。从这里回御花园？是，战王，有什么问题吗？还是说这里回不去御花园？木二小姐，你难道不是故意跟踪王爷的？跟踪？难道不是吗？
当然不是，我刚才失去小姐，引路的宫女无故失踪，我在寻找着回御花园的路，何谈着跟踪呢？要是没有其他的事，我便先走了。莫尔小姐，你的缝合伤口的方法多少银子可以卖？卖？教会本王的军医缝合伤口之术，你想要多少银子？战王是想让军医学会后，给那些战场上受伤的士兵缝合伤口。确有此意。如果是给征战沙场的士兵缝合伤口，那就给战王便宜点儿。木尔小姐真是一个有大义之人。1000两，只要1000两。有什么不对吗？木尔小姐不怕将缝合的方法教会别人，日后就没有人会求你帮忙了吗？1000两和之前木尔小姐给王爷缝合的银子是一样的，这未免也太少了些吧？你们来定时间吧。说完，直接从一旁走了出去。木尔小姐不怕这条路回不去御花园吗？小心提防，她必定还有所图谋。图谋？难道他是想图谋王爷？他会不会是喜欢上了王爷啊？你认为他喜欢本王？卑职不太确定，也许他是因为王爷是他的姐夫，所以只敢偷偷的打量，不敢明目张胆的靠近。回到御花园之后，你去哪里了？有必要告诉你吗？怎么没有必要？如果你是去勾引战王，我劝你把这个心思给咽回肚子里。战王只能是你姐夫，你当成宝贝的东西或者人，对我来说什么都不算。别以为你长着一张倾城绝色的脸，你要明白，在所有人眼里，你就是一个残花败柳。不想在宫里丢尽脸面，让战王退婚，就老老实实的闭嘴。穆娇宁刚刚要训斥大骂，余光发现陈王好像又看他了。一众马车离开了皇宫。当天夜里，一道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穆青鸾的房间内。穆青鸾睁开了眼睛，坐了起来。何人？卑职凌风奉令前来请穆二小姐前去见我。你们王爷半夜不睡觉，就以为其他人也不用睡觉吗？我要睡觉了。请穆二小姐见谅，王爷命令，卑职不得不遵守。小半个时辰后，就是这位小姐为王爷缝合的伤口吗？是她。小姐的缝合之术太令人惊叹了，伤口不但不会发炎，而且还紧紧的缝合在一起，愈合的速度极快。伤口缝合主要是为了让伤口尽快的愈合，至于发炎、腐烂、流脓，大多数呢是因为伤口没有消毒好。快教我如何缝合，早知道王爷在京城碰到了会给伤口缝合的人，我早就应该赶回来了。好，但是伤口的缝合材料大概你们要提前准备好，至于这种材料是如何制作的，我也会告知你们。接着一个人教，一个人学。与此同时，渊明大师府邸，两道小身影行走在夜色下。想要逼我现身的人就在这里面。嘿嘿，哥哥想怎么做？娘教过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有了主意，熟睡的渊明大师猛地坐起。绝对不可能！睡在隔壁的金岩听闻声响，连忙跑了过来。师父，您这是吐血了吗？我去叫大夫。不必，为师是遭受到了反噬。对师父出手，那人竟然还有这种手段，以前在京城没听说过还有能和师父相比的人。去看府门前有没有人，此人应该就是在附近。这位渊明大师很有本事，能察觉到我就在附近。嘿嘿，再厉害也没有我哥哥厉害。坏叔叔的运气差，招惹了这种会用邪术的人。那哥哥还会帮坏叔叔吗？不要，找到爹要银子才重要。金岩带着人又四周找了一圈，根本就没有其他人的影子。师父，在府外没有发现人。今天晚上的事情不要告知任何人。是。这几日留意一下穆大小姐和战王儿子的动静，他们随身携带的符应该起作用了。若是无事，3天之内不要来打扰为师。战王府终于成功缝合好了一个。白羽兴奋地高呼：王爷，快看，我终于会了！凌云，你看看，是不是更觉得我天赋异禀，连如此复杂的缝合术都能学会？我之前可是连衣服都不会缝，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白云，你这缝的太丑了，和莫尔小姐缝的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莫尔小姐都夸我有天赋，要不你来试试，看看有多难？的确有天分。今天是第1天练习，能练到这种程度，已经算得上是天赋异禀了。看看，听到没有？我现在这样就是天赋异禀，厉害着呢。穆青鸾看了眼外面的天色，什么时候练习好了再去找我，不必把我请来战王府。请战王命人送我回去吧。凌云，送他回去。是，王爷。穆青鸾立即随着凌云离开。穆尔小姐是一个难得一见的美人，而且对医术颇有见解。王爷，我觉得我动心了，我要娶她。她是第一个让我动心的女人。任何女人都可以，她不可以。为什么？就因为她是王爷侧妃的妹妹吗？她这个人极其复杂，失踪几年的经历，现在还未得知，她不适合你。
通过刚才的相处，我并不觉得他有多复杂。王爷，你没有动过心，也没有对人一见钟情过，不了解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我不管，我下次见到他一定要表明心意。说完直接跑了出去，天边泛白。穆青鸾，你自从回来后不是很喜欢睡到日上三竿吗？怎么天还没亮你就出了流音院？我喜欢睡到什么时候和你有关系吗？我说过很多次了，你如果到处走被人发现你不守妇道，就会连累幕府。你难不成想要让我被你连累，以后成为京城的大笑话吗？你能嫁给战王真的是因为战王喜欢你？你到底想说什么？战王娶我当然是因为喜欢我。你好像很紧张。我是紧张你不要胡言乱语，被人听到后我还怎么见人？要不我让你嫁给我表哥，他看在我和我娘的面子上肯定不会嫌弃你。穆娇宁眼眸闪动，哼，你有心力算计我，不如好好想想怎么解决你脸上的东西吧。我能忍着看到现在没将昨天吃的东西吐出来，全都是靠着我强大的忍耐力。我的脸怎么了？丑到极致。穆娇宁一路跑回屋子里，娘，好疼呀！娘，你太坏了，你推我！叶儿，你怎么来了？娘不是故意的。你不是娘，我好丑啊！你是丑八怪，你不是我娘。叶儿，我是你娘啊！你不是，我娘不是丑八怪，你是丑八怪。外祖母，我要找外祖母。锦儿听到声响，推门而入。大小姐，给我找个面纱，快！然后再去宣城医馆，让他们大夫过来。后没好气的对着秦子怡骂道：“儿不嫌母丑，你竟然嫌弃我！况且我只是昨天晚上没睡好，长了几个红痘而已，你还是不是我儿子？”听闻声响的梁玉凤走了进来。宁儿，你这脸是怎么回事啊？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快把叶儿抱走，他竟然嫌弃我丑，一个小孩子懂什么？快让人去请大夫，绝对不能让战王看到你这个样子，要尽快治好。宣城医馆的杨郎中来了。大夫，我的脸怎么样？能不能尽快去除这些红痘？可以，只不过需要服药，还要将药擦在脸上，是宣城医馆独有的药丸和药膏。快拿给我！2种药一共5000两。什么？这是东家研制的药，1年研制不了多时，里面的药材极其珍贵，2天之内就可以痊愈。如果夫人小姐觉得贵，那就换其他普通的汤药，喝上1个月左右也会好，只不过有可能脸上会留下一些紫色的印记。不行，我必须要尽快好。5000两就5000两吧，库房里就剩下3000两银子了，偌大的府邸只剩下3000两，我们幕府怎么变得如此穷了？以前全府上下花不了多少，但最近几年你身上每一处花销极大。我们幕府在外面开的铺子呢，那些店铺每日进账很少，甚至是这2年入不敷出。所以啊，娘现在指望着你加入战王府后能帮帮娘。我以前听娘说，好几个铺子是穆青鸾他娘留下来的，以前每天进账300-400两，那几家铺子也都生意不好了，那几家店铺最近2年生意越来越差。你外祖父他们现在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等过几天，那几个铺子我全都给卖出去吧。等我嫁给战王，成了战王侧妃，到时候来幕府巴结的人会越来越多。就在这时，夫人，大小姐，王家和周家送银子过来了。与此同时，二小姐，王家和周家过来送银子了，但是夫人让府里的下人不要告诉二小姐。去看看我赢来的银子，他们想要不通过我就私吞了。片刻后，周家和王家的下人将2个箱子放下，1万两的银子都在这里了，梁夫人过目。周家也跟着说了一样的话。呀，送来的都是碎银子啊！看来你们王家和周家是将家底都拿出来了。不过区区1万两银子，千万别没有银子用晚上了。这样吧，每人拿回去100两碎银。这做人呢，不能不留后路。我也不想和你们王家周家关系太僵。这里没你什么事，回你的流音院。好吧，来人，将这2箱银子送到流音院。然后抓起了2把碎银子，给了王家和周家的2个下人。拿回去吧。青鸾，这些银子是王家和周家送来幕府的，你抬去流音院，算是怎么回事？梁玉凤见到王家和周家的人离开之后，银子是我赢来的，夫人想要就用其他东西来换。你当时是打算用穆家的银子和他们赌，赢了自然也是穆家的。穆家现在库房里大概5000两的银子都没有吧？谁对你说的？如果爹知道幕府被夫人掌管的都快成了穷光蛋，他会不会很生？如果夫人还坚持要王家和周家赔给我的银子，那就去见爹，真相自然大白。青鸾，你毕竟还要嫁人，这些银子我放好，
留着你日后嫁人时的嫁妆。到时候我再给你添一些嫁妆，保证能让你风光出嫁。毕竟我怎么说也是你的继母，你和我闹得太僵。那就将幼娘的嫁妆现在都还给我，然后这些银子给你如何？你娘当年陪嫁的嫁妆根本没多少，早就没了，怎么还给你？那就一切免谈，抬走吧。穆青鸾，你一定要和我作对。我只是要回本该属于我的东西。你娘当年留下来的东西都没了，只剩下几个破铺子，我这几年在里面搭进去不少银子，就算我这个做继母的送给你的几个铺子的地契，明天就让人给你送过去，这样你满意了吧？我说的是全部，不仅仅是几个铺子。既然夫人拿不出来，那就免谈吧。穆青鸾，回到穆家后，吃穿用度全部都是穆家给你的，你出去几年，怎么变得如此自私？都说继母不好当，果然如此。青鸾呀，你这是处处防着我呀。说我自私，穆娇宁，将你的陪嫁给我一半如何？我要嫁的人是战王，嫁妆自然要丰厚，趁早打消这个想法。你的嫁妆，爹娘自然会为你准备。是啊，青鸾，你的嫁妆我会为你准备好的。而且这段时间我一直在为你寻找更合适的婆家。昨天进宫后，很多人都已经见过你了，相信从今天开始就会有人来求亲。嫁妆就不用你们准备了，至于这2箱碎银子，也不劳烦你们看管。忽然看到了不远处走过来的人。青鸾，你怎么能这样呢？我嫁给战王，如果嫁妆太寒酸了，京城的人一定会嘲笑我们幕府。孽女，你竟敢惦记宁儿的嫁妆！穆成军几步走了过来，结果手在半空中直接被截住。孽女，放开！不由分说就要打我，是不是太不分青红皂白了？你知不知道她要嫁给战王，而你呢，失踪了5年的时间，这5年如果没有宁儿，幕府在京城众人眼中就是个笑话。你身为父亲，在女儿受尽磨难之时，你又做过什么？当年我娘病逝，你将养在外面的外室直接带入府中。这些年来，我吃不饱穿不暖，连100两银子都没见过，你有嘘寒问暖过吗？你知道什么？哎呀，天地良心啊！我是将你当成亲生女儿般对待，你以前不是还在老爷面前说我如同你的亲生母亲吗？你还敢指责为父，指责夫人？夫人对你无微不至的照顾，你竟然完全不敢给夫人泼脏水，你有什么资格？你不配做我的父亲。孽女，你是想气死我吗？夫人说我不喜欢女红，不喜欢琴棋书画，你一概认为是我天性愚钝蠢笨，从未想过是夫人说我不用学。你说夫人待我如亲生女，但我却住在整个幕府最破的流音院。青鸾，你怎么能颠倒黑白呢？幕府上下皆知我心善，我怎么可能那样对你？果然继母难当啊！夫人不用装了，这里没有府外的人。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有时间来指责我打我耳光，也不如呢去好好的查一查库房，看看穆家现在是不是已经穷的支撑整个府里的开销。你胡说八道什么？幕府产业多，又有为父的俸，怎么可能不够府里的开销？爹，我还有一些事情需要问你，我们去书房吧。当然不够啊，这几年夫人为了巴结各家夫人，明里暗里送了不少好东西，而且夫人经常接济梁家，梁家这些年一直都是表面风光，这时间长了，自然是丰厚的家底都被败没了。你青鸾说的是真的吗？当然不是真的，爹，咱们穆家那么多产业，怎么可能会没银子呢？是啊，老爷，难道你还信不过吗？我掌管咱们幕府，这些年来都没出过什么问题。穆成军点头。哦，如果只是传言，夫人为什么还要盯着我的银子呢？老爷，我这也是为了青鸾好，他这几年在外颠沛流离，必定不会妥善处理，放在我这里，我可以帮他置办一些铺子，都是以后留给他做嫁妆的。没想到我一片好心被他误解了。娘，我和爹知道你心地善良，温柔贤惠就好，外人不论说什么都改变不了事实。你毕竟不会掌家，夫人所做的都是为你好，你不该猜测夫人，这样会寒了夫人的心。据我猜测，府中银子加在一起可能还不到6000两。不到6000两，不可胡说。我没胡说，你可一定要去看看。你这孩子怎么如此固执呢？难道宁可相信外面的话，也不相信我的？青鸾，能告诉我们是谁对你胡说八道吗？穆成军起了疑心。无风不起浪，外面的人如果妒忌我们幕府，自然可以传一些其他的谣言，为何独独说我们府中没有银子？这我也不清楚啊。既然如此，
就去库房看一看，以此来节制谣言。老爷，何事？我忘记库房的钥匙放在哪里了，现在找起来会有些费时间。宁儿正好有事找老爷，等哪天我再带着老爷去库房看一看吧。是啊，这谣言太不切实际了，一看就不是真的。爹怎么还相信这种谣言呢？我原以为谣言是真的，打算将这2万两银子送给夫人，以解这燃眉之急。现在看来是没必要了。你们过来将这2箱碎银抬到柳荫院。你几年不在京城，肯定不懂外面如何请人来修缮房屋。银子交给我，我来帮你去请人吧。是啊，交给娘后。不必，都抬走吧。青鸾，你对夫人是不是误会太深了？而且宁儿是你姐姐，她不管说什么都是为你好，你什么时候能让为父省省心？当年我是被穆娇宁欺骗，被人打晕扔去城外，爹，这才是真相。什么真相？你说的为父根本就不信，宁儿怎么可能会骗你害你？你为了给自己开脱，什么谎话都敢说。不信也罢，我也从未想过你会相信。至于穆娇宁，她到底是怎么和战王有所关系，你们都很清楚，就不用我说了吧。青鸾，你怎么能如此口不择言？我和战王之间的事情你又知道什么？你这是妒忌宁儿，而你一步错步步错，以后想要嫁个好人家，也要靠着宁儿去给撑面子。不知道的人听了夫人的话，还以为穆娇宁是要嫁给战王府，做战王正妃的。青鸾，住口！我先走了。1个时辰之后，败家，他竟敢如此败家！刚才奴婢去问了绿环，绿环说二小姐随手就给了他100两的碎银，他吓得都不敢接。刘嬷嬷最多，就连在留音院做事的其他下人也都得了50两左右的碎银。现在二小姐还打算去施舍路边的乞丐，还给了奴婢10两银子。可恶，他竟然将银子给乞丐，给府里的下人，也不知道拿来孝敬我。如此挥霍，用不了几日，他又成了一个穷光蛋。二小姐，现在给出去快要1000两了，老奴不敢拿这些银子，而且老奴也用不上银子。这些银子嬷嬷都收起来，去买一些绫罗绸缎、珍珠翡翠。二小姐是怕当年的事情，不会的，一定会有人真心的喜欢二小姐。嬷嬷放心吧，我不会亏待自己的。一边说着，她一边拿出了几张银票。二小姐，这会儿嬷嬷相信我了吧？这些银子都是我赚的。幕府门前，喂，你是来等着穆二小姐施舍银子是吗？你来晚了，穆二小姐已经回府了。我想见的不是穆二小姐，而是穆大小姐。穆大小姐，那你就不要想了。穆大小姐从来没施舍过1个铜板，都说穆大小姐要嫁给战王了，结果还这么小气。太臭了，快把他们都赶走。好，小少爷。小厮立即朝着憔悴男子和几个乞丐走过去。不要在幕府门前围着，让开！你们也不看看我们小少爷是谁？他可是战王的儿子。乞丐们一句话也不敢多说，连忙是灰头土脸的走了。臭乞丐，赶紧滚！还敢盯着我们小少爷看，不怕瞎你的狗眼？秦子义看到了躺在地上的男子，怒骂：太重了！小少爷，他就是个傻子，等我们回来他肯定走了。等人走远之后，天不绝我路，我终于可以飞黄腾达了。你们大小姐什么时候出门？我要见你们大小姐。你多长时间没洗澡了？臭死我了！一个臭乞丐也想见我们大小姐？赶紧滚开！一脚朝着憔悴男子踢了过去。片刻后，穆青鸾发现有人在背后跟踪他，他直接躲在了一侧。为什么跟着我？我来找你有事。何事？是想问关于伤口缝合的事，还是还有其他的事？不是伤口缝合的事，我已经会缝合了。我是想问你有没有定亲啊？或者说有没有喜欢的人？跟踪我就是为了问这个？白羽点头。穆二小姐，我喜欢你，要不要考虑嫁给我？我身世清白，没有定过亲，之前也没有喜欢过的女人。你今年才几岁啊？16岁了。一个小屁孩。白羽的眼睛瞪大，俊脸爆红。我不是小屁孩，我16岁了，可以娶妻生子了。别那么想不开，去好好打听一下关于我的事情。还有你来找我表明心意，是不是没有对战王说？如果战王知道你要娶我，他肯定不同意。我勇敢追求真爱，王爷就算是不同意，我也勇往直前。反正我就是喜欢你，男未婚女未嫁，我就有娶你的权利。可我不喜欢你。为什么？你在我眼里就是个小屁孩，别闹了啊，乖乖回战王府。我就是长得圆脸显得小，我真的16岁了，我肯定以后会是个好夫君。乖，回战王府去吧。白羽站在原地，看着穆青鸾窈窕的身姿越走越远。早就跟你说了，不要来找穆二小姐，现在被拒绝了吗？你闭嘴！我说的是实话呀，你和穆二小姐本来就不可能，你找死啊！嘿嘿，你打不到我，
我要杀了你！哎呀，那你可得好好练一练轻功了，几十年后说不定就能追上我了。滚，快回王府！王爷要是知道你真的来找木二小姐了，肯定让你赶紧滚回军营，她身上有秘密，不适合你。白羽挑眉，之前我和王爷一直以为他消失的5年时间里是去了万宁侯府，后来发现他这5年不知所踪，那只能说他隐藏了行踪。反正他在我眼里是完美的，没有女人能跟他比。冷月如钩，何人？是我，有一件要事。我明日要带小香和小程去侯府。是侯府里又出事了？是啊，他们如果太安分，就不是他们了。小香给我的平安符碎裂了。小轩的平安符碎裂，就说明他们的动作不小，你不必太过担忧了。而且你之前不是也带他们去侯府走了一圈吗？我之前以为不过是他们找的江湖道士小打小闹，但平安符碎裂让我肯定他们找的必定不是什么江湖小道士，或许会对小轩有危险。离开幕府，你去见一下小轩，问他能不能应对。好。赵恒点头，起身就要走。赵恒，那随身携带吧，只要中毒及时服下，如果是剧毒也能延迟毒发，足够支撑到你来找我。谢谢。昨日宫中宴席上，陈王几次打量你，你小心应对。陈王心机深，唯利是图，不是什么好人。好，我记住了。窗户打开，赵恒无声无息地离开了柳英院。美玉醒了过来，推开房门走出来。哎，赵公子，下一刻，赵叔叔，赵叔叔，哥哥说赵叔叔今天肯定会来。果然，赵叔叔来了。我给赵叔叔的平安符碎裂了。平安符的确碎裂了。我去帮赵叔叔，看看谁敢欺负赵叔叔。赵叔叔不用怕，我可以应对。我向你们娘做了保证，不能让你们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赵叔叔见到娘了吗？今天晚上带你们去见他。太好了，赵叔叔，你越来越像我们爹了。加油，你迟早能娶到我娘。穆府，穆娇宁和梁玉凤得知穆青鸾真的在修缮柳英院了。败家，他如此败家，以后谁敢娶她？一个残花败柳，名声都臭了，在京城中没有人敢娶她。你说的对，有不少人忘了5年前发生的事情了。等你嫁入战王府后，我就让人出去散布一些谣言，不，先让她被万宁侯玩得半死不死的时候，再送去庄子里嫁人。他现在这般明艳照人，就要让他尝尝成为人下人的滋味。娘，我发现战南侯世子还有陈王都喜欢我，为什么在宴席上没有告诉娘啊？你本就出色，如果不是战王和义儿，你完全可以嫁给他们其中一人做正室。是啊，以后我的义儿能成为战王世子，在京城里又有几个女人能比得上我？等过几天再让人去万宁侯府打听一下，看看万宁侯恢复的如何了。娘，别急，让他先得意一阵子，到时候从天上堕入地狱，他更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片刻后，夫人，大小姐，陈王府来人了。什么？娘，我接下来该怎么办？陈王派人来了，如果我拒绝，会不会让陈王伤心啊？还有，战王如果知道陈王来纠缠我，他说不定会很生气。傻孩子，如果战王知道陈王纠缠你，他肯定会更加珍视你，怎么可能会生气？娘说的对，走去看看陈王命人过来会做什么。见过梁夫人，我是奉陈王的嘱托前来，想要和梁夫人商量一件大喜事儿。陈王呀，想要和府上的小姐定下亲事。陈王说，对小姐你是一见钟情，今日交换这生辰八字之后，就可以择日成亲了。恐怕呀，要让你空手而归了。生辰八字啊，没办法给你啊？为什么？是啊，要让陈王失望了，请你转告陈王，这辈子没缘分，下辈子有缘再续情缘。陈王乃是人中之龙，为何穆小姐要拒绝呢？无论如何，穆小姐要给我一个理由呀，如若不然啊，我这实在是没有办法去告知陈王。原因很简单，相信整个京城的人都很清楚，他已经和战王定了亲，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什么？和战王定下婚事？连忙问道：“你是穆大小姐，不是穆二小姐？”对，我是穆娇宁，有什么问题吗？王媒婆重新喜笑颜开。哎呦，是我的错，我刚才没有说清楚。陈王想要定下亲事的人啊，不是穆大小姐。穆大小姐不是要嫁给战王了吗？陈王喜欢的呀是穆二小姐。看到母女二人同时沉下来的脸色，王媒婆忽然有些摸不着头脑，这不是好事吗？梁夫人，可以让穆二小姐过来吗？好。穆娇宁感觉自己尴尬极了，不知道陈王知不知道我妹妹的事情？陈王喜欢穆二小姐，至于在穆二小姐身上发生过的事情，陈王是知晓的，所以呀，会更加的怜惜穆二小姐。
还请梁夫人和穆大小姐打消疑虑和担忧。那就好。穆青鸾到了正堂，找我前来有何事？见过穆二小姐，我是陈王找来的媒婆，要促成陈王和穆二小姐的百年之好。今日只要互换了八字，明日陈王府就会下聘礼。我对陈王无意，请直接转告陈王。直接转身出了正堂。哎，这孩子太任性了。王媒婆，你回去转告陈王吧，青鸾对他无意。王媒婆的脸色有些难看。梁夫人，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您还是劝劝穆二小姐吧。青鸾失踪了5年时间，如今刚刚回来，我这个做继母的实在是不敢多说呀。王媒婆心里暗骂了一声，这姜还是老的辣，穆二小姐肯定不是这位梁夫人的对手。最后也只能是无奈的离开了。陈王大概也只是一时失了理智，但凡是有理智之人都不会娶穆青鸾。我想不通，为什么穆青鸾会拒绝？难道他是在欲擒故纵？穆青鸾站在一棵大树之后，所以这么一个隐藏极深的人竟然要娶我，真是不可思议。这里面一定是有什么原因。陈王府，王媒婆跪在地上，这位穆二小姐是有眼无珠，才会拒绝陈王，自知配不上陈王，所以才会拒绝。滚下去！王媒婆立即连滚带爬地退出去。一个5年前失贞的女人，竟敢拒绝本王，还是说在跟本王玩什么把戏？镇南侯府青云院，赵叔叔住的地方很大，里面有个又高又大的秋千。我带你走一圈，看看究竟有多大。我也去。一大两小围绕着青云院走了一圈。1个时辰后，小轩将一个符纸递给了赵恒。赵叔叔，刚才我说的那些地方一定要在明天之前挖出来，这是我画的平安符，一定要在身上放好。小轩很厉害。赵叔叔不用怕了，不管是什么牛鬼蛇神都伤害不了你。好。突然，我听说二弟你带回了2个孩子，现在府中的人都说那2个孩子是二弟的儿子。小轩、小程，已经到了午膳时间了，我们去用午膳吧。侯府门前，赵恒一手牵着一个，他们说我们是赵叔叔的儿子。刚才侯府里也有好多人说我们是赵叔叔的儿子。在我眼里，你们就是我的儿子。就在这时，他们是你的儿子？战王，他们是我朋友的孩子。朋友？我们想要让赵叔叔做我们的爹，赵叔叔是世界上最好的叔叔。乖，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一会带你们去买糖人吃。哦耶，太好了！战王是要见我父亲吗？秦征冷冷地嗯了一声。他竟然拒绝了，他是疯了不成？夫人当时不是在场吗？为什么不直接答应下来？快让青鸾过来，也让夫人过来。穆青鸾踏入了书房。青鸾，你错得太离谱了。我做错了什么？你知不知道，以你的名声，在京城中只能嫁给一个寒门小户，但陈王看上你了，并且命媒婆前来，正儿八经的要生辰八字，结果你拒绝了。我的确是拒绝了。你知不知道，陈王有可能是日后最有可能成为太子的人，你难道想要一辈子留在幕府，嫁不出去吗？他成不成太子和我毫无关系。穆成军气急。怎么没有关系？如果你嫁给陈王，日后就是太子身边的人，这辈子的荣华富贵都不会逊色你姐姐。爹是想要通过陈王在官途上走得更远吧？我奉劝爹一句，爹不适合爬得更高。你胡说八道什么？我怎么可能有这些心思？而且在朝中为官，想要升官又有什么不对？你个孽，真是让为父失望。我只是好意提醒，爹听不听无所谓。至于我和陈王的这桩婚事就此打住。你说什么？你是疯了不成？是啊，青鸾，如此好的婚事，你怎么能不同意呢？如果因为你的拒绝，我们幕府得罪了陈王，日后在京城岂不是要寸步难行了？我今天就打醒你这个孽女！爹现在身在朝中，之所以能立足于尚书之位，全都是因为战王。如果没有战王，爹能一步步走到这里，贪心不足蛇吞象。爹还是好好的想想，该如何在如今的位置上做出丰功伟绩。然后看向了梁玉凤。夫人确定想要我嫁给陈王？我当然希望你能嫁给陈王了。陈王能看上你是你的福气，我是你的继母，当然希望你能过得好啊。那刚刚在媒婆面前我拒绝婚事的时候，夫人怎么不站出来阻止我呢？穆成军皱眉。你当时没有阻止他。老爷，青鸾本就对我有很多不满和误会，青鸾已经开口拒绝了。如果我横加阻拦，被媒婆看到，这个继母怕是更难当了。刚才呀，真的应该阻止，不应该顾忌那么多。毕竟没有人比我更希望老爷在朝堂上越走越高。她虽然是继母，
但一直将你当成亲生儿女般对待，你竟如此质疑他。老爷，千万不要说他了，他也许认为自己配不上陈王，所以不敢答应这件婚事。夫人，5年前的事情，你要不要现在将真相告诉爹？什么真相？青鸾，你怎么还是阴阳怪气的怀疑我？好吧，夫人既然现在不说，那等以后真相大白的时候，千万不要后悔。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明明是你自己与人苟且，为什么还想天真的将责任都推给我呢？伤心的靠在穆成军的肩膀上。老爷，现在就休了我吧。胡说什么？穆成军皱眉，搂着梁玉凤道：这世上没有比你更尽责的继母了，是他太过顽固不灵，也太过狼心狗肺，所以才会误会你，让你伤心至此。无论如何，我都不会休你。而且宁儿马上要嫁给战王了。你们确定穆娇宁能嫁入战王府？青鸾，你到底想要做什么？如果宁儿不能嫁入战王府，我绝对不会放过你。滚出去！连这种话都敢说，你为什么这几年没有死在外面？很抱歉，这几年我不但没有死在外面，反而过得很好。看到你们很失望，我就放心了。说完直接转身离开。驾，快走，快跑，飞起来，飞起来哦！小少爷，奴才能不能休息一会儿？不，我还要骑马，太好玩了。这时穆娇宁从不远处走了过来，怎么玩得一头汗呀？对着一旁的丫鬟吩咐道：仔细盯着小少爷，不要让小少爷着凉了。是，大小姐。还有你，仔细着点，不要让小少爷掉下来。是，请大小姐放心，奴才一定不会让小少爷掉下来。驾，快走！你怎么在这里？路过。姨母，你带我玩好不好？他们玩的我都玩腻了。见状，秦子义。秦子义吓得身体一颤。穆青鸾垂眸：姨母，我不喜欢娘太坏了，我要做姨母的儿子。姨母说的话我都爱听，而且姨母长得美，就像画里的仙女一样。快步走了过来，伸手一把抓住了秦子义。义儿，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娘太凶了，娘放开我不喜欢你。一边挣扎一边嗷嗷大哭。青鸾，我没想到你会如此阴险，竟然教唆义儿。你是不是对义儿说了什么？你知不知道义儿是战王的儿子？穆青鸾弯起唇角：你反复强调他是战王的儿子，就怕别人不知道。穆娇宁，你心虚什么？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巴不得我不能嫁给战王。别哭了，听见我说的话了吗？不要哭了。吓得秦子义先是一怔，然后紧紧地抱住了穆青鸾。姨母，你要当我娘，姨母当我娘，姨母救我，我好讨厌娘啊！我是娘这个事实，谁也改变不了。穆娇宁打着秦子义的屁股。穆娇宁，打孩子是没用的，如果我是你，会和他好好沟通。你在教我做事，穆青鸾，你配吗？你又没生儿子，你会知道如何教育孩子？说的好像你生秦子义之前生过孩子一样。你走了。穆青鸾潇洒的直接转身离开。你们几个平时是怎么照顾小少爷的？竟然3番2次的让小少爷去见穆青鸾，每个人都去领罚20耳光，以此长长记性。丫鬟小厮们吓得连忙称是。我说了，别哭了，哭，有什么好哭的？接着秦子义吐了一口血。快去宣城医馆请大夫，快去！义儿，你千万不能出事啊！一个时辰之后，二小姐，水果已经切好了，放在桌子上吧。是。还有事吗？没事，奴婢是刚刚听到了大小姐和小少爷的事情，想着要不要和二小姐说。关于大小姐和小少爷的什么事？据说是大小姐一怒之下将小少爷打吐血晕过去了，宣城医馆的大夫来看过了，应该是情况紧急。如果小少爷真的有什么事情，会不会迁怒我们幕府？走，去看看。朝阳院，院里院外不断的有人进出。穆二小姐，里面是什么情形？秦子义醒过来了吗？白羽正在里面，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忽然身后有人拽住了他。如果义儿有什么事，第一个要被处置的人就是你。如果不是你暗中教唆义儿怎么会对宁儿说大逆不道的话？这都是你的错。你时隔5年后回来，是想要回来报仇的，是不是？说到这里，忽然意识到凌云在一旁。一切都是我的错，你千万不要怪宁儿，也千万不要伤害义儿。可怜的义儿还不到5岁，现在就要遭受这种磨难。穆娇宁一个耳光将秦子义打晕吐血，和我有什么关系啊？夫人，你现在哭是确定秦子义已经没救了是吗？怎么和哭丧一样呢？闻言，你伶牙俐齿，
你竟然诅咒伊儿！是夫人自己哭丧，又何必赖人多想？夫人在这里与我说废话，不如进去看看秦子义的情况如何。这时，老夫着实没办法。唉，梁玉凤脸色一白，连忙是跑过去抓住了杨郎中的胳膊。你有没有仔细看过呀？不过就是被打了一个耳光，吐了一口血，怎么可能就危及了性命？这怎么讲都不可能啊！老夫刚刚一直在翻找医书，已经想不到办法了。也许是老夫医术有限，现在战王带来的大夫正给贵府小少爷诊脉，应该会有办法。我也没有什么办法。白羽也走了出来，梁玉凤惊得后退了几步，猛地坐在了地上。也许我的东家出手能救，但是掌柜说东家不在京城，唉，真是可惜。真的毫无办法了吗？王爷，再找神医，救救伊儿呀！我不能失去伊儿，伊儿可是王爷的第一个儿子呀！凌云，你快去找宣城医馆的东家，快去啊！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伊儿死。凌云皱眉，茫茫人海，如何去找人？夫人节哀吧。夫人节哀吧。穆青鸾直接走进了过去，推开门。穆青鸾，都是因为你！闻言，秦征侧眸瞥向了穆娇宁。你在秦子义心里长得丑，与我何干？天下母亲千千万，有几个能和你一样被自己亲儿子嫌弃？为何不从自身找一找问题呢？那是因为你在教唆伊儿，否则伊儿怎么可能嫌弃我？你教唆伊儿？王爷，就是他教唆的，他让伊儿讨厌我，无论我说什么，伊儿都不听。我万般无奈之下，才会出手打了伊儿一个耳光，就是想让伊儿明白，谁才是对他好的人。你们没有教育好孩子，就想把责任推出去。你那个耳光的力气用来打大人，都会让大人耳鸣几日，更别说是一个孩子。王爷，他恨我能够嫁给王爷，而他自己却备受流言纷扰，所以才会如此恶毒。现在伊儿不能得救，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秦子义还没死，你们若不想他死，就对我友善一些。门前突然传来了白羽惊愕的询问：木儿小姐，你是不是有什么办法能救小少爷？可以一试。你会医术？你会医术？紧接着嗤笑一声：你怎么可能会医术？穆青鸾，你和我在一个府里长大，别人不了解你，但我了解你。你一向胆小懦弱，又毫无一技之长，琴棋书画样样不通，你竟然妄自吹嘘自己会医术。看来你对他不了解。我不了解他，难道你了解吗？他只是想要借机羞辱伊儿而已。秦征皱眉，不想秦子义真的死了，现在就闭嘴。你要干什么？你真的会医术？略懂。他怎么可能好心救伊儿？王爷，就让伊儿安安静静的去了吧，好不好？如果不想他死，现在就滚出去，不要打扰我。我能救他，但救好之后，我要战王给一个承诺。你跟本王提承诺？我要的承诺绝对不会让战王为难，与几条人命有关而已。带穆大小姐出去。是。穆青鸾，如果你敢让伊儿最后走得不安宁，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穆大小姐，出去吧，有王爷在，不会有事。他立即从袖子里取出了一个瓷瓶，先倒出了一枚药丸给秦子义服下。你给伊儿吃了什么药？价值1000金的救命药。战王是打算给我银子吗？那个药丸里不会是有天山雪莲吧？天山雪莲？王爷，这一定是天山雪莲，价值连城的天山雪莲啊！木儿小姐，你也太大气了，为了救人一命，能将这种好东西都拿出来，这是什么？注射器，这里面装了药物。注射器？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一个铁匠打造的。接着他又拿出了银针，迅速地刺入了秦子义的几个穴位。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房门外，娘，穆青鸾怎么可能会医术？我可怜的伊儿呀，现在还要遭受折磨。他最好能救了伊儿，这样你还能嫁入战王府。娘，我不能没有伊儿，如果没有伊儿，娘，接下来我该怎么办？伊儿，你只能再有一个孩子了。真是替王爷感觉懊悔不值。5年前怎么会倒霉的碰了穆大小姐？片刻后，这是什么？我好像闻到百年人参的味道。这穆青鸾将一个人参片放到了秦子义的口中，马上就醒了。战王和我做这个交易，其实是战王占了便宜。我救了你的儿子，又在你儿子身上用了极其贵重的药材，这些药材就算是用一座城池来换，那也不够。本王一言九鼎，你不必多思。那就好，我相信战王一定会信守承诺。木儿小姐，你的天山雪莲，还有那个注射器注射药物的方法，都是哪里得来的？还有，是谁教你的？我要去拜师。
偶然间碰到一个有缘人告知的方法。至于天上雪莲，就更巧了，应该是有人不小心掉落在山间，正好被我捡到。啊，都是运气使然。那我去哪里拜师啊？我要拜你的师傅为师。躺在床上的秦子义发出了声音：疼。醒了，太不可思议了。能喊疼就说明没什么事了，接下来就好好养着就行。穆青鸾又给秦子义诊脉。你太厉害了，原本义儿少爷必死无疑，结果你丝毫不费吹灰之力就救了。不要打我，娘不要打我，娘太坏了。门外的穆娇宁和梁玉凤听到之后立即冲了进来。义儿，我可怜的义儿啊！穆娇宁冲过去一把推开了穆青鸾，坐到床上就将秦子义抱在怀里。梁玉凤在一旁擦着眼泪。义儿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娘打人好疼呀，我不喜欢娘，我不要娘抱我。义儿，娘以后再也不打你了，好不好？是啊，义儿，你娘当时只是太生气了，打在你的身上，你娘也是心疼的。不要，我不要。义儿，听娘说，娘现在答应你，以后都不会打你。我不要，我不相信你。秦征冷眉皱起。穆大小姐，是穆二小姐救了义儿少爷。青鸾，谢谢你。你失踪的这5年时间里，是与人学了医术吗？啊，是啊，青鸾，你学了医术，而且医术还如此精湛，怎么不早早的告诉我们呢？为什么要告诉你们？所以你在得知义儿昏迷后，其实你知道你能救义儿，对吗？啊，青鸾，你是故意教唆义儿，惹怒宁儿的，最后是怕战王追究你，所以你才来救义儿的。义儿只是一个孩子，你教唆他，让他恨自己的亲娘，实在是太坏了。白羽看的是一阵傻眼。夫人，穆娇宁，你们是在做梦吗？怎么时时刻刻都有被害妄想症？姨母是好人，是我缠着姨母，姨母从来都没有对我说过娘的坏话。义儿，义儿，你这样说会伤了你娘的心，你娘也是为了你好。那些对你甜言蜜语让你开心的人，其实都不是什么好人。夫人可以直接说我不是好人，我若是好人，今天就不会救秦子义，理应让秦子义死。你青鸾，你现在怎么变得伶牙俐齿？你怎么能有如此狠毒的心，竟然想要义儿死啊？王爷，你身为母亲，理应教导他尊重长辈。今日之事，你有错。梁夫人，穆大小姐，今日如果不是穆二小姐，义儿少爷必死无疑。我知道，所以我真的很谢谢青鸾。既然战王已经答应了我的要求，现在秦子义已经醒过来，我还有事告退。青鸾，你先别走，将事情说明白。你想让我说明白什么？你失踪的这几年是跟谁学了医术？我云游天下拜过很多个师傅，至于师傅是谁，无可奉告。你对我们颇有防备和针对，真是太让我们失望了。以后我不希望你再对义儿说任何关于宁儿的话。既然我做的事情让你很失望，那我现在就让秦子义去见阎王如何？青鸾，你怎能如此狠毒？够了，今日是穆青鸾救了义儿，至于他会不会医术，有没有告诉你们，都是他自己的权利，无需广而告之。穆青鸾直接推门离开。王爷，我真的被义儿伤了心。今天的事情，王爷其实是埋怨我的，对吗？今日之事，你该反思。是，我会反思。战王千万不要被青鸾无辜的外表给骗了。他时隔5年回来，现在变了一个人。爹爹太吓人了。义儿，你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爹爹好吓人，我怕爹爹。白羽摸了摸鼻子。义儿少爷，王爷是你的亲爹爹，哪有怕自己亲爹爹的？而且王爷看上去气场强大，但对你还是很好的。过2天让秦子义去战王府，本王亲自教。什么？王爷，这义儿没有我陪在身边，其他人我怕照顾不好他。战王府会有人照顾他，不必担心。既然没事了，本王还有事。秦征淡漠的说完之后，直接走了出去。王爷是不是其实很不喜欢穆大小姐？那有什么办法？穆大小姐命好。唉，王爷的运气不太好。一条街巷上，附近的几岁小孩子凑在一起玩蹴鞠。嘿嘿嘿嘿，哥哥传给我。有几个黑衣人突然出现，小轩一脚直接踢飞了出去，刚跑过去抓住小程，结果就被几个黑衣人给拦住了。是不是他们2个？是他们2个，和画像上的一模一样。快下网！一张铁网从天而降，将小轩和小程他们困在了铁网之下。几个黑衣人迅速地将他们2个带走。用不用将他们绑上？不用，2个几岁的孩子啊，
还能从咱们眼前逃跑了？马上雇主就到了，到时候交了人，我们直接走。也对，就是2个几岁的孩子。哎，好奇怪呀，这2个孩子不会是哑巴吧？被抓到现在也不哭不闹的。你这么一说，是有些奇怪。你们的雇主是谁？这2个孩子不是普通人家的吧？你们雇主给了你们多少银子？不担心回不去家，你们家里的大人会一直找你们？不担心，我们刚吃了鸡腿，不饿。叔叔，告诉我们雇主用了多少银子，然后放了我们，我们就原谅你们，如何？你们2个小奶娃还挺有意思哈。好，那我就告诉你们，雇主能找上我们，让我们出手，就必须给2000两的银子。小小年纪就装成很冷静，真是太好笑了。小家伙，好好坐在稻草上，不要想着逃啊！2000两，这么少？的确有些少啊。不过是抓你们2个小家伙，2000两还少啊？以前我们都是去杀人，杀人才给5000两，你们2000两已经不少了。杀人才5000两，你们为自己造下太多孽了。我现在给你们一次机会，放我们离开，抓住雇佣你们的坏人，然后我帮你们化解孽债。原来是个小神棍呐！这种骗人的话，以后千万不要再说了。感情雇主让我们抓你们，是因为你们爹娘骗了人吧？你们自己都遭报应了，就不要担心别人了。小神棍，孽债个屁呀！下一刻，叔叔，你平时不洗牙，吃完饭不漱口的吗？太臭了，大板牙都是黄的。戴上这个。小轩给小程一个小口罩，有娘的口罩就不怕臭啦。嘿，你们2个小混蛋，我现在就将你们2个的屁股打开花！结果话刚说完，又被小程一把稻草给堵住了。叔叔还是别说话了，说话也难听。突然有人进了破庙里，2个孩子就在那里。2个小兔崽子，怎么回事？这2个孩子太混蛋了，竟敢给我们吃稻草，还有我们封了他们。这里没你们什么事了，都走了吧。请雇主小心啊，他们2个小家伙鬼精鬼精的，而且还满嘴胡话，小神棍呐，千万不能小瞧他们。杀手叔叔们，你们今后一定要小心。闭嘴！信不信我现在就能把你们屁股打开花？我也能把叔叔们的屁股打开花。不知天高地厚。快走吧，和一个孩子计较什么？还不知道他们接下来是什么下场。赵庆侧头对着身后的2名小厮命令道：你们在门前守着，不许任何人进来。是，大少爷。小轩、小程看着眼前的赵庆，是你让人抓我们来这里的。赵庆笑着看着他们，从怀里拿出了2包糖。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现在回答我，只要回答得好，这包糖就给你们，好不好啊？吃糖对牙不好。谁说的？吃完糖漱漱口就好了。而且糖化了，肯定不好吃。化了也还是糖啊，而且甜滋滋的。等哥哥给你买糖人吃，给你买最大的龙糖人。小轩扭头就对着小程说：嘿嘿，好好好，太好了。买龙糖人需要1两银子，你们身上有银子吗？叔叔，你最近有血光之灾，出去找100个乞丐，每个乞丐给5两银子，可以破此灾。谁让你们出来骗人的？你们2个小孽种，给笑脸不要是不是？你嘴巴也臭。赵恒，是不是你们亲生父亲？只要说出你们的母亲是谁，我现在就能放你们离开。你在说谎，你根本就没有想放过我们走。不管你问什么，我们都不会回答。是不是以为我在跟你们玩游戏啊？现在我就让你们知道，我说的是真的。抬手就要朝着小程的方向打过去一个耳光，然外面飘过了一道惊雷。幕府，刘嬷嬷撑着油伞跑了进来。二小姐，这又下雨了。二小姐晚上想吃些什么？老奴去吩咐厨房去。青菜粥吧。是，老奴这就吩咐去。破庙内，低头一看，自己的手被掰断了。哼！除了我娘，没人能打我。大少爷，将他们2个孽种都抓起来，竟敢掰断我的手，找死！什么？叔叔，回头是岸哦。如果还想伤害我们，你马上就要面临血光之灾。放你娘的狗屁！一个小孩也敢胡言乱语，一会儿先被开膛破肚的就是你。看来叔叔真的是要一意孤行了。然后看向了小程道：叔叔要杀了我们，想让我们以后见不到娘，吃不到鸡腿，玩不了蹴鞠。哼，太坏了。所以我们能不能见到娘，就要看你的了。你们见不到你们娘了，就连你们的爹赵恒，你们也别想见到。该死！小兔崽子，真该死！你们不能掉以轻心，
快把他们都杀了，然后放火烧了这里。朝着小轩和小程扑过去。小程看到2个小厮扑过来，抬起小脚就踹了过去。做得好！哼，我的飞旋踢更厉害了。破庙外不远处，还有一段路才会到王府，这场大雨来得及。卑职记得前面不远处有一个荒废已久的破庙，要不要上那里去躲一躲？2人一路朝着破庙而去。秦征余光猛然锐利，扫向了不远处穿行在雨中的几个黑衣人。然而这一群杀手只是从他们的身边经过。这些杀手来这里做什么？附近不是荒郊野岭就是破庙。去破庙。是。他们飞身进了破庙。怎么回事？你们怎么在这里？我们是被他们找人绑过来的，就是他太坏了，不让我们回家，还要请我们吃已经化了的汤。秦征眸光突然锋利如刀。怎么感觉王爷见到他们2个小家伙被人欺负，好像很生气，有一种老父亲维护亲生儿子的感觉，太他娘的诡异了吧？为什么绑他们2人？你认识本王？他认识赵叔叔。赵庆猛地摘下了头上的斗笠。赵庆见过赵王。赵大少爷，你怎么会无缘无故的让杀手抓2个孩子，而且还将他们绑到这破庙里面？他们是我弟弟的儿子，但我为了侯府的子嗣，想要确定一番，不过是跟他们2个开了一个小玩笑而已，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战王。赵恒的儿子？对，前2天2弟带着他们去了侯府，只是没有在我们面前承认他们的身份而已。叔叔，他在说谎，他刚才要让2个小厮抓住我们，然后放火烧死我们。那是和你们开玩笑，我怎么可能放火烧死你们呢？看来这件事情不简单，既然被本王碰上了，那就好好解决一下。凌云，雨停了之后去一趟侯府。这不是什么大事，有可能是我开的玩笑有点太过分了。不过战王放心，我会让人送他们2个回家，只要他们2个确定是我2弟的儿子，我就去找父亲，让他们认祖归宗。小轩、小程面面相觑。坏叔叔很吓人吗？怎么好像赵叔叔的哥哥很害怕？对了，你不是说只要我出去给每一个乞丐5两银子，就能化解我的血光之灾吗？叔叔按照你的方法去做，好不好？乞丐？外面下大雨，已经没有乞丐了。他和你说让你去化解自己的血光之灾，你竟然没有听？我现在就听他们的，还来得及，雨马上就要停了。来不及了。就在他话音刚刚落下，一根腐烂的柱子朝着赵庆的方向砸了下来，正好砸在了他的肩膀上。救我！凌云眼皮狠狠的一跳。大少爷，疼死我了，快救我！战王，求你救我！伤在肩膀死不了，这要拔下来吗？拔下去！赵大少爷，最好不要拔，否则一定会失血过多。这时外面的雨似乎停了。王爷，现在卑职送赵大少爷回侯府，将这里发生的事情告知镇南侯，让他看着处置。赵庆一听，急得翻了个白眼儿，直接晕了过去。那他们2个呢？本王送他们回家。不用麻烦叔叔了，我们认识路，可以自己回家。我们还要去烤鸭店买一只烤鸭回家。卑职先带赵大少爷走了。等他们走了之后，小轩、小程走到了秦征的面前。谢谢叔叔，我们走啦。等等，本王送你们回去。你们的母亲是否在家中？娘去了很远的地方，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现在不在家里，家里只有玉姨在照顾我们。哦，赵恒如果不是你们的爹，那你们的爹是谁呢？我们很想让赵叔叔做我们的爹，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爹在哪。叔叔还是赶紧走吧，我们要去烤鸭店了。然后拉着小轩一溜烟的从秦征的面前跑出了破庙。片刻后，烤鸭店门外，好香啊，刚出炉的，肯定很好吃，玉姨最喜欢吃了。还有赵叔叔，赵叔叔说今天要去看我们。如果娘在家里就好了，娘也很喜欢吃烤鸭。这家烤鸭很好吃。头顶上方传来了熟悉的询问声：你怎么在这里？本王一直跟着你们，走吧，回家告知你们的御姨，然后本王带你们进宫。叔叔为什么要带我们进宫？带你们进宫找爹。找爹？你们长得和宫里的一些人很像，你们的父亲或许是他们中的一位。既然你们母亲不在身边，那本王就带你们找到父亲。哥哥，我们去不去呀？我之前算过，我们的爹的确和皇宫有关系，他没骗我们。所以片刻后，一封信送到了穆青鸾的手中，依旧是有被人拆开过的痕迹。秦征竟然带着小轩、小程进宫了，说是要带他们进宫去找爹。赵恒让他做好心理准备，也许秦征另有图谋。二小姐，是有什么事情吗？
给二小姐送信的人是谁啊？穆青鸾抬眸冷扫向了绿环。有人送这封鬼画符的信，你认为我能知道是谁给我写的信？送信给二小姐的人太缺德了，有什么事情不能直接写出来，非要画这些鬼画符。下去让刘嬷嬷进来。刘嬷嬷很快走了进来。绿环说是有人匿名给二小姐送了一封信，信上面写了一些乱七八糟的鬼画符。二小姐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生气？这件事情的确很气人。刘嬷嬷，我需要你做另外一件事情。请二小姐吩咐。备好进宫的衣服，我稍后要进宫。啊？夫人要带二小姐进宫？嬷嬷去准备就是了，不要让绿环知道。是，二小姐放心。领命后立即下去准备。宫里来人了，五公主邀请穆青鸾进宫。御花园中，几位王爷在一同散步。七皇叔，他们两个难道是七皇叔遗落在外的两个儿子？应该是吧，你看和七皇叔长得多像，就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七皇叔最近的儿子一个又一个，真是热闹。谁长得最像我们？距离太远了，走近再看看。很快他们三个人走到了几位皇子的面前。见过七皇叔，不必多礼。他们是七皇叔的儿子吗？不是哦，他只是我们认识的一个叔叔而已。只是一个叔叔。秦义东蹲下来。你们两个都叫什么？小轩、小程。七皇叔，他们两个是谁家的孩子啊？真是聪明可爱。是啊，而且和七皇叔长得很像。是啊，他们不是本王的儿子。你们中有没有人这几年在外胡来，然后没有把女人纳入府中的？七皇叔，我没有，我府中只有几个侍妾，连正妃侧妃都没迎娶，不可能在外面生了两个孩子还不知道。况且外面的女子也不可能生了孩子不告诉我吧。我也不可能，我不可能在外胡来。我也没办法确定，这几年多多少少有女人带着孩子来找我，但我每一次都很注意，应该不会是我的吧。我也不太清楚，我比较清心寡欲，很少离开陈王府，不过我倒是很希望他们两个是我的儿子。哥哥，你能算到吗？他们长得都没有坏叔叔好看，不可能是我们爹。我能知道爹距离我们很近，但因为与我是至亲的关系，我没办法确定究竟是谁。你说的对，他们肯定不是我们的爹爹，只有这个看我们笑的叔叔长得不丑。秦征面无表情地看了几位皇子一眼。确定不是你的？本王听说有找上门的不少女子都被你给灌了药，有所遗漏很正常。秦一峰根本就不敢看秦征。都是那些女人愿意跟着我，绝对不是我强迫的。至于有没有遗漏我也不知道。七皇叔，他们两个的娘一定是个风华绝代之人，如果我有幸遇到，肯定会娶她，怎么可能让人在外面给我生儿子啊？叔叔，他们应该都不是我们爹爹。战王还有几位王爷都在这里啊，真巧。赵恒突然从远处疾步而来。赵叔叔，赵叔叔。穆青鸾进了宫之后，跟随宫人见到了五公主秦月。我先给五公主诊脉。好，等你给本宫诊完脉，就和本宫一起在宫里走走吧。片刻后，穆青鸾写下了一个药方。五公主按照药方上的药，每日早晚服用2次，1个月之后身体会有所好转。表哥说你医术惊人，几乎没有你看不好的病。你是第一个说本宫在多久之内身体会有好转之人。莫二小姐，认识你是本宫之幸。1个月之后，五公主会让人去请我入宫，届时也该换个方子了。莫二小姐有心了，走，陪着本宫一起去走一走吧。两个人很快就到了御花园。本宫之后会对人说，本宫与你很投缘，希望你经常进宫陪陪本宫。我也觉得和五公主很投缘。表哥还有七皇叔大哥他们在那2个几岁孩子怎么从来没见过？好像不是大哥他们的孩子，我们去看看。秦月询问。七皇叔还是那么吓人。虎妹，她身边的那个女子是谁？她是幕府二小姐，我已经命人去幕府提亲。笑看着惊讶的其他3人。前些日子的宫中宴席，你们各自有事没有进宫，所以并未见过她。你竟然动作如此之快，去提亲了？你喜欢她？秦征冷眸瞥向秦义东，冷声问道。一见倾心。哦，你怎么会进宫？五公主要见我，见过七皇叔。我请莫二小姐进宫来，一是因为之前在宴席上她救了我，二是我觉得她会一些医术，也许能帮帮我。你会医术？略懂。
漂亮姐姐，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姐姐了，跟我娘一样漂亮。对，和我娘一样美。漂亮姐姐，我想让你抱我。我也要。你们两个是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倾城绝艳的女子吗？好吧，我也想抱抱你们，你们也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孩子。然而，就在小轩、小程开心的想要扑入他怀中时，战王要做什么？既然这里面没你们的爹，本王带你们离开。我要跟赵叔叔出去。你们是本王带入宫，自然由本王带你们出宫。我不要，你都不让漂亮姐姐抱我们。七皇叔，他们好像很喜欢木二小姐，就让木二小姐抱抱他们吧。而且他们说木二小姐跟他们娘一样漂亮，肯定是想娘了。战王，抱抱也无妨吧？秦征立即让开，小轩、小程立即眉开眼笑了。如果你以后做母亲，肯定是这世间最好的母亲。每一个母亲都是自己孩子心中最好的母亲，我不是世间最好。你们两个是我见过最棒的宝贝，我很喜欢你们。谢谢漂亮姐姐。走吧。很快，一大两小的身影渐渐地走远。秦逸峰和秦逸焕找了个理由走了，齐王秦逸浩也一同走了。妹，赵世子，本王有些话想要单独对木二小姐说。三哥，木二小姐是我请进宫中的，如果三哥要和她单独相聊，我怕。我已经命人前去幕府提亲，她日后会是我陈王府的侧妃，我和她在一起单独说说话，不会有事。是，不必，我和陈王并不相识，也并未答应陈王的求亲。陈王如果要单独与我谈话，势必会坏我名声，如果有事就在五公主面前说吧。本王想知道为何没有答应求亲？没有原因。你是因为外面的传言认为配不上本王，所以才拒绝了此婚事。本王对5年前的事情并不在意，在本王眼中人最重要。三哥，那是木二小姐的私事，即使没有5年前的事情，我也不想嫁给陈王。陈王的厚爱还是留给其他人吧。秦月的美眸一亮，她太喜欢穆青鸾了。如果陈王没有事，我该出宫了。五公主，如果有需要便让人出宫去幕府，我随时可以出宫。好，本宫命人送你出宫。好，谢谢。我正好也出宫，一起吧。好。此时，秦征牵着小轩、小程已经走到了城门口。看来这皇宫里没有我们的爹爹。本王会帮你们继续留意，还有几个人没见到，下一次再进宫吧。就在这时，城门处走下来了2个人。何人？启禀战王，他是渊明大师，是皇上召见渊明大师。见过战王。小轩似乎在看那个江湖道士。怎么了？没事，叔叔，我们走吧。这2个孩子。怎么了，师父？师徒2人走出一段距离之后，百闻不如一见，战王的确很吓人。师父，怎么了？那2个孩子也许是战王的儿子，其中一个孩子似乎……渊明大师一边说一边眉间紧锁。不过是一个孩子，是我多想了。战王的私生子如此多吗？我记得以前听人说过，战王一向对女色不感兴趣，如今不止有了明面上的儿子，还另外有2个私生子。那个穆大小姐是不是不知此事啊？也许不近女色，只是战王想迷惑众人的说辞。穆二小姐。金岩刚回过神来，突然看见了不远处走来的穆青鸾。穆二小姐，你我有缘，这是第2次相见。的确有缘。以老夫挂算多年的经验，可以断定穆二小姐日后的姻缘与皇室中人有关。如果有皇室中人向你提亲，对你有益，穆二小姐定要珍惜上天给予的极品良缘，这是老夫对穆二小姐的衷心提醒。穆二小姐一看就是有福之人。谢谢大师级。随意的应付了2句之后，他提步继续走。走吧。晃晃荡荡的马车上，叔叔。刚刚那个渊明大师好像是害叔叔的人，叔叔家墙头下的脏东西就是他放的，他能设下这种煞局，说明他很厉害。竟是他？就是那个怪老头嘛。他刚才走远了以后，我听他还说那2个孩子，他看我们的眼神就好像我们是叔叔的儿子。哦，可惜我们不是。你们的娘有没有告诉过你们关于父亲的事？没有，娘也不知道谁是我们的爹。找不到爹也没关系，反正我们有赵叔叔。你们很喜欢赵恒，他和你们的母亲如何相识的？我也不知道，娘没说，反正我赵叔叔一直陪着我。就算是找到爹了，也丝毫改变不了赵叔叔在我们心中的地位。你们娘叫什么名字？
娘就是我们的娘。对啊，娘就是娘，还要有其他的名字吗？幕府门前，真是奇怪，你们看看，这2天别的乞丐都走了，只有那个乞丐每天都来。是啊，这2天没有人给他银子，没有人给他食物，他应该知道这里要不到东西啊，怎么还会来？有可能是个傻子呗。就在这时，穆娇宁走了出来。怎么还有乞丐？之前不是说驱赶过吗？回大小姐的话，已经驱赶了，但这个乞丐好像是个傻子，赶了也还来。是啊，大小姐，那个乞丐有时候发呆都会很久，要不然就是盯着奴才们这里看，一看就是看半天。这种乞丐就算是报官，官兵也不会来。以后看到他来就驱赶，就算是个傻子，驱赶的次数多了，他们就不会来了。这时马车出来了。大小姐。去刘氏绸缎庄。是，大小姐。马车扬尘而去，那傻呆呆的乞丐就像是疯了一样，朝着马车的方向追过去。忽然马车停了下来。怎么回事？大小姐，有人拦住了马车，是一个乞丐。什么乞丐？把乞丐撵走，如果看到四周有巡逻的官兵，就让官兵过来，将赶来马车的乞丐抓进大牢。听见我们小姐的话了吗？要是不想进大牢，现在赶紧滚！但乞丐就像是吓傻了一样，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还不躲开？我认识马车里的人，你如果踢了我就将里面的那个人的秘密宣告天下。疯子！怎么是你？当然是我。见到我是不是很惊讶？我还有其他的事情，你驾着马车先回幕府。宣城医馆后院，穆青鸾和赵恒一前一后的来到了宣城医馆。辛苦一路，先喝口茶润润口。好。赵恒笑着拿起了茶杯，抿了一小口。战王似乎很喜欢小轩小城，竟然会好心主动帮他们进宫去找爹。我一开始见到小轩和小城时，也曾怀疑过，他们的亲生父亲是皇室中人。如果真的是皇室中人，或许以后会有一些麻烦。有我在，不会让人伤害小轩小城。我会保护好他们。如今回了京城，你在镇南侯府也还有很多事情，去处理幕府不适合过于分心。比起小轩小城，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算不得什么。你最近一直没对幕府的人下手，是有什么顾虑？你听说过战王和穆娇宁2人以前过往的事情吗？大概很多人都去查了，但他们2人是如何相识，几乎无人知晓。我好像发现了一个秘密。哦，什么秘密？我怀疑穆娇宁生的儿子秦子义并非是战王的儿子。如果能确定这件事，接下来对梁玉凤还有穆娇宁出手，就不必因为战王的原因畏手畏脚。有证据吗？暂时还没有。他怎么就没有想到给秦征和秦子义做亲子鉴定？我派人暗中查一查。好。对了，今日你虽然拒绝了陈王，但他必定不会放弃。我很奇怪，他不是一个轻易被美色所迷惑的人，为何却对你执念颇深？他似乎一定要得到你，这其中一定还有什么缘由。无碍，他若是执意还要求亲，我有方法应对他。你讨厌他？在你和五公主面前揭露5年前的事情，以我的不堪来衬托他，你认为呢？陈王极有手段，你对他必须提防。在天色渐渐暗了以后，赵恒起身。我要先行一步。赵信昏迷了许久，现在应该醒了吧？我回去看看。路上小心。改日再见。幕府门前，2辆马车几乎是同时停下。穆娇宁的脸色苍白如纸，精神有一些恍惚。你在看什么？你今天不是进宫了吗？怎么会回来的如此晚？是不是去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你又出府去了哪里？我是你姐姐，日后的战王妃，你对我只能言听计从，却不能质问我。你只需要记住刚刚我说过的话即可。然后几乎是跑着进了府。天蓝院，穆青鸾正在准备沐浴时，大小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说是换了好几次的水，一直在沐浴，真是奇怪。换了好几次水？老奴刚刚和绿环去取热水的时候听他们说的，要是再晚去一步，热水就没了。哦，真是奇怪。是啊，的确有些奇怪。你说宁儿换了好几次沐浴水？是啊，因为去晚了一步，热水都没了。她不是今天去刘氏绸缎庄看嫁衣吗？应该不会流汗呀，怎么突然就要沐浴几次？我去看看。不过一会儿，梁玉凤到了，穆娇宁泡在了浴桶里，不断地搓洗着身上的肌肤，在门外守着，不允许任何人进来。是，宁儿，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娘，那个本该死的男人回来了，他还见过了义儿，
知道叶儿是他的儿子。什么？我明明亲眼看到他掉下悬崖，不可能活着的，结果他没死。老天一定是在跟我开玩笑。他有没有威胁你做什么？你是怎么从他手里脱身的？娘，不要问了，不要问了。他竟敢，一个低等人竟敢胁迫你！你可是战王的女人，他竟然敢！娘，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我好险，我如果不那样做，他就要将真相告诉战王，让京城所有人都知道当年的事情。他在哪里？我去找他。这件事情娘一定会帮你搞定，绝对不会让任何人破坏你和战王的姻缘。他这几年一直在做乞丐，这2天就在幕府外面盯梢。他临走时将我身上的银票都拿走了，说不要让我找他。他过几天过来找我，竟敢拿了银票还要对你，他该死！千万不要让战王知道了这件事，你千万不能再露出丝毫端倪了。你沐浴了几次，如果被有些人知道，一定会多加猜测，又会招惹来麻烦，知道吗？既然你已经被，就不要多想了。娘跟你保证，绝对没有下一次。娘，今天在府门外，我见到穆青鸾了，他似乎有所察觉，一直盯着我的脸看。这2天，让人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万年侯那边已经在着手准备了，很快就能神不知鬼不觉的让穆青鸾失踪。太好了，一定要让穆青鸾被万年侯折磨疯。还有义儿，这几天就不要让他出门了，等到将那人解决了，到时候再让他出去。就算是没有娘的吩咐，我也不会让义儿出去。门外传来了红玉惊讶的声音：啊，二小姐，您怎么来了？听说你们大小姐身体有些不舒服，我正好会一些医术，过来帮她看一看。你来做什么？即便是需要大夫，也不会是你，不过是看了几本医书就想充当大夫。这个时间医馆大多数都已经关门了，确定不用我？错过今日，以后想要找我治病，我都不会出手。现在都不需要你，更不要说以后。别以为我没看出来你有什么心思，老实一点。夫人似乎很怕我见到穆娇宁。胡说八道，有什么好怕的？天已经黑了，宁儿去刘氏绸缎庄看嫁衣，来来回回坐马车，已经累了，容不得人打扰。原来累了以后还能换水洗澡好几次。今日外面热，宁儿多流了一些汗，自然要好好清洗一番。原来如此。怎么回事？怎么你们都在这儿？穆成军紧锁着眉头，愕然问道：我来看看宁儿。宁儿今天身体稍稍有些不太舒服。梁玉凤向穆成军走了过去。不舒服？今日不是去看嫁衣吗？是路上惹了风寒，怎么如此不小心？和战王马上就要到，千万不能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出问题。去找过大夫吗？已经没事了，刚刚沐浴热水澡，现在已经躺在床上，不会有事的。老爷放心，一定不会耽误了他和战王的婚事。那就好。真的没事，我好像刚刚看到他脸上有指印，是不是被人打了？你胡说什么？他可是即将要嫁给战王，谁敢拿战王侧妃？他脸上怎么可能有伤？青鸾，她是你姐姐，就算是你再妒忌她，也不该如此污蔑她。青鸾，不可胡言。脸上有没有伤，看过不就知道了？夫人如此着急的否认，是不是真的脸上有伤？不会是打穆娇宁的人，是战王都不能招惹的人吗？穆成军紧皱着眉头，察觉到有些不对。夫人，怎么回事？宁儿真的被人打了？老爷，我刚刚进去看过，宁儿没有被人打。老爷也不想想，怎么会有人无缘无故的打她？青鸾那是在门前看错了，要不是宁儿已经入睡了，现在应该让老爷和青鸾都进去看看。穆青鸾眸色淡淡，弯唇冷笑，反正已经是确定了穆娇宁有猫腻。正当他转身要走的时候，你等等，有事？穆青鸾挑眉，今日你进宫了是吧？在宫里也见到了陈王了。见到了。陈王说这几日还会派人过来求亲，且会直接送过来聘礼，你做好准备。这一次你千万不要再惹怒了陈王。陈王和战王一样，府里都没有正妃，你嫁过去如同主母，这等好亲事你必须好好珍惜。爹如果见到陈王，就请告知陈王，我既然在宫里已经拒绝了他，就断然不会接受他的求亲。穆成军震怒，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那可是陈王，你拒绝了一次，陈王已经给足了你面子，打算再一次求亲，结果你竟然拒绝。是啊，青鸾，那可是陈王呀！陈王看上你，真的是你几世修来的福气。你若拒绝了这桩好亲事，以后京城里应该没有什么人敢娶你了。对，再一次拒绝。青鸾，你呀，你怎么能如此不听话，如此叛逆？为什么一定要让你爹生气？站住！如果你敢拒绝，明日我就将你逐出族谱。从今以后，你将和幕府再无瓜葛，你就算是在外面被人欺辱，
想要回来，我也绝对不会让你回来。穆青鸾停了下来，回头看向了穆成军。好，那现在爹就将我逐出族谱，然后我拿着东西前去户部，单独立下女户。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梁玉凤愕然吃惊，不是你说的要将我逐出去？孽女，你不跪下来求我也就罢了，竟然还敢要求被逐出去，胆大妄为，不可一世。我回去天蓝院收拾东西，请爹尽快将相关文书送去天蓝院。对了，虽然我娘的东西所剩无几，但只要是我娘的东西，也最好一起送去。从今以后，我穆青鸾与你们穆府再无瓜葛。穆青鸾寒声说完之后，掉头就走。他竟敢口出狂言，说正合他意。哎呦，老爷息怒，老爷不要生气，生气伤身体。我相信青鸾只是一时气怒，说错了话。孽障！当年他那短命的娘生下他的时候，就该将他给淹死。老爷，现在话都已经说出去了，这要不要派人去看看？如果没有收拾东西，我就去好好劝劝他。如果他要走，就让他走，我立刻给他书写文书。好，我这就去劝劝他。老爷一定要消消气啊！天蓝院，刘嬷嬷和绿环两个人都站在门前等。刘嬷嬷，收拾一下贵重物品，稍后随我一同离开穆府。离开穆府？二小姐，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为什么要突然离开？啊，夫人！穆青鸾回头看去，你真的要走啊？青鸾，我毕竟是你继母，过来就是劝劝你，不如去你爹那里跪下来求一求，也许你爹心软，就收回命令了。你还是可以留在穆府做二小姐。将我娘的东西拿来了。哼，你娘的东西？你娘的东西啊，本来就没多少，现今没什么了。你爹将你逐出族谱，即便是你娘还剩下那么一点不值钱的东西，现在也都不属于你。既然走，那就将你的东西一起全部拿走了吧。切记以后不论在谁面前，都不要说你是穆家人。二小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老奴记得之前夫人留下了10几家的铺子，还有很多的金银首饰，都是陪嫁过来的。刘嬷嬷，你是老糊涂了。老奴，我去爹那里拿了文书，再好好的对比一下我娘的陪嫁单子，有什么没什么一并说清楚。该是我的谁也别想拿走。夫人，不该是你的东西，拿着不觉得烫手吗？早就不知道哪里去了，在库房里找一找，应该能找到夫人的陪嫁单子。绿环，你带刘嬷嬷进天蓝院收拾东西。刘嬷嬷，快跟我进去吧。老奴跟着二小姐，二小姐离开穆府，老奴自然要跟着二小姐一同离开。刘嬷嬷，你的卖身契还在我的手上，你竟然敢违抗我的命令！他的卖身契属于我娘的嫁妆，什么时候到了你的手上？夫人，你吞了我娘多少东西？最好现在全部还给我，孰若不然，不出3日，在穆娇宁大婚之前，我一定送给你一份大礼。你在威胁我？是我说的不够明显，还是夫人没听明白？我的确是在威胁你。就在这时，穆成军从不远处疾步而来。老爷，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劝他了。他说可以留下来，但是要他娘在世时的所有嫁妆，要不然他就会到外面胡说八道，让我们穆府丢尽脸面。青鸾，你太让我失望了。夫人劝你留下来，你竟敢威胁要求。原以为从朝阳院里走出来一路，你能想明白，去找为父道歉认错，想不到你竟敢仗着陈王喜欢你就为所欲为，如此目中无人，真是让我失望至极。老爷，要不答应了他吧？如果他真的离开了穆家，以后去了外面，真的要被人欺负，依旧会丢了我们穆家的脸呀。穆青鸾冷眼看着他们二人，从袖口里拿出了一张纸。青鸾，你要干什么？这是我娘的陪嫁单子。你从哪里拿的？不用管我是从哪里来的，这上面有印章，真真实实是我娘当年的陪嫁单子。穆青鸾将单子给了刘嬷嬷，这是夫人的陪嫁单子，老奴可以作证。城东铺子3家，城南5家，黄金5000两，白银1万两，玉如意。穆成军一开始还满脸的怒光，听完之后眉头皱起，猛地看向了梁玉凤。他的陪嫁竟如此多，这些年来都被你挥霍了。老爷，咱们府里各种地方都需要银子，所以府里没有银子，用的都是我娘的嫁妆。夫人，你的嫁妆？我的嫁妆自然也用了一些。我的俸禄加上铺子所赚的银子已经不少，竟然还不够全府上下的花销。梁氏，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我是一心一意的为咱们穆府，怎么可能有事情瞒着老爷呢？老爷难道不信我吗？这几年你往梁家拿了没有1万两银子，也有8000两了吧？我劝爹快去仓库里看看，
现在里面几乎已经空了呢，说不定下个月啊都没有银子给府里的下人发着月银。老爷，不要信他，他刚刚从外面回来，什么都不知道，只想一味的抹黑我。一把推开了梁玉凤，朝着库房而去。老爷，老爷，现在天已经黑了，还是明天再去吧。我现在就去。东西先不收拾了啊，是。半个时辰之后，大厅内，梁氏，你好大的胆子，你竟敢骗我多年，今天我无论如何都要休了你。穆成军气得双眼喷火，又是狠狠地甩过去2个耳光。梁玉凤被打得发懵。穆青鸾，你肯定是故意激怒老爷，然后故意拿出陪嫁单子。夫人将整个幕府都给败光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对，和青鸾没什么关系。如果不是今天我去了库房，根本就不会知道你竟然连我都算计，你竟然拿着幕府的银子给你们梁家。老爷，他们说会还给我的，到时候会加倍还给我，真的，老爷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梁家生意做得那么大，不会食言，老爷一定要相信我呀。时至今日，在我亲眼看到空空如也的仓库后，你竟然还要骗我梁家的生意做得大？你以为我不知道梁家现在债台高筑？梁氏，我信任你多年，结果你太让我失望了。都是因为你。青鸾，到底是谁将陪嫁单子给了你？你时隔5年回来，是不是向我复仇的？你不是说现在就要离开幕府吗？为什么还赖在这里一动不动？我如此善良的人，回来是为了报恩，怎么可能是报仇？唉，夫人啊，你真是太会打击善良的人了，千万不要以己度人。即便你将我娘的嫁妆挥霍如空，我依旧不会把你当做敌人。老爷，青鸾回来一定是为了报复我们，让我们穆家分崩离析，家破人亡。不要说了，你以为我没看出来？梁氏，如果我还留着你在幕府，幕府迟早就会像你说的一样分崩离析。老爷，爹，不能休了娘。穆娇宁忽然从门外走了进来。你不是已经入睡休息了吗？怎么还会精心上妆？我睡不着，闲来无事，擦了些胭脂水粉。哦，原来是这样。那你以为呢？你马上就要嫁给战王，这2人莫要无事就出门，好好在家养，千万不能耽误了婚事。这些事情你不用管，为父会处理。是啊，宁儿，你快回去吧，这些小事千万不要让你耽误了休息。我刚刚听下人说，爹见到仓库是空的，所以一怒之下要休了娘，是吗？你娘的心不在我们家中，既然她心心念念梁家，那爹就给她机会，让她回梁家。穆娇宁微红着眼眶，直接跪在了梁玉凤的身边。爹，虽然娘不该帮着梁家，但娘出嫁前是梁家人，就像我，即便是嫁入战王府，也会在战王府惦记着爹和娘，想要让我们幕府越来越好。娘操持着府中上上下下多年，只不过做了一件错事，爹就要休了娘吗？你竟然要威胁为父！我不是威胁爹，而是让爹冷静下来，千万不要做糊涂事。就在这时，穆娇宁，如果流眼泪，这脸上的胭脂水粉就白白浪费了。青鸾，你看到娘被爹苛责要休妻，是不是很开心？没有。宁儿，这件事情和你妹妹没关系，莫要为难她。爹，我没有，我……穆娇宁惊愣片刻。爹，青鸾失踪这几年，不知道在外面经历了什么，他一直没有对我们说过。难道爹真的放心让他留在幕府吗？穆成军神色变动。你姐姐说的对，你这5年去了何处？老爷，我说了，他肯定是对当年的事情不满，认为不该让他去庄子里，所以才会回来报仇。你最好不要对为父有任何隐瞒。爹不是要将我逐出族谱吗？我在这里呢，一是为了等待逐出族谱的文书，二是为了让梁氏交出剩下铺子的地契，还有写下欠条。我娘的东西只能用在我身上，夫人拿我娘家的嫁妆补贴梁家，这种做法是不是太恶心人了？你娘的东西都用在府里了，没有给梁家。穆青鸾，现在正在说你的事情，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刚才是爹一气之下所言，你毕竟是为父的女儿，不可能将你逐出族谱。至于你娘的嫁妆，等梁家归还银子后，自然会给你。但是这些年你到底去了什么地方，是怎么坚持了，都不能有所隐瞒的告知为父。一直不说，是不是见不得人？该不会是成了谁的侍妾了吧？否则为什么陈王求亲，你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我离开京城后捡到一个荷包，荷包里呢有着几百万两的银票，然后我拿着这些银票满天下的挥霍，花光了就回来了。这个答案满意不？胡说八道，怎么可能？谁会在荷包里放几百万两的银票？穆青鸾，说谎对你没什么好处，我们说什么都是你的家人，就算是你这几年在外过的并不光彩，我们也会帮你隐瞒，但是你要满口胡话，就不要怪别人不相信你。说实话，我说的就是真话，既然不信那就听听假话。我这几年呢，桃李满天下，到处都是我的徒弟，
和我学习医术的人，每人都要把家产给我一半，所以我才能衣食无忧几年。够了，今天的事情谁都不许说出去。然后变得温和，甚至是有些和蔼慈祥地看向了穆青鸾。对了，青鸾，陈王对你用情颇深，你如果错过了他一定会后悔。为父希望你能好好想一想，千万不要意气用事。不可能。说完他直接走了出去。青鸾真是不懂事，如果换成宁儿，只要是老爷答应的婚事，宁儿一定会同意。娘，别说了，他可能是想要更好的归宿吧，所以看不上陈王。穆成军原本刚要开口骂两句穆青鸾，但是突然感觉不太对，他疑惑地盯着他们母女二人看。爹，你怎么用这种眼神看我和娘？你们以前不是一直说青鸾没什么错吗？怎么今日却说都是他的错？我是太生气了，老爷，是我失言了。今日的事情不要走漏风声。梁氏，你明日就去梁家，让他们尽快归还银子。他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翌日，万宁侯府，陈管家一路小跑，手里捧着一卷画匠刚刚画好的画像。美，太美了！快，今天就给本侯将此女弄过来。是，奴才这就去安排。不过刚刚那梁夫人说想要一些银子，说毕竟是幕府的小姐，还被陈王三番两次的求娶，突然失踪了，她要想办法应对，这里面少不了要周旋，竟敢有这等要求。也罢，送去2万两的银子都能被陈王惦记，更能说明本人倾国倾城了。是，奴才一定尽快将他给侯爷弄过来。不过侯爷，您这2日身体刚刚好转，要不要再等等？不用，这等美人本侯等不了。孩童的欢笑声在小小的院落中不断。易容后的穆青鸾进来之后，看到2个荡着秋千的小萌娃。好玩吗？2个萌娃看到了一身男装的穆青鸾时，都是一愣。娘！小轩、小程激动地从秋千上跳了下来，穆青鸾也蹲下了身，将2个儿子抱在了怀里。娘，赵叔叔送来了秋千，太好玩了。特别好玩，娘跟我们一起。谢谢。你我之间不必言谢。我以后来这里呢，都要做一番易容。是因为战王知道了小轩、小程住在这里，怕他知道他们的娘亲是你。的确如此。现在暴露身份只会招惹来一些麻烦，而且我在等着小白回到京城，等他帮我查明一些事情之后，小轩、小程就可以名正言顺和我在一起。赵世子，小轩、小程，你们快过来，我做好了桂花糕。美玉站在厨房门前，擦着额头的汗水，朝着院子里喊道：赵世子，他是谁啊？穆青鸾弯唇一笑，正要回答，突然砰砰砰，何人？战王。他认不出我。他又低声对小轩、小程道：接下来你们要叫我什么？王叔叔。乖。赵恒走过去开了门，秦征走了进来。你是何人？鄙人王哥。王哥是我的朋友，他和小轩、小程认识。叔叔是来找我们的吗？小程走过去，抬头看着秦征问：叔叔有事就直接说吧。本王找到几个人的生辰八字，让你哥哥算一算，究竟谁是你们的父亲。嘿嘿，谢谢叔叔。秦征递过来一张纸，哥哥，你快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人是我们的爹爹。赵恒的心中微动。战王有心，举手之劳，他们的母亲不在世，的确应该找到父亲。况且他们2个极有可能是皇室的血脉，本王自然不会坐视不管。都不是。都不是。对，别人通过生辰八字看不出什么，但是我可以看出来，我和弟弟2人还有娘和这些人是没有什么缘分的，更不要说他们其中有一个人会是我们爹爹了。结果现在发现他们好像和爹没有什么缘分。我们以后不找爹爹了，我们和他没有缘分，大概是他也不想找我们。对，不找了，我们有王叔叔，还有赵叔叔就够了。对于一个孩子而言，母亲很重要，但父亲的地位的确很重要。叔叔还有事吗？王爷，城外军营还有要事，等着王爷去处理。秦征点头，转身就走。叔叔再见。叔叔再见。查一查王哥。是。为什么还没派人接义儿过来？秦征突然想到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卑职失职，这2天事情多，卑职给忘了。明天晚上去接。是。到了军营后领罚。是。午膳之前，你出去了。过几天你姐姐就要嫁入战王府，这2天你万万不能在外惹是生非。穆青鸾勾唇浅笑，知道你惦记你娘的嫁妆，你放心，爹可以承诺你，你出嫁时陪嫁必定不会少于你姐姐。看来爹很清楚，用了我娘的嫁妆这件事情不光彩，是你理亏。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为父还有事，你回天兰院好好想想。说完，他脚下生风，迅速地离开。幕府不远处的一条街道上，秦子义看到前面的热闹，快点，看看那儿有什么热闹，
怎么这么多人呀？我也要去。这2天天天被关在家里，太无聊了。秦子义瞪大了眼睛，看着几个孩子在玩跳格子，他立即挣脱了小厮，跑了过去。我要玩，你们都让开！你是谁呀？不跟你玩。我们在玩，你想要玩就到后面排队去。对呀，你说玩就玩，凭什么？哥哥，秦子义来了。我看到了，我就要在这里玩。哼！秦子义一把推开了一个小男孩，看见了吧？挡我的，我都给推开，吓得好几个孩子哇哇大哭。秦子义一见更嚣张了，你们都让开！没看见其他挡路的人都躲开了吗？你们难道想要被我打？我还没有被人打过，难道你想被打？是你，是我。你敢？前面就是我家的护卫多，到时候把你的牙齿全给打掉了，把你的拳头也给你掰断了。秦子义一边怕得不由自主的后退，一边叫嚣道：哪里来的小兔崽子，也敢欺负我们小少爷？你知不知道我们小少爷是谁？说出来，你们家大人都要跪在我们少爷面前请罪。打他，还有他，打他们2个，打得他们满地找牙。高高的抬起了手，狠狠地朝着小程的脸甩了过去。突然，哎呀！小厮嘶吼般的嚎叫，一群孩子围着穆以成转圈欢呼。那个小厮平时仗势欺人太嚣张了，你竟然一拳就把他打趴下了。你太厉害了，以后不要再仗势欺人了。小厮现在疼得想要哭爹喊娘，只是能胡乱地点着头。不要再欺负人了，就算是你爹很厉害，那也是你爹厉害，不是你厉害。闭嘴！你们都闭嘴！你们都给我闭嘴！我就回去告诉我娘，让我娘来打你们。嘿嘿，你只会找你娘，不对，还会找你爹。嘿嘿，更丢人啦！我们走吧。小程点了点头。忽然有一个男人冲了过来，抱住了秦子义，朝着一群孩子和小厮丫鬟喊叫：滚开！你们都滚开！看看谁敢欺负他！小轩、小程正要离开，听闻动静就回头看去。你是谁啊？你快放开我！怎么回事啊？小轩摇头。乞丐见众人一直打量着他，他连忙低头躲避着众人的视线。秦子义反应过来了，他没忍住，一扭头就朝着一旁开始呕。你太臭了，滚开！我要吐了。我是你。乞丐突然停住了口，看到周围的人都看着他，他不敢再停留，连忙爬了起来，又迅速地跑了。这个乞丐有古怪，我也觉得很奇怪，而且他很紧张秦子义，又和秦子义长得有一些像。走，跟上他。穆娇宁在府中找不到秦子义，他立即戴着面纱出府。曹燕，你怎么又来了？你真是天生与我绝配的女人，你给我生的儿子太出色了。嘘，你小点声。难道你想要让全天下都知道叶儿是你儿子吗？放心，这附近没有人。走，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到那里再好好叙叙旧。我不是已经给你银子了吗？你为什么还不去换一身衣服，沐浴一番？还有，我没办法和你出去，叶儿不见了，我要去找叶儿。不用找了，叶儿就在那边，应该马上就会回来了。我正好今天要找你，你我心有灵犀，你现在就出来了，快跟我走。曹燕迫不及待地拽着穆娇宁，你快放开我，让别人看见我们都会死在战王的剑下，战王杀人不眨眼。曹燕的手顿时放开，穆娇宁冷着脸，只能跟着曹燕离开。1个时辰之后，小轩和小程回到了家。在外面玩的怎么样？玉姨，我们看见秦子义的娘了啊！你们见到大小姐了？对，我们看到他和一个乞丐叔叔在一起，那个乞丐叔叔很紧张秦子义，还拉着秦子义他娘的手，2个人说了好多的话，还一起走了。美玉猛地瞪大了眼，那个乞丐叔叔的眼睛长得和秦子义很像。翌日清晨，二小姐醒过来了吗？门外绿环低声询问。厨房那边已经将早膳送过来了。二小姐现在用早膳吗？怎么突然将早膳送过来了？回二小姐的话，今日厨房做的早膳是面条，说是怕放久了不好吃，所以才给送过来了。送进来吧。低眸看着碗里的面条。小姐，怎么了？是不想吃面条吗？那奴婢去厨房看看，让他们再重新给小姐再做一些早膳。夹起了面条，品尝了一口。好吃。绿环小心翼翼，有些不知所措地站在一旁。吃饱了以后又有些困了啊。那奴婢在外面守着，二小姐安心再休息片刻。你没有其他话想要对我说的？奴婢没有话要说啊。二小姐既然累了，就好好休息，需要奴婢伺候的时候就吩咐奴婢。奴婢先下去了。她将面条都吃了吗？是的，大小姐，二小姐都吃了。清晨起来，她的胃口还真不错，那就更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今天以后，他只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什么？那里面下的药不是只会让二小姐这几天生病，不能闹事吗？不该问的别问。片刻后，穆娇宁带人进了房间。这一回千万不能出了差错。是，大小姐请放心。突然，正要碰到穆青鸾的两个人后仰猛地倒在了地上。怎么回事？还没等他弄明白，突然身体一软，脑袋沉重，一下就没有了知觉。一个时辰后，厚重的铁门被缓缓地推，万宁侯的手里拿着皮鞭。真是一个美人呐！本侯从来没见过你这等天姿国色的美人，快醒过来，陪本侯好好玩玩。万宁侯拍了拍女人的脸，女人感觉到了不适应，但是又因为身上没有什么力气，只能缓缓地睁开了双眼，有些发懵地看着四周。你是谁？你醒过来了，醒过来就好，如此一来才能陪着本侯好好玩一玩。我不是穆青鸾，万宁侯，你快放了我，我是穆娇宁啊！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吗？我见过穆娇宁，她长得太丑了，怎么可能有你这般天姿国色？我就是穆娇宁啊！还敢骗本侯？也不知道本侯为什么会看上穆娇宁那个丑货。本侯就算是随意玩弄的女人，姿色都在穆娇宁之上。我就是穆娇宁，我是即将嫁给战王的侧妃。万宁侯，你赶紧放了我！万宁侯眯起眼，脸上的笑容尽数消失。穆府，宁儿呢？怎么去了天兰院后，到现在都没来找我？奴婢去找了，连锦儿都不知道大小姐去哪里了。会不会大小姐有事出府了？先不要去找了，如果是出府，应该会很快回来。万宁侯府，穆青鸾，你以为戏耍本侯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吗？别以为本侯现在对你温柔，你就可以任意妄为。而且你现在无依无靠的，如果不好好的讨好本侯，本侯就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万宁侯，我们不是在宫里见过吗？你怎么会不记得了？如果你伤害我，战王肯定不会轻饶你的。啪！长长的鞭子狠狠地破空，打向了穆娇宁。万宁侯，你好大的胆子！你连战王的侧妃都敢打，你就不怕战王饶不了你吗？战王饶不了我？哼！战王能奈我何？万宁侯彻底被激怒，抬起鞭子又是狠狠地甩过去一鞭子。本侯现在就教教你规矩，在本侯面前还敢胡言乱语！万宁侯，你等等，你不能打我！你再好好的看看我这张脸，我是穆娇宁，不是穆青鸾。现在这里光线暗，你看错了也很有可能。你休想戏弄本侯！我告诉你，在本侯的面前，你和所有的女人都是一样的，没有例外。穆娇宁刚要将手拿开，忽然觉得手下的触感有一些不太。我的脸有问题，一定有问题，我脸上有东西。问题？万宁侯忽然站住，穆娇宁终于在急切之下摸到了一个边缘，然后用手一撕。你的脸果然有问题。穆府，穆青鸾手里拎着在徐记刚买回来的糕点。二小姐见到我很惊讶。不是啊，二小姐是奴婢。哦，什么？没什么啊，奴婢先告退了。说完连忙就跑走了。穆青鸾拿着糕点出现在天兰院时，二小姐是什么时候醒过来然后出府了？1个多时辰前，醒来之后就出去了。绿环脸色煞白。绿环见到我好像很意外，而且还很害怕。奴婢不知道二小姐说的什么意思，奴婢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没什么，刘嬷嬷，奴婢是担心二小姐的身体情况，毕竟今天早上用过早膳后又睡了片刻。就在这时，夫人，穆青鸾，你怎么会回来？我不过是出去逛逛街买东西而已，难道出去了就不能回来？你！梁玉凤眯起了眼睛，对一旁的刘嬷嬷呵斥道：红玉，你带着刘嬷嬷和绿环先下去。二小姐，老奴……嬷嬷，无碍，你暂且下去。是。刘嬷嬷和绿环退下之后，穆青鸾，你到底是怎么逃出来的？你是不是骗了万宁侯？他不会放过你的。夫人是在无故发疯吗？胡又没有见过万宁侯，什么骗人又怎么感觉像是夫人你在白日做噩梦？是不是平常坏事做多了，现在才会事事胆战心惊？你别装傻，现在这里没人，你以为装傻就能蒙混过关？以为能粉饰太平？万宁侯一定不会饶了你。去见万宁侯的人不是我，是穆娇宁。你说的是不是真的？你快说，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你竟敢害宁儿！你个小贱人，你竟敢害宁儿！头阵阵发晕，险些晕了过去。如果宁儿有事，我一定不会放过你，我要让你付出代价。刚转身走出去几步，忽然停了下来。万宁侯见过宁儿，如果看到是宁儿，万宁侯必定不会碰宁儿。哼，以为这点小招数就能骗了我？宁儿是有事出去了，怎么可能会在万宁侯手里？我在想，钱子义真的是战王的儿子吗？你胡说八道什么？义儿不是战王的儿子，会是谁的儿子？你休想污蔑宁儿和义儿。钱子义长得和战王没有一处相似。闭嘴！义儿现在还小，你能看出来什么？人的容貌从小到大变化极大，你什么都不知道，却在这里胡言乱语，再敢胡说八道，信不信我拔掉你的舌头？你顾左右而言他，是想分散我的注意，别痴心妄想了。穆娇宁或许现在已经被万宁侯狠狠折磨了，你确定不去看看那场面啊？就在这时，一道踉踉跄跄慌乱的身影急速地跑了过来。宁儿！穆娇宁几步冲到了穆青鸾的面前，抬起手就要打过去。穆青鸾，你找死！你竟敢害我！当那用了全力的手即将要落在穆青鸾的脸上时，被隔空抓住了。自作孽不可活，都是你自找。现在如此愤怒，该不会是已经和万宁侯成了好事吧？你现在应该是跪下来谢我成全你。你竟敢承认！宁儿，到底怎么回事？你真的被万宁侯……穆娇宁从腰间的暗处掏出了一个人皮面具。你竟敢在我的脸上动手脚，让万宁侯以为我是你！还好你没把它弄坏。穆青鸾，今天我饶不了你！好啊，那我们就将这件事闹大，最好是人尽皆知，到时候人人都知道你们要害我，结果就害了自己。穆娇宁已经去万宁侯府走了一趟，所有人都会知道穆娇宁被万宁侯玩弄了，阴险至极！这件事情不能闹大，如果闹大了，你没办法嫁给战王了。你先告诉娘，你有没有被万宁侯？没有，怎么可能？万宁侯发现我不是穆青鸾后，就放我离开了。万宁侯阴险残暴，只要到了他面前的女人，没有能够全身而退的。你能全身而退？那你脖子上的鞭痕是怎么回事？该不会是嘴硬吧？我是不是真的应该说恭喜？你胡言乱语什么？信不信我现在就将你毒哑？梁玉凤暗暗地握紧双手。娘，快让人将穆青鸾绑起来，直接送去万宁侯府。万宁侯说他等到明天，如果明天等不到穆青鸾，他就带人上门来抢了。万宁侯竟然这样说！娘，别犹豫了，趁着爹现在不在府里，让人直接绑了穆青鸾。穆青鸾，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现在能主动的前去万宁侯府，我会为你计划好以后的事情。你5年前有机会威胁，但现在你没机会了，是吗？锦儿，去叫几个小厮过来。余光看到了过来的几个小厮，立即命令道：捆绑住二小姐。二小姐，束手就擒吧，不要让奴才们动手。你们都愣着干什么？连我这个当家主母的命令都不听了？穆青鸾微微地眯起眼眸，就在他们即将靠近他时，突然猛地后退数步。我的脸，我的眼睛！救命啊，好疼啊！你竟敢当着我们的面给小厮下毒！我没下毒，我亲眼所见，几个小厮要靠近你后便痛苦不堪。你有证据吗？娘，怎么办？如果明天之前万宁后见不到穆青鸾，我就毁了。穆青鸾身上有古怪，这件事情又不能被人知道，我现在也为难呀。趁着今天晚上将万宁侯的人放进来，万宁侯说他有武功高强的暗卫，让万宁侯的人进来。娘，我现在前有狼后有虎，真的不能犹豫。好，穆青鸾，拿出解药来，要不然爹回来了，看到你给府里的下人下毒，爹一定不会饶了你。如果爹知道你给万宁侯暖了床，不知道他会饶不了谁。穆娇宁意识到有下人在，休要胡言！什么万宁侯，你竟敢凭空捏造谎言！是啊，青鸾，你为什么要污蔑宁儿？看来你是真的妒忌宁儿。也罢，你妒忌宁儿，也不该对无辜的下人下毒呀！快给他们解毒！咦，夫人，奴才好像不疼了。奴才也是。几个小厮突然发现身上不疼了。宁儿，我们先走。今日你害我至此，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看来今天发生的事情还没有让你长记性。狠狠地瞪了穆青鸾一眼之后，迅速和梁玉凤2个人离开。娘，我不要去爹那里，我不要去，我害怕爹。怎么回事？凌云正朝着天蓝院走过来。他是坏蛋，他要让我去爹那里，我不要去，我想跟娘在一起。莫大小姐，王爷让卑职过来带1、2少爷去战王府。
你来的太突然了，能不能明天再来？或者你回去跟王爷说，就说反正我过2天就嫁过去了，到时候一起带着伊儿过去吧。王爷说，不论有什么理由，今天都要让卑职带走伊儿少爷。穆大小姐，请放心，王爷会教导好伊儿少爷。战王府里有各种才艺之人。伊儿少爷，跟卑职走吧。不要，我不去，我就要和娘在一起。凌云，麻烦你回去告诉王爷，伊儿今天有些不舒服，一直在哭闹。如果这个时候让他离开他娘，他肯定会病得更严重。等明天好了，我会让人将伊儿送过去。是的，伊儿今天一整天都有些不舒服，他对王府不熟悉，晚上再因为生病哭闹找我，怕是会惊扰了王爷。卑职先回去禀报王爷，如果王爷执意要带走伊儿少爷，那卑职稍后再过来。然而，王爷，你身上怎么会有鞭伤？是因为青鸾。穆青鸾？是啊，我这是被万宁侯打的。穆青鸾勾引万宁侯，言语间难免冲撞了万宁侯。万宁侯一气之下拿起鞭子就打青鸾，我当时没想太多，直接扑在了他的身上，所以才受了伤。穆青鸾冷笑，几步走出了天兰院，来到了他们的面前。你勾引万宁侯？不可能吧？穆娇宁抬起头，冷冷地看着凌云。怎么不可能？他在5年前就想要去万宁侯府。穆娇宁在放屁。秦征嘴角一抽，青鸾，战王在这里，你怎么能如此无礼？青鸾，你别太过分了，你今天明明是去见万宁侯了，你笑什么？王爷，青鸾她一向如此，但我是她姐姐，所以只能护着她。身上这些伤，我稍后就去宣城医馆，他们医馆的伤药绝佳，一定能让我身上的伤这2天复原。战王，你头上被戴了绿帽子，穆娇宁和万宁侯牵扯不清，刚刚还去了万宁侯府做客。穆青鸾一边说，一边手不着痕迹地指了一下秦征的头，收回手的时候，顺手从他的肩头拿下了一根掉发。你胡说！明明是你和万宁侯牵扯不清，我去找你只是为了劝你，让你嫁给陈王。你现在不知好歹，颠倒黑白，你真的让我对你太失望了。青鸾，你怎能胡言乱语呢？是啊，青鸾，你知不知道这是在毁我名声？而且我们可以去万宁侯面前对质，看看他怎么说。你和万宁侯都成了好事，他怎么可能还会污蔑你？说不定见到你的那一刻就会顾及你们之间的情分，极尽可能的污蔑我。穆娇宁，随本王过来。秦征说完转身离去。你竟敢在战王面前胡言乱语，穆青鸾，我跟你势不两立。我特别想知道你和那个变态的万宁侯究竟是玩了什么变态游戏。目光阴冷地瞪了穆青鸾一眼，连忙是跟了过去。你在找死！夫人想尽办法的害我，如今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滋味好受吗？他说的话是不是真的？王爷，难道你真的相信了青鸾的话吗？我即将嫁给王爷了，而且我还有伊儿，怎么可能和万宁侯牵扯不清？如果王爷不相信我，那就毁了婚约吧，就当做从来没有认识过我，也从来没有过伊儿这个儿子。今日之事，如果你不是伊儿之母，真相如何本王不关心。什么？在本王眼里，你只是伊儿的母亲，给你侧妃之位，是要给伊儿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不过，如若你与万宁侯当真有染，你与本王的婚事就会取消。绝对没有，王爷，真的没有。万宁侯明知道我是你的侧妃，怎么可能冒着得罪王爷的风险和我牵扯不清呢？何况万宁侯身边女人众多。秦征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对着凌云吩咐道：查明此事。接着直接走出了亭子。宁儿，你怎么了？战王是不是已经相信你了？哎呀，宁儿，你快说话呀，娘很着急。到底战王有没有相信你啊？战王根本就不相信我，他让凌云去查明真相了。什么？娘，他根本就不喜欢我，他眼里只有伊儿。他说如果我不是伊儿的母亲，关于我和万宁侯是不是有私情，他都不在意。什么？战王竟如此无情？娘，凌云去查了，如果万宁侯那边收了嘴了，我就完了。战王竟如此看重伊儿，如果战王发现伊儿不是他的儿子，那岂不是会杀了你？穆娇宁的身子一抖，吓得脸色煞白。娘问你一句话，今天万宁侯有没有对你怎样？娘，你不要问我了。万宁侯他是个变态，他比曹燕更变态。老天对我太残忍了，这里没有任何人，只有娘。如果你不对娘说，娘该如何帮你呢？到时候我们根本没办法扭转乾坤。娘，万宁侯他对我什么都做了，他明知道你是战王的人，还敢碰你，还好最后没成事。
他说必须得到穆青鸾，今天晚上无论如何都将穆青鸾给万宁侯送过去。好，今天晚上让万宁侯的人进来，只要穆青鸾进了万宁侯，战王就不会怀疑你了。还有宁儿，我要和你商量一件事。什么事？关于叶儿，叶儿的存在就是一个你欺骗战王的证据，所以梁玉凤缓缓地说出了她的计划。娘，那可是叶儿呀，是我的儿子，你的外孙啊！你以为娘想的吗？叶儿他长得和曹燕太像了，如果有朝一日有见过曹燕的人认出了叶儿，指出叶儿和战王不像，反而像其他人，你该怎么解释？他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战王不可能那么绝情吧？如果真的知道了叶儿不是他亲生的，只要我和叶儿一起求他，他应该会原谅我和叶儿的。你认为可能吗？战王如今对你如此冷漠无情，怎么可能会容忍你和叶儿？穆娇宁一怔，点了点头。没了叶儿，以后你会有战王的亲生儿子，到时候我们就不会担惊受怕了。老天对我太残忍了。以后啊，你嫁入战王府，好好伺候战王，其他的事情就都不重要了。天蓝院房屋门紧闭，穆青鸾端起茶杯喝了几口茶，他正在等亲子鉴定的结果，大概需要1刻钟左右的时间。二小姐，绿环正跪在外面，要不要老奴出去和他说，让他尽早离开吧？让他离开天蓝院吧。哎，绿环，你回夫人那边去吧。二小姐身边容不得一个时时刻刻想着害她之人。看在你是受夫人和大小姐之命，自己没有选择的份上，就不难为你了。速速离去吧。我真的没想到夫人和大小姐是这样害二小姐，我真的错了。我的卖身契在夫人那里，我别无选择。二小姐都知道，所以你更应该离开了。绿环哭着站了起来，对着房内说道：二小姐，这段时间对奴婢极好，是奴婢的错，奴婢有亏二小姐。说完转身直接跑走了。二小姐，绿环走了，你也下去休息吧。二小姐，今天夫人和大小姐吃了亏，怕是还会再对二小姐下手，要不要去告诉老爷？不必，爹不会管。哎，老爷太偏心了，二小姐着实命苦。无碍，原本就没想过他能为我做些什么，现在这样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刘嬷嬷出去之后，穆青鸾察觉到医疗空间站的动静，结果出来了。果然如此，秦子义不是秦征的儿子。事情越来越有趣了。战王府，什么事如此急？白羽，我劝你一句，以后不要再纠缠莫二小姐了。你不是莫二小姐喜欢的类型。你知道什么？只要我的心够真诚，她一定会嫁给我。你知不知道，莫二小姐和万年侯纠缠不清，这几年谁都查不到她的消息，这里面或许就是万年侯在帮她。放你娘的狗屁！不可能！你查的是什么消息啊？万宁侯他就是一个老变态，没有哪个女人想要和他扯上关系的，肯定是万宁侯他自己惦记，才会在明里暗里的诋毁他的名声。突然，秦征出现在他们二人的面前。查到消息了？查到了，王爷。说。查到的消息是，今天也的确去了万宁侯府，但具体发生了什么，万宁侯府的探子暂时探不到消息。你怎么又在放狗屁？这是现在查到的证据，那也绝对不可能，用脚趾头想都觉得不可能。不过刚才又查到一件事情，5年前是梁夫人命人主动找到万宁侯，说要将莫二小姐送给他。什么？这继母也太狠毒了。继续查。是，王爷，我怀疑是梁夫人做的，身为继母太过狠毒，说不定今天就是她设计让莫二小姐去了万宁侯府。其实卑职也是这么想的，几次见到莫二小姐，卑职觉得莫二小姐以前应该是受到了迫害才会离京。幕府一道鬼鬼祟祟的身影来到了后面，轻手轻脚的将后门的门栓打开。你们千万不要弄出任何声响，有没有带迷烟？今天晚上无论如何都不能出差错。几个黑衣人纷纷点头，一行人在穆娇宁的带领下悄无声息地朝着天蓝院而去。一棵大树的树杈上，我要好好的收拾他们。你个老变态太可恶了，竟然将主意打到娘的身上。小轩，接下来这样子。快到天蓝院时，他就住在前面那个院子里，中间的那个最大的就是他的房间，一定要先迷晕他。好。穆娇宁看了眼天色，他悄悄地后退，将身形隐匿在黑夜之中。几个黑衣人到了天蓝院，朝着几个房间里都吹放了烟雾。躺在床上的穆青鸾缓缓地睁开了眼眸，将防毒面罩戴上。等上片刻，他吸了迷烟，很快就会晕过去。将麻袋准备好，一定要将它装在麻袋里。放心吧，又不是第一次出来绑人了。不过今天绑的人据说美得不可方物，倾国倾城呢。
咱们是不是一会儿还能趁机摸一把？反正侯爷也不知道。以前抓人的时候你也没少摸。一起，下什么雨啊？到时间了，我们快进去吧。真下雨了。几个人抬头一看，这哪里是什么下雨，是2个孩子在房顶上撒尿。鬼呀！只见这2个孩子是小孩的身高，但是却一个长着狗头，另外一个长着狮子头。鬼！我们快走，快跑！是不是我们平日里帮侯爷做的坏事太多了，所以才会有鬼找上我们呢？大仙饶命，大仙饶命啊！我们也都是逼不得已，我们也不想的呀。一道小小的身影破空而来，飞快地踹了每个人一脚，每个人都从天蓝院里飞了出去，然后重重地落地。嘿嘿，好玩，很好玩。你们2个怎么突然过来了？娘，我感觉到娘有危险。原来是这样啊！娘，我们刚刚还教训了秦子义的娘，那几个坏蛋也都吓得屁滚尿流的逃跑了。嘿嘿，做得好，你们2个真的是长大了，能过来保护娘。我们能保护娘，让娘不被人欺负。娘爱你们。翌日天蒙蒙亮，下人们开始起来各自忙碌，迷迷糊糊的脚踩到了一个软软的东西。什么东西？我怎么在这里啊？怎么回事？大小姐，看什么看？滚开！记住，不要告诉人在这里见过我。大小姐，奴才。穆娇宁皱眉，不是让你下去吗？怎么还在这里？滚下去！奴才是。大小姐，你叫什么叫？我早早的醒过来，出来走一走而已。大小姐，你这怎么了？有话就好好说，不必如此震惊。突然从一旁传来了一道女子带着笑意的话语。这一大早天刚刚亮，你们主仆2人出现在我门前做什么？你怎么会在这里？我不在这里会在什么地方？穆娇宁，你顶着一张鬼脸，是暗地里害不死我，所以打算吓死我吗？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还会在这里？大小姐，我们快回去吧。绝对不可能！穆青鸾，你到底做了什么？如果我是你，现在就蒙着脸跑回到朝阳院，要不然会有不少人要被你吓得说不出话来。你什么意思？我是问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大小姐，是你的脸，你脸上有东西。他伸手摸了摸脸，看了看指腹。我脸上有什么？不过是早上没洗脸而已，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是，是大小姐脸上被写了字。你承认自己是大坏蛋了，但也没必要在自己的脸上画一只小狗狗吧。不过呢，这几个字和一只小狗狗写的不错啊，画得挺传神的。什么？想不到这大小姐也有这种病症，太吓人了。还有，说来也奇怪，老奴昨天晚上睡得太沉了，这往日老奴早就醒过来了，结果今天醒过来时天就亮了。大概是昨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了，你太过劳心费力。陈王府，陈王大师，不知陈王见我所为何事？之前你在宫里也见到过那2个孩子，能不能卜算出来他们2个与七皇叔的关系？还有，大师不是说已经在幕府里动了手脚吗？通过穆娇宁和秦子义就能影响七皇叔吗？可是现在七皇叔安然无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无法卦算，只能看得出来他们2个与皇室的确有些关系。至于陈王说的在幕府动手脚这件事，我也很奇怪，战王竟然没有半点影响。该不是你之前说的那个神秘人，他在暗中再一次帮了七皇？那个神秘人这一次没有出手。本王命人暗中探查这位神秘人，但到现在也未曾查到蛛丝马迹。此人究竟是何方神圣？哼，不论是谁，但休想要阻碍本王做事。我有一个办法，方法有些阴毒，但绝对可以让他在短时间内元气大伤。不论方法有多阴毒，立刻使用。好。秦义东又想到了一事，穆青鸾的确是一个绝色女子，也颇有几分脾气。不过她竟然敢3番2次拒绝本王，似乎想要欲擒故纵，着实消磨掉了本王不少的耐心。即便是有几分手段也无碍，他的命格能帮助陈王日后夺取大位。本王知道了，不过他在宫里让本王没了面子，本王无论如何都不能就这样让他称心如意。此女身上命格与他人不同，陈王定要珍惜。本王知道了，没有其他事了。找到神秘人之后，立即命人禀报本王。好。穆青鸾要出府的时候，路过了朝阳院。二小姐，你们去问问穆娇宁，用不用我给她一些药膏，可以快速的去红消肿，只需要给1000两银子即可。滚！穆青鸾，
你竟然敢过来看我笑话！你凭什么？滚出去！不要出现在我面前！穆娇宁突然推门而出，对，我的确是来笑话你的。你，穆青鸾，你等着！穆大小姐，莫尔小姐，凌雨云，你怎么来了？卑职奉命前来，王爷要见穆大小姐，顺便要带走伊尔少爷。王爷有没有说见我所谓何事？等见到了王爷，穆大小姐自然知道所谓何事。我先进去换一件衣服，稍等。准备要走。莫尔小姐是要出去吗？嗯。莫尔小姐这2日还是少出门吧，在幕府附近有一些动机不明的人，恐怕要对莫尔小姐不利。好，这边，穆娇宁带着秦子义从朝阳院里走了出来。秦子义低着头，看上去有些没睡醒，无精打采的样子。你看什么？他怎么回事？什么怎么回事？我用很多心思让他今天能听话懂事，难道有什么不对吗？你这是不希望伊儿变得乖巧是吗？穆青鸾，你的心思可真恶毒。秦子义就像是没有什么反应一样，身体摇摆了一下。穆娇宁直接是抱起了秦子义，然后对着凌云道：凌云，走吧。伊尔少爷的病还没好。是啊。穆青鸾现在原地看着他们离开。幕府外不远处，一身清贵淡雅气质的赵恒高高的立在一处房顶上，身边凌空跃来了一道身影。世子，幕府四周有不少万宁侯的暗卫，昨天晚上万宁侯的人吓得屁滚尿流，现在只敢白天过来，晚上应该不会有暗卫在。世子可以晚上去幕府。万宁侯千不该万不该盯上他一个泥坑里的癞蛤蟆，应该要处置处置了。战王府，扑通一声，王爷，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真的承受不了穆青鸾的迫害了。他暗中弄了非常不干净的东西回来，让我们幕府闹鬼，让我备受折磨。我现在脸上又红又肿，都是因为昨天晚上碰到鬼了。而且他还招惹了万宁侯，让万宁侯对他不依不饶。秦征高高的坐在主位上，气度雍容。穆青鸾是死是活与本王毫无关系，但你错不该对本王有所隐瞒。我也不想隐瞒王爷，只是我昨天真的被气到了。王爷，穆青鸾他浑身上下透着诡异，他太阴险了。鬼？是啊，王爷，真的是鬼。除了昨天晚上的事情，我没有任何欺瞒王爷的事情，我敢对天发誓。我打算去找一下渊明大师，让渊明大师去幕府看看。渊明大师？王爷，可以让请小轩去幕府看一看。可以。小轩是谁啊？京城里有这样一位大师吗？反正比什么渊明大师要厉害很多，如果能让他出手的话，不论幕府有什么妖魔鬼怪都不用害怕了。伊儿怎么回事？伊儿昨天就有些不舒服，今天看上去有些没精神。我原本打算今日让宣城医馆的大夫来府上看一眼，但见王爷急着要见伊儿，就先带伊儿来王府了。这时白羽走了进来。王爷，伊儿少爷的情况有些不太妙，精神萎靡，吃不进去喝不进去，就连我对他说什么他也没有任何的回应。我给他诊过脉，脉象有些奇怪，但暂时确定不了是什么原因。什么？伊儿竟然病得如此严重，我要去看看。王爷，我想去看看伊儿，他现在生病了，肯定希望我能陪在他身边。秦征起身去看看。凌云正要跟着一起出去时，不经意看到穆娇宁似乎松了一口气的样子。秦子义躺在床上，头上冒出了一层的汗水，小脸苍白的不见丝毫的血色，但是却什么表情也没有。伊儿。秦子义依旧置若罔闻。伊儿，我的伊儿呀，你说说话呀，是不是哪里疼？你这个样子娘心疼死了。王爷，伊尔少爷的情况很少见，他现在似乎感觉不到我们在叫他，在这种情况下，不如让莫尔小姐过来看看。不行。为什么不行？难道你忍心看伊尔少爷备受痛苦吗？更何况现在这病如此的离奇，也许就会伤及性命。反正我医术有限。我不相信穆青鸾。之前伊尔虽然是他救的，但现在伊尔无缘无故的又病了，说不定是他之前用了什么乱七八糟的方法，才会让伊尔现在这样。凌云，你去请莫二小姐过来。是。凌云领命立即出去。穆娇宁，在本王面前收起你那些乱七八糟的心思，如果伊儿有事，婚事取消。什么？王爷不是答应我要对我负责的吗？难道没有伊儿了，王爷就打算对我不负责吗？闭嘴。半个时辰后，穆青鸾随着凌云来了战王府。莫尔小姐，这边请，需要多少银子，请莫尔小姐尽管提，只要能医治好伊尔少爷，王爷一定会给莫尔小姐丰厚的诊金。多少都可以，治好了1万两银子。既然王爷请了莫尔小姐过来，1万两银子自然可以。片刻后，穆青鸾，
好叶儿，只是为了在王爷面前讨功劳，就用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方法救叶儿。你这是拿着刀子在朝我心上刺啊！你的心怎么如此狠毒？哭得太假了。你有把握治好伊儿吗？可以试一试。秦子怡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异常的？穆娇宁死死地盯着穆青鸾，一句话都不想多说。好吧，我走了。穆青鸾潇洒地转身，直接就要出去。说，叶儿是昨天就不太舒服，今天早上起来我问什么他都不回答。我的叶儿呀！四周安静下来后，脉象上看不出什么。我刚才也是几次诊脉，一样什么也没看出来。你说的没错，脉象上什么都看不出来。有一个可能，他中毒了。中毒？谁会对一个小孩子下毒啊？而且绝非是普通的毒，可以让脉象没有任何的异样。这种毒我是第一次见到。你们先出去，我需要静心来好好的诊断。秦征的眸色一沉，如果不信我，现在直接给上门诊金1000两，我拿着银子现在就走。如果信我，现在立刻出去。走。好。外面穆青鸾和叶儿呢？他们怎么没出来？在里面救着伊儿。王爷，这穆青鸾一个人在里面，他会不会又要趁机对叶儿下手？伊儿这2日都与谁在一起？见过谁？有没有在外面用过膳？没有，他只是出去玩耍过1个时辰，然后就一直在府里待着。是穆青鸾诊断出来什么了吗？凌云，去封住幕府，不允许任何人出入，且命人查探这2日伊儿所吃的食物，如果有任何问题，立刻来禀报本王。是。凌云领命离去。王爷，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无缘无故的要封锁幕府？初步怀疑伊尔少爷中毒了。不可能吧？穆大小姐，你为什么看上去好像有一些慌张？我哪里不关心伊尔了？伊尔从小就在我的身边长大，我怎么可能不关心伊尔？没有人比我更紧张伊尔了。我只是奇怪，伊尔几乎都在府里，怎么可能中毒呢？事实如何，相信很快就能查到真相。片刻后，紧紧关上的门被打开了。已经确定了，的确是中毒。什么？中毒？天啊，我的伊尔呀！能确定是什么毒吗？穆青鸾摇头，明明已经中毒，但是却看不出来是中了毒，那该不会是……如果是蛊，那就无药可解。到底是谁要害伊尔呀？别哭了，的确无药可解，但我有一个方法。什么？你有办法？据我所知，蛊是无药可解的。我也知道蛊无药可救，你能知道什么办法？穆娇宁，你不太对劲。我哪里不太对？我只是怀疑你而已。穆娇宁，你有没有事情瞒着本？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没有啊。最好如此。接着他看向了穆青鸾。什么办法？换血，但必须用和秦子义相同的血型。我这里没有血库，需要从你们身上提取血液。你们2个是秦子义的父母，应该可以配对。换血？这个方法乍听起来是不可思议，但也不是不行啊。就是该如何换血呀？不行，伊尔都已经快要没命了，你们竟然想要放干他的血，就让伊尔安安静静的去。你不想让我救伊尔，是不是因为你给伊尔下了蛊？她是伊尔母亲，不会做出谋害伊尔之事。王爷，配对成功，不是每个人的血都可以吗？不可，必须血型一样，否则即便是给他换了血，他也活不了。哦，我明白了，这就好像是鸡生病了，需要换血，但是换了鸭子的血，这肯定不行。哦，那很容易，就用王爷还有穆大小姐的血，但是又该如何取血？用刀割，然后放几碗血吗？不是，我有一种工具，像绣花针一样的细，刺入血管中可以直接抽血即可。届时如何换血，由我自己操作。取本王的血。你又不是秦子夜的亲爹，你的血抽的再多也没用啊。王爷，你这段时间频繁受伤，身体还未康复，不适合再失血了。他看向了穆娇宁。穆大小姐，用你的血吧。我的血，我很怕。好吧，那就用战王的血，反正是父子，战王的血秦子夜可以用。但是如果血型不配，战王并非秦子夜的生父，那么秦子夜当场死亡。不要用王爷的，用我的吧。王爷伤好没几天，一定要好好休息。穆青鸾取了穆娇宁的血，暗地里做了血型检测，确定穆娇宁可以给秦子怡献血。穆青鸾，你最好真的能救了伊儿。如果我救不了呢？毕竟有人不想让他活下来。穆娇宁，你现在想起来当年和你关系匪浅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了吧？叫曹燕，对吧？穆青鸾，你不要胡说，他们长得不像。伊儿是王爷的儿子，你休要污蔑我。房门再一次被打开。毒，他现在很虚弱，因为中了蛊毒，伤及了五脏六腑，但救治及时，几个月内就能够恢复好。秦征点头就要走进去。等一下，你现在还不能进去。喏，先付诊金，我给战王打个折，2万两银子。白羽朝着穆青鸾悄然地竖起了大拇指。白羽，你身上带银票了吗？先给他。谢了，放心吧，秦子怡没事了。
我累了，回幕府休息去了。提醒战王一声，下毒的人也许就是秦子义身边的人。1个时辰后，二小姐，发生大事了。什么事？凌侍卫查出来是谁给伊尔少爷下毒了。梁玉凤。对，就是夫人。现在老爷气得已经说不出话了。走，去看看。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其实刚才就一直后悔，一直在心里祈祷，希望伊尔无事。你太让我失望了，你的心怎么如此狠毒？那可是你的外孙，你竟然下毒！穆青鸾，你是不是用了什么稀奇古怪的方法，让我好像中了邪一样的给伊尔下毒？你到现在你还执迷不悟。莫尔小姐，现在已经找到了下毒之人，王爷就在来的路上了。我大概知道了事情。娘，你是不是被人所逼？我不相信你会做出伤害伊尔的事情。娘是真的糊涂了，宁儿，娘也是为了你好。王爷，我娘一定是中了邪，我相信我娘。证据确凿。是，王爷，人证物证俱在。谋害本王的儿子，罪证俱在，不容狡辩。即便梁夫人是伊尔的外祖母，也过于残忍无人性。视线又扫向了穆成军。穆大人，臣微臣在。穆大人的夫人罪不可赦，你觉得该如何处理？既然犯错，那就去坐大牢，让官府定夺。爹，娘一定是中邪了。娘那么疼爱伊尔，却像是疯魔了一样害伊尔，绝对是穆青鸾搞鬼。王爷，现在该如何？战王认为该如何？此事不宜传出去，但梁夫人必须严惩，杖责80，穆大人休妻，将他流放千里。什么？战王，我是伊尔的外祖母呀！王爷，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饶了我娘啊？穆娇宁，本王给你2个选择：留下梁夫人，你与本王的婚事取消；流放梁夫人，你依旧可以加入战王府，与伊尔生活在一起。这还用想吗？宁儿，你娘作恶多端，就该受罚。你安安心心加入战王府，日后好好照顾伊尔。好，娘，你先去受罚，等日后真相大白，我相信王爷会让你回来的。凌云立即对身后的几个人吩咐道：“带着梁氏去行刑，然后直接带着他离开京城。”是。跟着秦征走进了幕府。幕府也不是很大。对呀，一点也不大。你们好像很开心。是啊，你们2个很喜欢幕府吗？不喜欢。幕府里的戾气太多了，进来之后就觉得不太舒服。王爷，幕府里果然有问题。片刻后，穆娇宁到了面前。王爷，小轩大师呢？是你们2个。想不到阿姨还记得我们。嘿嘿，阿姨，好久不见。你们认识？王爷，他们2个就是之前打伊尔的孩子，他们2个是切切实实的小骗子。是你打了伊尔？是啊，原来是叔叔的儿子啊！他要抢我们的糕点，我们不让他，他就要打我们，我当然要反击。伊尔想要糕点没有错，错在你们不敢打他。阿姨这道理说的不对，是阿姨将别人当成了傻子，还是阿姨就是傻子呀？小小年纪如此会诡辩。王爷，今天不是小轩大师会来吗？怎么不见小轩大师？穆大小姐，他就是你口中的小轩大师？什么？王爷该不会被骗了吧？他们2个的父母肯定也都是骗子。我能看出来你肯定有好多秘密，不要以为你的秘密不会被人知道，很快你的秘密就要被揭穿了。王爷，我没有什么秘密，我的事情王爷都知道。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他比之前那所谓的渊明大师还要厉害。青鸾，你是疯了吗？竟敢说他比渊明大师厉害！漂亮姐姐。他们朝着穆青鸾跑过去。有没有吃过早饭？我喝了1大碗粥。我吃了2个大包子。很棒。秦征走了过来。他们不是小骗子。好，既然王爷说他们不是小骗子，那么就看看他们的本事吧。穆娇宁，你确定没有事情瞒着本？王爷不相信我吗？阿姨，你本来就骗了叔叔，他怀疑你很正常。接下来，小轩就慢悠悠地在幕府走。王爷，我才发现他们2个长得和王爷好像啊。的确和本王长得很像。他们该不会是王爷的儿子吧？穆娇宁，当年你为何会出现在城外？我不知道王爷为什么要这么问，我以前不是和王爷都说过吗？秦征眸色一冷，正要开口时，前面的小轩已经停了下来。这里面藏着一个脏东西。你说这里有脏东西？我的院子里怎么可能有脏东西？进去吧。什么？小轩进了房间之后，上下环顾了一圈。脏东西就在枕头下面。秦征回眸示意凌云过去。凌云刚走到床边，还没有翻开枕头时，一下就被人给推开了。穆大小姐为什么推开被指？王爷，我觉得就算是陪小孩子玩，也应该适可而止。他们2个竟然想要翻我的床，这要是传出去了，我以后可怎么见人？
阿姨，你的嘴巴好臭啊！我早上刚刚进过牙。凌云一听，以为是真的臭，连忙是退后了一步。王爷，他们太欺负人了！看，脏东西在这里。这可不是什么脏东西。王爷，他们两个完全可以肯定是小骗子。这是渊明大师给我的符。渊明大师给的符，不意味着这个符能帮你。这个符的确有一些安眠的作用，但是这个符纸上面多画了2笔，就又增加了凶相，会让身边的人受到伤害。渊明大师给你的符，是渊明大师给我的符，就是上一次来府里给我和叶儿的。也许他想要害的人是叔叔，通过我们害王爷。渊明大师高风亮节，在京城中名望极高。千子义是王爷的儿子，这种血亲完全可以通过你们害叔叔。不过好奇怪呀，叔叔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如果不是血亲，这种符就没什么用了，对吗？对。秦征的瞳眸无比的幽暗。战王最近有没有感觉到不舒服的地方，或者有没有性命之忧？自从小轩帮了王爷之后，王爷现在一直没有遇到过危险。竟然如此奇怪，一定要去找渊明大师过来对峙。凌云，你带着小轩、小程先行离开。事情完成了，我们现在就走吧。王爷，他们……记住，你只是叶儿的母亲，明日大婚过后，不要随意出现在本王面前。王爷是不是误会我了？你做的事，一桩桩用本王都摆出来吗？穆成君走了进来。小轩大师已经走了，有没有发现什么异样之处？青鸾，为父之前就劝过你，如今被小轩大师发现你做了手脚，你现在该如何向战王解释？秦征走了出来。请战王见谅，青鸾他离开京城几年，这几年在外面有些学坏了，下官一定会好好的训斥他。他并未做过坏事，这怎么可能？不过查到有问题的人不是他。秦征眸色幽深的离开。翌日，秦征刚刚穿上了婚服，凌云走了进来。王爷，都已经准备好了，可以随时出发前去幕府了。秦征点头，站起身就要率先走出去。启禀王爷，刚刚有人送进来这个锦盒，说是里面装着送给王爷和王妃的丰盛礼品，说是请王爷一定要亲自过目。怎么会有人这个时间来送礼品啊？奴才也不清楚，问了送礼之人，他说只要告诉王爷他是小柏。打开箱子，这里面竟然摆放着一封信，加上一个非常精致的翡翠玉佩。秦征直接将信从锦盒里拿了出来，然后低眸凝视着手中的信。取消婚礼。幕府。现在什么时辰了？已经是辰时了，战王应该已经到了呀。怎么现在外面好像没有听到迎亲的声音？奴婢刚刚还去府门前看过，没见到战王府的人。红玉，你再去府门前看看。红玉领命出去后没多久就又回来了。回大小姐的话，没有见到战王府的人，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其实都已经过了这么久。穆成君急急地快步走到了朝阳院。宁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战王到现在都没来？爹，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战王府那边出了什么事情？就算是出了事情，战王也应该派人来告知。女儿也不知是什么情况。今日是你们的大婚之日，如此不寻常，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为父？没有，我怎么可能有事情瞒着爹？爹现在问我，不如派人去看看。下人慌忙跑了进来。老爷，奴才去战王府了，战王府大门紧闭，奴才询问战王府的人，他们也说不知道具体原因，要不要让宾客先进府？穆娇宁面如死灰，这时一道窈窕的身影慵懒地倚靠在门边。你怎么还在这里？战王还没有来接你。穆青鸾，你现在是来看我笑话的吗？青鸾，你怎么来了？快出去，你在这里不成体统。战王真的会来吗？穆青鸾，只要有伊儿在，战王他就一定会给我一个身份。宁儿，你现在对为父说实话，让为父尽早做准备。请爹相信我，战王一定会来的。几个时辰后，天色渐暗，而此时的幕府犹如身在乌云之中，所有下人都不敢大声喘气。穆青鸾坐在天蓝院里，看着幕府。战王应该快来了。朝阳院，刚刚虚掩着的门被推开。他们都说你不会来，只有我相信你一定会来。你既然说要娶我，就一定会娶我。突然一把剑将他给拦住。凌云，你要干什么？为什么要拦住我？请穆大小姐站在这里。我马上就要嫁入战王府了，你拦着我做事，而且王爷也没有下命令。凌云。接收到示意的凌云从腰间将一封信拿了出来，送了过去。请穆大小姐过目。王爷，这
真的。穆大小姐，叶尔少爷并非王爷之子。不，叶尔就是王爷的儿子。王爷相信我，这上面写的事情都是对我的污蔑，我怎么可能做出上面所说的事情？王爷千万不能中了计。穆大小姐，王爷和叶尔少爷已经滴血认亲，而且相信穆大小姐见到这个人之后，就应该不会再欺骗王爷。谁？下一刻，2个护卫押着一个人进来。曹燕，将你和穆大小姐的事情重新描绘出来。小人和他是谁？他是穆娇宁。小人和穆娇宁在6年前相识，当时是他主动勾引我，然后我们就在一个山林里。你胡说！我不认识你，究竟是谁派你来污蔑我的？王爷，你千万不能信啊！叶尔少爷的容貌与他如出一辙，穆大小姐还是承认了吧？绝对是巧合。叶儿年纪还小，以后长大了将会像王爷。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如果证明你说的是假话，就别想活过今天晚上。秦子义的确是我儿子，当年我和穆大小姐在一起好多次，他每一次都会偷偷出来见我，谁知道他竟然突然有一天翻脸不认人要杀我，还好我命大，跌落悬崖后落入水中，直到我前不久回到京城，知道她要嫁给战王后，我才明白原来他已经攀上了战王，为了不让战王知道我们的事情，他竟然对我下杀手。你我可以滴血认亲。曹燕，你疯了吗？你当年是如何得到匕首？王爷，难道真的不喜欢我吗？没有一丝一毫的喜欢我吗？说。我当时吓得就在一旁，所以在王爷和那个女人都走了以后，拿到了匕首。我一直以来都爱慕王爷，所以一时鬼迷了心窍，偷偷的拿走了匕首。那个女人是谁？我没看到，如果我看到了，就不敢顶替她去见王爷。穆大小姐，你和曹燕之间的事情，王爷已经知道得清清楚楚，请穆大小姐自重。此时穆青鸾和穆成军都站在了院子里。既然能认出那天晚上的人是本王，自然也能认出那天的女子容貌，将那女子的容貌画出来。我记不住了，那天晚上天太黑了，我什么都没看到。知道骗本王的下场吗？我没有骗王爷。战王千万不要相信他，他一向喜欢满口胡言。穆大人。得知一切真相的穆成军艰难地走到了穆娇宁的面前，抬手狠狠地甩过去。孽女，你竟敢犯下如此罪过，你竟然胆大包天地欺骗战王，这件事本王不希望任何人知道。10天之后，本王不希望在京城见到他，请战王放心，下官一定会好好处置宁儿，绝对不能轻饶。来人，将宁儿鞭刑100，关入大牢。爹，你不是最舍不得我受伤吗？爹，快帮我求求战王，告诉战王，我现在知道错了，我以后一定会做一个合格的战王侧妃，绝对不会给他丢脸。爹，你快帮帮我呀！孽女，满口胡言，不要再说了。凌云，昭告天下穆娇宁的行径，命人将穆娇宁送去官府严惩。是。不要，王爷，我离开京城，我愿意受鞭刑。战王，这件事情不能昭告天下呀，这会对战王的名声有影响。下官知道都是这个孽女胆大妄为，所以下官一定会好好处置她。这件事情一定会给战王一个交代。本王意已决，除了秦子义，幕府所有人全部不能豁免。穆青鸾走了过来。我曾经对战王要过一个要求，这个要求我现在就要提出来。你只有这一次提要求的机会，说吧。穆娇宁犯下滔天大罪，处死或者重罚都可以，不过这件事与我和爹无关。青鸾。金铮冷冷地凝视着穆青鸾，只回了一个字。战王很遵守承诺。我刚刚没有说实话，我知道那个女人的容貌，只要王爷答应不要送我去官府，我就告诉王爷。说她是谁？我现在就画下来。突然穆青鸾的心口轻轻一颤，脑海里突然蹦出来一幕：模糊夜色，女人绝望地被掠夺，也是深夜。穆娇宁也是在深夜里顶替了其他女子的功劳。突然脑海里又紧接着出现了一幕，伴随着头疼欲裂，穆青鸾紧抿着唇，生生地压制住疼痛，去探查那份记忆。很快穆娇宁将人给画了下来。我画好了，王爷，
穆娇宁将刚刚画好的画展了开来。画中女人美目盼兮，是个美人，凌云拔剑刺向了穆娇宁的脖颈。凌云，你要干什么？穆大小姐，时隔5年的时间，怎么可能在夜色下将一个人的容貌绘画得如此清晰？所以穆大小姐，你又说谎了。凌云，将穆娇宁和曹燕送去官府。我什么都说，我可以告诉王爷，那个女人我的确记不住长什么样子了，因为她跳河自杀了。我刚刚怕说出真相的话，王爷就要处置我，所以我不敢。那个女人应该是福建的农家女，接受不了这种事，就跑去跳河自杀了。我怕说出真相，王爷就会更为震怒，更要惩治我。我当时太害怕了，我其实是想阻止她跳河的。带走。战王，小人什么都说了呀，已经毫无隐瞒了，并且让穆娇宁显露出真面目。小人也是受害人呐，是他骗了小人，小人现在也恨透了他。将他们2人的嘴巴都给堵住。晚风袭来，穆青鸾长袖下的手从紧握缓缓地松开。青鸾，如果不是你，为父就要被那孽女给害得丢了官，又要去坐大牢。曾经官场上的同僚必定会趁此机会为难我们穆。他看穆青鸾的目光更加的慈眉善目。爹明日来天蓝院将我请去清风楼，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说。什么事？现在说吧。今日晚了，明日再说。穆青鸾回到天蓝院，刚刚坐下，一口茶水还没咽下时，刚刚看了半天的戏，过瘾吗？哎呀，你们幕府的戏比我在戏文里看的还要精彩。小百啧啧惊叹道：你那父亲应该是怕今日过后没有了靠山，刚刚写了一封信，命人连夜送去给陈王府。喝水都堵不住你的嘴。这2日我和曹燕一直待在一起，逼问出了不少他和穆娇宁的事情，你想不想知道？不想，你自己留着慢慢的回味吧。我打算留在京城一段时间，好好调查一下小轩小城的父亲身份。不必，我已经知道是谁了。什么？你不是说不知道那个男人是谁吗？我刚刚突然想起来，这件事你不必插手，我需要你去做另外一件事情。翌日，阴暗潮湿的牢房内，一只老鼠从穆娇宁的脚背上爬了过去。老鼠，你们快放我出去！叫什么叫？这里不止老鼠多，虫子也多。你以为你还是要嫁给战王的侧妃啊？你现在就是个阶下囚。你怎能对我如此无礼？即便我今日被战王抛弃，但我的父亲是尚书大人。突然他想到了一个人。你过来，我可以给你好处，你去帮我传个信，那个人他一定会救我。1个时辰后，一封信从牢房里一路送到了镇南侯府。世子，我知道你爱慕我，如若你能救我出去，我必定以身相许，日后长久陪伴你左右。将这封信送到陈大人的面前，告知他，我不希望看到任何关于穆娇宁的东西。1个时辰后，牢房内，怎么样，赵世子是不是答应要救我了？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打我！原以为你真和赵世子有什么关系，没想到你就是病急乱投医，还连累我被大人训斥，气死我了！突然又走来了2个狱卒。打开牢房，大人要审问犯人穆娇宁。审问我？为什么要审问我？你犯下欺瞒战王的大罪，如今又要纠缠赵世子，自然是要好好审问一番。你一定意图不轨，说不定就是踏过奸细。带下去。不要，我不是奸细。半个时辰后，穆青鸾来到了牢房门外。犯人穆娇宁刚刚已经被送去审问。那我在这里等上片刻吧。2名狱卒拖着犹如一滩烂泥的穆娇宁，一把将穆娇宁扔进了牢房里。闭嘴！再叫就给你灌药，让你再也叫不出来。穆青鸾，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对吗？我不会被打倒的，很快就会有人来救我。你在牢房里还要张扬跋扈的威胁我，不觉得是浪费力气吗？穆青鸾，我心里藏着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我会让它烂在肚子里，这辈子你将在所有人的鄙夷中度过。我知道那天晚上的人是谁。不可能，如果你知道是谁，为什么不说出来？那把匕首锋利冰冷，上面清晰可见的战字让你起了贪念，顶替我去见了战王。穆青鸾，你好狠毒！比起你和梁玉凤所做的一切，我做的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你的确算计我了，不过
你也别想战王能相信你，他现在肯定以为那天晚上的女人已经跳河自杀了。我落得这种下场，你也好不到哪里去。时间不早了，穆娇宁，后会无期。你给我回来！你说清楚，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怎么可能不想嫁给战王呢？你一定是日思夜想的要嫁给战王。在穆青鸾离开后不久，凌云就来到了大牢。疯了！早知道昨天晚上就应该过来审问。那个女人死了，那个女人就是死了，谁都不能抢走战王，我一定要嫁给战王。穆青鸾，你去死！战王喜欢我，赵世子喜欢我，成王喜欢我，他们都喜欢我，我才是天下第一美人，谁都喜欢我，谁都爱我。书房内，王爷，莫大小姐疯了，疯了的情况下说的话应该就是真的。此事到此为止。是，有没有小白的消息？暂时还没有。小柏一向擅长隐匿行踪，不过他既然来了京城，就一定会留下来蛛丝马迹。穆成军踏入清风楼之后，再也忍不住满腔的怒愤，一巴掌将桌子上所有的东西都挥打了下去，瓷器、笔墨、纸张掉在了地上。一群狗仗人势的混账东西，他们竟然敢嘲讽我，竟敢数落我，嘲笑我，该死！靠着穆娇宁得到的尚书之位，自然是坐不稳。你知不知道你说了什么？为父的尚书之位是靠自己所得，和宁儿有什么关系？若非穆娇宁攀上战王这个高枝，你现在依旧是一个侍郎。为父是你父亲，你竟敢对为父不敬，竟敢如此口无遮拦，惹怒为父对你有什么好处？从今以后你能依靠的也是幕府和为父。可什么时候说过想要依靠幕府和你？谁能让你衣食无忧，还能让你日后嫁得好？说到嫁人，为父已经决定了，让你嫁给陈王。你先看看这些东西吧。他直接甩给他几张纸。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当他看到信件上的内容时，脸色猛然一变。这是谁给你的这些东西？这上面写的都不是真的，你不能相信。都是曾经爹做过的事情，还有梁玉凤做的，一桩桩一件件清晰明了。唯一可惜的是我娘当年死得太过蹊跷，但时隔多年没有了证据，事实摆在面前，爹就不要不承认了。到底是谁给了你这些东西？此人心思歹毒，竟然想要破坏幕府和睦，让你我父女反目成仇。这些东西你看看就算了，当年你花言巧语哄我娘嫁给你，但与此同时，你和梁玉凤两人已经在一起苟且了1年之久。在我娘带着丰厚嫁妆嫁过来之后，这短短几年时间就久病卧床，期间你和梁玉凤二人打得火热，梁玉凤登堂入室后将我娘的嫁妆占为己有。与此同时，你暗中用尽手段打压我外祖一家，让他们被迫离开了京城，而你在官场上左右逢源，暗地里做着伪证害人。你手上的人命没有20也有19了吧？最后一张纸上写的东西你看到了吧？被你信任了多年的梁玉凤，这些年来在外面不止与一人苟且过，那几个情妇的名字也都有。不过你放心，穆娇宁是你的女儿。都是假的，全都不是真的。爹还有1个晚上的时间可以自欺欺人，一份份奏折呈上去，你会是什么下场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孽女，你竟敢危言耸听！你是为父的女儿，为父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你被梁氏欺负？只要你嫁给陈王，为父现在面临的困境就都能解决了。如果我是你，为了保全性命，现在就会庄重病辞官，如此一来还能给自己留一份颜面。你让我辞官，这不可能。我在朝为官多年，怎么可能辞官？我绝对没做过那些事情。你现在就听我的吩咐，主动去陈王府，让陈王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看来你还是没有认清现状，我的命运由不得你主宰。对了，忘了告诉你啊，我在外5年的时间里生了2个儿子。2个儿子？你生了孩子？你竟然生了孩子？明日我要去户部一趟，我要单独立户，脱离穆家。这2个孩子是谁的？是你在外面找了野男人，还是5年前那个乞丐的？是谁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今天开始我和你不再是父女，我自动脱离族谱，与穆家再无瓜葛。什么孩子？你一概抛弃了。现在立刻就去陈王府，我亲自送你过去。只要你今天晚上将陈王哄开心了，明日我们幕府还会在京城人人羡慕。2个野孩子算什么？能和荣华富贵相比吗？蠢，你太蠢了。我的儿子从来不是野孩子。你敢？我能消失5年，生了孩子再回来，连梁玉凤和穆娇宁都栽在我手里了，我还有什么不敢的？陈王府。若强，幕府现在的情况如何？幕府现在乱成了一团，穆大人今日在朝上被百官责难，相信这一次他别无选择，只能选择投靠王爷。走投无路最好，只有这样
穆青鸾才会主动找上本王。想不到穆萧宁竟然是个冒牌顶替的货，真是帮了本王一次呢。一定会让王爷称心如意。不过还有一件事，万宁侯前几日去了穆府，想要穆二小姐过去做妾，但不知为何，最后万宁侯竟然没有强迫穆二小姐。当时穆二小姐给万宁侯看了一样东西，知道给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吗？说是一封信，但具体是什么无人知道。不必查了，他马上就要入了陈王府，届时本王再问他吧。是，王爷。对了，渊明大师那边有没有什么消息传过来？刚刚来了消息，说是渊明大师已经动手，今日必定能找到最近坏了王爷事的人。很好，找到人立即带到本王的面前。黄昏，金岩带着护卫，手里拿着罗盘，在街道上寻找，一直都找不到人。怎么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人？再找找，应该就在附近。天快黑了，又找了片刻，走，我们回去。回去后，师父，何事如此惊慌？找到人了？师父，一开始罗盘还能指明方向，但后来罗盘一直乱转，所以徒儿没有找到人。闻言脸色骤然一变。你说什么？罗盘乱转，找不到人？是，师父，我们出去后没多久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是不是那个人离开京城了？又或者是他死了？绝不可能，他一定是用了什么不可思议的方法。到底是什么方法？为什么我完全没感受到？师父，你先出去。师父需不需要服药？不过是吐一口血，为师没那么虚弱。既然如此，为师只能再用一个秘术。你出去守着，不要让任何人靠近为师的房间。一个时辰后，美玉和小柏在门前等了许久。小程在小轩回房入睡之后，也跟着进去睡了。就在这时，玉姨、小柏叔叔，你们快来看看呀！哥哥发热了，身上特别烫。什么？两个人顿时推门而入，闯了进去。美玉伸手一摸，吓得脸色一变。好烫！我去找穆青鸾，让他过来。小轩的情况我们控制不了，现在又变成了这个样子，绝不能让小轩有任何意外。好，你快去请小姐过来，我从来没见过小轩这样。哥哥现在就跟一个火球一样。小程，你别担心了，小柏叔叔是去请小姐的，小姐很快就能过来。穆青鸾正要入睡，见到突然破窗而入的小柏，意外道：你怎么来了？今天有人用秘术对付小轩，小轩有所察觉，感觉不适，所以就回去睡觉了。可谁知就在刚才，他身上滚烫发热，情况感觉不妙，你快和我过去看看。发热，我们走。小柏一路绝顶轻功，带着穆青鸾穿越街道房顶，迅速地到达了小宅子里。小轩，小轩，玉姨给你擦擦身上，小姐说这样可以退热。小轩，你睁开眼睛看看玉姨好不好？玉姨给你喝一些退热的药。哥哥，你快醒过来！哥哥！穆青鸾一把推开房门走了进去。小姐，娘，哥哥的身上好烫人。我知道了，小程乖，和玉姨在一旁等着。小程乖乖地点了点头。小姐，我还从来没见过小轩这样过，我怎么叫小轩，小轩他都醒不过来。没事，我来看看。先是拿出了一个仪器，测量了一下小程的体温，高烧40度。他直接拿出了吊瓶输液，除了高烧不退之外，小轩的身体没有任何的问题。小轩现在的情况没有性命之危。小程跑过来抱住了穆青鸾。娘，我刚才很怕哥哥离开我们。既然你在这里，我就放心了。我现在就带人将那个狗屁的渊明大师各种秘密给翻出来。去吧，这个渊明大师明明很有本领，却为何一定要害人？他就不怕遭这天谴吗？有的人就是应该好好的收拾一顿，要不然他都不知道怕这个字怎么写。说完，小柏就气冲冲地走了。转眼又过了一个时辰。谨言，进来。师父，扶着为师过去喝杯茶。是师父。渊明大师手捧着茶杯，喝了几口温热的茶，脸色渐渐地缓解了不少。你再出去找一下，但是找到他后不要打草惊蛇，将他住在何处，前去告知陈王即可，千万不要惊扰了他。是，师父放心，徒儿这一次一定不会让师父失望。你去吧，从今天开始，为师要闭关1个月。是。金岩领命，拿着罗盘再一次的出去。夜色已经彻底的暗了下来，路上不见几个行人。金岩寻找的极其用心，罗盘不再像之前那般到处乱转，已经指明了一个方向。一路穿过繁华的街道，
到了京城平民所住的贫民区。这时，一道寒风从脸颊飞过，金岩抬头看去，赫然见到一名黑衣男子立在墙头。你就是那个狗屁渊明大师的徒弟？你是何人？竟敢对我师父如此不敬！今日我有要事，不与你纠缠。说完，他拿着罗盘继续向前走。小柏凌空一跃，直接落在了金岩的面前。你究竟是何人？哼，你那狗屁大师都不配知晓我是谁，更不要说你了。为他做尽坏事，你也不是什么好鸟。你太放肆了，住口！下一刻，他手中捧着的罗盘被踢飞。不要！罗盘直接碎裂成了两半。你竟敢踢坏我的罗盘，你胆大包天，找死！金岩脸色惨白，愤怒不已地朝着小柏扑过去。你不是我的对手，不想死的话赶紧滚，回去告诉你的师傅，以后不要再做坏事，否则我一定让他名誉扫地。说完，他凌空一跃，消失在夜色里。不！突然，警官的门开了。小轩怎么样？刚刚失了业，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有高烧，不过他的情况有些特殊，不能掉以轻心。你怎么回来？我去幕府找你，见你没在幕府，就猜到了你会来见小轩小成，正好刚刚在门外和小柏碰上了。如果不是我刚才出去碰到了那个狗屁大师的徒弟，现在他们就会找上门来。找上门？你放心，已经被我半路给拦住，而且他拿在手里的罗盘已经被我踢坏，他找不到这里。不过我觉得未免有一些麻烦，不如换个地方住吧。我在京城有一个大府邸，比那些什么战王、陈王的府邸还要大，你们搬进去暂时住一段时间吧。我还有处宅子，没有人知道。小轩小成去那里应该不会让人起疑心。小柏的府邸太大，容易被人盯上。我那府邸的确有些荒野，所以小轩小成去赵恒的宅子里住，确实是一个好选择。我在京城早就已经买好了府邸，等小轩醒来后，他们先过去住上几日，过些日子我再带着他们离开京城。什么？如今你已经得偿所愿，报了仇，你直接就可以去户部单独立户。我改变主意了。娘，小轩，娘在这里。娘和赵叔叔怎么来了？我想你和小成了。哥哥，你刚才发热了，特别热，能把我的手烫伤的热。小轩，你这一次比以前都要凶险。原本我可以早半个时辰醒过来，结果他又用了一次秘术，不用小柏叔叔收拾他，他其实已经是自找死路了。而且他现在一定很难受，受到了秘术的反噬，需要闭关很久才能恢复一二。要是被那狗屁大师看到小轩现在还是活蹦乱跳的样子，岂不是要被吸吐血了？翌日，一个人疾步地朝着陈王府跑去。王爷，穆大人突然重病卧床不起，暂时没有见到穆二小姐出府前来陈王府。他们难道想要家族破落？到了这一步还不来求本王，着实愚蠢。秦义东大手一挥，满桌的东西全部挥洒于地。派人去穆成君床头，告诉他只要他同意婚事，将穆青鸾许配给本王，本王就帮他渡过难关。一个时辰后，王爷，奴才刚刚见到了穆大人，穆大人说他不敢答应王爷，是因为怕王爷日后会后悔，他不想欺骗王爷，所以只能实话实说。穆二小姐这几年在外面嫁了人，不只生了一个，而是2个孩子。秦义东神色骇然，当真是穆成君亲口说的？奴才不敢有所隐瞒。片刻后，将这个消息传出去。战王府府门前的守卫急急而来。奴才有事禀报，刚刚大楼传来消息，说是穆大小姐忽然又清醒了，并且以死相逼，说要见王爷，而且说之前告知王爷的那些事情都是假的，他见到王爷就说出真正的事实，不见。在京城大街小巷都在说关于幕府和战王的事情时，突然在渊明大师的府宅外，大师说只要我能与他成就好事，他就能帮我去除厄运。如果我能为他生个孩子，他就能让我一辈子衣食无忧。大师也是这样对我说的，大师骗我们骗得好苦呀，可我们几个人都没能给他生出孩子，是不是大师身体有问题啊？这比大师不要我们还要可怕，有如晴天霹雳啊！这时大门打开，你们胡言乱语，师父根本就不认识你们，你们竟敢胡说八道，意图毁坏我师父的名声。此言一出，几个少女吓得浑身颤抖，围观的人见状更是对这几个少女的话深信不疑。无论如何，让我们见大师一面吧。你们再敢如此胡言，就不要怪我手下无情，将你们送入官府。如果到了官府，能让我们见到大师一面，我
我们心甘情愿。金妍简直要被气疯了，对着门前的几个门房吩咐了下去。既然他们得寸进尺，就不要顾及他们的颜面了，去请官府来人，将他们抓去审问一番。喂，你们是不是欺人太甚了？你又不是渊明大师，你有什么资格说他们信口胡言？你们都被他们骗了。师父鲜少离开府邸，怎么可能与他们有所牵连？府里出来了一个人，将金妍拉了进去。师父，那几个女子太过难缠，现在外面的那些人都信了。这是那个人给为师的警告。什么？那我现在就去将那几个女子抓起来，逼她现身。别去了，那几个少女不是普通人，你速去陈王府，我刚刚算到他这2日会有一劫，让他小心。好，徒儿立刻就去。穆青鸾回到穆府后，刘嬷嬷已经收拾好了东西。我们走吧，趁着天黑之前，应该可以到新家。二小姐，只是嬷嬷有话直说。老奴记得夫人有一个嫁妆盒子，那个盒子是有暗层的。夫人说，这个暗层里放着她最重要的东西。暗层？是，二小姐，老奴记得很清楚。嬷嬷先将东西拿到府外的马车上，我去见管家。拿着盒子走出了穆府。孽女，既然走出了穆府，以后就不要再回来了。将心放在肚子里，事后谁求谁还不一定呢。都是因为你，穆府才落得今日这番下场。穆大人此言有失公允，穆府的事情和穆二小姐并无关系。秦义东身着一袭锦衣，款款而来。这陈王，穆二小姐，本王听闻你和穆府断绝了关系，便直接赶了过来。本王正好有一处空闲府邸，若穆二小姐不嫌弃的话，可以暂时去住上一段时间。不必。陈王，从今以后他是福是祸都与穆府无关了。下官重病，已经站不稳了，先回府了。穆青鸾，本王没有多少耐心，可以哄着你1次2次，但绝对不会纵容你3次4次。现在还是白天，陈王何必想得太多呢？我着急赶路，请让开。你。不远处，躲在墙头上的2个小宝看到秦义东欺负他们娘亲的这一幕，气得呵呵冷笑。他也想娶娘，长得那么丑，还骄傲自大，谁给他的骄傲？而且他还威胁娘，挡住娘的去路。哥哥，他走了，我们跟上去吧。你让我抓来的好东西，一定要送给他。秦义东策马狂奔，若羌紧跟其后，连忙劝道：不过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子而已，王爷莫要在意，相信用不了几天，他就主动求到王爷的面前了。他现在有多硬气，以后就有多可笑。原本一肚子窝火的秦义东很快就冷静下来了，在一处巷子里将马停了下来。哼，你说的对，他迟早会走投无路，派人跟踪他，然后再伺机而动。王爷英明，请王爷放心，接下来他脱离了幕府，逃不出您的手掌心。突然，空中朝着秦义东飞快地砸来了一个圆球。王爷小心！卑职怎么看这是蜂窝？该死！是谁？竟敢用蜂窝来偷袭本王？该不会是你偷的不是毒蜂王的蜂巢吧？你放心好了，我又不是第1次偷蜂王的蜂巢，绝对不会失手的。你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若羌凝神听了一下，卑职听到了嗡嗡声，是不是最近有人在养蜂？突然，半空中飞来了无数的蜜蜂，还有毒蜂。2个大男人被围困在一群的蜜蜂之下。看他还敢不敢欺负娘夫！现在他的头变成了猪头了，没有人会喜欢他了。对，变成大猪头。滚开！可恶！王爷，我们骑马快走，能将这些蜜蜂甩掉。与此同时，我完全认不出来，小姐现在伪装成男人，完全可以以假乱真。那以后我就伪装成男人如何？二小姐让老奴越来越意外了。刘嬷嬷，小姐现在很厉害。哎呀，终于等到你回来了。你在路上看到渊明大师的笑话，觉得如何呀？这件事情你做得不错，稍后我多给几个解毒丸，顺带再给你个10全大补丸，如何？你是说真的？我靠，我以前有几万两的银子跟你买，你都不愿意给我几颗，现在不过是让手底下人去唱唱戏，你就如此大方啊？陈王府。疼死了！到底有没有药啊？擦上去就能止痛的。有药，但是涂上去怕是也起不了太大的作用。该死！若羌，派人去查，看看到底是谁在暗中害本王。若羌伤的也是不轻。是王爷。小的建议，陈王不如让宣城驿馆的郎中过来，
而且这里的毒凤，怕是小的也束手无策呀。王爷，卑职听说过这家宣城医馆，与其他医馆的确有所不同，不如让人去请他们的大夫过来试一试。去请？那小的先告退了。1个时辰后，陈王府的下人带着宣城医馆的郎中而来。宣城医馆的郎中？是，老夫是宣城医馆的大夫。穆青鸾开口道。他在听闻秦义东被蜜蜂弄成了猪头之后，猜测陈王府或许会到宣城医馆请大夫，然后他去了宣城医馆，易容成杨郎中，守株待兔。快来给本王看看，本王现在疼痒难耐，有没有膏药能够迅速的消肿止痛？陈王的伤势过于严重，被毒蜂蛰伤的地方已经留有毒素。直接说，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普通药膏只要天天涂抹，大概1个多月的时间能消肿，脸上多少会留下一些疤痕印记。宣城医馆有特效药膏，能在短短1日之内止痛，3日之内消肿。留疤？的确会留疤。难道刚才来陈王府的大夫没有说吗？王爷，刚才的郎中他说束手无策，怕是不敢说出实情。等了一会儿，秦义东依旧是沉浸在打击当中，没回过神来。是否需要？你刚刚说什么？5000两一盒？1瓶药膏5000两。你们宣城医馆的药的确贵，但我未曾听说过会贵得如此离谱。你知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但老夫所说的价格的确是这盒特效药的价格。如果陈王认为价格太高，宣城医馆内还有其他药膏，1个月左右消肿的，价格只需要几两银子。好，5000两可以，你最好没有欺瞒本王，否则宣城医馆会因你而蒙难。童叟无欺。去取银子，然后和他去宣城医馆取药。是。就在他拿着药箱要走的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王爷，战王来了。七皇叔怎么来了？怎么如此不巧？陈王，老夫告退。王爷，要不让管家和他一起去宣城医馆？秦义东点头。陈王。七皇叔，你是秦义东？是的，七皇叔，我今日不小心被蜜蜂蛰伤，这是我请来的大夫，正要给我医治呢。不知道七皇叔来见我所为何事？被蜜蜂蛰伤？是，七皇叔。凌云没有忍住惊叹道：陈王怎会招惹如此多的蜜蜂啊？是有人故意谋害本王，让本王被蜜蜂群纠缠。卑职正在追查，相信很快就能找到暗害王爷之人。原来如此，怪不得你也被蜜蜂蛰伤。七皇叔，如果没有紧要的事情，那我就先治疗。不必麻烦，先让大夫给你看伤。给本王看看。莫青鸾忍着恶心，又看了一下他的脸。涂抹宣城医馆的药膏后，很快就能消肿止痛。陈王现在就可以派人与老夫前去宣城医馆取药。你跟着他去。是王爷。就在这时，麻袋破了一个洞，一个圆形的球体从麻袋里滚落了出来。王爷，麻袋刚刚被锋利的东西给划开了。穆青鸾抿了一下唇角，看了眼地上那带着头发的圆球，人头。王爷，这是七皇叔，这是何意？那是他暗地里培养的暗卫统领影子，除了若羌之外的心腹。老夫能现在走吗？老夫尿急。快走！一共53人，全部斩首于城外黄东坡。秦义东脚下不稳，双腿猛地一软。我不知道七皇叔是什么意思。不懂吗？这样还懂不懂？一封信扔到了秦义东的怀里。秦义东拿到了信，没有多想，立即拆开，看到上面的内容之后，双膝一软，直接跪在了秦征的面前。秦征看着一个猪头脸跪在了地上，失去了耐心，转身大步离去。王爷，穆萧宁在大牢内时而清醒，时而疯狂，但今日他突然要自杀上吊，被救下之后不停地喊着要见王爷。穆大小姐说的话根本就不值得相信，说不定前2天都是在装疯，为的就是见王爷。经受了受刑一系列折磨，他现在可以说真话了。走吧。快放了我要做战王妃了。赵世子喜欢我，陈王喜欢我，他们都喜欢我，你们要倒大霉了。现在跪下来求我，叫我一声姑奶奶，我就饶了你们，让我那天晚上的人是我该多好。叶儿他是你的儿子，我说他是你儿子就是你儿子，你不能抛弃我们母子啊。秦征来到了牢房门前。张王，你来了，
你是不是发现根本舍不得我？我不想在这里待着了。秦征的黑眸中没有任何的波动。王爷不用说什么，听我说就好。王爷，我以后一定为你生儿育女。叶儿虽然不是你的孩子，但是他真的将你当成了父亲，而且我以后的孩子都是王爷的。那天晚上的人是谁？这是你最后保住性命的机会。你能放我离开这里吗？只要能离开这里，我一定说出真相。说。那天晚上的人的确不是我画出来的那个人。我之所以能拿到战王留下来的匕首，是因为那天晚上的人是穆青鸾。如果不是这里太恐怖了，我想离开这里，我是绝对不会对战王说出实情的。战王，你要相信我呀！如果那天晚上的人是穆青鸾，他为何会将匕首给你？那天晚上天太黑了，战王都没有看清他的容貌，更不要说他了。我找到他的时候，他还在神志不清。回到幕府后，他又自寻短见，差点死了。等5年后回来，我以为他可能是忘了那天晚上的事情，想不起来还有战王留下来的匕首信物，所以我才继续欺骗你。现在你知道了真相，你去找他对峙。他这几年嫁了人，又生了子。嫁人生子？我这几年一直在想，怎么都想不明白，为什么他会心甘情愿地看着我和战王在一起，为什么没有对战王说出实情？我现在明白了，原来他已经嫁人了，还生了孩子。我猜测他当年深爱孟浪，结果发生了那天晚上的事情，受了打击，又撞柱寻死，所以忘了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以为和他苟且的人是我之前找的乞丐，然后这几年就找人随便嫁了。秦征低着眼眸，转身直接走。战王，不要走！你答应我的，让我离开这里，你不能言而无信啊！你是战功赫赫的战王，所有皇子心中的七皇叔啊，你怎么能言而无信？我不要待在这里，我要离开！秦征停了下来，对着凌云下了命令，将他送到城西大牢。是。怎么会是城西大牢？我不要！战王，我不要！牢房外，王爷，现在去找莫尔小姐吗？查清楚她这几年在外究竟有没有嫁人，如果嫁人，生的孩子嫁入夫家生的，还是嫁入夫家时已有身孕？对呀，卑职怎么没有想到这里啊？如果是未嫁入夫家之前就有了身孕，那么生下来的孩子就是王爷的孩子啊。书房内，秦征垂眸审视着军营内送来的日报。皇爷，刚刚暗卫查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秦征抬起冷眸，暗卫说他亲眼看到小轩和小程从莫尔小姐的府里面出来，以他们的年纪还有和王爷相似的容貌，卑职现在就可以确定小轩小程是王爷的儿子啊。本王现在就要见到穆青鸾还有小轩小程。王爷，莫尔小姐才刚刚进宫了，还有小轩小程他们去了西城去，一时半刻没有办法带过来见王爷。命人备马车，本王准备进宫。凌云立即麻溜的前去准备。小轩小程，你们今天不走，我真的太开心了。我娘给了我银子，让我请你们吃东西，我去给你们买小笼包吃。好，哥哥，娘为什么一定要离开京城啊？大概是京城里有娘不喜欢的人，不管娘去哪里，我都要去跟着。娘不喜欢的人，该不会是坏叔叔吧？小轩小程，那边贴的画像好像你们，他们说是有人在找自己孩子，找的是不是你们？我们2个的画像。哥哥，我们去看看。小轩小程，你们的爹来找你们了。哥哥，是我们，不过将我们给画丑了。爹又没见过我们，为什么会知道我们的画像？对呀，如果知道我们长什么样子，为什么不直接来认我们，还要大张旗鼓的贴画像？我们走，回头将这件事情就告诉娘。你们就是小轩小程吧？王爷找你们找得好辛苦，快跟我们回去见王爷。和王爷长得好像啊！小程用力地推开了眼前的彪形大汉，拽着小轩直接跑了出去。我们不是坏人，跟我们走，带你们去见爹爹好不好呀？这2个孩子如果是不小心流落在外的，日后就要有好日子过了。看他们2个小家伙的样子，就知道他们的爹爹非富即贵呀。我们直接去皇宫，你们的爹爹就在宫门口等你们。进宫门口？对，而且毕竟要认祖归宗，直接进宫最好，也能少了他人的非议。小轩小程，你们是皇子吗？你们快让开，张嘴就说是我们爹爹，谁会相信？说不定就是人贩子。哥哥，我们走。你们就是小轩小程，皇上要见你们。
皇宫，莫青鸾诊过脉之后，怎么了？你好厉害，我这几天的身体从未有过这么舒适，这些都是宫里的御医做不到的，能让你感觉到舒服就好。我看了你的脉象，已经很平稳了，接下来继续服药，不要间断。今天留在宫里和本宫一起用午膳，可以吗？虎公主，奴婢有一事要禀报。进来吧。虎公主，刚刚奴婢去御膳房，路上听人说有2个之前进过宫的男童，他们说那2个男童是陈王的子嗣，陈王已经进宫面见皇上。上回三哥不是否认了吗？怎么突然又说是三哥的孩子？奴婢也不知，现在那2个男童应该已经去见皇上了。虎公主带我去见皇上吧，那2个男童是我儿子。什么？虎公主，我们走吧。御书房，确定那2个孩子是你的儿子？是的，父皇，最近几日儿臣才确定，他们的确是儿臣的儿子，是想要朕给他们一个身份。他们的母亲呢？儿臣还没有找到他们的母亲。皇室的子嗣容不得出半点错，先让朕看看他们。是父皇。皇上，人到了，带进来吧。宫人带着2个精致的男童走了进来。你们2个都叫什么？我叫小轩，我叫小程。小轩、小程，我是你们的父亲。叔叔，你脸上怎么爬上去蚂蚁了？不要叫我叔叔，叫我爹爹。是不是在担心爹？真是2个乖巧的小家伙。你不是我们的爹爹。之前没有认你们，是因为当时爹爹还不确定，但这几天才确定你们就是爹爹的儿子。但是爹爹可以保证，日后不会再离开你们，甚至是会迎娶你们的娘，好不好？来朕这里，让朕好好看看你们。他不是我们的爹爹，我们知道的。陈王，这是怎么回事？皇上，战王求见，请他进来。七弟怎么突然进宫来见朕了？正好，你来看看这2个孩子，是陈王流落在外的儿子。那位叔叔不是我们的爹爹，我们和他长得一点都不像。你们2个小家伙，爹爹如果早知道你们是爹爹的儿子，早就去找你们了，怎么可能让你们在外面颠沛流离？叔叔，如果真的心疼我们，就不是进宫来了，应该是给我娘道歉，然后再给我们100万两以上的银子做补偿，还要问我们愿意不愿意认你。但是这几件事情叔叔都没有做，是我没有想得周全。陈王，他们到底是不是你的儿子？当然是儿臣的儿子，只是这2个孩子对儿臣的意见有些大，埋怨儿臣，所以才没有认儿臣。叔叔知道我娘是谁吗？就说是我们的爹爹。爹爹当然知道，当年爹与娘偶然相遇，然后爹糊涂之下做错了事情，结果你娘后来消失不见，如今想起来了，自然不能让你们继续流落在外，也要对你们娘负责任。那叔叔知道我娘脸上有一个大黑痣，那个大黑痣长在哪里？叔叔知道吗？这个嘛，爹爹已经记不清了，毕竟几年不见你们娘了，大概是长在脸上吧。叔叔果然不是我们的爹爹，我们的娘没有大黑痣哦，我娘是全天下最美的女人。你娘就是这么教你们的吗？竟敢胡说八道！今日我就要让你们知道该如何做事，如何尊重长辈。齐皇叔为何要抓住侄儿？侄儿是在教训自己的儿子，如果现在不教导他们，他们日后岂不是无法无天了？皇兄，他们是陈帝的儿子。什么？这怎么可能？齐皇叔，他们是我的儿子。齐帝的儿子？他们的确是陈帝的儿子。不可能，齐皇叔，之前你还带着他们2个进宫找父亲，齐皇叔难道是想要和侄儿抢儿子吗？叔叔，你不是我们的爹爹。是啊，叔叔，你是秦子义的爹爹，不是我们的。秦征一愣，齐皇叔，他们也说了，他们不是齐皇叔的儿子。这件事无需向你解释，他们2个的确是本王的儿子。七弟，这2个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刚刚陈王说是他的，现在你又说是你的。如果没有证据，这2个孩子就先暂且留在宫里，由朕帮他们确定亲生父亲是谁，到时候再将他们送出宫。陈帝与他们的母亲已经相见，这件事情已经有了结果，而且皇兄见过陈帝小的时候，应该记得陈帝小的时候的样子。我娘说我们是你的儿子。你娘最厉害的是医术，怎么秦子义的爹爹变成他们的爹爹了？七弟，先让他们2个留在宫里，让他们的母亲进宫来见朕。皇上，五公主木尔小姐求见。让人进来吧。七弟，你先出宫吧，这件事交给朕处理。如果真的是七弟的儿子，那到时候朕命工人亲自将他们还有他们的母亲一同给你送去。还有你和你西叔一起走吧。父皇，儿臣不用再说了。这件小事不必麻烦皇兄。陈帝的儿子和女人
自己可以解决。民女穆青鸾参见皇上，小轩小成是民女的儿子。娘，你的2个儿子，到底他们的父亲是何人？他们的父亲是战王。木尔小姐是穆大小姐的妹妹，七皇叔该不会是弄错了吧？这穆大小姐之前可是要嫁入战王府的侧妃哦。七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穆娇宁鸠占鹊巢，欺骗了本王。本该嫁入战王府的是穆二小姐，这毕竟是臣弟的家事，就不劳皇兄担心劳累了。既然是七弟的家事，那就由七弟自己解决吧。不过这件事情毕竟事关皇室的血脉，七弟一定要谨慎处理。真是可爱机灵的2个孩子啊！七弟，你有福了。臣弟先带着他们出宫，日后再来见皇兄。宫外，你骗了本王？说不上骗吧，当年的事情战王很清楚是怎么回事。不要欺负娘，哼，我们才不认你做爹爹，我们只要娘。你别想世上有那么好的事情，不给银子还不照顾我们2个，又不对娘好，就想白白的得2个儿子。就算是你们不想承认，我也是你们的父亲。之前我和你们的娘亲有一些误会，这些误会解除后，我会对你们的娘亲负责，也会对你们负责。小轩小成，王爷之前是真不知道你们才是他的儿子，否则你们这么可爱，王爷根本怎么可能舍得和你们分开这么多年呢？要怪就怪穆大小姐。叔叔被人骗，那是叔叔他笨，我们更不想要一个笨笨的爹爹。而且我们有喜欢的人做爹爹，不需要叔叔。我们喜欢赵叔叔，想要赵叔叔当我们的爹爹。娘的手好冷啊，哥哥，我们快回家吧。娘不冷，以为谁都能做我们爹爹呀？走吧，回家。王爷就这样让他们离开了吗？命人暗中保护他们即可。这件事情急不得，让府里的人都出去找，让青鸾回来。只要他肯回来，不管他提出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外祖父，我想吃糕点，下人说没有银子给我买，外祖父给我银子好不好？一个孽种也敢过来要吃要喝也要银子，滚！不要让我看到你。外祖父，你听到消息了？是，你出宫，消息就已经遍布京城。我前脚刚从宫里出来，还没到家呢，这消息就已经传得人尽皆知，这速度是真快。这个消息不是战王传出来的，他不可能将消息传出去，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陈王。陈王向来是一个有城府、有手段之人，没想到他在毁容又失去了暗卫之后，竟然想要通过小轩小成来暂时稳定地位。小轩小成的确出色聪明，也难怪他会有这个贪念。失去暗卫，被战王在暗中培养的暗卫全都处置了，他自然会慌不择路。不过能够想到确认小轩小成通过有子嗣这一点来重新爬起来，足以证明陈王心机之深。就算是没有碰到我和战王2人，他也无法成功。小轩小成岂能如他意？的确如此。爹爹，先放开本王。我不放，放了爹爹就不要我了。我以后一定乖乖，而且我不会哭了，我真的不会再哭了。叶二少爷，王爷不是你的爹爹，过来吧，我送你回幕府。不是我爹爹，就是我爹爹。叶儿，本王并非你的父亲，各种缘由在你长大后自会清楚。凌云，送他回去，让穆大人日后好好待他。走吧，叶二少爷。你能不能还是我爹爹啊？本王不能是你爹爹。早膳过后，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小姐。说吧。我刚才在回来的路上，正好遇见南宫小姐府里的下人，他们说南宫小姐定了亲的，要将南宫小姐嫁给万宁侯做妾。你说的是南宫婉？南宫婉，原主唯一的好友，不止一次，南宫婉在私下接济着原主。是啊，小姐，如果真的是和他们说的一样，那南宫小姐嫁入万宁侯府，岂不是去送死吗？你去找小柏，让小柏查查这件事，查到了确切的消息再回来告诉我。1个时辰后，小姐，小柏查了一下，说是南宫小姐不经意间被万宁侯看到了，南宫大人不敢得罪万宁侯，只能应了这件事。南宫小姐得知此事后，气急攻心，一下子就病倒了。这件事情交给我吧，我去一趟南宫府。战王府，小轩小成画的是什么？好像画的是一个人。我和哥哥还有娘想赵叔叔了。你重新去画一幅画，送去给赵世子。卑职从来没画过，而且卑职该画什么？画一幅本王和穆青鸾他们母子在一起的画面。王爷，卑职画不出来啊。片刻后，罢了，装作不知道这件事。这幅画拿去烧了。啊，是。南宫府，听说你们府上在找大夫，我精通医术，行走江湖多年，治疗过无数疑难杂症。你们府上小姐的病，我能治，请大夫随小的进去吧。又走了片刻，就是这里了，我们大小姐就住在里面，大夫直接进去便可。
凌月，又来了一个神医，你开门带神医进去吧。门开了，请大夫跟奴婢进来。他走过去，坐在了一旁，直接去诊脉。你们大小姐现在这种情况有多久了？已经有4年多了。不过前一段时间，大小姐偶尔还能与我说上2句话。自从几天前开始，大小姐就几乎不说话了。4年多都是如此。以前看过的大夫是如何断症的？都说大小姐有可能是受了打击，所以才会有时候神志不清。如果说遭受打击，那也只有一件事。是什么事？大小姐有一个闺中好友，在5年前那人突然失踪了。大小姐在没有生病之前一直到处暗中找人，只有这一件事能让大小姐伤心担忧。好，我知道了。穆青鸾拿着仪器从南宫婉的身上扫了一圈。大夫，大小姐是得了什么病？大夫能医治好大小姐吗？凌月，我会医治好婉儿，你先不要说话，听我说。外面有人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我现在必须尽快说完。我是穆青鸾，你应该知道我回来了。对不起，我来晚了。不过你现在一定不能轻举妄动，一定要装作和往日无异。婉儿的情况有些复杂，现在没办法说明白。我今天晚上会再过来一趟。你，莫尔小姐，我戴着人皮面具，认不出我很正常的。凌月，记住我的话，先暂时不要相信任何人，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来过。我再问你一件事情，在婉儿生病之前，府里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奇怪的事情？奴婢想想也没发生什么事情。大小姐是突然有一天早上起来就变得浑浑噩噩，有时候能清醒的跟奴婢说几句话。哦不，在大小姐出事之前，二小姐和夫人他们几乎每天都会过来和大小姐说几句话，但是在大小姐生病后，二小姐和夫人就不再来了。好，我知道了，你想办法让婉儿喝下这个，喝下后她虚弱的身体会恢复一些。还有你也喝一袋。奴婢知道了，我先走了，你照顾好婉儿。小姐，战王来了，说是带了不少东西过来。小姐，战王带了那么多东西过来，会不会是过来向小姐提亲呢？既然来了，那就请他进来吧。哦，好。穆青鸾看着眼前18个大箱子，哥哥，你看坏叔叔要干什么？他不会是过来跟我们抢娘的吧？哼，娘是我们的。大概是想要娘，更想要我们2个，要不然他真的会孤独终老。坏叔叔精明得很。战王拿来这些东西是想要做什么？送给小轩、小成玩的玩具。我们都长大了，不喜欢玩玩具了。还有100万两银子，给你的补偿。100万两？无缘无故的，这100万两战王还是拿回去吧。你是本王2个儿子的母亲，这些银子是这5年来他们的养育费用，收下即可。坏叔叔，我娘不缺银子。对，我娘不缺银子，我和哥哥都能赚钱。我不缺银子，我既然生下了他们，就能够养育他们，不必战王费心。不必推脱，不管你们承认不承认，本王的确是你们爹爹。那我们也不想认你。哥哥说的对，我不想认你做爹爹。你以前做过秦子义的爹爹，我才不想叫你爹爹呢。这件事情的确是我的错，5年前应该仔细核实。这说明叔叔还是太笨了。本王还有事，先走了，改日再来。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母子3人短暂沉默。唉，其实战王也很无辜，毕竟当年是大小姐骗了他，他现在登门道歉又送了银子过来。其实战王人还是不错的。刚刚躲起来的小柏从暗处走了出来。你这个小傻瓜，以后被人卖了，也许还要帮人数钱。战王是何等厉害之人，很清楚现在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又对着穆青鸾道：青鸾，我看战王似乎对你有了心思，你要不要考虑就嫁给他？如此一来，你们一家4口就可以团聚了。你今天的话很多。嘿嘿，是我错了还不成吗？对了，青鸾，我还有一件事要对你说。战王一直暗中派人找我，应该是想要托付我做一件事情。如今已经出价到了100万两，不过我现在怀疑他能不能给我100万两。突然有些后悔，我应该早一点去找战王的。你不是说战王很厉害吗？他能有什么事情要你去做？青鸾，你要是好奇战王有什么秘密，我今天晚上去见了战王以后，就来告诉你，如何？你要将战王的秘密告知他人，你认为战王会给你这个机会吗？小柏叔叔，要不要我和你一起去战王府？我能保护你。不用，你的好意小柏叔叔心领了，我先走一步。明月挂在半空，淡淡的月光笼罩着京城。这个南宫府里可有不少的猫腻，你这位朋友和你的命运简直太像了，不过他可比你要聪明的许多。原本打算给你5个解毒丹，看来你不需要那么多。别，我都已经写信给孟子他们了，牛都已经吹出去了，要是你没给我，那我这脸就要丢光了。小柏叔叔，说出来的话是收不回去的。怎么收不回去？
我刚才肯定是中了魔，一会儿一定要和小轩要几个护身符带上。护身符亲情价1000两银子一个哦。这南宫婉住的偏僻，我在外面守着。木儿小姐，你终于来了。小姐自从喝了你给留下的东西后，脸色变得红润了许多，甚至这下午还有片刻的清醒。你的妻子也好了一些。他们两个，我的2个儿子小轩和小成。我是小轩，我是小成。小轩，你来看看婉仪。穆青鸾见凌月不解他为何让小轩四处看看，小轩会神算，如果有人在婉儿身上动了什么手脚，他会看出来的。啊，原来是这样啊。须臾，娘，婉仪的确是被人下了煞局，让婉仪不论是在白天还是晚上，都会身处在梦境中。煞局？煞局是什么？煞局是一种非常不好的东西，可以害人性命。那岂不是小姐随时随地都有性命危险？究竟是谁如此恶毒？不必担忧，听听小轩怎么说。娘，这个煞局已经和婉仪融为一体，想要去除煞局不太容易。如果在3年前让我看到，我一定很容易就能将煞局解决了。只是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吗？小姐命太苦了。小轩接着说。哥哥你最厉害了，你一定能够想到办法救婉仪。娘可以解决，但是婉仪太瘦了，如果强行将煞局和她分开，婉仪会受伤的。没关系，你只要能让煞局不再伤害婉仪，剩下的就交给娘。取出了一个小小的罗盘，然后又取出了几个符纸，用他有些胖乎乎的小手在符纸上画了一圈，将画好的符纸摆在了南宫婉的床上。婉仪，我会帮助你，你噩梦里的东西都伤害不到你了，害你的罪魁祸首也会被我解决掉，到时候坏人会遭受反噬，受到惩罚。娘，好了，婉仪不会有事了。小轩真棒。小姐，你终于醒过来了。凌月，我这是在哪里？为什么我感觉自己做了很长时间的噩梦？小姐，这是在府里啊，只是我们现在没有住在玉音阁，我们是住在了清风阁。清风阁，凌月，你怎么瘦了如此多？青鸾，我这是在梦里吗？青鸾，幕府的人都说你失踪了，我就知道你不会无缘无故的失踪，我一直想要找到你，想问问你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千算万算，没算到他们会走这一步。我帮你离开京城，我这里有一些银子，能保你衣食无忧。听我的话，出去以后不要轻易相信别人，要好好照顾自己。我这几天都已经为你铺好路了，从今以后你只能靠自己了。怎么会有2个孩子？这2个孩子……婉仪，我是小轩，我是小成。青鸾，他们是……婉儿，从你入睡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5年的时间，他们是我2个儿子，小轩和小成。几年光景，你的儿子？我好像只是睡了一觉，怎么会？婉仪，你是被人用煞局所害，所以才会以为自己一直在做梦。小轩天生会神算，是他帮助你脱离了煞局，不过罪魁祸首此刻应该就在南宫府。婉儿，我想知道你是想要留在南宫府，还是和我离开？我以前不经意听人说过煞局，没想到那么邪恶的东西有一天会出现在我的身上。青鸾，我不能走，如果和你离开，必定会为你招惹来麻烦。我知道是谁对我使用了如此阴毒的手段，但是你几年内没有怎么正常用膳，身体虚弱缺营养。青鸾，虽然对我而言不过是过了1个晚上而已，你放心，我现在虽然身体虚弱，又错失了将近5年的时间，可以亲手报仇。然后他又看向了小轩、小成，他们2个长得和你很像。青鸾，他们的父亲是谁？他们的爹爹就是5年前那个人，那个人是战王。他们的确很像战王，没想到。不过我并未家的战王府，这5年我并未在京城，现在看来这是我遗憾的一件事。如果我能早几年回来，你已经从噩梦中醒过来了。青鸾，现在不是说话的时机，我看外面的天色应该快要天亮了。你既然已经回到了京城，我们日后还有很多时间去聊这5年来都发生了什么，别担心我。好，我明天晚上带一些药过来，帮你尽快恢复健康。婉仪，谢谢你们啊，等婉仪身体好一些，婉仪要送给你们一个礼物。我也有一个礼物要送给婉仪，这是我做的平安符，婉仪要放在身上哦，它能帮助婉仪不受伤害哦。我也有礼物要送给婉仪，这是我最喜欢吃的糖了，婉仪吃了之后一定会很开心的。
乖孩子，你们的心意婉姨收到了，谢谢小轩、小程。天快亮了，我先离开了。翌日，凌云，王爷，你和莫二小姐几次见面，你认为她会喜欢什么样的人？女子一般喜欢男子温文尔雅，举止有度。如果想要莫二小姐喜欢王爷，那么很简单，只要让莫二小姐知道王爷是值得托付终身之人即可。像之前王爷直接给莫二小姐银子，这种行为真的要不得。为何？给银子就说明不用心，女人要的是一个心意，可以睹物思人。而且你送给了莫二小姐礼物，莫二小姐必定要还礼，这一来二去的，嘿嘿。礼物？是啊，是能够体会到王爷用心的礼物，还能够让莫二小姐感觉到满满情意的礼物。不如王爷给莫二小姐写一封信，如此一来，莫二小姐肯定会回信。卑职见过咱们府里有好多个护卫，就是用这一招来和女子们一来二去的热络，最后抱得美人归。闭嘴！你认为莫二小姐和其他女子一样，喜欢收到书信和礼物？莫二小姐难道不是女人吗？1个时辰后，一封信和一根白玉发簪到了穆青鸾的面前。战王有什么事情不能让人传话过来吗？怎么还让人送信过来了？的确有些奇怪。哎，小姐，不拆开看看？你认为战王送信过来，意欲何为？我想不到。好吧，我倒是要看看他送来这么一封信是想要做什么。当他看到上面所写的内容时，手狠狠的一抖，好像此刻拿着的手里的纸不是纸，而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你确定这封信和东西是战王让人送过来的？是啊，怎么了，小姐？战王还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呢。能做到用文字辣眼睛的人，他这2辈子第一次见到。小姐，这战王已经爱你爱到这种地步了吗？难道战王以前都是压抑着自己对小姐的情感？那这战王之爱的岂不是太深沉了？如今这是克制不住了。看看这写的，感谢上苍赐予我们的相遇，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唯有你才能令人茶饭不思。你将信放进去，然后你在里面放一个1000两的银票，然后你再写一封信，信上就写战王府。王爷，莫二小姐有回信了，看看卑职说的没错吧？莫二小姐心里肯定是有王爷的，如今王爷首先走出这一步，这信摸着很厚，相信莫二小姐在写信的时候肯定很激动。王爷快看看。秦征冷眸夹着疑惑撕开了信，啪，信甩在了凌云的身上。王爷，这……你说问了很多人，写的信一定没问题，这就是你替本王写的信？王爷，这上面写的没问题啊，表明了王爷对莫二小姐的思念之情。我还问了好多府里的人，他们都是这样给心仪之人写的信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王爷，只有这些文字才能体现出浓烈的情感。他看到这封信，必定认为本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连这种恶心的东西都能写出来。说，你是不是又看小画本了？卑职就看了一点点，卑职以为小画本里面写的都是真的。王爷，要不看看莫二小姐的回信，说不定莫二小姐也喜欢看小画本，也吃这一套。你认为可能吗？手却打开了另外的一封信。王爷，莫二小姐的回信里说什么了？滚去刷马桶。另外一张信纸到了凌云的身上。1000两银子，给战王去最好的花楼，吃最贵的酒，搂最美的姑娘，此番必定能消除战王的初秋火气。卑职这就去刷马桶。让本王去搂最美的姑娘。城西大街上，人来人往，人声鼎沸。将马车停在一旁，稍等我片刻。是世子。小轩、小程毕竟是个小孩子，有些坐不住。哥哥，你看那个人在吐火。娘说过，那上面用了一些手脚，所以他们才能吐火。我知道啊，我就是喜欢看。我之前在亮亮面前吐火，他吓了一大跳，要拜我为师呢。突然，小心！你们的马车太快了，撞伤我哥哥了。哪里来的野孩子，竟然敢挡路，滚开！你们撞到人了。怎么回事？哪里来的野孩子，赶走！你们要跟我哥哥道歉，我哥哥的手受伤了。不知道是哪里冒出来的孩子，竟敢让本侯道歉！侯爷，奴才这就将2个孩子狠狠地打一顿。哼，摔死！哥哥，我要打架了。娘说过我们不能欺负人，但是如果有人欺负我们，那就狠狠地打。你打赢了，我给你买小糖人。可以给我买2个吗？好。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摔死他们2个！是，2个小兔崽子，
你们以为谁都能得罪，竟敢拦路，现在就摔死你们！车夫的大手马上就要碰到了小程。我的手啊！大胆！你是不是找死？竟想要欺骗本侯？奴才没有啊，奴才冤枉！这小兔崽子的力气太大，奴才的胳膊都被打断了。混账东西！本侯亲自动手！小轩、小程，赵叔叔，有坏人欺负我们，哥哥受伤了，流了好多血。疼吗？不疼了，赵叔叔。气死本侯了！给我乱刀砍死！万宁侯，他们两个不是贱民，并非你想杀便能杀的。镇南侯世子赵恒是我，他们两个和你是什么关系？本侯不打算放过他们。明明是你的马车太快，撞坏了赵叔叔的马车，让我们没有马车坐，还从马车里给摔出来了。哼，竟敢污蔑本侯！镇南侯世子他们两个若是不被扒掉一层皮，本侯这口气绝对咽不下去。扒谁的皮？想不到会在这里碰上战王，不过区区一件小事，本侯自己就能够解决，就不用战王劳费时间了。赵世子，战王，你是要扒他们两个的皮吗？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小鬼，竟敢拦住本侯的路，一定要重重的惩治。你撞坏了赵叔叔的马车，你要赔偿赵叔叔银子。你还让哥哥的手心受伤流血了，你是大坏蛋，该被重重惩治的人是你。哼！本侯今日要将你们打得皮开肉绽。今日有战王还有赵世子在，本侯就卖给他们一个面子，暂且不扒了你们的皮。啪啪啪啪！战王为何无缘无故的要打本侯？万宁侯，谁给你的胆子，竟然想扒本王儿子的皮，还要鞭打本王的儿子？战王的儿子？胆敢伤本王的儿子，万宁侯不要命了！他们也没说，就连赵世子也没说。战王，你将本侯伤得如此重，难道就不怕皇上会责罚你吗？如果我们是平民的孩子，那你就要将我们扒皮摔死吗？忍着点，我给你上药。如此坚强勇敢，简直和王爷太像了。凌云，带万宁侯前去大理寺受罚。什么？不行！战王，你凭什么送本侯去大理寺？谢谢赵叔叔。赵叔叔，我的手一点都不疼了。回家后让你娘再重新给你处理一下伤口，赵叔叔只是简单的上了药，包扎上。战王，今日之事谢谢。小轩、小程是本王的儿子，自然容不得他人欺负。我送你们回家，走吧。本王正好要去见穆青鸾，直接送他们回去吧。好，麻烦战王，你们和战王一起回家。赵叔叔过2天再去看你们，带你们出来玩，好不好？赵叔叔，我会想你的。我也会想赵叔叔。我也会想你们，听你们娘的话，保护好他。小轩，你的手怎么了？是万宁侯撞了赵叔叔的马车，然后我们从马车里……小轩有条有理地讲着刚刚发生的事情，万宁侯竟然想要扒小轩、小程一层皮。很好，那他就让万宁侯尝尝掉了一层皮是什么滋味。谢谢。小轩、小程是本王的儿子，无需言谢。本王有事要和你说，让小轩、小程暂时回避。等一下，我给小轩受伤的掌心换一下药。娘，是赵叔叔给我上过药了，现在一点也不疼。我知道，不过毕竟是手受伤，需要好好消毒。2个小家伙懂事的出去了。现在战王可以说是有什么事情了吧？这封信你是认真的？当然是认真的，我很少主动拿出银子给别人，但战王是第一个。战王收到信后第一时间就过来找我，莫不是过来感谢我的？感谢？莫非战王觉得我给的银子不够？最好的花楼，最好的姑娘，1夜500两足够。大手一伸，抓住了穆青鸾的衣袖，一截白皙的胳膊露在了空气当中。战王，你太过分了。抱歉，本王不是故意的。如果没什么事，那就请战王离开。我现在不便，就不送战王了。说完，他直接去了屏风后头。那封信并非本王所写，不是战王写的，那是谁写的？凌云。奇怪了，我也没感染风寒，也没着凉啊，怎么会突然打喷嚏呢？嘿嘿，王爷真的是世界上最好的爹爹。其实王爷也很可怜，从小便没了父母。皇上虽然是王爷的哥哥，但对王爷其实不是很好，而且王爷从几岁的时候就被人害，王爷也只能自己去应对。唉，王爷真的是孤家寡人，太可怜了。坏叔叔这么可怜，才几岁就有那么多人害坏叔叔？
王爷看上去时刻冷着一张脸，好像拒人千里之外。其实啊，王爷也是一个非常想要有人陪伴心疼的人。小轩小成，你们能抱抱王爷，和王爷说说话吗？原来战王如此可怜，玉旨只是有感而发，并非是在小轩小成面前卖惨。凌云，你是不是看过一个小画本？那个小画本是不是叫做俊雅公子的小娇妻啊？还有一本叫武爱状元郎。莫小姐，你怎么知道的？秦征的嘴角狠狠的一抽，直接快步的走了。不必报本王，不过可以去战王府做客。战王府是你们的家，今年1年不准再看小画本。娘，凌云叔叔说坏叔叔很可怜，是假的吗？应该不是假的，画像上很清楚，而且坏叔叔的生辰八字就说明了他一世坎坷，受尽磨难，多半是真的。小姐，看看是谁来了。此人正是江湖人称圣手的神医孟泽。刚才被一些事情绊住了脚，要不然半个月前我就能到了。你们2个有没有想孟叔叔？我想孟叔叔了。我也想了。小轩，你的手怎么了？受伤了，不过娘给消毒上了药，现在完全不疼了。是有大坏蛋伤了哥哥。穆青鸾，怎么回事？竟敢有人弄伤小轩？这件事说来话长，等一会儿再慢慢说吧。好，这是孟叔叔手下的人研究出来的弹弓，外表看上去就像是小孩子喜欢玩的弹弓，但是这里有一个机关。只见孟泽触动了机关之后，几根细如发丝的银针突然从弹弓的两端发出，嗖的一声，银针飞入了不远处的大树上。我好喜欢孟叔叔送的弹弓。外面天色已暗，先去见我一个朋友，他遇到了一些事情，我今天晚上去看看他的情况。好，走吧。清风阁，青鸾，你来了。忽然，他是我的一个朋友孟泽，他就是婉儿。青鸾，你和他不是你想的那样，他仅仅只是我这几年在外面认识的一个朋友而已。小轩和小成都叫他孟叔叔。我和青鸾2人是生死之交，你的身体看上去十分虚弱，有青鸾给你调理身体，用不了多久你的身体就能恢复。青鸾，你是这几年学的医术吗？他的医学不用和任何人学，放眼天下没有人的医术能比得过的，包括我。不用学医术。5年前我遭受打击后，昏迷时突然会了一些医术，只要看过的医书都会过目不忘，大概这是老天补偿我的吧。一切皆是命，这是老天赐予你的医术。是啊，人生在世本就要经历各种磨难，怎么可能一帆风顺？不必太在意和介怀。青鸾，你真的变化很大，而且看得比我通透。时候不早了，你放心安心入睡，如果有事就让凌月去西巷26号去找我。谢谢你，青鸾，你我之间无需言谢。万宁侯府，疼死本侯了！混账东西，你们轻点儿！刘雨衣，你必须想到办法，让本侯的身上不能留下一丝一毫的疤痕。老臣怕是无能为力，侯爷的伤口太深，虽然现在正在上药，但是伤口太大，后续也许会有腐烂流脓的情况，留疤是必然的。现在老臣能做的就是让伤口尽快愈合。本侯不管会不会流脓，但本侯的身上绝对不能留下疤痕，你听到没有？你是不是不想要你这条老命了？老臣能竭尽所能救治侯爷，但是这伤口老臣真的无能为力。废物，你个老废物！哼，战王为了他的儿子下手很重吗？穆青鸾拿出了一个暗器，今日还是我第一次见到你用这个。接下来你就知道了。砰砰砰，刺客！暗器，这是什么毒药？不是毒药，这是一种会让人瞬间陷入深度昏迷的药物。万宁侯长得和猪一样，竟然想要扒小轩和小成的皮，死不足惜，我现在就杀了他，让他在沉睡中死去，岂不是太便宜他了？这不叫惩罚，而是成全。你都知道他做过什么事情吗？家喻户晓，我自然知道。这是我几个月前研制的毒药，毒性极强，还会受尽折磨而死。你给他喂进去，我怕回去恶心，吃不下饭。你来喂他吧。你认为我不会恶心？用我的药吧。你最新研制的毒药有什么效果？穆青鸾将瓷瓶中的液体倒在万宁侯的伤口上几滴，紧接着万宁侯的伤口突然扩大，然后脱落下来，这是要扒了万宁侯的皮呀。药效快过了，我们走。翌日，
战王府。万年侯的怪病是身上的皮一块块的掉落，几个御医不停地给上药，外面皆传言是万年侯遭了天谴。遭天谴？所有御医都说不是中毒，所以这种情况多半就是遭天谴。但是卑职总觉得这件事情不简单，世上绝没有如此巧合之事。王爷的意思是，这件事情不必去管，也无需派人去查。午后的阳光之下，自作孽不可活。万年侯伤害别人时，就已经为自己埋下了恶果。小姐说的对，自作孽不可活。对了，小姐，战王又命人送来一物，小姐现在要看一下吗？又送东西啊？是啊，刚刚门前的下人送过来的，而且还被嘱咐一定要交到小姐的手里。你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好，怎么是一个戒指？哦，忽然他看到了戒指的内壁上刻印着一个符号，像是一团烈火，又像是一座山。他想了想，从空间里拿出了一个瓷瓶给了美玉，里面装的是3枚解毒丹。告诉战王，这个戒指还有昨日的白玉发簪，我买下来了。是，奴婢这就去。与此同时，府宅外面，小轩和小程正在和几个小朋友们一起玩蹴鞠。突然，一辆马车从他们的蹴鞠上碾压了过去。你们就是小轩和小程吧？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压坏了我们的蹴鞠，你必须赔我们蹴鞠。你们玩的蹴鞠差点让马车侧翻，该道歉的是你们。算了，现在你们还是小孩子，这件事情我就不追究了，去一旁玩去吧。几个小孩子一听，顿时一个个委屈地跑开了。你们从未见过我，不知道我很正常。我是你们的外祖父，你们娘亲的父亲。他们还是冷着一张小脸。是被吓到了吗？你们放心，有外祖父在，日后没有人敢欺负你们了。你们看到其他的小朋友有外祖父疼爱，有没有很羡慕？不知道为什么要羡慕，我们有娘，还有很多爷爷和叔叔阿姨的疼爱，为什么要羡慕别人？而且你对娘也不好，怎么可能会真心喜欢我们？还有你的笑好假。这是外祖父送给你们的礼物，如果外祖父更早一些知道你们的存在，就会早一些将你们带回幕府，不让你们在外面颠沛流离。这是京城的孩子们最喜欢玩的小木剑，你们是不是一起没玩过？这种小玩意儿都是2、3岁小孩玩的，我们都长大了。你不用想着讨好我们。我是你们的外祖父，你们的娘难道没有告诉你们要尊重长辈，孝顺长辈吗？娘告诉我们要尊老爱幼，善待对自己真诚的人。显然你对我们不真诚，你根本就没有真正将我们当成你的外孙子。我们为什么要对你孝顺，你又对娘不好？你们真是大逆不道！我是你们的外祖父，就算你们不想承认，你们也是我的外孙子。让穆青鸾见我，你没听到我的话吗？我让你去找穆青鸾，你就和他说是他父亲过来了。奴才忠心之人是小姐，不是其他人。江叔叔，你做得很棒。这是奴才应该做的，奴才的职责就是拦住一切心怀不轨之人，还有小姐不想见的人，要让来人知道，小姐不是他们想见就能见到。你说什么心怀不轨之人？我可是你们小姐的亲生父亲。我娘已经离开了幕府，和幕府没有关系了。而且之前娘离开也是你赶走了她，现在你又找回来，出尔反尔。大人不都是一诺千金的吗？出尔反尔的人都是小人，我们快进去吧。请在这里等候，小姐需要通报。穆青鸾，今日为父主动前来，你竟敢将为父拒之门外，就连你府中的下人也敢对为父不敬。外面怎么回事？是穆大人，他在外面吵嚷着见小姐，门房不知道该不该让他进。你去告诉穆大人，我不会见他。你们碰到他了？他说是我们外祖父，他还压坏了我们的蹴鞠，不道歉不说，还吓走了我们的朋友。娘，我们不喜欢他，他笑得太假了。从娘离开幕府那一刻起，他就已经和我们没什么关系了。邱爷爷才是真心喜欢我们，对我们好。等再过一段时间，我带着你们回到村里，咱们去探望邱爷爷他们，好不好？好耶！就在这时，奴才是皇上身边的公公，穆二小姐唤奴才一声明公公即可。奴才是奉了皇上的旨意过来，请穆二小姐带着2位小少爷一同进宫，这是皇上特意交代的。不知皇上召见我，所谓何事？穆二小姐进宫后，自然就会知道是什么事情，请穆二小姐现在就准备准备吧，奴才在府外等着。小姐，能不能想办法不进宫？不是无缘无故，必定是有原因的。皇上召见不能不去。须臾，请穆二小姐和2位小少爷上马车吧。这时，青鸾，你先别走。穆大人，放手！你快放开我娘！胖乎乎的小手抓住了穆成军的手。哎呀，青鸾，看看你养的一孩子，
他竟然敢对为父动手！你一个人养着2个孩子，难免不知该如何教导，不如回幕府，让为父帮你教导。你与为父毕竟是父女，怎能一直流落在外面？之前是为父说了重话，为父这些日子已经悔悟了。如今为父一个人在幕府极为孤单，你现在就答应和为父回家吧，好不好？木儿小姐，你还是跟着穆大人回家去吧。青鸾，不管为父以前做过多少错事，现在为父已经知道错了，以后必定好好待你。你是为父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木儿小姐毕竟是一家人。从我离开幕府那一刻起，我就从未想过要回去。而且穆大人这不是自打嘴巴吗？穆大人做过什么都很清楚，要不要我在人前一一说出来？青鸾，为父不是说了，以前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你怎么还和为父记仇了？哼，你和梁氏在我娘成亲之前就已经勾搭在一起，我娘死的突然，没隔几日梁氏嫁入幕府，自此你经常对我拳打脚踢。梁氏说一句我愚笨不想学这琴棋书画，你就直接不许我出去。你们吃大鱼大肉时，我穿着粗布麻衣，只能喝着冷粥。你们住的房子冬暖夏凉，我住的房子冬天不暖，夏天漏雨。你配当一个父亲吗？如果我是你，绝对不会厚着脸皮一口一个为父。他好坏娘，以后我和弟弟一定会照顾好你，一定会对娘好，不让任何人欺负娘。那是我见过最坏的大坏蛋。为父说了，那些都过去了，以前的那些事是为父做错了，不该被梁氏欺骗，你难道就不能原谅为父吗？真的要看为父孤独终老？木儿小姐，你和穆大人毕竟是一家人，之前的过往既然都已经说开，那就不如和穆大人回家吧。现在时候不早了，还请木儿小姐尽快上马车赶往皇宫。穆大人好自为之，以后不要再来找我。半个时辰后，你的2个儿子看上去很可爱。谢皇上夸奖。木儿小姐，知不知道朕召见你所为何事？民女不知。木儿小姐有没有听说最近2日的传闻呢？京城的传闻极多，不知皇上说的传闻是哪一件？有关于万宁侯突然得了怪病一事。据朕所知，你的2个儿子在前日和万宁侯有过争执，对吗？就直接看向了小轩和小程。你们在和万宁侯争执的时候，是不是动手推了他？他撞坏了我们的马车，又要摔死我们。我没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我善良。大人不计小人过，只是轻轻的推了他一下而已。呀，只是轻轻推了一下。那万宁侯的身体是不是积劳成疾，太虚弱了，竟然能被一个孩子给轻轻一推就给推倒？既然民女的儿子已经大度的不追究了，那这件事情民女也不会追究。皇上爱民如子，原来是要还给民女2个儿子公道。不用给公道了，我和弟弟也不追究了，反正他身体不好，还生了怪病，我们大人大量，不和他计较。他都已经生了那么奇怪的病了，肯定是老天都在惩罚他。娘告诉过我，做人要大度，所以我和娘还有哥哥一样，都不生气了。这时，从一旁的屏风后面突然出现了2个人。皇上，快杀了他们！都是因为这2个兔崽子，我才会变成这样。老爷爷，我们是人哦，不是兔崽子。难道老爷爷是兔崽子变的吗？老爷爷说他是兔崽子变的，所以他现在才将自己缠起来吗？皇上啊，快为臣做主，为臣讨回公道啊！现在他们2个还意图要气死我。皇上，民女万万没想到万宁侯竟然倒打一耙。难道他撞坏了别人的马车，别人还要跪在地上感谢他吗？他要摔死那无辜的孩子，那可怜的孩子就必须主动走过去，让他摔死才对吗？我的天，我的天啊！难道我们做错了吗？哥哥，我是应该要让他摔死我才是对的吗？他还说要扒了我们的皮，所以我们没有乖乖的让他扒皮，所以也是我们的错吗？当然，你们就应该被本侯摔死，被本侯扒皮，这是你们幸运之事。幸运之事，本王心爱的2个儿子要被你摔死扒皮，如果没有被你扒皮摔死，就是他们的错。臣弟，你怎么进宫了？臣弟听闻万宁侯做错事后，进宫竟然想讨公道，
为难陈帝的2个儿子，自然快马加鞭进宫。不知皇兄是否了解了事情的经过？本侯的怪病来得莫名其妙，如果不是他们当时气到了本侯不可能被战王打，被大理寺责罚，然后就得了这一身的怪病，所以他们2个绝对就是罪魁祸首。凌云，你带着小轩和小程出去玩。去吧，外面的空气清新，不用担心娘。你这大殿里有腐臭的味道，不要熏到你们了。去吧。等到小轩和小程出去之后，当时的事情经过，朕大概知道一些。万宁侯的性子的确急了一些，他并没有想要摔死你的2个儿子，只是气急之下口不择言，所以你一气之下鞭打他，又将他送进了大理寺，是不是有些下手过重了？原来真是蛇鼠一窝。皇上说的没错，本侯就没想过摔死他们，也没想过扒他们的皮，本侯太冤枉了。万宁侯浑身上下都是伤口吧，流眼泪恐怕会刺激伤口。疼死我了！万宁侯，你该死！战王，你要干什么？这里可是皇宫，在皇上面前，你不能再打本侯了。一个将死之人，浑身都是腐烂之肉，打你脏了本王的手。七弟，你皇上真身不主死啊！七弟，万宁侯毕竟当时还没来得及打2个孩子，但是你却下了死手，这件事情没办法向世人解释，而且现在外面也有传言说是你趁机在打万宁侯的时候下了毒，朕自然是不相信这些事情，但是人言可畏呀。木儿小姐，你说是不是？皇上说的没错，万宁侯之前做的事情的确是有点不太好，百姓们议论纷纷，实属正常啊。民女刚刚失神，难道皇上问的不是万宁侯罪有应得吗？世人谁敢议论本侯？这些东西皇兄一一过目吧。景惠帝眼睛幽冷地扫了秦征一眼，低头看向了明公公送上来的东西。景惠帝看完了手里的东西之后，气得脸色一变。皇上，万宁侯，这都是你做的好事，你自己好好看一看这些东西。皇兄，臣弟认为万宁侯罪不可赦，应立即处以极刑，凌晨处死。皇上，臣是冤枉的。万宁侯犯下重罪，的确该罚，就按照七弟所说的，凌迟处死，仅是一众官员以儆效尤。皇上，不要啊！臣错了，臣一定改。来人，将万宁侯带下去，直接送去大理寺。是，皇上。启禀皇上，宁王和燕王世子被战王的2个小少爷给打了，而且还被逼得要装狗叫，还说自己是小野种。怎么回事？宁王世子不停地在叫皇爷爷，皇上快去看看吧。你们也跟着过去看看什么情况。别担心，有本王在，没人能欺负得了本王的儿子。任何人也别想欺负我儿子。这是怎么回事？皇爷爷，他们太欺负人了。他们打我，逼着我们下跪。他们说谎，是你们逼着小程比射箭，都说了毒约，结果你们输了不承认，所以小程只是帮助他们履行承诺而已。原来是这样，好，我知道了。你们有没有动手打人？皇兄，小轩、小程教训晚辈，无错。秦征是宁王他们的七皇叔，宁王他们的孩子自然是要叫小轩、小程一声叔，打人的好理由。叔叔，他们说我和哥哥是小野种，那我们是小野种，那我们的爹爹还有叔叔、爷爷都是大野种吗？皇兄，宁王平日怎么言传身教的？我们没说皇爷爷和战王爷爷是大野种，你们才是小野种。你这不是承认自己说过他们是小野种吗？你怎么这么笨啊？你怎么什么都说出来了？难道你们天天被人说是小野种吗？也天天被人逼着跪地求饶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们不知道吗？来人，送他们出宫，宣宁王和燕王进宫。走吧，一起出宫。木儿小姐真是国色天香，在京城中没有人的容貌能比得过木儿小姐。看战王的样子，似乎很喜欢木儿小姐，说不定很快就会娶木儿小姐进战王府了。这还用说吗？木儿小姐啊，这是给战王生了2个儿子呢，母凭子贵。哥哥，你说坏叔叔是不是要追求娘？我看到坏叔叔已经侧着头看了娘好几次了，那种眼神好像赵叔叔看娘的眼神。有些纠结，
虽然坏叔叔是我们的亲爹爹，但是我又很喜欢赵叔叔。我也是，哥哥。哥哥，你说娘喜欢谁？我觉得娘是喜欢赵叔叔，娘见赵叔叔的时候能说很多话，这叫什么来着？琴瑟和鸣。我觉得哥哥说的对，不过娘之前说不会嫁给赵叔叔，因为赵叔叔会娶到别的阿姨。还有，你看坏叔叔，他天天冰山脸不爱相，所以娘该不会是为了我们将就坏叔叔吧？青鸾，有想过加入战王府吗？只要你现在点头，本王明日便下聘。战王放心，我从来没想过，至于什么下聘就更不必了，战王可以省省心了。回头牵住了小轩和小程的手，战王慢慢散步吧，我们就先走一步了。母子三人迅速地朝着宫门而去。王爷，这莫尔小姐生气了。你去兵营让刘副将过来，他前不久娶了妻，很有经验。穆青鸾带着小轩和小程回来之后，用过了晚膳，讲了讲故事。累了一天的小轩和小程闭上了眼睛，他们就睡着了。我不要娘委屈自己，我要娘快乐。小程放心，这世上没有人能让娘委屈自己。赵世子找人做的秋千很结实，他一向宠小轩和小程。青鸾，你真的没想过嫁给赵世子？他喜欢小轩和小程，如果你们能在一起，我们这些朋友肯定都会为你们感到开心。我和赵恒不可能，孟泽，你忘了他有未婚妻？不知道小柏在忙什么，我怀疑他是不是躲着我，这是怕我下毒害他。没几个不怕你的，别废话了啊！带我去看看邱老让我救的人吧。走吧。两个人乘坐马车，一路朝着城北的方向而去。突然，穆青鸾停下了脚步，因为地上满是尸体，都是中剧毒而死，不出意外是死尸。邱老让你救的人就住在里面。下一刻，你们是小姐的客人？是。叫老奴杨伯即可。客人请稍等，老奴先把这些人都处置了。杨伯手里拿着一个类似于酒坛子的东西，然后他将里面的液体倒在了每个死士的身上，顷刻间，所有死士的尸体全部都化为了一滩血水。请两位客人随老奴过来吧。小姐，客人到了。请客人进来吧。秋书信上说他会让两个人来看看我，就是你们两个了吧？麻烦你们了，你们就叫我蝶姨吧。蝶姨，我是穆青鸾。我是孟泽。穆青鸾从医疗空间站中取出了药，打开，拿出了一片递了过去。蝶姨将这个含在口中吧，可以缓解咳嗽。这是什么药？竟然能如此快地平复咳嗽？我抑制的特效药，可以很快的缓解咳嗽。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药了，是桃子味道的。蝶姨还喜欢吃什么味道的？我这里还有葡萄、黄瓜味道的。葡萄？小姐最喜欢吃的水果就是葡萄。这种含片里面的药物对身体无碍的，在嗓子疼或者咳嗽的时候都可以吃。谢谢。天快亮了，蝶姨，我现在就诊脉吧。瞧我这一时开心，竟然忘了重要的事儿。孩子，辛苦你了。冰火毒，你们莫要为难。秋叔也只是想让你们过来试一试，但是我很清楚，冰火毒无药可解。我几年前得到过冰火毒，研究了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制成解药。青鸾，这冰火毒的确无药可解，有这些可以抑制咳嗽的药就够了。我很感谢你们两个孩子，天色不早了，快回去吧。以后蝶姨的这里呀，你们能不出现就不要过来了。穆青鸾突然伸手抓住了蝶姨，这是……青鸾，你要做什么？杨伯、孟泽，你们背过身去。说完之后，直接用仪器抵在了蝶姨的大腿上。冰火毒没有侵蚀蝶姨的骨骼，蝶姨还会再站起来的。至于冰火毒，我可以试一试。你能有几成把握？现在还不能确定，只能试一试。你手上的冰火毒呢？当时没研制出解药，觉得冰火毒太邪气，我直接扔进火堆里了。扔了？如果现在让人去找，也许能找到冰火毒。你当年如果得到了冰火毒，那就是最后一个了。造化弄人。杨伯，就算是还真的有冰火毒又如何？依旧也改变不了什么。没有冰火毒只是有些麻烦而已。什么？不过有蝶姨的血也可以。这几日我研究一下冰火毒，具体是什么结果，到时候我会过来告知蝶姨。只要他说试一试，就说明有几分把握解毒。只要穆小姐能救小姐，老夫可以将这辈子所存下来的一切都给穆小姐。快起来，杨伯，邱老拜托的事情，我必定会竭尽所能，放心。我们等这一日等很久了。半个时辰后，妙龄女子们朝着路过的男子挥手揽客。绕开吧。小柏，怪不得我来到京城这几日一直没怎么碰到他，原来是躲在这里了。
也没起风啊。怎么了，公子？若是觉得外面冷，我们就快进去吧。春宵苦短，的确要进去才能快活。孟子，我给你一瓶葡萄味的含片，帮我去给小柏传个话。好，你去对小柏说。1刻钟后，紧关着的门忽然被人踢开。我藏在这里，你都能找过来，我服了你了。你也别费尽心思的给我下毒了。我身上有穆青鸾给我的解毒丹，你那毒药对我没用。不是来毒你的，将你的心放进肚子里，让他们出去。我有话要对你说。你以为我会信你？是青鸾让我传话给你。他无缘无故的让你传什么话？而且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刚刚我们正好路过这里，看到了你发情的一幕。什么？你们快出去！青鸾让你传什么话给我？你别想将美玉娶回去给你做饭了。怎么说？我和穆青鸾今日去办一些事情，路过此处，正好看见你风流快活，所以他说了，你最好管住自己的嘴巴和身体，千万不要招惹美玉，否则他要你的命。他这是蹦跶鸳鸯。你想好了，美玉和其他女人不一样，她是有靠山的，有穆青鸾在的一天，就绝对不会允许美玉被人欺负。你管不住自己的老二，到时候犯下大错了，穆青鸾轻轻松松在你没察觉的时候就让你断子绝孙，到时候你可千万别哭。穆青鸾真的这么说的？你觉得我的时间很多很无聊，所以过来逗你玩？我来这里是有原因的，我已经很久没有来了。哎呦，太冤枉了！你认为我能解释清楚吗？谁不知道你风流，红颜知己满天下，你认为你能洗干净？不行，我现在就要去找他说清楚，以后要是见不到美玉，吃不到美玉做的饭，我会难受死的。半个时辰之后，砰！什么都不用说，你要是再敢纠缠美玉，我说到做到。外面没什么声音，不狡辩一番，刚推开门，喂，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诶，不太对啊，该不会是又中毒了吧？娘，野猪闯进来了。他是战王，不是野猪。小程，帮娘把他拽到房里吧。啊，怎么又被人害了？哥哥不是将战王府的煞局给解决了吗？坏叔叔怎么了？不会是死了吧？没死，具体什么情况等娘看过之后就知道了。将他拖进来，放在桌子旁边吧。不费吹灰之力。片刻后，娘，坏叔叔怎么啦？坏叔叔是旧病复发，没什么大碍。娘，我好困，我回去睡觉了。穆青鸾从空间站里拿出了一支肌肉注射针，刚要将药注射进去。你要干什么？想要好受就老实点，等我打完针再说。很快注射好。你现在没什么事了，快走吧，不要打扰到我休息。娘在救坏叔叔。小轩、小程，现在天还没亮，你们怎么都起来了？弟弟说话，说叔叔晕倒了，我就过来了。本王身体极好。叔叔年纪大了，要好好保养身体，热水泡枸杞，早睡早起，多运动。谁说本王年纪大了？年纪上来讲，他今年26岁，比穆青鸾也只大了6岁。叔叔比我们大，难道年纪不大吗？如果本王的身体不好，你们两个是怎么出来的？身为大夫，告诉战王一个常识，能不能让人生孩子和你身体好不好没关系。是娘10月怀胎，辛辛苦苦的生了我和哥哥，和叔叔没有关系。你身手不错，和本王比一比如何？请正，你疯了不成？叔叔要保证，输了以后不要哭鼻子。不愧是本王的儿子，知道输了不能哭。那当然，我不到3岁的时候就知道了。你们去外面打，打完了再回来，不要打扰到府里的人睡觉。娘，坏叔叔能打得过小程吗？坏叔叔身体不好，会不会被小程一不小心就给打残了？月黑风高，不知道他们两个什么时候能打出胜负。娘给你讲一个故事好不好？我要听娘讲的故事。从前有一座城堡，城堡里有一个……随着穆青鸾轻柔的嗓音，小轩渐渐的又闭上了眼睛。我的儿子长得真帅啊，不知道以后呢会便宜哪家的姑娘。一大一小皆是一身的汗水走了进来。娘，我输了。放心，小程没有受伤，我们是君子比试，点到为止。娘，我会努力的，以后每天努力练剑，还要学好兵法。不错，从小立下志向，日后就有目标了。快天亮了，也比试完了，战王还不走吗？本王改日再来。坏叔叔好笨，又笨，身体又不好。他身形一闪，纵身一跃，直接消失在了门前。我也想和娘一起睡。好，过来吧。王爷，怎么样？莫尔小姐看到你晕倒，是不是很着急？卑职的这一招曾经用在卑职夫人身上，卑职的夫人那急得眼泪直流。莫尔小姐不用说，看到王爷危在旦夕，一定急死了。
卑职想到军营还有事，卑职现在就连夜赶回军营。卑职尿急。刘副将，卑职在。你儿子和女儿今年多大了？儿子3岁，女儿1岁。他们有没有说过你笨？卑职是他们的老子，他们敢说卑职笨？他们见到卑职都会抢着要抱抱，还会甜甜的叫卑职爹爹。卑职在家中地位极高，他们要是敢说卑职笨，卑职的夫人要打死他们。你儿子会八卦阵，会武功吗？卑职的儿子才30岁，刚会玩木剑。本王的儿子会。翌日，小柏，你怎么啦？青鸾，我想明白了，我能给美玉幸福，我昨天晚上是为了去查事情。哈，小柏，你说什么呀？你给我什么幸福？我和你又没什么关系。美玉，你不喜欢我吗？我才没那么傻喜欢你呢。喜欢你的女人有几个会有好下场？这时，小姐，有南宫府的丫鬟过来，说是他们的小姐遇到麻烦了，想请小姐速去南宫府。我去一下南宫府，你们在家等我。既然有力气过来求我，那就跟我走一趟，发挥一下你的余热。等我回来，我有话要跟你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死都不会离开小姐的。你呢就别骗我了，去找你那位红颜知己玩去吧。木儿小姐，这件事情只有木儿小姐能出面阻止了。别着急，路上慢慢说。他竟然忽略了7年之前离家出走，说是要去闯江湖的穆汉宇。穆汉宇是梁玉凤和穆成军的儿子，小穆娇宁2岁。小姐昨日才让老爷他们知道他醒过来了，今日穆少爷就来了。先不用着急，这件事情交给我，必定不会让穆汉宇如愿，放心。我身边有个探子，前几天给过我一个关于穆汉宇的消息。你这个弟弟了不得，他不止现在武艺高强，还拜在了与了空大师齐名的无间大师门下。所以青鸾，你遇到了一个大麻烦，我暂时不能暴露身份，把你的人皮面具给我找一个，我就屈尊降贵，暂时做你的护卫吧。南宫府，我不嫁人为妾。你的命本该几天前就没了，是谁帮你解了局？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穆汉宇，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想要做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婉儿啊，汉宇他不嫌弃你和万宁侯定过亲事，执意要纳你为妾，你可千万不能糊涂呀！啊，这种好亲事，我作为姐姐怎敢留给自己？爹，我病了多年，如今伤了身体，就不要祸害穆少爷了，就让给敏儿吧。敏儿是我的好妹妹，我希望她能幸福。你的情况汉宇有所了解，汉宇说他们镖局内有神医，会帮你医治好身体。叔伯说的对，我镖局内有神医，擅长任何病症，一定能帮你。不必了，我的身体已经没什么大碍，只需要静养就好。姐，你是不是太不知好歹了？穆少爷不嫌弃你也就罢了，你怎么还再而三的拒绝？婉儿，不要胡闹了，你已经昏昏沉沉4年时间，现在难免有些脑子不好使。这件事情，为父就给你做主了吧。你和穆少爷早就相识，日后穆少爷也会待你极好，如此一来，为父也能放心了。是啊，婉儿，这件事情还是听老爷的吧。姐，你现在一直不点头，是不是还在想着萧哥哥？难道凌月没有告诉你，萧哥哥已经退婚了，现在已经和我订婚了吗？既然你们都已经同意了，那现在就让南宫大小姐和我走了吧。至于嫁妆，南宫大小姐也不必带了，到了我府上，所有银子我给就是。想要娶婉儿，穆汉宇你配吗？你是穆青鸾。二姐来了，但婚姻大事乃是媒妁之言，二姐有心想管，也没资格管。青鸾，是啊，穆二小姐，这是我们的家事，就算你现在和战王关系匪浅，也不能插手我们南宫府的事情吧？穆二小姐，我们南宫府的事情，你最好不要插手，否则对你的名声会有影响。南宫老爷就不怕今日点了头，明日就会被京城的人唾弃吗？我怕什么？这桩婚事对婉儿而言是极好的归宿。穆汉宇这几年在外处处留情，到处都是他的孩子女人。南宫老爷认为这样的人能带给婉儿幸福，南宫老爷确定要毁了南宫家。你怎么知道的？说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有傻傻的女人为了得到你的欢心，为了你生孩子，结果你却觉得孩子哭闹声太刺耳，影响你处理镖局的生意，直接就给摔死了。穆汉宇，你够变态的。穆青鸾，你闭嘴！朝着穆青鸾2步走了过去，抬起手就要打下去。下一刻，在小柏握住穆汉宇的手时，穆青鸾手中握着一根钢针，毫不犹豫地刺穿过去。你敢？你竟敢！穆青鸾，你怎
怎么能伤人？如果青鸾不反击，就要被穆汉语打伤。穆汉语要将钢钉从掌心中拔下来，千万不要拔掉，钢钉上有剧毒，不想死现在就滚出去找大夫。是谁告诉你那些事情的？走吧。好，你要是敢碰他，我现在就杀了你。是哪个大师为你保驾护航，竟然让你活过了13岁？你不配知道。说完扶着南宫婉就离开。这件婚事日后再定夺吧。老爷，这毕竟是谣言。是啊，爹，谣言不可信。此事作罢。这么好的一桩婚事就这么没了，他有龙门镖局呀，这镖局肯定能日进斗金。依我看来，说不定就是为了报复穆青鸾，穆家的事情，难道你们不知道？那穆汉语是有那雄心豹子胆吗？竟然想要报复穆青鸾？娘，别忘了，战王到现在也没对人说过要迎娶穆青鸾，说不定穆娇宁是被陷害的。青鸾经过今日一事，穆汉语必定怀恨在心，说不定还会用其他的方法来对付你。就算是没有刚才的事情，他也不会毫无动作。几年后归来，在得知梁玉凤和穆娇宁的下场后，他一定会有所动作。他现在武功高强，自创龙门镖局，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他能看出来我中过煞局。青鸾一定要小心。如果他不怕死的撞过来，那我就趁机报了以前的仇。话落，他从怀中拿出了一个暗器，还有一包药。这是暗器，如果有危险，你直接对着敌人按下这里，敌人必定会命丧当场。还有这包药是剧，留在身上以备着不时之需。好，你刚刚说穆汉语做的那些事情都是真的？是真的。太变态了，他想纳你为妾，是他找死。还在到处放出消息说穆萧宁是被冤枉的，是你迷惑了战王，穆萧宁是受害者。他竟然有脸颠倒黑白。婉儿，他不值得你动怒，这件事情我来解决，好好养身体。青鸾，万事小心。今时今日的穆青鸾，谁都不怕。你啊，以前怎么就想不明白呢？现在想明白就好了。此时，穆爷在伤口没有愈合之前，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碰到水，以免伤口发炎。虽然毒已经清理干净了，但这毒我总觉得有些奇怪。我会注意的。苗神医，你先回客栈吧。好。穆汉语下了马车之后，马车转头朝着另一个方向而去。汉语，你终于回来了。怎么样，南宫家是不是特别开心你去求亲？南宫婉那个女人我看不上，不过是去用来羞辱穆青鸾的。什么？汉语，你的手怎么了？是穆青鸾动手伤的。他是疯了吗？竟然敢伤你！他好像变了一个人，怪不得能动得了我娘和我姐。你不要招惹他，他给战王生了2个儿子，你若是招惹他，战王知道的话，一定会饶不了你。战王？爹，你以为战王能一直像现在这样权势滔天吗？我们回府进去后，你我好好商议一下，该如何尽快救出我姐，还有我娘。你姐是在城西大牢，城西大牢里面关押的都是重犯，不允许任何人前去探望。而且我听说你姐在城西大牢里好像已经疯了，你救了她回来又能如何？爹，不要说了，我说过无论如何都要救出我姐，我姐没有错，错就错在穆青鸾，无需畏惧战王，这件事我自有主张。这时秦子义不知道从哪里跑了出来，他蹲下来将秦子义抱了起来。义儿，今后和舅舅好好学习武功和本领，将来有朝一日你一定能够成为所有人仰望的存在。我不是，小轩和小程他们比我厉害，我怕他们。他们是短命鬼，跟你比不了。记住舅舅的话，他们连给你舔鞋都不配。舅舅好吓人。舅舅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还有你娘，还有我们穆家一家。你比那2个小孽种都要出色。舅舅，我真的可以比小轩还有小程更厉害吗？他们2个，舅舅有办法让他们变得痴傻。太好了，舅舅，我再也不用怕小轩和小程了。与此同时，穆青鸾安抚好南宫婉之后，从南宫府离开，还未坐上马车，就感觉到一阵头晕袭来。他迅速地朝着自己的口中扔下一个药片，取出一支针剂，毫不犹豫地给自己注射了进去。青鸾，怎么了？我现在没力气，扶我上马车。上了马车后，我不是中毒，也不是生病。小本，听我说，快带我回去找小轩。好。该死，是不是穆汉语？他是不是对你用了什么巫术或者煞局之类的？去赶马车，不必担心我。好。刚要去驾驶马车离去时，让开，我们是宫里的侍，皇上命卑职等人前来请莫二小姐入宫。衣服脏了，
我先回府更衣，稍后进宫。不必，皇上有要事要见木耳小姐，不可耽误时间。眸光一动，立即从空间站中取出了几袋血浆。青鸾，木耳小姐，我意识变得有些严重，你们先回宫禀报皇上，我回府换了衣服才进宫。就在这时，战王，娘，青鸾身体不舒服，结果他们非要逼着她进宫。你们竟敢逼她进宫？卑职等人只是奉命前来，没想到木耳小姐会病得如此严重，卑职立刻进宫回禀皇上。你们让我娘吐血了，你们不能走。娘，我来了。好儿子，血不是娘的。娘，我帮你解除煞局，给娘下煞局的人太坏了，他以后肯定会不得好死的。在上面小心翼翼地画下了他的名字之后，他闭上了眼睛，一心一意地去应对煞局。秦征飞身而起，一脚踹飞了3个侍卫，将3个侍卫叠加在一起。回去告召皇兄，本王稍后和木耳小姐一同进宫。是，卑职的人知道了。未来夫君和2个儿子都如此猛，穆青兰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吧？秦征上了马车。怎么回事？是被别人下了煞局，现在小轩来了，应该没什么事了。不过这血吐的也太多了，是不是穆青鸾本身就身染重症？我哪里像是身染重病的？为何会吐血？是啊，青鸾，小轩小成不是普通孩子，抵抗力很强，你不要怕他们会承受不住，你都说出来吧。我娘才没有生病，不是娘的血，娘的身体好好的，别听小柏叔叔胡说八道。我娘才不会得重病。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小轩的出现，他现在的感觉比刚才好很多了，稍稍有些乏累。穆汉语这是将无间大师所有的本事都学到手了。穆汉语，穆成军的儿子。是他7年前拜师无间大师。战王，青鸾可是你的2个儿子的母亲，要是我肯定就好好收拾他一顿，或者直接将他给灭了。好像也不能直接灭，他背后有人。我们还没有认他呢，娘被别人欺负了，我和哥哥会报仇的。娘也可以自己报仇。突然小轩睁开了眼。娘感觉舒服了吗？小轩很棒，娘已经没事了。我刚刚解了煞局的时候反击了他哦，他现在肯定遭受好几倍的反噬，难受的要命。幕府内，穆青鸾，你现在应该已经被煞局折磨得生不如死了吧？忽然七窍流血，他扑哧一声，一大口鲜血喷溅出来。汉语，你怎么了？出去，关上门，不要进来。汉语，你有没有事？要不要请个大夫过来？你千万不能有事啊！出去，不用大夫。吓得穆成军连忙退了出去，关上了门。穆汉语紧闭上双目，盘膝坐在了地上。片刻后，战王。穆汉语刚要睁开眼睛看向秦征，猛地被一脚踩在了地上。战王，这是何意？知道本王为何现在不杀你？我做了什么事情能让战王想要杀我？他侧头朝后一看，赫然见到他的右手被砍断了。我的手！战王，你怎么汉语的手啊？就是这只手要打穆青鸾。秦征收起了脚。明日开始，世上再无龙门镖局。说完，秦征直接离去。1个时辰后，皇宫。皇上，战王和木耳小姐到了，让他们都进来吧。是。民女参见皇上。臣弟见过皇兄。不必多礼，起身吧。七弟呀，看来你很喜欢木耳小姐，知道朕召见她，便急急的一起入宫。七弟呀，七弟，朕难得见到你紧张谁？如今你连儿子都有了，朕也就放心了。朕今日召见木耳小姐，就是要为你们2人赐婚。谢皇兄关心，不过关于臣弟和木耳小姐的婚事，暂时不急于一时。哦，难道七弟不想对木耳小姐还有那2个孩子负责，还是说有什么难言之隐？朕听说木耳小姐这几年与人成了亲。民女未曾与人成亲，不过民女也未曾想过要嫁给战王。为何？皇兄，时机未到。看来是朕多此一举了。婚姻大事自当好好斟酌。木耳小姐为你诞下良子有功，理应奖赏。赏赐木耳小姐玉如意1对，纹银1000两。谢皇上赏赐。就在这时，守在门外的明公公忽然走了进来。景惠帝的脸上笑意一僵，淡淡的看了穆青鸾和秦征2人一眼。除了赐婚仪式，就没别的事情了。你们出宫吧。皇上，
现在要不要让宫里的御医过去看一看？手已经被彻底断开，还能安回去不成？不过是没了一只手，人没废就行。宫外，穆青鸾和秦征刚走出来，就听见侍卫们交头接耳。战王该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是。战王以为我会信吗？你要是想让小轩、小程认你，就不要用这些乱七八糟的计策，我不会上当的。不过今日的事情谢了，先走一步，快走！飞快的马车就好像是逃离瘟神一样，一溜烟的消失在了秦征的眼前。天边泛起了白，城西巷子，蝶姨坐在了午后阳光下的躺椅上，手里拿着一件长袍。过来了。是啊，蝶姨。是已经研制好解药了吗？杨伯，我虽然名扬天下，但我的医术和他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青鸾既然在此来了，就说明他已经有办法了。真的？就在这时，原本紧紧关上的大门外忽然传来了一道声响。就是这里了，我说过你的银子不会白白给我的。小姐，这怎么找着门了？有密室吗？我也需要躲一下，墙壁上的画后面有机关。好。杨博在蝶姨的示意下走过去，将大门打开。杨博，征儿，蝶姨该不会是战王的母妃吧？哦，战王和蝶姨之间的确容貌上有几分相似。曾听说战王的母妃当年是随着先皇在外狩猎时突然被猛兽攻击，惨死在猛兽口中。这个消息不是假的。如果蝶姨是战王的母妃，那蝶姨是怎么活下来的？是不是战王的母妃与我们要不要救蝶姨没什么关系。如果蝶姨有意隐藏身份，就说明前尘往事必定是不为人知。如果蝶姨是战王的母妃，那么蝶姨就是小轩和小程的祖母。什么时候起，冷血无情的圣手神医关心起别人的感情生活了？换成其他人，我绝对不会好奇。穆青鸾挑了挑眉梢，垂下眼眸时看到了手指上的戒指。这个戒指是战王送你的？算不上送，我用银子买下来的。穆青鸾，你知不知道这个戒指对于战王而言意味着什么？一个戒指而已，能代表什么？孟泽的表情变得越来越怪。穆青鸾，我感觉你逃不了了，你被战王盯上了。什么意思？说清楚。密室门打开，外面的光投进了密室内。来人走了，穆小姐、孟公子可以出来了。好。二人应声，然后从密室内走了出去。我和战王的关系不是你们所想的那般，不过穆小姐，我知道你和他有2个孩子，如若有可能，你试着了解他，他必定不会让你失望。是啊，穆小姐，战王是个可以托付终身之人。感情一事重在缘分。蝶姨、杨博，我和战王的事情不重要，现在重要的是要给蝶姨解毒了。解毒？现在就能解毒？毒？不过蝶姨中了冰火毒多年，没办法只服用1碗解毒的药就能解毒，大概需要3、4个月左右的时间。在这期间，蝶姨还需要对双腿做康复训练。3个月后，冰火毒的毒素都清除以后，渐渐的，蝶姨就应该可以站起来了。一边从他今日带过来的药箱里拿出了药，这里面包裹的都是白色的粉末。真的能彻底解了冰火毒？我能重新站起来。蝶姨、杨博，你们尽管放心吧。他说3个月时间指的是最长的时间。他说完之后，又悄悄地在他的耳边问道：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想到解毒之法？我拜你为师吧。我的医术你学不了。他用的不过就是24世纪的高科技医疗，医疗空间站在这个世上，除了他，没有人能够开启。老奴终于可以放心了。一天服用3包药粉，早中晚，每一包药粉都要用热水泡好，稍微凉却后就要服用。好，我记下了。接着，穆青鸾又将一个简单的腿部按摩器递给了蝶姨。蝶姨，平日里早上和晚上用这个按摩器在腿上来回按压，刺激穴位。还有这张纸，上面有我画下来的腿部运动图，以及腿上的各种穴位，每天都要坚持，绝对不能懈怠。谢谢，穆小姐有心了。杨博擦干眼泪，连忙跑进屋。不过是一会儿的功夫，这些是给穆小姐的谢礼，请穆小姐一定要收下。不必了，这些解毒的药粉没有那么贵重，我是受秋老所托，自当尽力。杨博不要客气。穆小姐收下吧，不过是一些身外之物。好，我收下了，谢谢蝶姨。翌日，城西大牢，穆汉语见到了穆娇宁，11个人挤在一起，每一个都好像是疯了一样，衣不蔽体。来摸我呀，摸我，快给我饭吃！穆娇宁疯了一样的扑过来，抓住了穆汉语的左手。
往自己的怀中送去。姐，你看看我是谁？我是汉宇。江大人，我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本官也不知为何，来到城西大牢的人没有几个是清醒的。皇上有旨，放他出来，我要带他回家。2个时辰后，出去买东西归来的刘嬷嬷来到了穆青鸾的面前。嬷嬷怎么了？何事如此着急？小姐，大事不好了，少爷将大小姐从城西大牢接回幕府了，还说少爷请了不少的京城名医过去，就连宫里的御医也去了。好，我知道了，嬷嬷不用在意。嬷嬷不用怕，我和哥哥能保护娘。他将坏阿姨从大牢里救出来，是因为他需要坏阿姨身上的戾气和怨气。这个叔叔要做坏事了。能做什么坏事？能做很多的坏事呢。如果怨气和戾气够，再加上他赔上自己的气运，就可以要人性命了，还能设下更恐怖的煞局。先把这幅画画好。幕府，你将宁儿从城西大牢带回来，此举就是与战王作对，这对你而言绝不是好事。而且宁儿现在疯疯癫癫，还不知道会闯下什么祸事。爹，我将姐接回来，自有我的打算。至于战王，爹以为我不救姐，他就会原谅穆家吗？就在这时，几个丫鬟架着张牙舞爪的穆娇宁走了进来。穆娇宁好不容易挣脱开了几个丫鬟，跑到穆成军的面前，哗啦撕拉，穆娇宁竟然在穆成军的面前一把将自己的衣服给脱掉了，就连贴身的肚兜都一把拽了下来。下一刻，战王，快和我睡觉，和我睡过觉的人都说我好美，快呀！身体灵巧地跳到了穆成军的身上。大小姐，这不成体统，不成体统！战王，你不爱我了吗？我是宁儿啊！有辱斯文，有辱斯文！姐，战王，看看我是谁！战王，不知羞耻，太不知羞耻了！家门不幸啊，疯了，真是疯了！战王，快看看我呀，我比穆青鸾更美！砰！穆娇宁眼睛一翻，晕了过去。你们过来，将衣服给他穿好，带他出去。赵叔叔，赵叔叔已经有好几天没有来见我们了。赵叔叔是不是很累？赵叔叔刚从城外回来，就迫不及待的来看你们，在外这几日很是想你们2个小家伙。我也想赵叔叔。我听说了这几天的事情。你这几日没在京城？城外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刚刚回京。这几日的确是发生了一些事情，不过我能解决。小轩和小程这几日啊，经常说想你了。猜猜赵叔叔给你们带了什么东西回来？赵叔叔给我们带礼物了，从袖中抽出来了2个小小的鞭子。谢谢赵叔叔。2个小鬼喜欢的不要不要的。走，去坐下喝杯茶。好。我暂时不考虑离开京城了，而且我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弄清楚，这件事关乎于我的母亲。需要我帮忙吗？暂时不需要，我母亲的事情年代久远，一时半刻怕是查不到什么。好，万事小心。我留在京城应该用不了多久，就能喝你的喜酒了吧？赵恒的未婚妻阮锦文，阮锦文是左相嫡女，自小定下的婚约。这几年，阮锦文一直随着其祖母远离京城，如今回来，应该是为了和赵恒的婚事。晚霞的艳光落在了一片花林内，阮锦文坐在一旁的亭子内。小姐，这是今年的新茶，刚刚陈嬷嬷送过来的。好，低头吹了吹，然后小口抿了一小口，的确比在沧州老家的茶要好很多。对了，小姐，刚刚听人说赵世子回京了，赵世子应该很快就会来咱们的府里提亲吧？阮锦文眼帘垂下，没有作声。对了，小姐，京城里这2天还有一个消息，说是幕府的2小姐早在几年前就给战王生下了2个儿子，不知道是为什么战王没有娶这位穆2小姐，真是稀奇。很多事情既然发生了，就说明背后有一些不为人道的原因，他人之事不要过于言论。是，奴婢知道了。战王府，王爷，卑职从城西大牢回来了。不必说了，本王已经猜到了。穆大小姐疯了，回到幕府后，竟然将穆大人还有穆汉宇当成了王爷，说要现身。这种令人作呕的事情，日后不必禀告给本王。卑职有些想不明白，不论是穆大人还是穆汉宇，他们都不是重视亲情之人，那又为何会费尽心思的把已经疯了的穆大小姐给救出来呢？你说对了，盯着穆汉宇，再派几个人暗中保护穆青鸾。是，卑职这就去下命令。如果他意图伤害本王的女儿和儿子，就废了他另外一只手。王爷的女人，铁树要么不开花，
一开花就灿烂的炫目。幕府因为穆娇宁疯得太厉害，只要是见到男人，不管是老的少的，就脱掉自己的衣服，开始说一些虎狼之词。穆汉语命人将穆娇宁给绑起来。姐，我一定会为你报仇。而此时穆青鸾和小柏两个人就坐在房顶上。穆汉语很邪气，和渊明大师害人的方法不太一样，你千万要小心。的确是很邪气。穆汉语的手中拿着一个黑色的瓷瓶，先放到一旁，然后拿着一把刀刺进了穆娇宁的拇指指腹。紧接着穆汉语拿起黑色的瓷瓶，接着指腹下流出来的鲜红的血。他这是要干什么？不会是要用什么邪术吧？是邪术。穆家除了你，其他人都令人作呕。突然秦征冷眸扫向小柏，如果穆青鸾放在心上的人不是赵恒，那么是小柏。他怎么有一种被捉奸的感觉？明明之前他们还是很好的合作关系，但是此刻他和穆青鸾站在一起，是被战王以奸夫的目光看待。我先走一步。你怎么会来这里？和你一样的目的。怎么了？你心中的那个人是小柏。你什么意思？他喜欢的人竟然是小柏，脑海里突然出现关于小柏的一切：风流、红颜知己遍天下。他喜欢谁不行，偏偏喜欢和他性格截然相反之人，这就是原因。他不喜欢沉稳的男人，怪不得刚才小柏逃走了，显然是心虚，要他变得话痨。他为难地皱起了眉。没什么。此刻战王，让我伺候你吧。穆娇宁疼醒之后，穆汉语又给穆娇宁的脚趾放血。穆娇宁爱你爱到骨子里了。本王从未喜欢过他。姐，我是穆汉语，你看看我，别再疯下去了。你口口声声战王，但是战王根本就不喜欢你，你怎么如此懦弱？快醒过来！突然将刚才从穆娇宁拇指和脚趾收集的血倒入了自己的左手掌心。穆娇宁，你该醒过来了。怎么会这样？房顶上他的儿子就是厉害呀，将这符纸一贴，直接让穆汉语的打算落了空。怎么会这样？不可能是这样的。战王，快来啊！我需要你的疼爱，我以后会更加爱你的。就这一次机会，那个聪明机智的穆娇宁再也回不来了。别再动了！然后伸手一把就捂住了穆娇宁的嘴，但是穆娇宁却突然抛了一个媚眼，然后舔了一下穆汉语的手。穆汉语顿时惊得一阵战栗，高高抬起手，一个耳光就扇了过去。一不小心看到了这么香艳的一幕，战王托你的福啊。不及你香艳。战王，你是不是喜欢上我了？是。战王何必逗人玩？如果以前我和战王没见过，今天是第一次见面，或许我还会相信，现在嘛，绝不会相信。他抬头看了眼天色，我们走吧。好，走吧。想到他不会轻功，便轻轻地抓住了他的手臂，凌空一跃，风从耳边过，来到了无人的街巷上。谢谢战王带我出幕府，就在这里道别吧。本王送你，天还未亮，你一人回家难免危险。没有几个人能够近得了我的身。再见。没走几步，突然停了下来，他的路被黑压压的一群人给堵住了。刺客从空间中拿出来了几包毒粉，也都放在了手心中。来刺杀你的，躲在本王后面，放心，本王绝不会让你受伤。战王这个时候就不要想着能英雄救美了，今天战王和这个女人的小命都会留在这里。是啊，战王，今天我们这些兄弟出马，绝对不会给你逃脱杀出重围的机会。秦征拔出了剑，一起上吧。太张狂了！下一刻，刀光剑影，几个杀手蜂拥而来，兵器碰撞在一起的声音在夜里格外的刺耳。女人是突破口，快！这时，杀手捂着脸嗷嗷痛哭。我的脸！千万不要靠近我，要不然她就是你们的下场。这个女人很诡异。杀战王！穆青鸾，本王绝不会让你受伤。带我走吧，天快亮了，小轩和小程看不到我会着急的。突然冲出来了一个人，此人一出现，青鸾，你们找死！要是胆敢伤了他，祖宗18代都能被我翻出来。我当然没事。好好好，哎，我这个心都吊起来了，差点一口气没喘上来。秦征寒眸微眯，两人间似乎眼里只有彼此，已经完全忘了此刻身在何处。又多了一个人，怎么办？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都杀了。青鸾，你别出手了，
就剩这几个人，我和战王2个人都能够解决了。四周一片安静，最后剩下的3-2个杀手最终逃走了。我们也走吧。小柏擦干净软剑，穆青鸾点头，刚要走时，忽然余光发现了秦征胳膊上的伤口。当穆青鸾剪开秦征胳膊上的布料，他处理伤口时手很轻，就好像化作了羽毛，在轻轻地撩拨着他的心口。伤口已经消毒并且上药了，之后让白羽给你1天换1次药即可。好，本王知道了，谢谢。就此分道扬镳吧。我们走吧。片刻后，战王府。王爷是遭遇刺杀了吗？去查查小柏都喜欢什么。本王在今天晚上之前要知道关于小柏的一切。啊？难道王爷这么多年来不和女人谈情说爱，不是因为没有动心，而是因为不喜欢女人，而且还是小柏那种风流的男人？有什么话说？没什么，背着这就去查。他怎么敢说放着绝色的美人不喜欢，为什么偏偏喜欢小柏？王爷，这些都是关于小柏的消息。秦征拿了起来，这一看脸越来越黑。王爷，有什么问题吗？啪的一声，秦征将东西拍在桌面上。渣男，小柏就是一个渣男，那些女人对他死心塌地，甘心被他骗，却满天下的红颜知己数不胜数，还喜欢流连烟花之地，花楼里的花魁多半都是他的老相好。他竟敢！王爷，这种渣男不值得。小柏莫非暗地里男女通吃，偷偷的勾引王爷？的确不知道。太好了，王爷，王爷终于认清了小柏的真面目，不喜欢小柏了。你说什么？啊？王爷不是喜欢小柏吗？本王放着穆青鸾不喜欢，喜欢小柏，而是木儿小姐喜欢小柏。滚出去打扫公堂去。镇南侯府。世子，侯爷刚刚下了命令，让世子前去阮府提亲，告诉父亲不急于一时。侯爷让奴才转告世子，婚事拖不过去，聘礼已经准备好了，只等着世子前去阮府即可。片刻后，走吧。是，世子。阮府。小姐，你快将药给喝了，喝了药就能好了。好，奴婢也是听人说，京城有一家宣城医馆，那医馆里的大夫说比御医还要厉害。奴婢稍后就出府，去让宣城医馆的大夫过来给小姐看看。暂时不用，先喝几天药，看看情况。小姐，赵世子上门来提亲了。门外传来下人的禀报。小姐，我们现在就过去吧。春香，帮我梳妆，我现在这个样子太憔悴了。当他们到了前厅时，前厅内已经没了什么声响。啊，怎么没有人？这时站在一旁的丫鬟开口说道：赵世子放下聘礼后，和大人聊了几句就走了，说过几日会和镇南侯一起过来，定下成亲日期。赵世子只待了片刻，回小姐的话，赵世子也等待了片刻，说是府中有事需要尽早回去。好，我知道了，你下去吧。他知道这是他的说辞，他对这门亲事不满意。阮锦文忽然感觉呼吸凝滞，一时竟然无法喘息。小姐，阮锦文抬手，我没事。翌日清晨，穆青鸾刚睡醒，清洗一番之后，推开门就走了出去。娘，乖。小姐，我和刘嬷嬷今早做了香喷喷的饼，还有芹菜粥哦，马上就好了。御姨，我都要流口水了，太香了。去洗洗手，准备用早膳。正当他们要用膳的时候，小姐，战王来了，让他过来吧。片刻后，今日秦征一袭蓝袍，绣工精致，顶级的云锦。他今日该不会是受了什么刺激吧？怎么会穿如此明艳的衣服？本王的伤口昨日被白羽换过药后，一直到现在有些痛痒，不知因何原因。痛痒，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要愈合的症状，和以往愈合时的症状不太一样。哦，那你等一会儿吧，我们先用早膳。要低头喝粥时，又看了眼秦征的衣服，这颜色不太适合他。战王用早膳了吗？要不要一起用早膳？好，把包扎解开，我看看上面的伤口。秦征将伤口的包扎解开，伤口看上去有几分恐怖，甚至还有一种腐烂的迹象。昨天白羽给你换药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况。比这严重。白羽说剑上有毒，在伤口上上了解毒的药，现在看来比昨天更严重一些。战王，你昨天还不是这样说话的。你不喜欢？与战王的性格不符合，这2天发生了什么，让战王今天会变了一副面孔？就在他将伤药撒在伤口上没多久之后，突然只见他胳膊皮下的地方快速地动着什么。你体内的虫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从本王7岁开始就在体内。被虫子暴动所带来的疼痛让他此刻一头冷汗。7岁开始？
相当于这虫子在他的体内有10几年了，他能活到现在简直就是奇迹。秦征忍痛点头。吓到你了？你说什么？你被本王吓到了？没有，我在想你体内的虫子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能在你体内活了10几年，寻常诊脉又察觉不到它的存在，威胁不到本王的性命，莫要担心。不，应该已经开始威胁你的性命了。秦征神色一沉。还记得这虫子是怎么进入你身体内的？7岁一次发烧后，虫子就已经存在。你的伤口没什么大碍，就算是中毒，毒应该也很轻。你很关心和在乎本王。你从哪里看出来我很关心你啊？战王，只是你的病态蹊跷，我对这种蹊跷独特的病例很感兴趣。朝着穆青鸾走近了几步。穆青鸾，你喜欢小柏是吗？他终于忍不住问出口了。我喜欢小柏。小柏在找人方面的确有几分能耐，但他配不上你。我觉得小柏很好，风趣幽默，又颇有几分本领。除了太过风流，嘴巴一张开就没完没了之外，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毛病。如果能对美玉从今以后有始有终，他倒是不抗拒让美玉和小柏在一起。本王还有事，先走了，改日再来。穆青鸾看着突然离开的秦征，挑起眉梢，这不会是真的喜欢他吧？秦征刚刚从府内走出来，突然和迎面而来的小柏撞上了。战王来找青鸾。青鸾？是啊，叫青鸾有什么问题吗？战王，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本王听说你很喜欢玩弄女子感情，遍天下的红颜知己，甚至有不少女子为了你寻死觅活。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我现在已经洗心革面，打算做一个认真负责的人。我要彻头彻尾的改变，唯有如此才能做一个负责任的人，且能让青鸾放心的人，从而他就能将可爱的小美玉娶回家了。秦征的脸顿时黑如锅底，小柏以为秦征黑脸是怀疑他。我发誓，我绝对洗心革面了。你想让穆青鸾放心？是啊。好，很好。他们两个竟然是彼此喜欢，而他俨然是个身外人。如果强行分离他们二人，他就变成了一个混蛋。你最好说到做到，千万不要违背着誓言。如果他们二人是两情相悦，那么他就成全他们。小柏挠了挠头，他怎么觉得还是哪里不太对呀？当然，我既然已经发誓了，就绝对不会违背誓言。我可不想惹怒了青鸾，否则后果太严重了。秦征一听，脸色更加黑沉，一言不发的直接快步离开。奇了怪了，战王到底怎么回事啊？阴阳怪气的。1个时辰后，战王府内所有的人都不敢大声说话。白羽偷偷的来到了打扫院子的凌云面前。王爷这是怎么了？相处这么久，从来没见过王爷生气如此吓人过。我也不知道，一大早就去见莫尔小姐了，还穿了从未穿过的衣服，高高兴兴的去，但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又气呼呼的回来了。别说你奇怪了，就连我也很奇怪。还是说莫尔小姐将王爷拒之门外，见王爷伤口腐烂，也丝毫没有动恻隐之心？你别看王爷一直冷冰冰的，其实情感方面呀也是很脆弱的。哎呀，想不到一个战王府短短时间内就有2个情场失意的人呐。王爷今天去见莫尔小姐，也许见到了小柏。小柏？是啊，小柏那么懂女人的心，王爷根本就不是小柏的对手。一连几日皆很平静。此时长安大街上人满为患。今日是每隔10天的庙会，来赶庙会的人很多，到处可见的稀奇古怪的玩意儿，真有趣啊！的确是有趣，我们看看有什么能买回去送给娘的。还有玉姨和刘嬷嬷。我刚才看到有一个珍珠手环，特别好看，我们买给娘好不好？2个小鬼很快的来到了卖首饰的小摊贩面前。小程刚拿起其中的一个珍珠手环，结果一下就被人给抢走了。这个我娘一定会喜欢。是我先拿起来的，是我要买给我娘的。秦之风看到小程时愣了一下。那又如何？你又没付银子，而且我娘说了，你娘未婚生子，很不要脸。你还没有认祖归宗，你就是个小野种。你说谁不要脸？谁是小野种？你和他一样，都是小野种。我说你们的娘不要脸，她勾引战王爷爷，才生下了你们。你们就是没有身份的小野种，所以这个珍珠手链只有我娘才佩戴。世子，
这不能乱说呀。那有什么？我说的是事实。世子，我们快回去吧，已经出来好长时间了。王妃问起则来，奴才担不起呀。我不回去，你快给银子，把珍珠手链买下来。摊贩一看面前的3个孩子，就知道不好招惹。我说了，珍珠项链是我先拿到的，是你抢走的。秦之风扬眉，高高的举起了珍珠手链。那又如何？我拿到了，就是我的，有本事你就抢回去啊！现在将珍珠手链还给我们，我们现在还能原谅你，要不然你会哭得太难看。你是不是在做白日梦呀？我会哭，告诉你们，今天会哭的尿裤子的人就是你们2个小野种。小野种在说谁？小野种在说你呀！说完之后，秦之风才反应过来，你才是小野种。你爹你娘没教过你，说过的话要算数吗？秦之风气得眼眶一红，举起拳头朝着小程挥舞了过去。看我不打死你！接着他的拳头砸向了小程，小程星眸里闪烁着不屑的亮光。啊，疼死我了！你不是说不会哭的吗？疼！小程直接从秦之风的手中抢过去珍珠项链，都这么大，不知道先来后到。哥哥拿好，我们快付银子。秦之风看见自己落于下风，上前欲要一把将小程推倒。小程侧过身，抬起脚，利落的直接将秦之风踹飞出去。疼死我了！世子，怎么样？现在感觉身上疼不疼？抓住他们！我要好好教训他们！你们快给世子道歉！世子身份尊贵，你们竟敢打世子！你们都上去，把他们2个绑了！我要好好教训他们！想绑住我们？做梦！你3番4次的想欺负人，那我现在就教教你什么叫做真正的打人。怎么回事？王爷，宁王走了过来。这是怎么回事？风儿，他们不打我，还把儿的牙齿给打掉了。是你们打的？是我打的，不过叔叔的儿子不讲道理，抢我的东西，又骂我，还要打我。叔叔是不是应该问他为什么自己没有本事还要主动和别人打架？小程，这位不是叔叔，而是和我们同辈分的哥哥。你们还未曾认祖归宗，辈分上暂时还是平民。哦，那你就让秦之风给我们道歉吧。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没听懂吗？一看就是没有人教导你们，竟然如此无理蛮横。现在就和本王去见七红叔，让七红叔好好教导你们一番。哥哥，你想去吗？正好我们可以去看看坏叔叔笨不笨。片刻后，门房看到是宁王时，便一路小跑的前去禀报。你说宁王要见本王？是，小轩少爷和小程少爷也在其中。小轩和小程，是王爷，让他们都进了。是。宁王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出现在了秦征的面前。见过七皇叔。七皇叔，这次侄儿过来，着实是因为被七皇叔的2个儿子给气到了，他们目中无人，狂妄无比，竟敢当街将风儿打得面目全非，牙齿掉了好几颗。战王爷爷，他们打得我好疼啊！我吐了好几口血，还有我的牙齿，我的脸，特别是小程，他小年纪太凶残了。七皇叔，不知他们的年轻是如何教导他们的，竟然让他们如此残暴。这件事希望七皇叔能给一个交代，则日后他们兄弟2人还不知道会犯下什么滔天大错。他们父子2人一唱一和，将受害者的角色扮演得淋漓尽致。宁王，你儿子今年多大了？还不到8岁。一个8岁的孩子轻易就能被4、5岁的孩子打哭挨揍，是不是宁王该反思一下了？因为我让着他们，不想欺负他们，要不然怎么可能心甘情愿的被打？战王爷爷，你不公平，明明是我被打了，战王爷爷怎么不心疼我？哭哭啼啼，成何体统？爹爹，我……七皇叔，这件事情风儿被打伤知晓，如果日后他们2人还是到处欺负人，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七皇叔的儿子，所以就不用遭受任何惩罚吗？七皇叔就不怕一世英名被他们给毁了吗？说完了。是。秦征看向了小轩和小程，问道：你们说说，到底秦之风做了什么，逼得你们不得不出手？七皇叔，安静！你和秦之风不是都已经说完了吗？难道还有没有说的？我们要买一个珍珠手链送给娘，我都已经拿起来了，结果秦之风抢走了，甚至是让他的小厮打我，所以我就反击了。他受伤是因为他太弱了，是他主动欺负人。不止如此，他命令一群小厮，让他们将我和小程绑起来，跪下来给他道歉。他说我们是小野种，
我想问问叔叔，我们是小野种吗？这就是你教的儿子。上一次在宫里回去后，你莫非没有好好教导一番？我才没有骂他们是小野种，是他们想要欺负我。他们还是什么都不懂事的小孩子，难免会说谎。七皇叔，你也听到风儿说了什么？明明是他们先欺负风儿的，风儿没有骂他们。宁王，是谁给你的胆子，让你在本王面前颠倒黑白？七皇叔，这绝非颠倒黑白，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七皇叔现在明明看到了风儿伤得有多严重，怎么可能是他们两个人所说的那样？而且风儿一向懂事，绝对不会是主动生是非之人。所以你的意思是，本王的儿子主动生是非？这王爷爷为什么不相信风儿？在庙会上的时候，你还说不会哭，你都多大了？而且哭得太脏了，满脸的泪，说话不算话，根本就不是男子汉。我是带头了。宁王口口声声说我们是生是非之人，还说我们颠倒黑白，有证据吗？你们两个，你也要打我们吗？在本王面前，宁王打算动手打你的两个弟弟。我没有。就在这时，凌云带着几个人走了进来。这是怎么回事？凌云，都是在庙会上找来的人，正好看到了刚才在庙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宁王不妨听一听。说说吧，在庙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将你们看到的都说出来即可。我堂堂宁王，难道还能说谎吗？七皇叔此举未免太伤侄儿的心了。这些平民当下声音颤抖地将刚才庙会上发生的事情都说了出来。好了，都退出去吧。几个人立即退了出去。他们都是信口雌黄，说的不是真的。他们都说谎，我才没有那么做。敢做敢当，说出口的话如果都不敢承认，那就和放屁一样了。宁王，孩子不懂事，你竟然和他一起胡闹，滚出去好好教导孩子，连敢做敢当都做不到，日后如何行走于朝堂之上？皇家的脸都被丢光了。宁王狠狠地一咬牙，拽起秦之风，回府，事后看你还敢不敢无端生事。爹，他们都说谎，我没有。别说了。书房内，还想去庙会吗？当然还想去。如果不是刚才碰到了秦之风，我们肯定已经买了好多东西回去送给娘他们了。走吧，本王带你们去庙会。天黑之前，秦征送小轩和小程回家。今天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本王一同陪他们去逛了庙会。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件事说来话长。好，那让小轩和小程慢慢和我说吧。他点了下头之后直接走了。说说吧，在庙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小轩立即将在庙会上遇见秦之风还有宁王的事情，以及去了战王府后发生了什么，说得无比的清楚。娘，事情就是这样的，坏叔叔没有相信他们的话。你们今天做得很棒。夜色降临，穆青鸾坐在床边。娘，婉仪要出事。怎么回事？娘，我给婉仪除过煞局，所以刚才感受到婉仪心神受到重创，危及性命了。南宫府内，孟泽带着他极快地找到了南宫婉。小姐，里面还有其他人，求求二小姐了，萧公子了，快让人请大夫过来吧。小姐身体弱，现在又吐血晕过去了，需要大夫呀。姐姐不过是太困了，睡着了而已。小姐不是睡着了。萧哥哥，姐姐看样子已经睡着了，是没有办法好好招待我们了。我们与其待在这里，不如去散散步吧。萧夜没说话。萧哥哥，你是不是心疼姐姐了？那我现在就让人去请大夫过来。心疼她？怎么可能？如今在我心里能让我心疼的人只有你。我心里也只有萧哥哥。狗男女。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是想到南宫婉，在听到这些话便牵动了他的情绪。骂得对，等他们两个出来，我们再想办法进去。好。狗男女脸上洋溢着微笑，一前一后的走了出来。房间里还有几个下人，势必要今天晚上熬死南宫婉。就在这个时候，几个下人都晕了过去。莫尔小姐，是我，你先坐在一旁，等有力气后就去外面守着，如果有人靠近，提醒我。奴婢这就去。小心翼翼地将门关上，他立即摸了一把脉象，果然是临死的状态。我这里有一颗药，他身心受到重创，此药能帮他渡过难关。穆青鸾在拿到药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个药等同于灵丹妙药了，大概孟泽的手中没有几颗这种药吧。药入口即化，不必担心他在昏迷吞进去。南宫婉服下药之后，没过多长时间，苍白的脸色多了一丝的生气。穆青鸾取出了一支针剂，直接注射在了南宫婉的手臂上。南宫婉睁开眼，她疲惫的刚睁开又闭上。青鸾，你们怎么在这里？小轩感知到你有危险，我便立刻赶了过来。
青鸾，没想到今日还是没控制住情绪。如果你没来救我，现在又要让他们如意了。穆青鸾紧握住南宫婉有些冰冷的手。他们有备而来，而你这几年一直深陷梦中无法醒来，所有的认知其实还是停留在几年前。他们故意气你，你难免会遭受打击。对他们两个狗男女，日后无需再动用任何情绪。狗男女？孟公子说的没错，我何必要被狗男女牵动情绪？今日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想不到眼前的孟公子看上去与人疏远，却能在这个时候开口，帮助他想得更开一些。你能醒来，是因为孟泽将一枚珍贵的灵丹妙药给了你。什么灵丹妙药？这多少银子？我日后一定将银子给你。无需在意，不过是一颗药而已。的确只是一颗药，婉儿你不必在意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才能养好身体。至于孟泽，有些奇怪呢。日后我定会将银子还给你。好。青鸾，他们什么时候会醒过来？1刻钟左右的时间吧。好，青鸾，我长话短说，今日又是你们救了我。从现在开始，青鸾你不必再担心，我日后必定会斩断情丝，绝对不会被情之一字而伤神。欠了我的，害了我的仇，从今天开始，我会一一和他们清算。木儿小姐，二小姐和萧公子他们回来了。婉儿，有任何事情都可以去找我，我们走吧。孟泽点头。小姐，你醒了，你终于醒了，吓死奴婢了。好，凌月，不要哭了，我没事。奴婢刚刚真的要被吓死了。就在这时，躺在地下的几个人迷迷糊糊地睁开了双眼。怎么回事啊？刚刚发生了什么？赫然见到了坐在床上已然清醒的南宫婉。大小姐。门突然被推开，南宫敏和萧夜二人一同走了进来。二人有说有笑，突然笑声戛然而止。看到我醒过来，你们很惊讶是吗？萧夜，南宫敏，滚出去！做得好，南宫婉，开始大杀四方吧。双手沾满血腥不适合他。孟泽，你很不对劲。你想多了。哦，是吗？如果南宫婉真的能和孟泽在一起，那么对于南宫婉而言也是好事一桩。正在闭关的渊明大师猛地睁开了眼。那两个孩子扭转了战王的命运。门外守着的金岩闻声进入。师父，怎么了？快去进宫禀报皇上，有那两个孩子在，战王命数不尽。师父，现在天黑了，进不了宫，明日徒儿就过去。那两个孩子绝对不能留在人世，会让战王所向无敌，日后将没有人能要战王的命。今日清晨刚过，医馆门前就已经排大条的长队，来看病买药的人极多。不要着急，慢慢来，医馆一直到晚上才关门呢。张掌柜，你们医馆竟然敢如此大胆！我家小姐昨日喝了你们医馆的药后，竟然吐血了。吐血的原因有很多种，是不是与我们宣城医馆的药方有关，现在还未确定。希望这位姑娘莫要在未弄清楚事情时，认定了宣城医馆有错。你可知我们家小姐是何人？以为我们是寒门小户，想要借此机会抹黑这轩辕城医馆。而且刚刚又请过去一个郎中，看到你们给开的药方后，说是你们的郎中断症断错了，药方也开错了，所以小姐才会吐血。如果你们今日不给出个说法，我现在就去报官。张掌柜一听这件事儿不简单，事关人命。半个时辰后，正在陪着小轩和小程玩的穆青鸾见到了宣城医馆的店小二。是医馆里出了事。医馆里今天来了阮小姐的丫鬟，说是阮小姐服用了杨郎中的药后就吐了血，扬言如果今天医馆不给个交代，她就要去报官，而且声称一定要见到医馆的老板，让小姐你亲自前去阮府，去向阮小姐道歉。阮小姐是左相的嫡女阮小姐，张掌柜做不了主了，需要小姐前去一探究竟。你在这里稍等片刻，我去拿个药箱。是，小姐。穆青鸾又低头对着小轩和小程说道：娘去处理事情，很快就会回来了。娘要万事小心。医馆今日闭门，可是门前依旧围了好多的人。我就是宣城医馆的老板。她就是宣城医馆的老板？一个女人竟然是医馆的老板？这会不会是宣城医馆的掌柜找来冒充老板的人呢？她好像是莫二小姐，就是给战王生了2个孩子的那个莫二小姐，就是她。莫二小姐竟然是宣城医馆的老板？
木二小姐既然是宣城医馆的老板，那就给我们阮府一个交代，带我去见你们小姐。这件事在还没有定夺之前，与宣城医馆没有关系。我此次和你前去阮府，只是要去查清你们小姐吐血的原因。明明是服用了你们宣城医馆的药，我们小姐才吐了血的，怎么可能和你们医馆没有关系？要说证据，你们还想要什么证据？吐血的原因有很多，与服药的关系不大。如果真的是因为服用了医馆的药吐血，那你们小姐是离死不远了。要是不想让你们家小姐现在没命，现在就带我去阮府。木二小姐，你会医术吗？你这样和我去阮府岂不是儿戏？我既然开了宣城医馆，就说明我会医术。他直接转身走出医馆，很快到了阮府。穆青鸾将阮府的一切收入眼中，不愧是朝堂上位高权重的左相，府邸奢华却又不俗气。片刻后，木二小姐请在此后等着，奴婢要去看看小姐有没有在休息。穆青鸾嗯了一声，房间内，小姐，宣城医馆的老板来了，他要来看看小姐吐血的原因，但是这宣城医馆的大夫竟然是木二小姐。他竟然是宣城医馆的老板，他会医术吗？他说他会，但奴婢不太相信。既然人来了，就让他进来吧。其实我现在已经无碍了，郎中诊断病情也有出错的时候，你呀，不该去为难他们。都说他们医馆的郎中医术好，结果把小姐给治得吐血了。奴婢当然要去找他们理论，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害人。快去吧，请木二小姐进来吧。请木二小姐进来吧。阮小姐，我是穆青鸾，宣城医馆的老板。我是阮景文，你直接称呼我景文就好。我诊一下脉吧。阮小姐咳嗽的情况有多久？有几天了。话音落下之后，又咳嗽了几声。春香见状，连忙递过去了一杯水。小姐，我先诊脉，先不要喝水。小姐咳嗽了，难道不应该喝水吗？木二小姐难道让奴婢眼睁睁看着我们家自己小姐难受吗？你要是现在给她喝水，会影响了她的脉象，最终会隐藏住她真正的病因。好了，你现在可以喂水了。春香脸色一变，你是危言耸听吗？春香，听木二小姐的，将茶杯放下吧。然后他将手腕递到了穆青鸾的面前。穆青鸾开始诊脉，脉象的确比他想的要复杂。杨郎中没有看错，开的药方也没有问题，问题出在了阮锦文的身上。木二小姐，是我的情况不太乐观吗？小姐，你肯定是没什么事的，现在换了药以后就没有再吐血过了。穆青鸾看了春香一眼，发现这个世上的丫鬟不是每一个都像美玉那么可爱。按照我的猜测，2个时辰之内她还会吐血，而且情况会越来越严重。木二小姐，你为什么要诅咒我们家小姐？你现在说的一定是危言耸听。春香春香连忙给阮锦文递过去茶杯。小姐，现在快喝点水。穆青鸾这会儿没有阻止。阮小姐突然吐血，与宣城医馆的药方没有任何的关系。我知道，大概是我自己身体的原因。木二小姐，不妨直说，我身体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你这几年一直在不间断的服药，已经是伤了身体，如今又在短短几日之内连换了2次药，伤了5脏6腑，所以才会出现吐血的症状。木二小姐，该不会是胡说的吧？能让你的丫鬟闭嘴吗？扫向春香的眼神当中透露着一丝锐冷的暗光。春香心不甘情不愿地闭上了嘴。抱歉啊，木二小姐，是我没有管教好身边的人。没事。就在这时，阮锦文脸色一变，一大口鲜血吐出，紧接着又是一口，然后又一口，吐的床上的被子都是血。小姐，比我预想的要快。阮锦文自小被养在温室里，一丝一毫的风吹草动都要服药，是药3分毒，而且再遇上几个庸医，吃上要命的药，不奇怪身体会被拖累成现在这般破碎。木二小姐，求求你救救小姐吧。我还有救吗？我需要笔墨。奴婢去拿。阮锦文的目光思索，有些疑惑地看着穆青鸾。阮小姐若是怀疑我的医术，现在可以去请求左相大人前去请几个御医过来。
他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洗清宣城医馆的嫌疑。我先走了，请阮小姐另请高明。赵世子怎么突然来了？赵恒他怎么来了？莫尔小姐在里面。房间内，阮锦文猛地看向了穆青鸾。莫儿小姐的确在房中，正在给小姐治病。小姐病了，这2日吐血了2次，一次比一次严重。我知道了，有莫尔小姐在，阮小姐不会有事。小姐，赵世子来了，请赵世子进来吧。阮小姐，赵世子，阮小姐现在感觉如何？还好。赵恒扫了一眼被子上的血迹。阮小姐吐血了。是，我会开一副药，服用一段时间后，阮小姐的情况会转变，之后再去宣城医馆让杨郎中诊治，3个月内阮小姐会痊愈。你医术精湛，阮小姐必定不会再有事。赵世子和莫尔小姐早就相识，几年前我身中剧毒，毒发之时被莫尔小姐所救。想到曾经过往，赵恒勾唇淡笑。所以莫尔小姐是赵世子的救命恩人，想不到冥冥之中又让我遇到了莫尔小姐。手暗暗地紧抓着被子。缘分所致，阮小姐不必担心病情，安心养病。小姐，快喝点水。在口中含着这个，你会舒服一些。迟疑了一下，又看了一眼赵恒，然后还是拿起了粉色的药片放入了口中。几乎是很快的，在药片的淡淡果香味道四散开之后，那种压制不住的咳嗽被稳住了。这是药方，按照上面的药方去抓药，每日服用3次。穆青鸾将药方递给了春香，她拿出了一个小药瓶递了过去。只要咳嗽就含上1片，放心吃，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影响。这是他看在赵恒的面子上送给阮锦文的。谢谢莫儿小姐。谢谢。这些药需要多少银子？穆青鸾心中一动，视线从阮锦文脸色疏离的笑上一扫而过。1000两，折后价。既然有银子送上门，他当然不拒绝。1000两？这种药片，我亲眼看到他卖给别人1颗500两。如此灵丹妙药，值得1000两，甚至是更多。春香，去取银票过来。是，奴婢这就去。在春香出去之后，以前我们从未碰到过这种药，所以不知道价钱，希望莫尔小姐不要在意。没关系的，阮小姐服用汤药一段时间，几乎不会再咳嗽，到时候应该用不上含片。谢谢莫尔小姐。很快，春香拿着银票走了进来。春香，给莫尔小姐2000两银票，不能让莫尔小姐辛苦这一趟。另外1000两银票是给莫尔小姐的诊费。穆青鸾接过银票之后，直接道：“我还有事就先走了，如果有任何问题，阮小姐命人去宣城医馆即可。”说完，他提着药箱就走了。我还有事，先走一步，阮小姐安心静养。谢谢赵世子。赵恒快步离去。片刻后，赵恒走出阮府，追上了穆青鸾。你没有留下来和阮小姐继续聊几句吗？不必，她需要休息。我懂。他很清楚赵恒是一个细心之人，想必看到阮锦文吐血之后有些虚弱，所以不想打扰了阮锦文。嗨，你懂什么？此时天色临近午时，前面不远处有一家酒楼，里面的特色菜做得不错，一起去尝尝。走吧。二人到了酒楼之后，赵恒直接对着店小二说要了一间3楼的雅间。店小二立即躬身在前，小心翼翼地带路。能不用排队直接就去3楼雅间的人，非富即贵呀！羡慕呀！什么时候我们也能直接就上3楼？借你的光，今天能上3楼了。借你的光，否则我很少一个人出来用膳。有他陪着，即便是普通的清粥小菜，他也会觉得是人间美味。彼此彼此，今天中午对酒当歌，不醉不归，如何？好，不醉不归。表弟，刚才和一个男人上楼的女人是不是穆青鸾？哼，是他。想不到他如此不知廉耻，竟然如此明目张胆的背着战王和其他男人幽会。我之前还真是看错了他，竟然是个荡妇。和他在一起上楼用餐的人是镇南侯世子。什么？穆青鸾？他为什么如此好命啊？赵世子一定是被他骗了。既然他如此放荡，那就不要怪我们了。表弟，我们一会儿出去就将这个消息传出去，看他还有没有脸留在京城。姑母和宁儿表妹被穆青鸾害得太惨了。是啊，表弟，这件事情交给我们了，你还有其他大事要做。
这件事一定要闹，闹得越大越好，最好战王和阮左相都会对穆青鸾出手，然后我再添一把火。他手中握有穆青鸾的生辰八字，只需要等待一个时辰，让穆青鸾从此以后没了贵命，只有贱命。好的，表弟，这件事放心交给我们吧，能配得上嫁给战王的人只有您二表姐。一个时辰后，你们听说了没有？穆二小姐和这南侯世子有奸情啊！这穆青鸾也太不守妇道了。战王要是知道了，肯定很生气。赵世子和阮小姐有婚约了，听说马上就要成亲了。现在穆二小姐和赵世子勾搭在一起啊，这阮小姐肯定是要伤心了。这些谣言是有心人造谣，我命人找出幕后散播谣言之人。即便是他的心里对他有妄想，但是也容不得他人污蔑他。找出来是谁时，直接命人告知我。这谣言是冲我而来。小轩和小程在宽阔的院子里玩着追逐的游戏。御医，我来抓你啦！小轩，你也来呀，来一起抓我呀！岁月静好。这时赵恒走了过来，找到幕后散播谣言的人了。梁家三兄妹，他们为了讨好穆汉语，四处散播谣言。原来是他们。侯府还有事，我先回去了。好。在赵恒走出去几步时，对了，有一件事情要问你。什么事？你知不知道有人会在身体内养虫子，而这个虫子不会死，还会在身体内停留着10多年。养虫子？看来你不清楚。没关系的，你先回着侯府吧，等过2日孟泽来时，我再去问问孟泽。皓月当空，梁府。只要一想到穆青鸾现在已经名声臭了，我就好开心呀。这都是穆青鸾咎由自取。是啊，他现在是人人皆知的荡妇，战王肯定嫌弃他，就连赵世子肯定也会远离他。如果他以后人人喊打，就像过街老鼠一般，那我就趁机帮助他，只要他好好的伺候我，我就赏他一口饭吃。三兄妹不断的碰杯，我们就等着明天穆青鸾成为全京城最臭的女人吧。暗处下，他们不想活了。青鸾，我已经命人今天晚上就出去将这件事情公布天下，让所有人都知道是他们蓄意抹黑你。小柏啊，怎么了？做得不错嘛，想要什么奖励？趁着我心情好可以提出来。你不会是逗我玩吧？那我要你今天晚上用的毒药还有解药。好，再去拿酒去。下人一句话都不敢说，赶忙下去拿酒。过了片刻后，下人拿着酒坛子回来了。就在这时，小柏的手上飞出去一块小石子儿，小石子儿正好击中了下人的腹部。奇怪，怎么肚子突然疼的，就好像是被人打的。肚子突然剧烈的疼痛了起来，下人忍不住了，朝着一旁的茅房迅速地跑了过去。小柏拿着一包毒药走了过去，打开了酒坛子，将一包毒药一股脑的全部都给扔了进去。明天他们就会知道最臭是什么意思。片刻后，下人回来，捧着酒坛子进了亭子里。穆府内，穆汉语掐算好了时辰之后，一直坐在院子里夜观天象，拿出了穆青鸾的生辰八字。斗转星移，命运翻转。飞快地说完了一堆话之后，穆汉语睁开了眼，咬破手指，在生辰八字上滴下了一滴血，然后将生辰八字扔入了火中燃烧。翌日，这到底怎么了？那些该死的下人竟然说我身上有臭味，但是我刚刚沐浴更衣了。他们也说我臭，只要我一靠近一步，他们就受不了，就呕吐。我也一样。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片刻后，大夫进来之后，刚要靠近他们3个人，结果一个忍不住吐了，连连摆手跑走了。后来再找大夫，一听说是给梁府的少爷小姐看病，一个个的都拒绝了。这绝对不可能，不可能没有反应。那么，是穆青鸾的八字出了错？不，这个八字是爹给我的，不可能出错。到底是哪一个大师在暗中保护着他？少爷，刚刚听人说，最近在京城中最厉害的医馆，竟然是二小姐开的医馆，而且那医馆的人说，二小姐的医术极其高超。难道梁叶安他们浑身发臭，是有人给他们下毒了？而下毒之人就是穆青鸾。战王府如此手笔，只能出自小柏。小柏对穆青鸾果然用心。不论如何，这些传闻没有了。忽然又想到了一事儿。哦，对了，王爷，谁都没想到宣城医馆的大夫竟然是穆二小姐。以她的医术的确能独当一面，开医馆不足为奇，本王早该想到。穆二小姐真是让人意外，她身上好像有很多秘密。阮府有什么事
说吧。小姐，外面从昨天下午到现在出现了好多谣言，说吧。说木儿小姐勾引赵世子，还说木儿小姐是吃着碗里的瞧着锅里的，赵世子是小姐的未婚夫，怎么可能跟木儿小姐勾搭在一起？有些事情不是空穴来风。沉香，你认为赵世子喜欢我吗？赵世子当然喜欢小姐，而且赵世子和小姐马上就要定下婚期了，木儿小姐迟早是要带着孩子嫁入战王府的。木儿小姐的医术很精湛，所以赵世子喜欢她情有可原。木宅是何人？我们是梁府的人，让穆青鸾出来救我们。穆青鸾，你个恶妇，你快出来！快出来！我家小姐很忙，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要腾出时间去见的。一个卑贱的下人，竟敢如此无视我们！怎么有一股茅坑的味道？扬声朝着正好路过的美玉喊道：美玉，你不要过来，他们带着粪便过来，臭死了，肯定是过来找麻烦的啊！带着粪便来找事，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不要脸的人？忽然一阵风飘来，这太臭了！快让穆青鸾出来，肯定是他给我们下了毒了，让他出来给我们解药。穆青鸾和小轩、小程正好在散步，听闻动静走了过来。好臭呀！是什么味道啊？两位小少爷，你们快去花园玩去，有人带着粪便过来找事，也不怕把自己给臭晕过去。他们就不怕一不小心吃了那些便便吗？娘说这世上有一些变态会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快走，我不想吐啊！你们两个先去玩吧，娘要去会会这几个大变态。快让穆青鸾见我们，别以为躲在里面我们就没办法了。穆青鸾，你太恶毒了！就在这时，紧关着的门开了。穆青鸾，你到底给我们下了什么毒药？你快拿出解药！你快拿出解药，要不然我们不会放过你的。有证据证明是我下毒吗？除了你不会是别人。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们，想要满嘴喷粪的造谣就造谣，想要怎样就怎样？你们肯定是造了不少孽，连老天都在惩罚你们。你一个下人，有你说话的地方吗？没有规矩，滚开！表弟说了，他算出来是你给我们下毒的，你今天无论如何都要将解药给我们。哎呀，怎么他们越说话，这恶臭味就越严重了呀？这也太可怕了吧，这臭味啊！哎呀，是啊，木儿小姐可真聪明啊，他们都在脸上带了东西，这样就不会被臭到了。太臭了，太臭了，我们快走吧。再不走我就报官了。小姐，我去报官去吧。穆青鸾，你肯定是暗地里用了什么肮脏的手段，让我们浑身发臭。你会医术，肯定也会给人下毒。穆青鸾没了耐心，对身后的下人命令道：如果他们继续胡搅蛮缠，拿着棍棒打，狠狠地打。秦征来了。你们三人身上携带了什么？战王，他们身上什么都没带，是他们自己身上臭。滚！战王先进来吧。好。清幽的回廊间，本王的伤口又出现了一些问题。又出问题了？难道是他身体里的那个虫子在作乱？事关病情，穆青鸾指了指不远处，去亭子里，我好好看。秦征将胳膊上的伤口露出，包扎伤口的纱布已经被暗红色的血浸透，他必须将伤口重新处理，而且还要再打上抗生素。她很美，美得夺魂摄魄，美得明艳夺人。穆青鸾猛地按住了他肌肤下的虫子，比肉眼看到虫子在肌肤下涌动时更要惊悚。神奇的，虫子竟然一动不动，任由他捏。还疼吗？不。他以前也是这样的吗？不得不说，这个虫子完全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了，太奇特了。以前从未有过，看来这世上只有你能弄清楚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下一回它暴动时，本王来找你。下回暴动的时候直接来找我，我正好研究研究它。现在发觉虫子能变大变小，又在他的抚摸下迅速的冷静下来，就已经是一个好的开端了。这2日的伤口反复，你每日都过来让我检查吧。好。哎，战王来了。战王，你这胳膊上的伤还没好啊？穆青鸾回眸看去，嘿嘿，你和美玉很喜欢吃这家的烤鸭，我特意去排队买来的。刚出炉的？是啊，还热乎着呢。因为美玉每一回出去都会买。本王还有事，先走了。
慢走。战王，慢走。秦征的视线猛地变成了刀子，锋利的扫向了小柏。等秦征走远之后，青鸾，战王这是怎么了？只要看见我就阴阳怪气的，而且一次比一次吓人，恨不得要杀了我一样。不知道。那下次碰到战王，我一定要好好问问，如果有什么误会，必须要解释清楚。此时，战王，不要抛弃我，我爱你啊，战王！战王，我要嫁给你！下一脚将女人给踹飞。就在秦征又要飞出一脚时，我姐毕竟曾经和你有过婚约，有往日情分在，而且她现在神志不清，这其中也有战王的原因吧？是想一起死吗？这穆汉语是不是脑子有病啊？竟然过来挑衅战王！最后如何？最后战王将挡路的穆汉语一脚给踢飞了，穆汉语躺在地上半天没回过神，应该是那一下摔得有些重。哇，霸气啊！人狠话不多，穆汉语那傻逼自找的打。城西大街，这2日如何了？小姐这2天比前2天状态更好了，说是脚都有些热热的了。脚热就说明情况是慢慢好转，蝶姨的药一定不要忘记服用。穆小姐放心，现在每日到了时辰，小姐就要服药，一次都没有忘过。2个人一边说着，一边来到了蝶姨的面前。青鸾，你来了。我来看看蝶姨，顺便有点事情要问问蝶姨。什么事啊？蝶姨知道战王身体内为何有一只长达10几年的虫子吗？青鸾，真儿能碰见你，是他此生之幸。我只是想要弄清楚虫子的来历，我救人向来是有始有终。蝶姨，千万不要误会。如果你不是真儿认定的人，他体内的虫子怎么会被你看到？能不能看到虫子和认不认定有什么关系？蝶姨，我是大夫，以我的医术发现虫子不是难事。那东西是他外祖父的，不是什么虫子，而是一种灵虫血骨，是他外祖父在他生命垂危时放入他的身体里，以此来延长他的性命。真儿这一生坎坷，即使是能活到现在，也要时常忍受灵虫的反噬，而他绝对不能动情，否则灵虫就会反噬得更厉害，甚至很容易就会要了真儿的性命。除了真儿真正喜欢，也是灵虫真正喜欢的人才能够感受到灵虫的存在。所以青鸾，不是因为你是大夫你就能察觉到灵虫，而是真儿的心里有你。这灵虫是他外祖父用血养的，只要是放入了身体里，这辈子灵虫都不会离开，会与真儿一辈子。灵虫血骨？是。这灵虫血骨真的没有办法拿出来，如果强行将灵虫拿出又如何呢？灵虫已经和真儿成为一体，如果强行将灵虫拿出，真儿就会没命。其实真儿能够活到现在也是灵虫的功劳。如果灵虫现在不是救战王，而是要逐步要战王的性命呢？怎么可能？关于灵虫的来历，我从来都没有告诉过他，他也几乎没有与我说过灵虫反噬时的痛苦。那现在还能见到战王外，我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对不起啊，蝶姨。是不是认为我是真儿的母亲？难道不是？我是他的姨母，他的母亲早在很多年前就死了。哎，都过去了，这今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了，竟然会一直回忆当年之事。过2日呀，我带着小璇和小程过来探望蝶姨和杨伯。好好好，哎呦，交代了一番接下来该如何按摩腿和脚之后，他就离开了。早膳过后，奴才奉皇上的口谕，特来召穆二小姐入宫。不知皇上召见我所谓何事？皇上召见，奴才哪里敢追问原因。不过奴才可以告诉穆二小姐，皇上也召见了战王，战王应该会先一步进宫。你们2个先在家里等着娘，娘很快就会回来。我和弟弟在家中等娘回来。好。马车虽然朝着皇宫的方向而去，但是速度并不快。半个时辰后，请穆二小姐稍等片刻，皇上正在处理要事。好。大概又过了小半个时辰之后，刚要出去时，守在门前的明公公阻止了他。请穆二小姐稍等，战王已经到了，正在和皇上一起解决要事。今日景惠帝的召见透露着一丝的古怪。时间不知不觉又过了小半个时辰。穆二小姐，我在宫内散散步，公公派一个工人为我带路吧。皇上和战王已经忙完了，所以请穆二小姐随同奴才一起去见皇上吧。忙完了？是，请穆二小姐随同奴才过去。御书房内，
他怎么也进宫了？让木儿小姐久等了。皇上有事要忙，女女不过是等了不到2个时辰而已，算不上是久等。木儿小姐知书达理，难怪能教得小轩和小成聪明可爱。皇兄今日召见臣弟和木儿小姐，是为何事？朕听闻你是宣城医馆的东家，所以你的医术很好。是，民女的确是懂得医术，也是宣城医馆的东家。朕将木儿小姐宣进宫，是想让她为皇太后治病。皇太后这1-2年身子一日不如一日，朕听闻木儿小姐救人治病的方法和其他大夫有所不同，所以就想着让木儿小姐来试一试。木儿小姐，你明日一早就入宫，如何？是。你们2人先不要出宫了，直接在宫中与朕一同用膳吧。秦征和穆青鸾不动声色地看了彼此一眼，很快明公公过来禀报，说是午膳已经备好了，与朕一同去用午膳吧。用过午膳后，朕命人送你们出宫。皇帝不对，皇兄，军营有事，臣弟现在就要出城前去军营。既然如此，朕就不留你用午膳了。臣弟直接送木儿小姐出宫吧。也好，你们2人一同出宫吧。臣弟告退。民女告退。2人立即快步离开。皇上，事情办妥了。回皇上的话，已经办妥了。办得好，去领赏吧。门口的下人见到穆青鸾和秦征一同回来时，小姐，你回来了。小轩和小成呢？在小姐随着明公公刚进宫不久，宫里又来了一位公公，说是皇上又要见小轩和小成。难道小姐没看见小轩和小成吗？不是前后脚进宫的吗？什么时候的事？就在小姐离开后不到半个时辰的时间呢。你确定是宫里的公公？奴才不确定，但来人穿着宫里公公的衣服，这小轩和小成难道没进宫？我在宫里没有遇见小轩和小成，他们没有进宫。凌云，王爷，派人去找小轩和小成。这件事你怎么看？此事与皇帝有关，但是没有任何的证据。青鸾，你放心，本王绝对不会让小轩和小成有事。说完之后，他骑上马就要走，让人在街道2旁看看有没有蓝色或者红色的小花图案落在地上，如果有的话，顺着图案追过去。好，本王知道了。遥遥地看着秦征策马扬鞭。如果有任何的消息，让美玉释放信号弹，我看到之后自会归来。穆青鸾说完之后，就踏上了寻找之路。天色已经黑了下来。有鬼啊！鬼来了！你就是一只小鬼，而且你这只小鬼马上就要死了。跟一个4、5岁的奶娃娃有什么好生气的？赶紧把他杀得白了，我们好回京复命。就在这里处置了吧。荒郊野岭没有人来，完全不会留下什么踪迹。我去挖坑，你们2个把他眼睛给蒙住，毕竟是几岁的孩子，行行好，让他临死前没那么害怕，也算是做了好事。真的是有孤魂野鬼！就在转身的那一刻，3个人猛地同声尖叫：鬼呀！鬼呀！他们说这里是他们的家，他们让你们滚蛋。他的招鬼符就是为了能让他们看到鬼。不会是幻觉吧？是鬼又如何？你们说的对，是鬼又如何？他们能成为孤魂野鬼，就说明生前都是窝囊废。你们都给老子退出去！今天晚上老子中了邪，竟然能看到鬼。他的招鬼符其实只能让他们3个人有幻觉，如果他们不怕鬼，心无畏惧，那这些鬼魂就几乎没有什么用。他立即拿起了一包毒粉。3位叔叔，你们快看我！3名暗卫见状，没有防备地看向了小轩，小手一抬起，瞬间无色无味的粉末飞向了3名暗卫。这孩子太机灵了，快把他给绑住！3名暗卫刚要追过去，结果发现这个小孩子竟然不跑了，反而在地上玩起了石头。小兔崽子，你刚才给我们撒过来的是什么东西？小轩没有回答，特别认真地摆石子。你刚刚吸进去了？是，我退晚了，顶多就是一些白灰，想要我们睁不开眼。不是白灰哦。别那么多废话了，夜长梦多，快将他直接杀了，就让他和这些孤魂野鬼作伴吧。好。就在他们一脚踩到石子上的时候，突然刚才还在眼前的小兔崽子不见了。人呢？怎么回事？这地方太他妈的古怪了！哎呦，我的肚子好疼啊！怎么回事？今天有任务，不是都没有乱吃东西吗？一定是刚才那兔崽子喷的粉末，那个粉末只要吸入一些就会有反应。别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快找人！我知道八卦阵，该不会那个孩子动八卦阵？刚才不是在玩石子？就算是会八卦阵又如何？不过是一个5岁的孩子，
弄出来的八卦阵也是小儿科。快，这里是深山老林，他跑不了太远。三个人迅速地冷静了下来，专心地应对八卦阵。小轩见状，立即挪动着小短腿，飞快地朝着远处跑去。夜渐渐地深了，另外一辆马车在夜色中来到了乱坟岗。就在这儿吧，将那孩子从马车上弄下来，痛快地在他脖子上来一刀。弄在这里好，谁都找不到什么痕迹，都是死尸。我进去把孩子抱出来。或许是迷药用的多了，孩子还在昏迷着。要怪就怪你投错了胎，没清醒过来也好，省得被杀的时候害怕。叔叔，你是要杀我吗？这孩子的运气太差，偏偏要被杀的时候醒过来。醒过来才是运气好。三位叔叔，你们很喜欢乱坟岗，是因为想要将这里当成以后生活的家吗？你说什么？快动手吧，别让他说话了，太不吉利了。拿着匕首的暗卫再一次要动手，他的手停在了半空中，是有人握住了他的手。小杂种，你娘没教过你要量力而行，实力悬殊吗？别拖时间了，省得节外生枝。黑漆漆的夜色下，还是身在乱坟岗中。哟呵，这小杂种的力气很大。大杂种，你是在夸我吗？暗卫怒了，用了10分的力要抽出手。怎么回事？小程忽然从他的身上拔出了一把剑。渊明大师今日并未闭关，他坐在院子里一直夜观天象。师父为何一直紧锁眉头？难道是天象有什么问题？天象没有任何变化。没有变化？这怎么可能啊？区区2个孩子不可能逃过一劫的。那2个孩子逃过今日一劫，日后想要再除掉他们，只会难上加难。那2个孩子还不到5岁，就算是再聪明机灵，也不可能轻易的逃脱啊。或许还有可能。也许时间还未到。半个时辰之后，穆青鸾和秦征愣在原地。只见身着黑衣的3名暗卫倒在了地上，像叠罗汉一样。小轩和小程坐在了树枝上，娘，直奔了穆青鸾的怀抱里。叔叔，你们怎么都来了？还有以前经常出现在小柏叔叔身边的几个叔叔。有没有哪里受伤？我和弟弟没有受伤。有我在，就没有人能欺负哥哥。是呀，小程可以保护好哥哥。小程长大了，我还能保护娘和哥哥不被人欺负。今天小程很威风。3名暗卫的痛苦叫声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将他们都带走，本王亲自将他们送去一个地方。凌云飞步上前，刚要动手卸掉他们的下巴，3名暗卫在刹那间牙齿狠狠地一咬，顿时嘴边流淌出黑血。任务失败，他们见我们来了，知晓没有逃跑的可能性，只能服毒自尽。将尸体带走。是。 3个碍眼的暗卫的尸体被拖走了。娘，我困了。娘，我也好困，我们回家好不好？娘带你们下山，你们先睡吧。有娘在，不会再碰到坏人的。我抱着小轩，你抱着小程。娘，你让叔叔抱着我吧，我不想让娘太累了。好，谢谢啊。本王是小轩和小程的父亲，理应为他们多做一些事情。对本王，你无需掩饰。坏叔叔的肩膀没有娘的肩膀舒服，不过还是可以将就一下的。不知不觉，小轩睡着了。战王，这是你为他们招惹来的威胁。这是最后一次，本王会让他们打消想法。如果需要我出手帮忙的地方，你尽管告知。皇宫，皇上，几名暗卫都没有回来，而且刚刚得到的消息，战王和穆二小姐他们不久前找到了小轩和小程，带着他们已经回京了。3个左右的时辰，他们竟然没能杀得了小轩和小程。究竟在那几个时辰里发生了什么，暂且不知。怕是有人暗中帮助他们，救了这2个孩子。七弟和穆青鸾他们因为此事必定会怀疑朕，将一切知晓这件事情的人全部杀了。这皇上有这必要吗？景惠帝一眼扫过来，皇上，奴才错了，奴才愚笨，奴才这就去发布命令。知道为什么朕的那么多弟弟只有他一直能够走到现在吗？因为战王心机深，所以不是因为他够狠。一日清晨，宁王便慌慌张张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成何体统？风儿一大早就不见了，房间外一直有下人守着，一大早整个府邸都找遍了，就是没找到风儿。儿臣进宫来询问父皇可不可以报官，让官府派人一起寻找。废物！
这种事还用得着问诊吗？直接去官府命人去找。儿臣是怕太兴师动众，遭人非议，到时候又要被父皇责问了。景惠帝一听，气得走过来，抬手就是甩过去一个耳光。父皇，燕王突然急忙忙地来求见。父皇，您的孙子亚平出事了。亚平是从自己的房间里突然就消失不见了。你们真是愚不可及。父皇，那儿臣现在就出宫报官，让他们派人去找人。报什么官？这件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你们先回家等着，不必派人去寻找。啊，父皇，那风儿和亚平他们两个会不会有性命之危啊？是不是因为父皇知道绑走他们的人是谁啊？滚出去！是，儿臣知道了。父皇息怒，儿臣这就出宫。幕府，穆汉语回到房间，看到了放在床上的一封密信。给那两个小野种下煞局，这不是难事，况且是针对穆青鸾和战王的事情，我当然要做好，做到极致。漆黑的夜色下，两道小身影离开了木宅，一路前去了战王府，熟车熟路的就来到了秦征的房间。谁派你们来的？竟敢到本王的府上行刺，找死！啊，秦叔叔，你们怎么会突然来找本王？你喜欢我娘吗？秦叔叔，喜欢我娘的人特别的多，从街头到街尾，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娘有多抢手。本王当然知道。对我娘做过坏事惹我娘生气的人，我娘肯定不会喜欢他。你之前伤害过我娘，后来为了坏阿姨又欺负过我娘，你已经让我娘很生气了。以前的确是本王的错，你必须要行动起来，才能让娘看到你，原谅你。哥哥说的对极了，秦叔叔，娘现在就是看不到你。你娘看不到本王，这还用说吗？这么明显的事实，怎么秦叔叔就忽略了？该不会秦叔叔自认良好，以为娘的眼里有你吧？唉，到底是谁给了秦叔叔这样的自信？所以你们认为本王应该怎么做？秦叔叔，你这样去做，2日后，请穆二小姐现在就准备准备，和奴才进宫吧。稍等，我去拿个药箱。好，请穆二小姐尽快。皇太后，穆二小姐来了。等了片刻，让她进来吧。民女穆青鸾见过皇太后，听说你会医术，略懂。那就过来给哀家诊脉吧。这皇太后不是一直被细心的养着吗？怎么这脉象看上去竟然如此糟糕？看出什么了？皇太后身体康健，平日里养得极好。好你个穆二小姐，区区平民竟然敢到哀家面前招摇撞骗。民女未曾招摇撞骗。穆二小姐，你欺骗世人你会医术也就罢了，竟然敢欺骗哀家。如若皇太后不相信民女的医术，民女现在就可出宫，事后不会再出现在皇太后的面前。大胆！民女不知错在何处。哀家现在心神不宁，这2日一直无法安眠，脉象上定有此迹象。如此，你还不是招摇撞骗？既然今日让哀家碰上了，那就好好的教导你一番。皇太后心绪不明，无法安眠。皇太后如果要因为这一点要给民女定罪，怕是无法让世人信服。不如皇太后宣召几位御医，如果他们能看出问题来，反而民女没有看出来，那的确是能够证明民女招摇撞骗。民女心甘情愿的领罚。口口声声不敢，却一直质疑哀家。穆二小姐，你胆大包天！民女并未质疑皇太后，只是在阐述事实，不知怎样做才能让皇太后消气。不如民女现在就在宫门前下跪，在百姓面前杖责500，以此来证明民女刚才所言非虚，希望此举能让皇太后消气。明公公出现在了战王府，请明公公先回宫，卑职立刻出去寻找王爷。好，那就请凌护卫去找战王吧，也请凌护卫告知战王，穆二小姐正在宫中，皇兄行事一向阴险，他将穆青鸾宣召入宫，是要威胁本王。走，皇宫，好好跟着陈御医学一学，然后再出去行医。如果穆二小姐医术不精，千万不要轻易行医，否则会累及他人性命。陈御医说得好，皇太后身体不适，陈御医呢，还是快给皇太后诊脉吧，正好让我好好看看陈御医的医术是有多么惊为天人。陈御医，想个办法让哀家的头疼症缓轻一些。皇太后应该是忧虑过重，或者是动怒了。臣现在就开一个凝神止痛的药方。至于皇太后的身体，平日调养极好，所以皇太后身体健康。原来陈御医和我诊断的一样呢。穆二小姐，有时候少言寡语，才能为自己免除祸端。平安脉最容易诊断。原来是这样啊。
那陈御医没有看出这皇太后还有其他症状吗？陈御医的心陡然一颤，不可思议地看向了穆青鸾。当然没有，如果有，老夫会告知皇太后。臣现在去写药方，请皇太后平心静气。去吧。感谢皇太后给了这次机会，民女出宫呢，一定会潜心学习医术。民女告退。站住！现在时辰已晚，就不要出宫了。好了，流雪，去给莫二小姐安排房间，让她休息去吧。御书房静得令人心口发颤。七弟，你想要什么？臣弟不敢。景惠帝拿起了一旁的圣旨，扔给了秦征。朕知道你想要这个，去国库将画像拿出来给战王。是。秦征将圣旨展开。臣弟告退。等等，皇兄还有事。七弟，这一次是朕糊涂了。皇兄言重了。说完，他就走出了御书房。走，去坤宁宫。是。可恶！皇上息怒。好一个得寸进尺！你去宁王府和燕王府，让他们今后小心行事，府中护卫加倍。片刻后，秦征在坤宁宫接到了穆青鸾。这是皇帝给的圣旨，只要拿出圣旨，任何人不得伤害你，还有小轩、小成的性命。你答应了什么？本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抓了他2个最喜爱的孙子。动作真快。不过他这无异于与景惠帝宣战。就算没有这件事，他也容不了本王。小姐，门外有一个小孩子，说他叫义儿，不知道小姐认不认识？义儿？秦子义怎么突然前来找他了？我得到的消息，穆汉语对这个孩子很重视，每日亲自教武功，甚至请了人教秦子义诗词歌赋。你找人将他送回到幕府。忽然传来了一阵嗷嗷好哭声，他真的太能哭了。青鸾，不行就见他一面吧，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好，让他进来吧。片刻之后，姨母，我好想你啊！我能不能以后过来和你一起生活？我能不能像小轩和小成一样叫你娘啊？不行，不可能！你们都已经和姨母在一起那么久了，就不能将姨母让给我，让她照顾我一段时间吗？你自己有娘，你还要抢别人的娘？我想要一个温柔的娘，我有错吗？你们太坏了，你们就是希望看到我被我娘打，想看我哭啊！你娘不温柔，那也是生你的娘。想要我们的娘亲，你做梦去吧！姨母，我只想在姨母身边住几天，过2天我就回家。义儿，你从幕府离开时，有下人看到你吗？没有人看到我。来，让姨母看看你脸上的伤。啊，疼！你娘为什么要打你？我去找娘，让她陪我玩，结果她就把我打了，说我是小野种，还说让我去死。义儿，你当真是离家出走才来找姨母的吗？是啊，你会收留我的，对吗？义儿，姨母之前就说过，小孩子不要说谎。姨母，我没有说谎。带2个人护送他回幕府。姨母，我不要走。好，姨母可以多收留你几日，但是你现在说实话，你舅舅让你来找着姨母，究竟是要做什么？秦子义，你今天来我们这里，肯定是不怀好意的。不要说谎哦，否则以后你都不要来找我娘了。没有，我是和舅舅生气了，是我自己来的。送他回去吧。不要！下人听了命令，抱起秦子义就迅速的离开。其实义儿少爷本性不坏，他脸上的巴掌印不是穆娇宁留下的，是穆汉瑜打的。狐狸不洗澡，这穆汉瑜满心的坏心思，想不到这一次他连小孩子都利用上了。娘，我感觉到有些不太舒服。哪里不舒服？是我感觉到自己需要休息一下。好，娘带你去休息。直接抱起了小轩。半个时辰之后，太好了，他能感受下的煞局第1步已经完成了。义儿，你第一次为舅舅做事，就完美的完成了任务。舅舅，我欺骗了姨母，姨母以后都不会喜欢我了。从现在开始，你记住，他是你的仇人。如果不是他，你娘更不会疯。你既然还在担心他会不会喜欢你，姨母是我的仇人。对，你要杀了他，还要杀了小轩和小成。舅舅说的对，我以后要杀了他。来换药。将包扎的纱布打开时，穆青鸾愣住了。有什么问题吗？
你自己看一下，伤口又扩大了。按道理来说，这个伤口是该愈合了，甚至是情况更糟糕了。不必太在意，以前应该也有过类似的情况。不，你以前绝对没有过。穆青鸾将他的伤口包扎好之后，我需要你的血样，抽着6管血，你先忍一下。很快，穆青鸾将这6管血放入了药箱内。好了，过几天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会去战王府告知你。看着他嫣红的嘴唇一张一合，放开！这个男人是属狗的吗？说咬就咬。娘，秦叔叔，你们是在干什么？你们先出去，娘和秦叔叔有点事情要谈。听话的退了出去。登徒子，对不起，本王没忍住。忍不住就能随便的轻薄女人？你当我是你府上那些小妾？本王除了你，没碰过其他女人。解释那么多做什么？你府里有没有小妾和我没关系。穆青鸾，本王比小柏好100倍，喜欢他不如喜欢本王。就算是没有小柏，我也不会喜欢你。你讨厌本王？讨厌是谈不上。我们已经生了2个儿子，不如你尝试着喜欢本王如何？我喜欢一个人和有没有儿子是没关系的，反正我不会喜欢上一个登徒子。本王喜欢你，自然对你有想法。你现在就滚出去！其实你心里应该也有本王。走到了门前，对着穆青鸾放了话：本王认定了你，如果以后你再敢非礼我，会掀了你。哥哥，你怎么啦？好奇怪啊，刚刚我的心口很疼。我们现在就去找娘。不要去找娘，她会担心我的，而且我现在不疼了，我只要好好睡觉就可以了。好吧，听哥哥的。穆汉语立即来到了木宅的围墙下，慢悠悠地走了一圈，确定黑罐子里的东西没了以后才收手。用不了多久，那2个孩子就要完蛋了。还好这种秘术是我偷偷学会的。清冷的月光下，一个破庙内，儿，你终于来了。我知道你一定会来赴约。我来赴约是想让你交出我曾经给你的所有东西。婉儿，只要你以后跟着我，曾经以前发生的一切我都可以既往不咎，以后好好疼爱你如何？小野，你是在白日做梦吗？我是念在曾经的情谊上给你这一次机会，事到如今，我不妨告诉你，南宫府支撑不了多久。那又如何？你们一家人很快就会流落街头，难道你不怕？婉儿，只要你点头同意给我做妾，我现在就可以抛弃和南宫敏的婚约。南宫敏那个女人根本就无法和你相比。你曾经是个卑鄙小人，希望你现在能做一个信守承诺的人。婉儿，你确定不好好想一想？不用想了，从5年前开始，我和你就已经再无关系。不识抬举。我突然很庆幸，当年我被你们下了煞局，没有嫁给你。既然给你选择你不珍惜，那现在再让你知道真正成为一个女人的滋味。南宫婉按住了手中，嗖！你竟然带暗器了！我若是不防备，岂不是要被你算计？将所有东西还给他。你是谁？难道你竟敢背叛我？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一样肮脏？小野，你还想要你儿子和女儿的命？你对我儿子和女儿做了什么？你到底是谁？他竟然有儿子和女儿？他在外面早已经养了外室。他从腰间拿出了一个瓷瓶，倒出了一枚药丸。吃这颗毒药，你将会死于无形。至于你的2个孩子还有女人，我全部都会斩草除根。翌日清晨，小程、小轩呢？哥哥在睡觉。娘，哥哥这2天好像很不舒服，我去看看。转身去了小轩和小程的房间。小轩，你千万不能有事。就在这时，小轩忽然睁开了眼。娘，是我贪睡了，起来的有些晚了吗？小轩，有没有感觉到哪里不舒服？没有呀，娘。但是好奇怪，他今天睡醒之后，感觉自己好像小脑袋瓜被局限住了，心里默默的掐算时，发觉他好像有些感觉不到了。早膳都好了，娘，我们快去吃早膳吧。娘，我真的没事哦，娘不用担心。我们出去吧，玉姨正在等着我们一起用午膳。几个人刚刚坐下来片刻，小姐，宫里来人了，留下了个口谕就走了，说是后日宫中设宴，请小姐务必前去。好，我知道了。幕府流英院内，穆汉语将用一块黑布包裹着的东西埋进去了之后，突然间一大口的鲜血的吐出。怎么回事？难道是我最近动用的邪念太多了，遭到了反噬？以前师父说过，万不能接连设下煞局。翌日晴空万里。小姐，宫里的马车来了，我告诉他们小姐正在梳妆，需要一些时间。我的好美玉啊，真的是聪明，都知道该怎么搪塞宫里的人了。1个多时辰之后，木儿小姐，我们已经到宫门外了，
进宫后，木二小姐先去坤宁宫给皇太后请安。忽然在他们前面的马车内下来了一个人，卑职是镇南侯世子身边的护卫子兴。坐在马车内的人是木二小姐吗？我们世子说她正好也要去向皇太后请安，劳烦公公稍后一同带路。还来不及说什么，子兴已经又回到了马车上。坤宁宫内，赵恒给皇太后请安，皇太后万福金安。民女穆青鸾给皇太后请安，皇太后万福金安。都起来吧，赐座。久不见你进宫，一晃你已经这么大了。哀家听闻你和阮相的长女定了亲事，现在是不是已经定了婚期了？婚期还未定。还未定婚期。好，那这件事情就交给哀家吧。婚期不急，皇太后刚刚回京，如果晚辈的事情劳累了皇太后，赵恒心有不安。好，几个小辈当中，你是最让哀家喜欢的。木二小姐，哀家听闻你和你父亲父女不和，你甚至是离家出走，自立女户，对吗？的确如此。木二小姐，你此举着实不妥，如果其他女子也与你一样，那岂不是乱了伦理纲常？回皇太后的话，民女离开幕府是被逐出族谱。木二小姐，你真是太让哀家失望了。你失望和我有什么关系啊？皇太后息怒，如果哀家之前在宫里听到了这件事儿，一定会命人宣你入宫，好好的教导一番。这件事情说来话长，不如皇太后看看这几样东西，就会知道民女为什么会被逐出族谱。他从袖中拿出来了2张纸，皇太后原本要揪住这件事情责难穆青鸾，便随着眼前看到的2张纸上的内容而震惊。皇太后是哪里不舒服吗？怎么突然脸色如此苍白？木二小姐，你不是医术精湛吗？快来给皇太后看看。皇太后不信任我的医术，而且我医术一般，只能治疗一些疑难杂症，这头疼症状确实不是我擅长的。木二小姐，你是故意不想给哀家治病？民女不敢，民女的确是有些地方不及陈御医。下去。是。民女告退。赵恒也跟着起身要离开。木二小姐，参加完宫宴再出宫。是，皇太后。今日在京城的官员和家眷几乎都进宫了，消息灵通的都知道，今日的贵客是西凤国的摄政王。传闻西凤国摄政王要迎娶他们国家的女子，促使2国和平。如果去了西凤国，日后岂不是再也不能回来了？我宁愿嫁给战王做妾。战王你就不要想了，除非你能像穆青鸾一样不知廉耻的先怀有身孕。以你们的容貌，想要给本王做妾，就不怕恶心了本王？我们的容貌虽然没有倾国倾城，但是也算得上是清秀佳人，怎么会恶心到战王？嘴臭！单单容貌而言，你们比之穆青鸾相差了108000里，而且他从不乱说话，也从不嘴臭。你西凤国的摄政王。爹，你不是说皇太后想要化解你和穆青鸾之间的误会吗？只要有人开口，你就答应下来，让他回幕府，回到他的眼皮子底下，他才能让他过得凄惨无比。你想让他回幕府？当然，他如果能回来，我们幕府和战王府又有了一层关系，百利无弊。五公主秦月不动声色地给穆青鸾递过去一个眼神，片刻后，青鸾，这段时间一直没机会见到你，想我了。我在宫里实在是太无聊了。不过今天并不是要和你说这些女儿家乱七八糟的事，而是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好，你说。你一定要小心我皇祖母。我今日前来御花园时，无意间听到皇祖母身边的人命令人在御花园伺候的宫人对你食物下毒。如若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表哥还有战王都在。好，我会小心的，说不定皇祖母还准备其他为难你的方法，你千万都要小心应对。放心吧，寻常的毒药躲不过我的鼻子。那我先回去了，如果出来的太久，肯定会令人起疑心的。好。此时的御花园内一片歌舞升平，哟，回来的正是时候，正好可以好好的欣赏一下。木二小姐，你是不是感觉到有些累？要不要奴婢带你去休息片刻？
穆青鸾任由着工人扶起他。王爷，莫二小姐刚刚好像有些不舒服，让工人带着下去休息了。不舒服，你去看看。凌云立即跟了过去。青鸾不是说能察觉到吃的东西里面有没有被下毒吗？说明白，怎么回事？表哥只需要知道青鸾怕是要出事了，我们要尽快找到那个工人。皇太后，事情已经办妥，请皇太后移步过去。好，哀家去看看。片刻之后，就在里面。皇太后推开门，里面传出来男人的一些沉重的呼吸声。穆青鸾，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进宫与人苟且！你将这皇宫当做了什么地方？将战王置于何地？你们去将这2个苟且的人都给带出来！很快，衣衫不整的侍卫被带了出来。皇太后，穆青鸾不在里面，奴婢们找了一圈也不见人。不见人？怎么可能？突然，身后出现了2个人。皇太后怎么会来这里？问完皇太后之后，他扫向了躺在地上不断哼唧的侍卫。那个女人该不会……该死！战王，你就是用这种不敬的态度对待哀家？皇太后寡居多年，如果有所需要，大可告知皇兄，让皇兄为皇太后准备起。但是皇太后却暗中与人在荒废的宫殿里行荒唐之事，难免会落人口舌。今日是儿臣看到，尚且能接受一二，认为皇太后寡居多年不易，但被其他人知晓，岂不是会天下皆唏嘘？战王，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竟然敢给哀家泼脏水！儿臣亲眼所见，皇太后不必紧张，也不必急着撇清，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不过虽然是亲眼所见，儿臣也不会将这件事情告知任何人。不是你想的那样。只不过皇太后下回挑人，别挑这种丑男了。哀家来此是听说有人在此幽会苟且，1年多不见，战王，你的话比以前多了，也比以前毒了。是谁幽会苟且，竟能让皇太后亲自来捉奸？工人来报，见到穆青鸾离开御花园，与1名侍卫偷摸摸的来了这里。哀家毕竟身为你的母后，不忍见你被穆青鸾蒙蔽，便亲自来了这里。哦，这位造谣的工人在何处？请皇太后交给儿臣来处理。此等无端造谣之人，必须严惩。宫里的人，哀家自会处置。事关儿臣2个儿子的母亲，造谣之人必须严惩。这种血腥的事情，母后就不必操劳了。皇太后气急，的确是丑，不过却极为强壮，母后不舍得处置，理所应当。儿臣向母后保证，只要审讯完，确定他和穆青鸾毫无关系，儿臣亲自将他处理干净，送到坤宁宫。住口！战王，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件事情，哀家定会给你一个交代。半个时辰后，你知道我被人算计了。本王只知皇太后看上了一个侍卫，自作自受。2个人并肩而行，木宅内。你们2个怎么了？娘，娘在这里啊，娘会保护你们的。不论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母子3人都可以直接面对，一起面对的。娘说的对，我们可以一起面对。娘，是我有事。小轩，慢慢说。娘，我不能神算了，我以后不能再用神算来帮助娘和其他人了。只要你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比一切都重要。娘能保护好自己，也能保护你和小程。娘说的对，哥哥不要不开心。小轩，你告诉娘，你是从哪一天感觉自己不舒服的，然后不能神算的？前几天。就是你好像是从秦子义那天来了以后没多久就不舒服了。秦子义来的那天我感觉有些困，还有些难受，所以就去睡觉了。第2天我就发现不能神算，应该是和秦子义没有什么关系，就算是林汉宇亲自过来也没办法下煞局。想喝糖水吗？刚刚玉姨做了糖水，现在应该已经煮好了。哦，有糖水吃啦。玉姨，我想吃糖水。半个时辰后，小姐，这对小轩也太不公平了。美玉，让门前的守卫回忆一下，秦子夜那天来了之后碰过了什么，或者在什么地方停留过。我也觉得和秦子夜还有穆汉宇有关系。那天我带着小轩和小程遇见他们，现在回想起来，穆汉宇的态度的确很古怪。片刻后，小姐，将秦子义经过的地方全部找了遍了，没有任何发现。我再去看看。娘，我也一同去看看吧。刚刚画画心静了下来，我突然想到，也许可能是我因为心里难受漏掉了什么。
好。随后他们一同在宅院里查探了一圈，每一处都没有放过。最后在一棵小树前，小轩停了下来，蹲下盯着树根失神。过了一会儿，娘，也许这树根下面有东西。好，挖开树根看看究竟。很快树根被挖出来了，从表面上看，挖出来的树根还有树根的四周并没有什么异样。我感觉错了。无碍，不过是娘的猜测而已。在娘的心里啊，小轩很棒很棒的。探王府，西风国摄政王并非是为自己治病，而是为他人寻找神医。他是从何处得知穆青鸾的医术？这探子暂时还未查到。查，本王要知道他还有没有其他的目的。清冷夜风下，孟泽收到飞鸽传书之后，飞速地赶到了木宅。已经找到了人，3日后会赶来京城。好，小轩已经睡了。睡了。我知道他害怕了，从生下来时就拥有的天赋，说没就没了，这怎么可能不害怕？那位大师告诉我，小轩的情况特殊，但突然之间就失去了一切感知，不可能是天意，一定是有某一种原因。以我的猜测，是有人在害小轩。你在宫里见到了西凤国摄政王？皇帝设宴就是为了西凤国的摄政王。西凤国摄政王曾经命人找过我。找你是说明他有隐疾？是他的外室，他的外室是一个哑女，他很在意，从未被人发现过外室的行踪。是一个痴情男。应该是很在意那个哑女，不过我救不了。哑女并无病，只是突逢变故，导致不能言语，无药可医。你是上手神医，天下皆知，而我只是宣城医馆的老板，这几日才有了些名气。那么他为何会突然暗中打探我？这也正是我要说的，他是在西凤国时便已经命人寻找你。青鸾，村子里应该有叛徒。邱老他们会不会有危险？叛徒查到了吗？还没有。这件事情小百也知道了，他在暗中查。小姐，门外有人送上一份请帖。请帖送上来。此时已经是将近深夜，竟然有人在这个时候送上请帖。致西凤国摄政王，请你明日前去宣城医馆。也好，正好明日会一会谈，查出村子里的叛徒是谁。现在最重要的是小轩这件事，如果你不想插手，无需理会。翌日，战王府。王爷，救命啊！说什么事？我2个时辰前收到了家书，我家里最近出了好几种怪事。我哥对我嫂子那么用情至深，其他女人看都不看一眼的人，竟然铁了心的要纳妾。还有我娘，这些日子一直在做噩梦。你知道的，我嫂子武功高强，从来不生病，前不久竟卧病在床，无法下床走动。这一桩桩的怪事接连发生，这里面一定有古怪。王爷，我能不能去找莫尔小姐，让她同意小轩和我走一趟？走，本王随你一同前去。木宅。莫尔小姐啊，我家里几十口人的性命都掌握在你手里了，求你帮帮忙啊！别，我没变态到无缘无故杀你全家，将话说清楚。将之前对王爷说的话又对着穆青鸾说了一遍。穆青鸾闻言过后，神色微微一沉，久久没有说话。青鸾，是小轩有事了。秦叔叔，我不能神算了。小轩，你不是开玩笑吧？只要是管小轩小城的事，我绝对不会随意开玩笑。怎么回事？暂时不知。所以白叔叔，我不能帮你了。没事，只要小轩你没事就好。你现在抓紧时间去找其他大师，除了渊明大师谁都行。白羽点了点头，就要走出去。白叔叔，这是我之前做的驱鬼符和平安符，你带在身上吧。谢谢小轩，你一定会好起来的。我没事哦，我只是不能神算，不过我还会八卦阵，还会很多很多。爹爹以后会保护你。爹爹。穆青鸾让小轩去和小城看书去。这件事情不简单，或许与穆寒雨有关，也有可能和渊明大师有关。他们2人交给本王。过2日，孟泽找的一位长辈会到京城，届时应该会有答案。1个时辰后，穆青鸾去了宣城医馆。小姐，有人刚刚出现在了医馆后门。说了什么？说是从西凤国来的客人，希望能见小姐一面。让他们进来吧。贸然拜访，希望莫尔小姐不要介怀。无碍，只不过我有一个疑惑，希望摄政王解答。有一人是本王曾经的好友，他只向本王透露了你的医术精湛，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原来还透露了他待过的地方。他已经死了。死了？遭遇刺杀，临死之时透露了你的医术，你不必担心曾经过往的秘密被人知晓。若儿抬头看去，惊得眼眸圆圆的瞪起。若儿。若儿连忙拿出纸，在一旁写了一行字：你和莫尔小姐容貌上的确有几分相似。无需激动，世上容貌相似之人极多。若儿好像是什么都没有听到一样，脸色渐渐变得有些苍白。摄政王说的不错。若儿，
是不是又痛了？只要莫尔小姐能够救治若儿，本王可以许诺莫尔小姐任何条件。摄政王的条件很诱人，所以你是答应了救若儿？只能一试。穆青鸾松开了手，并未开口说话。莫尔小姐如何？若儿抬头看着轩辕墨，轻轻地摇头。王爷，我们以后都不要找大夫，好不好？他温热的掌心罩住了若儿泛着冷意的手，化身绕指柔时，一身的锋芒全都没了。突然，一道窈窕火红色的身影闯了进来。三姐，够了！轩辕墨，你一向英明，怎么偏被这个狐狸精给骗得团团转？我说过他是装哑巴，什么遭受刺激被吓得说不出话了，都是他娘的是放屁！你各家贤良淑德的千金看不上，偏偏看上这么一个东西，你难道想要爹和娘还有大姐二姐从坟地里爬出来巴结你吗？三姐，这里是宣城医馆，是东邻国，即便你不停地针对他、辱骂他，他也未曾向我抱怨过你、恨过你，甚至是还为你说过话。三姐，你又何必欺人太甚？看了那么多神医，连孟泽都找过了，你还是没想明白。他这时注意到了一旁的穆青鸾，你们，这世上竟然有如此巧合之事，两个人长得很像。你就是医术精湛的神医莫尔小姐？神医谈不上，只是略懂一些医术。太谦虚了吧！我要是会医术，现在早就人尽皆知，一介救死扶伤的神医，给没事装病的人看病，太浪费你的时间了。来，给我看看，我身上有金叶子和银票，付得起诊金。我这几天呀，动不动就想杀人，是不是肝火太旺了？能不能给我开个药方，让我看见心怀鬼胎的狐狸精不那么恶心？好，金叶子和钞票比什么乱七八糟的承诺更让人心动。生意送上门，没有不做的道理。三姐，不要胡闹！你一向身体健康，武器库的武器除了百斤铁锤用起来费力，你还有什么不能用的？如果你能对若儿不针锋相对，绝对不会怒火攻心。你现在眼里还有我这个三姐吗？你怎么就知道我身体健康？我前几天吃错东西拉肚子，你知道吗？三姐，你太胡闹了！如若真的不是，让随行大夫看过开几副药。凭什么狐狸精花我轩辕家的银子来找神医看病，我却要一个随行大夫看病？怎么，如今在你眼里，我这个曾经为了救你身中数刀的三姐，命就便宜到这种地步了？别忘了，轩辕家的万贯家财不全都属于你，有我大半。随即又把荷包里的银票全都拿了出来，放到了穆青鸾的面前。穆神医，给我看病，只要让我身体更健康了，能拿得动100斤的铁锤，我再给你10万两的银子，反正我不花。这些身外之物呀，迟早会被其他人给败光了。好，我尽力而为。原本穆青鸾只是随意的诊脉，结果穆青鸾的眸光陡然一厉。你这么看我，该不会是我得了什么了不得的大病了吧？我完全没什么感觉啊。小姐，究竟怎么回事？中毒。我一向小心，不可能中毒啊。前几天随行的大夫给我诊脉过，什么都没发现。该不会是我这2天被人下毒了？不是这2日，是慢性毒，轻易不会被人发现。如果不是你今日流鼻血，又因为刚才的动怒血气翻涌的话，根本不会被我发现。慢性毒。这一刻他更担心的是轩辕墨。看看我弟弟，他是不是也中了慢性毒？三姐，是你中毒，并非我，请莫尔小姐帮你解毒，我没事。我都能神不知鬼不觉的被人下了毒，更不要说你了。你快让莫尔小姐看一看，没中毒最好，中毒就说明是……穆青鸾直接探了一下脉，摄政王没中毒，就只是我中毒了。是谁想要我性命？不是想要你的性命，而是让你渐渐的在这3年内毁容衰老残疾，如同3岁小孩一般不知世事，要不了命，却能让你生不如死。这种阴毒的手段倒像是女人的报复。突然轩辕科一步跃到了苏若儿的面前，说是不是你给我下毒？你们苏家世代为医，我之前就怀疑你说谎。什么你从小不懂医术，只对琴棋书画感兴趣，放你娘的狗屁！你肯定懂医术，用如此恶心阴毒的毒害我，这种事只有你能做得出来。顷刻间苏若儿被掐得脸色爆红，下一刻轩辕科被狠狠地一推。三姐，想要你我姐弟性命的人无数，你为何要如此针对若儿？王爷，不要说了，我命如此，我认命了。本王说过，这辈子都要护着你，绝对不会让你再经历以前经历过的一切。轩辕墨，轩辕家的男人还没有一个像你这样有眼无珠。你以为是你了解女人，还是我了解女人？现在中毒的是你三姐我，你不担心我也就罢了，现在竟然眼里只有苏若儿。求郡主放过我吧，
穆青鸾见状，冷冷清清的美眸沉了几分。他看到苏若儿的声带丝毫没有问题，虽然是无声，但是仔细看听就能听到一丝的气音。装模作样，你以为你能骗得了我？你死了这条心吧。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我承认我错了，你可以放过我了吗？若儿，你不该这样说，这不是你的错。好啦，你们两个别在我面前一副一往情深的样子，我现在要让木神医给我解毒，你们两个最好现在就走。三姐，我和若儿不能走，等莫尔小姐给你解了毒，还要给若儿医治。我现在才知道，我弟弟是一个痴情种，要是木神医救不了我，是不是正合你意？你巴不得我死，然后轩辕家族再无人能管你。三姐，你可是我的至亲，任何人越要害你，我都会灭了那个人九族。若莫尔小姐不能救你，我会找遍天下名医。神医，我的毒能解吗？可以。我就说你能救我，你的医术我信得过。莫尔小姐的医术果然精湛。药方写好了，按照上面的药方熬药1个时辰，每日服用1次即可。这段时间切记，不论是饮食接触的东西，都应该谨慎对待。好，你是神医，你说什么我都听。苏若儿，我有时间和你慢慢耗着，你就算是到死了，都进不了轩辕家的大门。三姐，绝不是他下毒。行，不是他下毒行了吧？是我自己看着毒药好玩，就自己去找毒药，然后看到毒药还很可爱，哎呀，我就自己每天吃那么几口，看着毒药一点点的杀死我自己，多好玩呀！三姐，快别让他流眼泪了，我看那眼泪就和尿一样，说尿就能尿出来，流得满脸都是，恶心死了。不小心喝到了一些茶叶，抱歉。穆青鸾的医术是和谁学的？好了，我该走了。过2日我请穆神医吃饭，好好表达一番我的谢意。好。在轩辕科离开之后，苏小姐的病症的确有一些办法是可以医治。太好了，方法很简单，多与认识的亲人朋友在一起，心情愉悦之时，这心中的郁结就会打开。苏小姐，你并非因为身体患病或者中毒才导致无法说话，一切皆是因为心结。连你也认为没有其他问题，只是心中有郁结？的确如此，不过倒是可以每日服用一些调节心境的药。那请莫尔小姐开药吧，本王许诺莫尔小姐的条件，日后莫尔小姐可随时向本王索取。本王将小轩和小程送回去了。苏若儿在看到秦征时，眼底闪烁起了惊色。想不到会在宣城医馆见到西凤国摄政王。莫尔小姐医术精湛，正好本王有一些问题需要莫尔小姐帮忙。你的女人和青鸾容貌有几分相似，神有相似，不足为奇。或许这是若儿和莫尔小姐的缘分。这世上当真有如此多的巧。打扰莫尔小姐，若儿，我们走吧。这是药方，每日早晚服用2次即可。谢谢。起身时，一双美眸迅速地看了一眼秦征，心底某一处忽然骚动。西凤国的摄政王眼睛不太好用。那个哑女是西凤国苏家的人，背叛了苏家，害得苏家3名嫡子惨死。有原因吗？具体原因不知为何，但在苏家3名嫡子死了之后，她被苏家逐出家门，此后一直跟在西凤国摄政王身边。苏若儿是苏家嫡女？不是，是苏家远房亲戚的孤女，自小养在苏家。黄昏下的木宅透着一丝岁月静好。哥哥，娘，你快来救救哥哥，哥哥吐血晕倒了。天，小轩！穆青鸾几个箭步到了小轩的面前。小程别怕。他立即从空间医疗站里拿出了仪器，迅速地给小轩做了全身的检查。检查显示，小轩依旧没什么问题。美玉，去命人准备马车，我们连夜赶回村子。娘，哥哥会不会有事？有娘在，小轩不会有事的。他抱着小轩飞速地朝门前走去。青鸾，你们这是？牛老，快看看。莫急，老夫看看。当牛老看到小轩的面相时，神色一震。进去再说。莫尔小姐，请2个孩子的父亲来这里一趟吧。如果再拖上2日，不止莫尔小姐怀中的小轩会出事，就连小程也会出事。去请战王。是，小姐。老爷爷，我没事啊，我还活蹦乱跳的。你现在没事，是因为你的哥哥承受了所有，但是他快承受不住了。他承受不住的时候，灾难就落在了你的头上。牛老，是有人给他们下了煞局吗？不是煞局，如果老夫猜的没错的话，应该是一种秘术，但具体是哪一种秘术，老夫现在无法知晓。倘若真的是秘术，老夫也只能试一试。在小轩和小程的父亲到来之前，老夫到处看一看吧。来到了一棵大树前。哦，这棵大树之前哥哥好像带我们来过。应该就是这里。现在需要我做什么？现在什么都不能做。
等孩子的父亲来，一旦轻举妄动，会影响2个孩子日后的命运。可是之前动过了，已经挖到了大树树根了。动了，竟然动了，会有什么后果？命不久矣。秦征高大颀长的身影迅速的而来。需要本王做什么？不必犹豫，就算是要本王的性命也无碍。不必要战王的性命，但是战王能不能心甘情愿的限20年的寿命？好，那就请战王亲手将这棵大树挖开。秦征没有说话，直接是从一旁的下人手中拿出来工具，朝着大树就开始挖。一切要看小轩还有小程他们2个的命运了。不一会儿，就在树根彻底的暴露出来之后，战王，快划破你的指尖，滴落10滴以上的血。一大滴一大滴的鲜血滴落在了树根上。只要战王的心构成，就能有机会扭转。眨眼间，数滴血渗入了树根间。牛郎手里的罗盘像是感受到了什么，指针疯狂的乱转。竟然还是不行！这2个孩子，哥哥你不能有事！秦征几大步走过来，有本王在，你们不会有事。用本王的命换他们的命，就算是让本王生生世世不能转世投胎，日后下18层地狱也无妨。唉，老夫无能为力了。这是100年来，不是1000年来最阴狠的秘术。老夫刚刚只不过是试一试吧，结果还是不行。牛老摇头，罗盘脱了手，落在了地上。小轩，告诉娘，你不会有事的。牛老，小轩、小程和其他孩子不一样，不可能这么容易就被秘术害了，一定还有其他的方法能救他们。如果有可能，我绝对不会放弃。牛老，你救救他吧，加上我的寿命，我愿意拿出我几十年的寿命。老夫在来的路上，其实猜测到各种有可能的煞局，也做了准备，结果却没想到有人用了秘术。唉，老夫是真的无能为力，而且老夫也赔上了3年内不能帮人破解煞局，更不能为人起卦，但是却依旧毫无作用啊！不然，娘，我好饿，我想吃小笼包，想吃烤鸡、小糖人，我好饿。还想吃什么？娘现在就让玉姨去准备。这不可能啊！忽然恍然大悟，回光返照，他的儿子竟然回光返照了。哥哥，小轩，你还想吃什么？我现在就去做。还想要吃甜甜的糕点。好，让你玉姨还有刘嬷嬷去做。娘之前说过，吃了太多甜甜的东西，牙齿会变黑，太为难了。今天可以吃的，娘陪着你和小程一起吃，好不好？有没有想赵叔叔和小柏叔叔？想他们的话，孟叔叔去找他们过来。小轩眨了眨眼，大家这是怎么了呀？变得好奇怪。孟叔叔，明天我自己去见赵叔叔。小柏叔叔经常来，我不想他的。他皱起俊秀的眉毛。小程，我们不是说了自己是男子汉吗？男子汉绝对不能轻易哭的。你怎么又眼睛红了？我没哭啊！老爷爷是来我们家做客的吗？是啊，老夫是来你们家做客。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我没有不舒服啊，我刚刚睡了一觉，现在已经睡醒了，就是好饿。玉姨已经去做了，你再坚持一会儿好吗？他的小轩还有小程真的要离开他了吗？娘，我和哥哥会永永远远的陪着娘。娘是不是抱着小轩太累了？娘想抱着你，我不累的。等着玉姨做好了饭菜，娘抱着你过去。娘，我可以自己走的，我现在睡醒了，除了饿之外还很有力气呢。啊，怎么会大树被挖开了？而且还是我之前发现的那棵大树。他星眸一动，几乎是下意识地说道，其实挖了树根也没用的，脏脏的血已经深入大树中了，只要大树有着勃勃生机，那么脏脏的血就会一直永存，将大树烧掉就好了。你能察觉到？小轩，你是怎么察觉到的？难道小轩？哥哥，你是病好了吗？我也不知道，是我能察觉到那大树的诡异，知道有人用了很恶毒、很邪恶的秘术要害我和小程。太不可思议了！激动地走到了大坑前，围着大树转。哎呀，老夫白活了大半辈子，竟然没想到这里，竟然如此糊涂。小轩，你告诉娘，
你能解决这个秘术吗？这个秘书现在伤害不了我了，好像什么？因为有秦叔叔的血，所以我就不用睡那么久了，要不然我恐怕还要再睡1个月。果然，战王的血是有用的，太神奇了！小轩果然是天选之子，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秘术都能取了性命的。老夫这一趟来得太值了。老爷爷说这个秘术特别厉害，会要你的命，也会要了我的命。的确，如果我死了，没人帮你挡着秘术和煞局，你也一定会死的。是秦子义的舅舅害我们。是他啊，不过他现在肯定也不好受。剩下的事情交给娘来处理。交给本王，你们母子3人不必理会这种脏东西。不要让他脏了你们的手，我没事，他就要被秘术反噬。我越是生龙活虎，他就会越遭受折磨哦。幕府，穆汉语躺在床上，5脏6腑的剧痛让他实在没有办法闭上眼睛休息。谁？是我。苗神医，你终于来了。按照时间来讲，你现在应该好了许多，不应该还会疼痛不堪。你不在的时候，有几个大夫入府，仔细的给我检查过，全都查不出来原因。你再给我看看，是不是中毒了？好。片刻后，没有丝毫中毒的迹象。难道是他用了秘术的关系？因为这个秘术100年来无人使用过，所以根本就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反噬。突然，胸腔内血气翻涌，头痛欲裂。穆汉语双手死死地扣住了自己的头，朝着床边狠狠地砸过去。好疼啊，疼死我了！苗神医，快救我！这根本不可能，明明没有中毒，为什么你会如此痛苦？少爷，不好了，老爷吐血了，而且现在一边喊疼一边满地打滚呢。能不能请苗神医现在去看看老爷？什么？他是以自己和爹2个人的名义下的秘术。这不可能，完全不可能！我先去看看穆大人，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那2个小野种是不是已经死了？另外一边，苗神医赶到的时候，穆成军已经因为他头疼欲裂，不停地撞击着墙，已经满头是血，甚至已经晕过去了。宁静的夜色下，穆青鸾和秦征静静地守在了小轩和小程的床边。你怎么还不走？本王该离开了。不送。秦征踏着月色走出院子时，看到了2道熟悉的身影。我要去睡了，你赶紧走吧。嘿嘿，我带你去房顶看星星。今天小轩和小程都没事，这是值得开心的事情。我们2个是不是应该要好好庆祝一下？星星有什么好看的？我还要睡觉。是和我一起看星星。你要是寂寞没人陪呢，就去花楼找你的红颜知己，不要打扰我睡觉。小柏一把抱住了美玉。美玉，你个魔人精，你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能知道我的心意啊？小柏，你找死！没想到小柏竟然主仆通吃，一边勾着穆青鸾的心，一边来蛊惑美玉。小柏，你怎么得罪战王了？你是不是骗战王的银子了？我知道为什么了。小柏眼中也燃起了熊熊烈火，因为战王不止惦记穆青鸾，还看上美玉了。战王，你别太过分了。小姐和小轩、小程他们都已经睡了，你们要是吵架打架，那就出去。别挑战本王的底线，现在在本王的面前玩弄那些小心思，你找死！玩弄小心思？战王，这话你是不是应该对你自己说？对我说是什么意思啊？你可不要欺人太甚了。我看上的女人，谁都别想和我抢。不知悔改。我又没做错什么，我喜欢美玉，难道有错吗？小柏，你怎么在战王面前也乱说啊？战王，同样身为男人，我奉劝你一句，千万不要妄想不该妄想的。妄想不该妄想的？你们能不能走啊？好了，我现在就走，我改天再来找你看星星，你快去睡吧。小柏纵身一跃，消失在了秦征的面前。半个时辰后，王爷，不知道为什么穆大人和穆汉语一样，都是控制不住伤害自己。秘术反噬不奇怪，你在这里盯着，一旦他不伤害自己了，你就砍了他的脚筋，带去王府见本王。是。翌日天刚亮，小姐，大事件什么大事件啊？天还没亮的时候，在悬念大街上，穆汉语没穿衣服躺在大路中间，他一身的酒气，双脚被路过的马车给碾压断了，还有头好像也被马车给撞到了，满脸的血。后来还是幕府来人将他带走了。的确是自作自受，天意如此。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秦征所为。如果真的成为了一个废人，那以后
岂不是就没有办法再害人啦？说不定哦。门前的下人突然来到了面前。小姐，穆大人带着穆少爷要见小姐，那穆少爷是被人抬着的，看上去好像昏睡着。小姐，这该如何是好？告诉他们，我病了在休息，不见任何人。此时穆成军满脸的焦急。小姐生病了，任何人都不会见。穆大人有什么事情就直接说吧，你进去告诉他，只要他答应救汉瑜，不论他提出什么条件，本官都会答应他。如果穆少爷病了或者是受伤了，京城神医极多，甚至是小姐说了，可以让宣城医馆的大夫出面诊治。请穆大人带着穆少爷回府等着吧。不远处，小姐怎么突然对穆二小姐感兴趣了？奴婢打听了一番，关于她的事情真是太传奇了。苏若儿水汪汪的眼眸淡淡的看着穆宅的门前，世上真的会有如此巧合之事？心中的不安渐渐的越来越大。他怎么会来到这里？你就是穆神医的父亲？你是？别管我是谁，我听说穆神医的父亲根本就算不上是个父亲，怎么今日突然又带着一个半死不活的人过来为难穆神医？你们是不是觉得穆神医人美心善，想要过来欺负他呀？赶紧走，别想着过来欺负老实人。你……穆青鸾听到了下人的禀报，他真的这么说？速去请他进来。门前还不走啊？我还从来没见过如此没脸没皮的人。这是我穆府的家事，和你没有关系。本官不知道你是何人，有何居心，还请你不要插手他人家事。穆神医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当然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被人欺负。快走，否则别怪我不客气。爹，我们走，就算是我死，也绝对不会让穆青兰救我，而且我绝对不会死。憨儿，你终于醒过来了，你先别说话，这件事交给为父处置。不用，我就算是现在身中剧毒，必死无疑，我也绝对不会来求穆青鸾。爹，快带我回去。想不到有一个是清醒的，既然如此，就赶紧走，别在这里恶心了穆神医。穆成军眼见自己的脸都快丢光了。走，这位小姐，我们小姐请您进去。好。穆青鸾正在泡茶。你来了。我还以为你闭门不见客是怕了，没想到你竟然在家中如此悠闲的泡茶。那种人啊，的确是不想见就不要见，见了就堵心。哎，这是什么茶？我有一片小茶园，自己种的茶，尝尝味道如何？的确是好茶。我这里还有很多，喜欢的话呢，稍后走时带上几包。好啊，看看，这才是让人打从心眼里能喜欢的女子。瞧瞧那个苏若儿贼眉鼠眼的样子。我今天来找穆神医，除了要感谢穆神医之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这件事情吧，其实有些难以启齿。我是医者，面对医者，病人可以说出一切难以启齿的病症。其实也没有太难以启齿，我是想让你给我弟弟看看他的脸。摄政王的脸？我弟弟小的时候唇红齿白，是一次意外中了毒，然后脸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从那以后他就戴着面具见人，就连我也已经有10来年没见他摘过面具。你有问过摄政王想让我医治他的脸吗？我和他刚吵了架，我才不会去找他，我只是今天突然想到这件事。如果你答应了，等哪天我心情好了再去问他。现在最让我头疼的就是这个苏若儿了，太有手段了。除了我弟弟为他死心塌地，他还能让其他2位皇子为他神魂颠倒。男人啊，眼睛有问题吗？穆青鸾对苏若儿不了解，所以在这个时候只是笑了笑。抱歉，我一时忍不住发牢骚。你是我嫌少第一次见面就觉得好像认识了很久的好友一样，难免话唠了。无妨，我喜欢听你说。有缘，如果你是西凤国人，你我必定早就成为了闺中好友。现在也不晚，我决定了，这2日就去见一见我弟弟，让他过来找你医治一番。不行，为何不行？如果你将他的脸给治好了，那苏若儿岂不是更要黏着他了？再等等，我就不信时间久了，他的狐狸尾巴露不出来。关于苏若儿，他有一些疑惑，甚至是他可以肯定苏若儿是在装哑。而且我有个秘密要告诉你，我找不到人说，快要憋死我了。秘密？荣幸之至。我跟你说，我已经找到了一个丰神俊朗的男子，那男子生了绝顶容貌，我筹划了一系列对策，让他勾引苏若儿。勾引？如果他能顶得住诱惑，对我弟弟当真用情至深，我虽然讨厌他，但日后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再为难他。幕府，苗神医带了一些新药过来。外面那些传言竟然是真的，他的腿其他大夫说没救了。苗神医，你是神医，你肯定能救他的腿，我只能尽力而为。这时昏迷的穆汉语缓缓地睁开了眼。苗神医，想办法帮我将伤口上药吧，接下来我应该不会再疼了。伤口好处理，只是这被马车压断的腿
就算是大罗神仙，怕也是挽救不了。我知道脸上会留下疤痕，我不在意。苗神医依旧是愁眉不展。穆汉语有些不满，他手臂撑着身体想要坐起来时，我的腿怎么了？汉语，你的腿被马车压坏了，为父以为你都知道了。穆汉狠狠地抓了一把自己的腿。我喝醉酒出去，我怎么完全不记得了？他昨日已经被秘术反噬的折磨得生不如死，怎么可能会喝酒？汉语，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你的腿不能有事啊！不可能，我的腿不可能有事，绝对不可能！苗神医，你千万要想出办法救他呀！哎，伤口可以伤药愈合，但是这腿真的救不了，已经彻底的碾压断了，就算是神医在世，也毫无办法呀。苗神医，你知道皇上有多看重我，你必须想办法救我的腿。哎，恕我无能为力。老夫现在就进宫见皇上，皇上出手，应该能找到其他神医。离开时，将他带来的一些伤药留了下来。木宅，穆青鸾送走了轩辕科之后，孟泽和牛老才从房中出来。想不到一向看谁都不顺眼的轩辕科，竟然能对你毕恭毕敬。你和他认识？几年前有过一面之缘。谢谢牛老，如果不是牛老千里迢迢而来，小轩昨日不会清醒得如此之快，也许我还会失去他们。千万不要说谢，是应该我谢你们。如果不是走这一趟，我依旧如同井底之蛙。牛老莫要特托功劳，此事我铭记于心。牛老如果有需要我帮忙出手之处，尽可直言。话音落下之后，他从一侧的药箱当中拿出了一瓶药，递了过去。这是我闲暇时研制的一些强身健体的药，这次牛老舟车劳顿，又因为解着秘术而伤了身体，正好可以服用这些药。牛老放心，百利而无一害。牛老，这瓶药一定要收下，青鸾研制的药，药效极其厉害。牛爷爷，我有事想要说，昨天晚上太困了，我就睡着了，忘了和牛爷爷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事呀？牛爷爷最近半年千万不要再帮人解这煞局，算天机了，否则会为牛爷爷招惹杀身之祸。牛老一愣，为什么？因为接下来找到牛爷爷的人是个坏蛋哦。好，牛爷爷记住你的话了，接下来几个月牛爷爷一定会很小心，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千万不能被人的外表给骗了。好好好。娘，这是我刚刚画的平安符，更厉害的平安符哦。原来经历一些磨难会让他变得更厉害呢。谢谢小轩，小轩真乖。小程也跑了过来，娘，这是我做的花环，娘戴在头上肯定好美好美。看看娘戴的花环漂亮吗？漂亮，娘最美了。母子三人幸福极了。小姐，穆大人带着穆汉语又来了，用不用我出面去打发了他们？不用，我去看看吧。他们去而复返，大概是穆汉语决定来找我，更何况他费尽心机的害我儿子，此仇我自己报。你从后门走吧。老夫也该走了。木宅门前，汉语啊，你一定要坚持住，今日不管他提出什么要求，我们都要答应，只要他能医治好你的腿，其他的不值一提。我必须要让他救我，如果不是他，还有那两个该死的小野种，我怎么可能会落到这种地步？君子报仇10年不晚，我等得起。青鸾，汉语毕竟是你弟弟，他现在落得这种下场，也算是对他的惩罚了。之前是我错了，既然知道自己错了，那么出现在这里是为何呢？我之前是被仇恨蒙蔽了双眼，你的确是我姐姐，我们应该一致对外。是啊，汉语现在真的知道错了，而且也悔改了。我们毕竟是一家人，如果闹得太难看了，只会让人看笑话。穆青鸾内心深处生出了一丝悲凉，这种情绪应该是原主留下来的，可见穆成军这个父亲做的有多过分。现在我和你们是毫无关系，如今看笑话的人，看的也是你们的笑话，与我何干呢？穆大人，穆汉语，若是还想给自己留一分颜面，现在离开吧。青鸾，你怎么能如此狠心？你看看汉语，他伤得太重了，如果今天你不救他，他就要成为一个废人了。他毕竟是你弟弟呀，是我们穆家以后的顶梁柱，你怎可如此冷血无情？还有为父也受伤了，你当真要冷眼旁观吗？你才能原谅我和父亲。我很好奇，你这一身的伤是从何而来？昨天晚上喝醉了，出去后被飞速行驶的马车撞伤，也不知道是谁的马车，竟然如此不长眼。你们两个伤得如此雷同，难道是一起喝醉酒出去被撞伤？不管怎么说，我已经承认错误了，快帮我将腿上的伤给处理了吧。你也不想有一个残废弟弟吧？你的腿真的是被压断了？的确压断了。我看一眼。穆青鸾刚要伸手过去，从袖中取出了一个匕首，用匕首敲了一下穆汉语的腿。这样敲一敲，能看出来什么吗？是啊，
我们进去好好看看吧。汉语的2条腿伤得着实太严重了，这样隔着被子和衣服根本看不出来什么问题。不亲自验证一下，如何确定这腿是不是断了？现在好了，我可以确定这腿确实是断了。秦征亲自出手，做事儿很靠谱，没有给穆汉语任何可以复原的机会。青鸾，你这是什么意思？穆青鸾，你根本就没想过救我，对不对？腿都断了，还想要重新站起来？穆汉语，你想白是做梦？你不是医术精湛吗？不过就是腿断了，你一定能医好的。青鸾，你肯定是还没原谅我们，你是铁石心肠吗？对我儿子用秘术，现在遭到了反噬，不反思不说，竟然还来找我救你们。穆青鸾退后了一步，来到了美玉的面前。你个贱人！青鸾，你怎么变得如此冷血？我可是你父亲，而且你说的什么秘术，为父根本就没听过。就算是汉语用的又如何？这个孽女着实可恨。我不会用秘术害人，你误会我了。不想死，滚！我可以对天发誓，我并未用秘术害人，我对秘术不太了解。此时，院子内高高的大树上坐着2个可爱的机灵鬼。动手吧，弟弟！好，小程将手里的一个小布袋隔空扔了出去，布袋从空中抛出了一个完美的弧度，准确无误地打在了穆汉语的脸上。与此同时，布袋裂开，里面的土全都洒在了穆汉语的脸上。谁？突然头一歪，吐了一口血。那上面有你下命时的血哟！秦征竖起了大拇指。汉语，这秘书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突然，穆成军意识到有些事情不是他想的那么简单，还有他不受控制的头疼，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遍布了全身。走，我们快走，安心做个废人，还能有一命。很快，穆成军带着穆汉语仓皇的逃离，小轩和小程一跃而下。秦叔叔，你来啦！是，本王想你们了。走，进去吧。小轩，今天还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没有啊，秦叔叔放心，我比以前还要厉害呢。清冷的月色下，路上只有3辆行人。秦征骑着高马飞速地穿行街道，突然一辆马车出现，横在了他的面前。与此同时，马挣脱了马车，朝着相反的方向狂奔而去。一道倩影从马车内滚了出来。半路出现在这里，意欲何为？他泪眼婆娑地看着他，又惊慌又无措，最后只能从袖中拿出了一张纸。对不起，我想离开京城，离开这里，我是故意拦住了战王的路，请战王见谅。的确拦了本王的路，看在西凤国摄政王的面子上，本王不追究你的罪责。身体一软，倒在了马的前方。月色下，女子看上去格外的柔弱，惹人怜惜。我的马跑了，能不能请战王带我一路？不顺路。秦征拽起了缰绳，马调转方向，无情离开。一道身影从不远处跑了过来，而苏若儿将2张纸迅速地塞入了袖口。若，本王说过，不论发生任何事情，本王都不会放你离开。傻若，你既然不声不响的要离开，你可知在东陵国内处处存在危险，相信本王好吗？不要再想着离开本王。苏若儿咬着唇瓣，小心翼翼地点了点头。若儿，你是本王最珍视之人。不远处，看到没，就是那个女人，你只要费尽心机的让她喜欢上你，你就可以得到万贯家财。我感觉自己遇到了相同的人，不过我比他会更厉害一些。是吗？那就做出来给我看，我不在乎你是怎么让他动心的，我看的是结果。好，请郡主等着我的好消息。轩辕柯淡淡的嗯了一声，转身离开。穆青鸾牵着小轩和小程的手，从一侧的墙壁跳了上来。有意思。娘，那位不说话的阿姨好奇怪呀。是啊，那位阿姨好像有些古怪。古怪？小轩，你觉得哪里古怪？娘，她好像是个死人。他有些迟疑和不太确定的语气回道：死人？死人？哥哥，刚刚那位阿姨看到秦叔叔的时候，眼睛里都是光呢。死人的眼睛我见过的，眼睛是没有光的。我也不太清楚，如果能让我知道他的生辰八字，我就能够确定。不过我能肯定，刚才感受到的就是一团死气。死人？穆青鸾心中一动，有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想法。小轩，娘曾经在鬼门关走了一圈，你能从娘的身上感受到死气吗？娘的身上才没有死气呢，娘的身上都是勃勃生机，我才不会让娘的身上有死气，我娘的身上都是贵气，好运气。半个时辰之后，战王府。王爷，他在谁来了？夜深不见客，
不论是谁，让他们明日再来见吧。真的是谁来了，王爷都不见啊？秦征果断地嗯了一声。王爷，那卑职现在就去告知莫尔小姐，还有小轩、小程，让他们明日再来吧。你说什么？莫尔小姐还有小轩、小程他们来了，怎么不早说？结果王爷想都没想就说不见。下一刻，秦征已经起身走出了书房。王爷放心，卑职已经命人将莫尔小姐他们请了进来，还让人准备了热茶、水果和糕点。做得好。秦叔叔，是突然有什么事？是为白羽一事而来。白羽的事？白羽叔叔家中有事，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找到人帮忙处理。我现在已经好了，想要去白羽叔叔家中看一看。白羽回家后并未传回音信，想必现在的情况有些棘手。一起去看看吧。好，回头吩咐凌云准备马车。是，王爷。小轩、小程，你们在马车上睡一觉吧，这一路需要几个时辰。时间不早了，我睡了。小轩和小程一听，立即一左一右地躺在了穆青鸾的腿上。等到马车停下来时，王爷，莫尔小姐到白羽家了。再让小轩和小程睡上片刻，天亮了再进去吧。好，天亮再下马车。我就说嘛，小轩肯定不会有事的，你们这是心里有我呀。见你也赶了过来，我真的太感动了。现在府中情况如何？找了一位据说很厉害的大师过来，但是还是没什么起色，不知道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白羽叔叔不用着急，我先进去看看。小轩，你真是太好了，叔叔保证以后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第一个想的人就是你，一定都买回来给你。谢谢白羽叔叔。跟我进来吧。我爹得知王爷和莫尔小姐前来，立刻派人去准备了丰盛的早膳。耶，太好了，我都饿了。我也饿了，肚子在咕咕的叫。先吃饭才有力气干活，保证你们那间小肚子吃得圆圆的。白羽叔叔放心哦，我一定会好好干活。我最讨厌做这坏事的人了。小轩刚踏入白家就皱起了眉毛，他敏锐地嗅到了一丝丝坏东西的味道。迎面走来了一对中年夫妻。王爷有失远迎，着实抱歉。本王知晓白家现在的情况，白老无需介怀。这位就是莫尔小姐吧？白夫人，夫人叫我青鸾就好。白夫人笑着点了点头。他们是小轩和小程，王爷的儿子。我是小程，我是小轩。两个孩子和王爷太像了，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使不得，使不得！你们是王爷的儿子，是小世子，怎可给老夫行礼？当得起，在白老面前他们是小辈，自然要尽礼数。白老爷一听便笑着点了点头。爹娘，小轩就是我之前所说的那位比大师还要厉害的人。小轩还没有吃早膳，让小轩吃饱了再休息休息，就能够帮我们解决麻烦了。白老白夫人放心，只要小轩能做到的，他会尽力去做。好好好，辛苦小轩了。很快到了用膳的大厅，还热气腾腾的各色各样的美食。很快他们就吃饱了，门前出现了两个人。白夜见过战王，然后又对着白老夫妻道：儿子见过爹和娘。但是站在他身边的女子胆子却不小，一双微微上翘的丹凤眼朝着里面打量。你还知道回来？我说过，想要纳妾不可能，只要有我在的一日，这个女人别想入门。叶儿，你呀，今日战王来了，你先将人带下去。夫人，小雨是真心喜欢白公子的，我保证日后进了白家会好好伺候你们，好好伺候姐姐，绝对不会让白公子为难。娘，小雨她温柔善解人意，而且儿子已经答应了小雨要将她纳进门，而且爹和娘，你们以后就会知道她的好。小轩突然抬头，拧着小眉头，漂亮的大眼睛盯着罗小雨看。小轩低声对着穆青鸾说：柔儿现在还病着，生死未卜，你就要纳妾进门。柔儿当年不顾一切嫁给你，是你自己说要一辈子对她好，结果这才几年时间，你竟然全都忘了。我和你娘，我们两张老脸都可以不要了，以后不用出去见人了。叶儿，你以前很听话的，也很懂事，怎么能这个时候在柔儿的心口上扎刀子呢？白夜顿时俊脸上满是痛苦，然后控制不住自己似的捂着头。老爷夫人，求求你们不要说了，都是因为我，如果不是我的出现让白公子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彼此相爱，白公子也不至于会忤逆了老爷夫人。老爷夫人，如果要怪罪的话，那就怪我吧，只要白公子不痛苦，我可以离开。白夜反手将罗小雨抱在了怀中。大哥，你太过分了，战王在这里，你竟然不管不顾的和一个野女人抱成一团。快走，你们快走。罗小雨的眼中闪烁着寒光，他偷偷地看了眼战王。战王，求求你帮我们劝劝老爷和夫人好不好？我们真的是真心相爱，
而且民女可以不要名分，只要能进了白府，让民女为奴为婢的伺候白公子，伺候姐姐，还有老爷和夫人。请战王为我二人订婚。大哥，你如果是我弟弟，现在就该帮我，我不想一辈子都和一个不爱的女人在一起。混账！你们两个滚出去！娘，我是你的儿子呀，你怎么不为我想一想？你也不看看谁在这里，还有2个孩子，难道你想要人人学你品行不端？大哥，你以为你们是谁呀？我也凭什么给你们订婚？以前的大哥绝对不会做出这种没有分寸，而且还很过分的事情。求求王爷成全我们吧！突然感觉到身体悬空。战王为何如此对民女？这也太不怜香惜玉了吧！好歹人家还在掉眼泪呢。秦叔叔对女人这么狠呐？不是，你看对娘就很殷勤，我看秦叔叔是嫌弃那位阿姨。本王只对你们的娘亲温柔，其他女人碰本王一下，本王只会恶心。看看王爷，再看看你，只是枉费我多年对你的教导。白羽叔叔，带我去散步好不好？好好好，我这就带你去散步。我也去啊！等等，我也去散步。我不知道有句话该说不该说。小轩和小程那么可爱，但是战王和木尔小姐太过宠爱孩子，甚至是太过于夸赞他们，这会让他们以后没办法经历磨难。我们想一想，怎么旁敲侧击一下，战王和木尔小姐都是聪明，应该很快认识到这样养孩子不太对。好，那里是柔儿阿姨住的地方吗？是啊，我想要进去看一看。迈着小步子直接走了进去。哥哥，怎么啦？小沉默地打量着小盆栽，紧关着的门打开。二少爷，奴婢听闻院子里有声音，这才出来。没什么，嫂子现在如何？有没有好转？少夫人还是没有好转，我去看一看吧。你医术精湛，肯定能让嫂子尽快的好起来。你们陪着小轩。杨柔闭着眼睛，脸上还有未干的。奴婢叫醒少不必了，我先诊脉。她诊好脉，没有什么严重的病，只是有些伤心过。我们少夫人她还能好起来吗？放心吧，你们少夫人最少还能再活着几十年。少夫人以前从来没有生过病，这还是第一次变得如此严重。让你们少夫人好休息，我们先出去吧。门外，公子，我们还是不要打扰姐姐了，姐姐还在生病，她肯定不希望见到我。既然我已经带你进了府，断然没有再让你出去的理。小雨，你我相爱，这些人这些事情都不会成为你我之间的阻碍。至于柔儿，她就是心思太狭隘，为何容不下？我们现在就见柔儿，将事情说清楚。哥，你是不是疯了？你明知道嫂子病了，你是不是想要将嫂子气死，你才开心？我是你大哥，你竟敢对大哥不敬！我们还是不要进去了。突然看向了一旁的小轩和小程，他猛地一惊，只见那2个孩子围着一盆花在转，然后其中一个孩子紧接着又去了另外一盆盆栽。你们在干什么？是很喜欢这些花和盆景吗？你离他们远点，想找死！因为民女家中有很多花，如果他们喜欢，民女是想要送他们花。请王爷允许我处理自己的家事。你们进来吧。白夜，你我之间正好做一个了断。你想纳妾，我成全你。那就让我去给姐姐道个歉吧。等一下，你在这些花草上动了手脚。你在说什么？小雪，你说都是他搞的鬼，而且问题就是那2盆花草。就是这2盆，土里埋了脏东西，可以让住在这里的女主人生病，也能让男主人变得心智不坚定。你竟敢对我们白家用这种肮脏的东西，还想要害我大嫂？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脏东西，我从来没听过。这2盆不就是普普通通的花草吗？穆青鸾刚好推开门走了出来。凌云，将花盆撒了，看看里面有什么。战王一世英明，怎么能如此纵容一个孩子？一个孩子的胡话怎能相信？哥，你竟敢因为一个女人而质疑王爷？那你了解小雨吗？你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对小雨太不公平了。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脏东西，我真的听不懂。我知道你们不想让我和公子在一起，认为我配不上公子，我其实能理解，所以我已经想好用一辈子来证明我对公子的心意。我的要求已经如此低了，为什么你们还是要如此栽赃我？突然，杨柔在丫鬟的搀扶下已经走了过来。我不记得自己有个妹妹，你还没嫁入白家，就更不要口口声声叫我姐姐。柔儿，你白夜，你不用急着维护她，而且我从来没有说过不成全你们。一个负心汉，不值得我继续留恋，你也不用为难。柔儿，你也不必如此，我从来没说过要抛弃你。哥，你曾经发过誓，你现在的行为就是不守承诺，这简直太渣了。见状，杨柔彻底的失望了。谢谢木儿小姐为我医治，举手之劳不必客气。先把这里面的东西喝了，会让你有些力气的。穆青鸾拿出了一袋营养液，递给了杨柔，凉凉的液体灌入了喉咙。这几日从未有过的舒适感让杨柔清醒了不少。突然，砰，盆裂开，吐洒了一地。
在根茎处竟然缠着几根绳索，绳索下方还有2个小人儿，小人儿上都是干涸的血。一阵风吹来，阴飕飕的。一个代表了柔儿阿姨，一个代表了白夜叔叔，必须要彻底销毁才可以。还有，这上面的血是这位阿姨的血。你虽然是战王的儿子，也还是个孩子，但是你绝对不能乱说话。这种古里古怪的东西，我从未见过，怎么可能上面有我的血？这是怎么回事？柔儿阿姨，我先将这个娃娃解决了，你就会觉得舒服了。小轩从他的怀里取出了一张符纸，贴在了其中一个娃娃的身上，紧接着符纸点燃了，将娃娃一并给烧了。罗小雨忍不住地吐出了一口血。做坏事就是要付出代价，我好像有感觉了。刚才还压在心口的沉重感，在娃娃燃烧的那一刻跟着一起消失了。哥哥好厉害！小雨，你真的做坏事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让人查查这2盆花是从何处拿来的，或者有谁能够碰到这2盆花，很快就能找到证据。对呀，我差点被气得脑袋不清醒了。但这种害人的东西应该不是阿姨做的，应该是有一个很厉害的人帮忙。白家从来不参与各种朝堂争斗，只是开了几个药房行医救人，难道……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你们都是位高权重之人，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平民女子，真的害怕了。我答应你们，以后我绝对不会出现在白夜面前。凌云一把抓住了罗小雨，单手扣住了罗小雨的脖颈。你们够了，为了拆散我们，你们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欺人太甚。小轩，将另外一个娃娃也解决了吧，然后让凌云叔叔带着你们出去玩。好啊。又拿出了一张符纸，符纸碰到了娃娃之后一起燃烧了起来。白夜面色恢复如常，刚才满脸的愤慨全都不见了，看向了罗小雨，眼神顿时变得复杂不已。柔儿，我没了理智，我现在才清醒一些，我怎么能伤害你？但是你刚刚看到罗小雨的眼神，说明你还是有一些理智尚在的。你如果不是喜欢上了罗小雨，断然不会给他可乘之机，让他有着机会害我。是啊，公子，你之前口口声声说喜欢我，而且你我已经有了夫妻之实，你怎么能转眼忘了我们之间的温存？王爷，卑职先带着小轩和小程去玩。去吧。这种阿杂场面不适合小轩和小程看。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如果不喜欢我，最初你又怎会帮我，然后还让我成了你的女人？不要说了，罗小雨，是你对我和蓉儿动了手脚，让我失去了理智，否则我绝对不可能碰你。罗小雨，你是心怀鬼胎才接近我。王爷，要不要将人带回京城审问？带回京城。没有人支持我，我真的是冤枉的，肯定是有人要陷害我。我要嫁给白夜，我不要去京城。突然，罗小雨瞪大了眼睛，就像是无法张口说话一样，大张着嘴，再也没有声音发出来。怎么回事？秦征凌空一跃，高高的立在了琉璃瓦片上。刚刚有杀手，他该不会是中毒了吧？要不然刚才那样子，看上去恐怖死了。他怎么了？命运弄人啊，他怀有身孕了。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叶儿呀，你这回太糊涂了，你对不起柔儿啊。但凡你意志坚定，就绝对不会被那种脏东西干扰，是儿子的错。哥，罗小雨怀孕了，她有了你的孩子。她腹中的孩子留不住，她早就被人下了毒，需要每隔几日服用解药，已经伤到了腹中的孩子。即便是孩子能够生下来，有一半的可能会伤及脑袋。一切都是天注定，人啊，千万不能作孽。如果他能供出幕后主谋，还能活一段时间，那么战王现在该如何处置罗小雨？罗小雨大概什么时候能醒过来？现在应该能醒过来。片刻后，公子，我是真心爱你的，现在这里也只有你能救我了，你一定不忍心看我被他们处置了，对吗？指使你的人是谁？是谁重要吗？你背后的人身在京城。公子，救我，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够了，到了现在你竟然还想骗我。既然你不说，那就带你回京城，送入大理寺严刑拷问，就算你的嘴被焊住了，一样能给你撬开。不要，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被人喂了毒药，他知道我和公子认识，然后说能帮我尽快进白家，等我进了白家后帮他做一件事，我日后就可以和公子双宿双飞了，所以我答应了那个人。白夜闻言面色更是痛苦，满口胡言，以为我们会信你？命人送他去京城大理寺审问一番吧，不用带回京城，在此了结了。难道是要在此要了罗小雨的命？公子，
难道你要眼睁睁的看着我们的骨肉死掉吗？这可是你们白家的骨肉啊！我的确犯了一些错，但是他没有错呀。白夜痛苦不已，深深地闭上了眼睛。求战王网开一面，放过我！看在我腹中怀了白家骨肉，求战王能网开一面。收买你的人教了你如何在2个娃娃上滴血设局。是我不懂这些，是那人教了我。还记得容貌吗？他蒙着面，我看不到容貌。此事本王心中有答案。看来战王已经猜到是谁了。罗小雨如何处置？幕后黑手本王既然已经确定，那么此女的事情，这是你们白家的事情，她何去何从，是生是死，是白家做决定。公子，我们的孩儿就在我的肚子里，也许现在已经在我的肚子里有了人形，小手正在摸着我的肚子。白夜低眸，视线落在了罗小雨的腹部上，脑海当中浮现了2人温存的那一日。1个多月的身孕，腹中的孩子只是一个胚胎。如果真的是有手了，那么只有一个可能，基因突变，是为怪胎，绝非人类。柔儿给爹和娘请安。柔儿，是我们白家对不起你呀。娘不用这么说，有些事情是命运。柔儿，你听我说，我知道我对不起你，我也知道你不会轻易原谅我，你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好不好？白夜，接下来你会怎么做？会如何安置罗小雨？公子，我不将你为难了，我离开这里，远远的离开，带着孩子永远不出现在你的面前。柔儿，只是小雨她无依无靠，虽然做了错事，也是因为我的关系，如果我不收留她，她就没命了。哥，你太过分了，你竟然如此伤害嫂子！你一个混蛋！叶儿，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竟然想让柔儿同意将罗小雨收进房中给你做妾，你将柔儿当成什么了？白夜，既然你想让罗小雨留在身边，那么我就成全你，这相当于是我送给你的最后一个礼物。柔儿，你在说什么？我不允许你离开我，我的心里只有你啊，柔儿。大可不必如此，白夜，你我之间好聚好散了吧？这是我写好的和离书，从此以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说吧，你知道了什么大秘密？我就等着你问呢。再不说他就要憋死了。什么事啊？是关于穆汉语的。穆汉语？这2天你们不在京城，他又找了很多，据说是神医的神医，又托人到处找孟泽。孟泽又怎么可能会救他呢？所以他相信了一个乡野郎中的偏方，竟然砍断了断裂的腿，然后又去重金买了奴仆，将那奴仆的腿砍下来安装在自己的身上。那被砍了腿的奴仆因为没有人照顾和止血，当天就死了。而那穆汉语以为这样腿就能用了。那位郎中的想法很超前，最起码超前了几千年。太疯狂了！那知不知道他是怎么把别人的腿安在自己身上的？用针线密密麻麻的将他的腿和奴仆的腿缝在一起。幕府一阵阵腐臭味儿不断的从房间内飘散出来。你们说少爷是不是疯了？嘘，千万不要议论少爷，说不定能够听到我们在说什么。可是少爷将自己的腿和别人的腿缝在一起了，这太不可思议了。而且刚才给少爷收拾房间的时候，看到少爷盖的被子都是红的。如果断了腿的人只要接了别人的腿就能用，那这世上怎么可能有那么多断腿躺在床上之人啊？房间里，穆汉语一身冷汗。来人，打开被子，我要看看我的腿是不是好了。当被子被掀开的那一刻，不可能，我算过那郎中的话，他说的是对的。那我的腿怎么会这样？不！只见他的双腿缝合处竟然同时流淌着血水和黄色的水，而且和他连接的那2条腿都已经发黑腐烂，透着一种狐臭的气息。那个郎中一定是被穆金鸾给收买了，这该死的穆金鸾！这时穆成军走了进来，扶着门前的门柱吐了起来。等他稍微适应了这熏人的气味之后，才走了进去。汉语，你不是说那个郎中的话可信吗？但是现在你的腿成了这个样子。穆汉语脸色苍白，自己好像不能挂酸了，那么就说明他按照郎中的方法给自己治腿其实是错的。汉语，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的腿怎么办？是因为我用了秘术吗？所以这是上天对我的惩罚，让我失去了一切，还要再失去双腿。该不会我头疼的不受控制都是因为你用了秘术的缘故？汉语，你究竟做了什么，竟能让我们遭受天谴？我一定可以走。穆成军被吓得一口气没上来，直接晕了过去。
片刻后，当穆汉语拖着血淋淋的身体爬出房间之后，1个时辰以后，关于幕府内发生的事情从下人的口中传遍了大街小巷。这也太吓人了吧！满地的血水，看来穆汉语果然是活不久了。如果腿断以后好好养着，活到7老8十不是问题。皇宫，秦征从宫门口走出。皇上太过分了，肯定是因为穆汉语，早就知道穆汉语是皇上的人。本王的这位皇兄是何等阴险之人，本王十分清楚，此事先不急。如果没了王爷，咱们东陵国到时候任人宰割，他难道想要看到那幅画面吗？走。是。一站外，2道身影藏身在暗处中。过2日我们就要回西凤国了，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他这几日几次出门，我和他有过几番相处，但是依照我的判断，他要么是对摄政王一往情深，要么心里就是还有其他更重要的猎物。其他猎物？还有哪个男子能比得过我弟弟？不知道郡主有没有见过战王？他和战王不相识，如果有其他的猎物，也绝对不可能是战王。而且战王和我弟弟一样，位高权重，还有战王有喜欢的女人，还有2个儿子。在下只是打个比方，郡主莫要当真。难道他真的是对我弟弟一往情深，为了我弟弟痛改前非了？越想越觉得不太可能。都说狗改不了吃屎，我怎么想都不可能。郡主，不如在下探查一番。在下总觉得他对摄政王其实没有那么用情至深，在下的直觉一直很准。好，那就好好的探一探。翌日，穆青鸾用过早膳之后，直接去了宣城医馆。张掌柜派人前来，说是有一个疑难杂症，杨郎中他们束手无策，点名要让他去医治。我刚刚听到的消息，南兴国又在边境挑起战乱了，但是皇上有意不想让战王去，是提拔了一个侍卫统领，让那统领前去带兵打仗，然后还要让战王交出一些兵权。什么？这侍卫统领他懂怎么打仗吗？这不是开玩笑吗？这一不小心士兵们的性命都没了呀。如果战王去，直接就能将南兴国的将士给吓跑了。嗨，你们没听过一句话吗？功高震主。嘘，千万别再乱说。穆青鸾有意听了几句话，通过了解还有近日和景惠帝的接触，他十分清楚秦征的处境，换作是他早就颠覆了这天下，然后翻身做主，尽情地享受这一生高过一生的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宣城医馆内早早的就排上了人。小姐，人被我安排在了这里。什么样的伤？烧伤。烧伤？其实还有其他的伤。这伤的确严重，完全就是一个血人。刚才还有神智，现在应该是昏迷了过去。不过晕过去之前，他给了我1万两的银子，应该够他的医药费。如果不够的话，等他醒来再跟他要。他是自己来的？是有人抬着他过来的，抬着他进医馆的人是临时雇佣的，所以才会将身上所有的银子都给了我们。好，我知道了。这满身的伤痕再加上烧伤，需要好好的处理一番。让学徒进来，将他的衣服脱光。而此时昏迷的男人眼珠子动了，穆青鸾却目光幽冷地盯着男人身上的衣服。等一下，小姐还有什么吩咐？先不用去。是有什么问题吗？穆青鸾没有回话。如果是烧伤，那为什么只是脸还有腿，然后衣服没有和肌肤贴上？那腿是被人砍断之后又被人放火烧了，这伤好像不简单。少爷，我让人去幕府找人来接你回去，你的伤我们宣城医馆救不了。男人一动不动，好像什么都没有听见。为了让我出手救你，不惜被火烧，对自己还真是够狠啊！穆汉语依旧一动不动，但是紧握的双手出卖了他。抬走。是。穆汉语猛地睁开了眼睛。你必须救我。任何人我都能救，只有你不救。你要是不救我，我就让你名声尽毁。你以为我有机会让你开口？一道无色无味的粉末进了穆汉语的口鼻之中，嗓子里发不出任何的声响，他不能说话了。抬出去。半个时辰之后，小姐，是我疏忽了。他有意隐瞒，换作是我也想不到，他为了让我出手医治，竟然会对他自己下了如此狠手。如果小姐真的没认出他来，反而救了他，那么他以后又去害小轩和小程，我真的是一身冷汗。就算是一开始没有认出来，等我见到他腿部的伤口，也能知道他是谁。小姐，他现在一顿折腾，现在这命是不是都保不住了？差不多吧。那以后他都不能开口说话了？ 3天后可以开口。我先回去，
如果有什么事情，再命人去找我。穆青鸾从宣城医馆离开之后，没有回穆宅，去了战王府。他今日竟然主动来找他，是不是已经想明白了？知道小柏在他的面前完全没有可比性了？你想明白了是吗？本王可以给你全天下最盛大的婚礼，这天下间没有任何女人可以与你相比。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嫁给你了？是本王有些心急了，不过让你提前知道本王的心意也好。穆青鸾神色微微一变，如果不是因为接受本王而来，那么是因为你听到了一些风声，知道本王遇到了一些问题，所以关心本王，担心本王，才会直接来见本王。战王，你放心，这件事情的确会有些麻烦，不过本王绝对不会让这件事情波及到小轩和小程。这种局面对本王而言就是麻烦了一些，但影响不到什么。本王的兵权是要给小轩和小程的，而且本王还要护你周全。只要他在，任何人都欺辱不了他们母子。关键时刻如果有任何变故，请尽快告知我。放心，本王定会护你们周全。动他可以，动他的女人和儿子绝对不行。穆青鸾刚刚回到穆宅门前，青鸾，到了如今，你就去救救他吧。他现在落得如此惨，肯定都已经知道错了。我以为之前2次已经拒绝得很明显了，还没死心。穆成军看着穆青鸾，明明还是以前他认为最没出息、最软弱的女儿，脸一模一样，但是绝情的样子却那么陌生。我这个父亲，你这辈子都不想认了吗？你配做一个父亲吗？说完，他直接进了穆宅。小姐，轩辕郡主来了。轩辕郡主？是啊。你终于回来了，我在这里等你，等得肚子都饿扁了。刚刚去医馆处理了一些事情，没想到你后天就要走了。我刚刚认识你，根本不想离开，但是西凤国那边离开久了，就会有事情发生，我和弟弟都必须回去。事后如果有机会，我会去西凤国探望你。一言为定。啊，对了，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带了几个箱子，那个箱子里面装的都是我们西凤国的一些稀有物品，都是我送给你的礼物。轩辕科挥了几下手，这件事让我最近这2天无法安眠。因为苏小姐，除了她还能有谁？前几日不是说有了应对之策吗？的确是有了应对之策，但是现在一直没有什么结果，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有找对人。我就怕他对我弟弟的确是用了真心，也的确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坏。如果真的是狐狸，那么迟早有一天狐狸的尾巴就会露出来，所以我认为不必着急，慢慢等待。和你说话果然能宽我心，真是太可惜了。你为什么不是我们西凤国的人？今日的战王府很是热闹，1-2个时辰前穆二小姐来访，现在又是小轩和小程。你们是不是抢王爷了？我们来找秦叔叔，是想问秦叔叔，真的有人在骗娘吗？那个人到底在哪里？怎么突然问此事？我们让小柏叔叔去查了，小柏叔叔说没有这个人。你们去找小柏了？是。秦叔叔就告诉我们是谁吧，敢欺负我们娘，一定要他好看。你们也相信小柏？他肯定不会骗我们。秦叔叔，你跟我们去见小柏叔叔吧，小柏叔叔正围着玉姨转呢，不到天黑是绝对不会走的。他在纠缠美玉。小柏，你好大的胆子！小柏叔叔，你是在欺负玉姨吗？美玉被亲得满脸通红，一把推开了小柏。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刚才是情不自禁。这是他第1次和美玉亲近，一颗心止不住的扑通扑通的狂跳。情不自禁？小柏，本王给过你机会让你离开，想不到你竟然依旧无视本王的话，你该死！这战王是不是脑子有病？为什么一定要针对他，一定要阻止他和美玉？陡然一个大胆的想法从脑海里砰的一声炸开。感情这个看上去冷冷清清的战王，其实比哪个男人都骚，想要主仆通吃。我爱在哪里就在哪里，穆青鸾都管不了我，任我出入他府上，你先吃萝卜蛋操心。秦征隔空飞去了内力十足的一掌，掌风强大，惊得小柏狼狈地躲开。秦叔叔要杀小柏叔叔。是啊，哥哥，小柏叔叔怎么得罪秦叔叔了？我操，战王，你真的疯了！当王爷当成你这样心思龌龊的，少见呐！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想把穆青鸾娶回去不说，你还想让美玉给你做小妾，你是不是太贪得无厌了？2道目光射向了秦征，秦叔叔竟然是衣冠禽兽。小轩、小程，你们要好好保护穆青鸾，千万不能让他被战王这样的衣冠禽兽给骗了。美玉就让我来守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柏，你仗着穆青鸾喜欢你就为所欲为，欲要给本王泼脏水，今日就算是明知青鸾会伤心，本王也要杀了你。
从腰间取出了一柄寒光凛凛的软剑。我娘喜欢小柏叔叔，小姐喜欢小柏。啊，穆青鸾喜欢我？秦征皱起了眉，察觉到了一丝丝不同寻常的气息。我靠，我这是被戴了情敌的帽子啊！是小姐对战王说的吗？呵，误会大了。我娘将小柏叔叔当成朋友，小柏叔叔喜欢御医，我娘根本就不喜欢小柏叔叔。我可受不起穆青鸾喜欢我，我只喜欢美月。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嘿嘿，没做什么。战王刚才想砍了我这个漂亮过分的头，不知道他是不是嫉妒我？砍你头？是啊，哎，我觉得战王就是嫉妒我，可我怎么也没想到，嫉妒我甚至是想要除掉我的人竟然是战王。小柏叔叔，你和秦叔叔比，容貌不占上风。他将我当作情敌，不就是认为我比他俊吗？穆青鸾一下就了解了。再嘚瑟，这段时间就不要再来我这儿混饭吃。娘，我和哥哥还有字没有写完，我们先走了。水果被我吃完了，我再去厨房里面盛一碗。我去帮你。你早就知道本王误会了，是不是？但是你一直没解释，就是想要本王知难而退，不再纠缠你。的确如此。黑眸像是被附上了一层寒霜，心狠狠的纵身一跃，消失在了穆青鸾的面前。穆青鸾的睫毛颤了颤，立在原地失神了片刻。夜色渐浓，路上3两行人。王爷，刚刚西凤国摄政王命人送来请帖，轩辕墨邀请他前去飞跃楼相见。备马车前去飞跃楼。是。往日人很多的飞跃楼，此时门前很清了。请问马车内的贵客是战王吗？王爷，都飞跃楼了。贵客就在这里，战王请进。一道不属于酒香和菜香的一抹独特的香料味道，随之铺散在空气的进入了他的鼻尖。与此同时，飞跃楼门外的不远处，怎么回事？赶快说！苏若儿有动作了。有动作了？怎么回事？快说！苏若儿正在秘密见战王。若离指了指飞跃楼的3楼。什么？他正在见战王？是，而且飞跃楼内只有他们2个人。孤男寡女夜里相聚，思想再纯洁的都能想出一些猫腻来。哼，一定要确定他们有奸情，最好能捉奸在床，然后再让摄政王过来。天子好的包间内，一道女子从屏风后身姿翩翩地走了出来。这个女人是不是有毛病？从第一次见面，他就对这个男人有了征服之心。说，你意欲何为？他手颤抖地将一张纸递了过去，手比划着让秦征看一看。秦征见状，冷冷地扫去一眼，哭哭啼啼，全是鼻涕和眼泪，恶心至极。苏若儿小脸顿时惨白，就好像是一个耳光狠狠地打在了他的脸上。秦征收回了剑，直接转身就走。救我！求你！他又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我可以说话了。忽然门被人推开了。战王，你堂堂一个战神，为什么要做对不起穆神医的事？本王何时对不起穆青鸾？王爷前来赴约是因为收到摄政王的请帖，这摄政王怎么换成了苏小姐啊？你们主仆配合太好了，你放着顶好的穆神医不喜欢，喜欢苏若儿干什么？如你所说，穆青鸾极好，其他女人在本王眼里不过是个屁。战王是不是把我也算进其他女人里了？转告摄政王，管好自己的女人。苏若儿，我弟弟正在来的路上，这一回任你花言巧语，也别想扭转乾坤。你为什么一直要盯着我不放？哎呦，我是一直装作不能说话吗？余光看到了在地上散落的几张纸。你竟然说是摄政王胁迫了你，困住了你的自由，对你非打即骂，让你每一日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甚至是让你和心爱的男人分开。你碍于摄政王的权力不敢反抗，只能任由摄政王玩弄。好啊，苏若儿，我真是小瞧了你，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人，但没想到你太让人恶心了。摄政王的一片心都为了狗。郡主，你为什么一定要逼我至此？我从来没想过和你为敌。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了门前。这回你该相信我了吧？他只是利用你，现在看到战王就恨不得扑到战王的怀里，但是战王有了穆青鸾，根本看都不看他一眼。到了这一步，王爷肯定认清我了，就请让我离开吧。轩辕柯将手上的纸送到了轩辕墨的面前，看看这上面到底写了什么。轩辕墨紧了紧拳头，浑身透着一种愤怒。我真的累了，
王爷，就此桥归桥，路归路，希望王爷从此以后忘了我。当然要忘了你，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三姐，你先出去。什么？你让我出去？这种女人，你还留恋什么？你看看刚才战王是怎么做的，战王看都不看他一眼，还说他就是一个屁。王爷，你就当我是一个屁，忘了吧。三姐，这就是你想看到的？看到我心爱的女人远离我而去，为了成全你，她不惜一切用这种方式来让我厌恶她，远离她。什么玩意儿？竟然说苏若儿勾引战王是他逼的。轩辕墨直接走到了苏若儿的身边，说不要怕，不要为了任何人委屈你。你以为写了这东西就能欺骗得了本王吗？我操！苏若儿垂下了眼眸中闪过胜利的目光，想要和他斗，下辈子吧。王爷，我真的就是郡主说的那种人，我的确是在勾引战王，我喜欢的人是战王，我对战王一见钟情，不要再纠缠我了，从此以后我们两不相见。本王绝对不会放开你。在轩辕墨看不到的时候，他看着轩辕柯，轻轻地笑着，贱人！拔剑朝着苏若儿砍了过去。就在他的剑即将碰到苏若儿时，被轩辕墨一把抓住了。你是摄政王，手握重权，在西凤国朝堂上，没有哪个官员能骗得了你。你能看穿那些官员的心，但是为什么你看不出苏若儿的心？为什么看不出你三姐我的苦口婆心？三姐，我只需要你成全我们，至于其他的，你无需操心，任何后果我独自承担。王爷，你的手……本王没事，不过是一点小伤。好，是我多此一举，你从今以后就和苏若儿好好在一起吧。然后拂袖离去。王爷，我本不想看到这一幕，我不想你为了我和郡主不和。傻丫头，我们有时间向她证明她是错的，到时候三姐就会原谅本王今日所做的一切。本王今日很开心，你终于能开口说话了。翌日，战王府门前，侍卫统领孙毅带着数名侍卫来到了这里，声势浩大。卑职奉皇上的旨意，前来向战王索要兵权。不远处，秦叔叔要被夺走兵权了。小柏叔叔说秦叔叔现在面临很大的困难，没兵权了，是不是就会有很多人过来欺负他？现在就有人欺负他。是不是皇宫里那个笑得很难看很假的老爷爷？就是他。他处处针对秦叔叔，肯定是妒忌秦叔叔长得好看，还有你和我这么帅气聪明的儿子。他是秦叔叔的哥哥，这点事难办了。哥哥，你是不是算了秦叔叔的命运？他这一关能过去吗？秦叔叔想以后太平，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什么路啊？起兵造反。我们快去见秦叔叔，趁他给出兵权之前，我们快一起去造反。现在造反的时机不到，秦叔叔会没命的。战王府的大门开了。孙统领，上战场不是儿戏。卑职深知上战场不是儿戏，为了保家卫国，卑职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请战王将兵权放心的交给卑职。王爷曾经带兵1万，战胜敌军3万人，此次敌军区1万人在边关作乱，相信孙统领带兵2万，定能够凯旋而归。这是东南军兵符，孙统领收下吧。孙毅要接兵符的手猛然一顿，甚至是往回缩了一下。东南军不是王爷的冯家军？哼，冯家军是已过世的冯老将军的，不属于战王。皇上命卑职前来，所要的兵权绝对不是东南军。东南军说是士兵，是战王从各地剿匪归降的土匪，一个个的绝对不会轻易的听命于他。哦，那就请皇上下旨宣告天下。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孙毅的头上开始冒起了冷汗。王爷说了，东南军的兵符既然已经交出来了，就不必归还了，日后东南军就跟着皇上和孙统领。凌云直接转身回了战王府。书房里，你们怎么来了？秦叔叔，其实兵权没了就没了吧，你可以先赚钱，钱多了就能买千军万马。我卜了一个卦，卦象上说秦叔叔以后一定会很厉害，所以眼前的得失不重要哦。既然不用去战场，那么就先把正事图谋了。你2日准备准备，就带兵上路吧，朕等你凯旋而归。这一场仗胜了之后，他就顺理成章地封孙统领为将军。皇上，战王命人给了东南军的兵符。你说什么？卑职愧对皇上。朕要的是他手里的所有兵，他眼里究竟还有没有朕这个皇帝？可恶！
皇上，那卑职带着东南军前去边境，此战必胜。皇上，不如还是让战王带兵前去边关。不是他不想去，是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号令东南军呢。你让朕收回旨意。臣不敢，只是臣从未去过战场，而南兴国又是骁勇善战，臣初次带兵打仗，怕是能力不足，臣可以做战王的副将。从今日开始，滚出皇宫，不必再做侍卫统领了。紧接着，景惠帝又提拔了一名武将。秦征眼眸深处闪过一道光，眼前浮现了穆青鸾的身影。本王应该好好感谢皇兄，他让本王知道该怎么做了。啊，感谢皇上。去放出消息，本王身患隐疾，无力带兵，冯家军离开京城城外，全部回他们永城老家。王爷，这要是没了冯家军，王爷那就是真的惨啊。还不够，让刘副将他们对外宣称，他们本就不是本王的兵，看到本王不被皇上重视，无法再上战场，他们决定回永城老家娶妻生子，阖家团圆去了。突然而来的消息令整个京城都震惊了，战王就这样失势了。皇上，不如趁此机会斩草除根，不给战王任何重新站起来的机会。他或许还有后招，而且朕这个时候落井下石，必定会让天下人议论。这样，你亲自去战王府宣读圣旨，战王多年来保家卫国，劳苦功高，现如今伤病缠身，无法再上战场，朕感同身受，赏赐黄金1万两，望战王好生休养。百姓听到皇上的旨意后，一定会称赞皇上仁心仁德。王爷，说，皇上让人明日一早前去见莫尔小姐，询问她是否愿意嫁给王爷。如果莫尔小姐不点头，皇上就会给王爷选择其他人赐婚。那个人真有可能是那个傻女。不愧是皇兄，即便是小踩本王一脚，也要找一个好理由。如果穆青鸾在这个时候拒绝，那么他再给本王赐婚，就会获得一片赞美之声，而穆青鸾就会被世人谴责他嫌贫爱富。皇上怎么如此阴险啊？那莫尔小姐，你认为穆青鸾不会答应？凌云哪里敢点头，连忙昧着良心摇头。不可能，莫尔小姐肯定会帮王爷，不可能让王爷被人笑话的。再怎么说，小轩小成也是王爷的儿子。你的意思是，如果不是因为小轩和小成，穆青鸾就绝对不会嫁给本王？莫尔小姐的心思太难猜了，卑职实在猜不到。房间内陷入了暂时的静默当中。片刻后，命人将战王府大门紧闭，然后再去医馆请大夫过来，不可去宣城医馆放出消息，就说本王重病卧床。刚刚凌云的怀疑让他又心生一计。是。翌日一大早，关于战王一病不起的消息不胫而走。战王为何不让人来请小姐？小姐，战王会不会真的一病不起，危及性命啊？要不然外面不会说现在皇上在给战王找陪葬的王妃。娘，你要去看秦叔叔吗？哎，秦叔叔也太可怜了，以前位高权重，京城里就没人敢说半点关于战王的谣言。唉，真是人心叵测啊。经过早膳后，我去战王府看一看。美玉，帮我准备药箱。哎，我现在就去准备药箱。片刻之后，请穆二小姐见谅，王爷身体不适，这段时间闭门不见客。我们不是客人。穆青鸾来到了秦征的房门前。秦叔叔，我们和娘来看望你了。房间里还是没有什么回应。秦叔叔应该是在休息，我们先回去吧。等秦叔叔醒过来，让凌云过去告诉我们。好吧。莫尔小姐，小轩小成，你们竟然来了。既然战王在休息，那我们先回去。既然莫尔小姐来了，那战王应该不需要老夫了，老夫先行告退。大夫等等，你既然来了，就先去给王爷看看。在莫尔小姐这位神医面前，老夫还是不要班门弄斧了吧。满京城的人现在都知道战王是得了什么病，积劳成疾，陈年旧伤，再加上现在没了兵权，急火攻心，直接卧床不起。凌云，让他们都进来吧。是。秦叔叔，你怎么病得好严重啊？是血骨又暴动了吗？他体内的灵虫血骨就像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一样。秦征苦笑，原本只是装病，没想到在他来之前变成了真病。不碍事，本王习惯了。将手伸出来，我看看。如果不尽快找到办法解决灵虫血骨，怕是他活不过1个月。小轩小成，你们快出去。小轩小成，你们先出去找凌云叔叔玩。在他们出去，门被关上的那一刻，猩红的血洒在了地面上。
穆青鸾立即抓起了他的手腕，看向了他的脉象。与此同时，另外一只手拿出了一个药丸，送到他的嘴边。张嘴。秦征想都没想，直接张嘴吞了下去。一滴滴冷汗几乎是在眨眼的时间内从他的额角不断的滑落下来，脉象是停的，完全探不到。他猛地抓紧了秦征的手，这种情况太过匪夷所思，就好像眼前的秦征是一个死人。他想到了什么，手疾眼快的直接拿了一个银针取了指尖的血。在他取好指尖血时，他的脉象也恢复了。血骨竟然在短短时间内2次暴动。不用担心本王，以前偶尔一天暴动过4、5次，本王习惯了。将银针扔入了医疗空间站做检测，然后又摸出了一瓶药。这几天一旦血骨发作，就服用1片。好，我已经找到了一些苗头，大概过一段时间应该能找到办法。你先好好休息吧。1个时辰后，不知皇上命明公公前来，所谓何事？皇上命咱家来询问木二小姐，如今对战王是否有情？民女不知皇上为何问此事。这是皇上问木二小姐的，木二小姐直接回答吧。至于其他的，咱家没说，木二小姐也没必要问。真是一个不会审时度势的愚蠢女子。民女尚未婚嫁，有些话说不出口。木二小姐无需顾虑什么，只需回答就好。木二小姐是个聪明人，就不用咱家多言了吧。木二小姐如果做错了选择，那可就是一辈子的事情。咱家在宫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刚刚不是已经说了吗？我害羞，说不出口。他要看看他们能无耻到什么地步。好，咱家就直接问吧。如今战王身患重病，卧床不起，你又为战王生下2个儿子，为战王留下了子嗣，但是你和战王现如今没有成亲，皇上有意为你们指婚。不过以如今战王的身体情况，皇上不想强迫你，所以你现在有一个选择，可以选择嫁给战王，也可以选择另嫁他人，皇上都不会为难木二小姐。我说害羞是因为没有办法说出嫁给战王这几个字。什么？可恶，此女竟如此愚蠢！奴才觉得是不是战王病得不太严重，他认为凭借他的医术能救了战王。朕竟忘了他医术卓绝。而且奴才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战王会不会是装病？朕早已料到，如果不是装病，朕反而会担心。那这件事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至于赐婚不急。战王府，王爷，木二小姐回应明公公了，她同意嫁给王爷。她怎么说的？探子说，明公公听到木二小姐的回答，脸当时就黑了，甚至点明了木二小姐嫁过来是要陪葬的。哎呀，这明公公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局。就算是本王真的要死了，也绝对不是让她嫁进来陪葬。本王要让她坐享天下财富，得到本王的一切。那是，别人这个时候都是幸灾乐祸，想要踩王爷一脚，但是木二小姐就不一样了，她对王爷是情深意重，甚至是陪葬，木二小姐全都不怕。王爷，要不要现在就开始准备聘礼？立即准备。是，王爷。东南军那边传来消息，说是他们要暴乱，这件事要管吗？告诉他们，如今本王不是他们的主将，他们想做什么无需来询问本王。这2日关于战王还有我的消息，你肯定也听到了不少。有人逼你吗？当然没有。是因为战王是小仙和小陈的亲生父亲，还是因为战王如今的处境，你不想落井下石？我若是不想答应，没人能逼我。赵恒无需担心我，而且我能救他。翌日，皇帝派了1名御医前去了战王府，在见到脸色苍白的秦征时，吓得魂儿都没了。本王的身体还有救吗？回战王的话应该还有救，不过这需要战王今后安心静养。御医随意地给开了一些调养的药方，然后直接回到了宫里。你确定？臣确定。如此虚弱的脉象，真的是将死之人才有的。而且战王的脸色极其苍白，没有一丝血色。臣初见时，吓得还以为战王已经死了。皇上，臣认为，现在就算是大罗神仙来了，恐怕也没办法救战王。东南军军营，李将军手中拿着兵符，高高的举在头顶。本将是奉皇上的命令前来接管东南军，而且本将手中握有东南军的兵符。我现在数3个数，如果你们还是拦着本将不让进，那么接下来每个人都要受到军法处置，带头之人就地砍头。想要号令我们必须拿出本事。李将军气势很大，但是上阵杀敌的时候，我听说你跑得比谁都快。胆小如鼠的将军也好意思来威胁我们？李将军那些事情我们可都知道得一清二楚。闭嘴，都闭嘴！你们还遵不遵守军法了？哎呦，大丈夫敢作敢为，
你居然连自己上战场被吓尿湿裤子的事情都不敢承认，这叫什么来着？这叫窝里横。那正好，让整个京城的人都来看一看，皇上派过来的李将军是什么样的一个孬种，都找死！怒喝之后，他朝着几个嚣张嘲讽他的人持剑砍了过去。1个时辰之后，御书房，区一个东南军，你都收服不了。这些东南军都被战王给惯坏了，太目中无人了。臣说了好多次，是奉皇上的命令前去率领东南军，但他们依旧对臣充满了敌意，还将臣打成了重伤。他们是还在等着七弟去统领他们吗？皇上，那接下来该怎么办？不急，过几日他们知道战王不值得他们效忠时，自会听命于你。午膳过后，我想到了几种能帮助你取出灵虫血骨的方法。取出的灵虫血骨，我知道你的顾虑，不过依照我来看，你的灵虫血骨恐怕是出了点问题，所以你在频繁地遭到反噬。同时我也预测到在灵虫血骨离开后，你身体会面临的情况。我今天来呢，就是要取你鸡冠血，还要为你做一些检查。穆青鸾利落地取了鸡冠血，然后拿出了各类仪器，给秦征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穆青鸾将一个小杯子递给他，取中段尿。什么中段尿？就是小姐，取小姐中间的，懂吗？此同时，街边闹事。我一个巴掌就能把你们都打飞，你们竟然敢欺负秦之风！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们爹爹战王现在都快要死了。别说了，他们打人特别厉害。你以后可是要做世子的，你怎么能怕了他们呢？你们的爹爹才快死了呢！呵呵呵，太好笑了！我爹都将你们的爹爹的兵权拿到手里了，你们爹爹现在是个废人了。新仇旧恨一起算。好啊，新仇旧恨一起算。 1个时辰之后，宁王和李将军的儿子被战王的儿子打了的消息传得人尽皆知。王爷身体不适，不见客，这件事非同小可，皇叔怎能不管不顾？你当真把我们说的禀报皇叔了吗？宁王说的对，战王如果不管，岂不是要放任那2个孩子胡作非为吗？这还有没有王法了？请宁王和李将军将此事上报皇上，如果皇上需要王爷出面解决此事，王爷必定会出现。此事是3家孩子的事情，何必牵扯到父皇？既然皇叔重病在床，那么我和李将军正好先去探望一番皇叔。宁王做事就要闯进去，然而宁王怎么推都没有推动门前的守卫。你让开！请宁王不要硬闯。什么叫硬闯？其他人不想来探望皇叔，而本王来探望皇叔，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是啊，本将也是好心来探望战王，其他的事情都是小事，战王的身体才是要紧。请宁王和李将军退后。这时，宁王和李将军来见战王，是来赔罪的。赔罪？赔什么罪？应该是皇叔向我们赔罪。莫二小姐，你来做什么？听闻宁王和李将军在这儿，正好过来找你们讨个公道。找我们讨要公道？什么公道？当街主动挑衅闹事，难道这就是宁王和李将军2人教导孩子的方式吗？当街挑事闹事，有谁看到了吗？谁又可以证明？莫二小姐，你一个妇道人家，这些事情还是不要管了，好好回去把战王的2个儿子教导好，他们2个必须好好惩戒一番。紧接着，从战王府内传出了秦征的几道咳嗽声。滚！皇叔出来了，那皇叔快给我们一个说法吧，那2个孩子实在是太可怜了。李将军却是拉了一下宁王的衣袖。你干什么？前御史在哪儿？只要有御史在，他们就不能胡说，要不然都会被记录。这前御史怎么突然来了这里？看看他走不走，走了我们再继续。结果前御史一直站在那里，根本就没有走的打算。宁王只能皱眉黑着脸，带着李将军迅速的离去。当天夜里，宁王府内几乎所有的人都进入了梦乡之中，但是起了一场大火，火势浩大，瞬间就要将整个宁王府给吞噬。快逃啊！火太大了，来不及扑救了啊！这是怎么回事？王爷，快跑啊！我们宁王府着火了！最后，整个宁王府都被烧成了灰烬。而与此同时，李将军在与夫人同榻而眠时，忽然被人敲晕。等醒来时，被发现和一头猪抱在了一起。天还未亮，消息便已经传到了穆青鸾的面前。这么巧合？我刚刚听他们说这件事，就觉得太巧合了。是不是有人暗中帮战王报仇啊？不过也许就是报应，的确是值得开心。
心情好，我要再去做几个小菜。看似秦征失去了一切，但是偏偏在小轩和小程被人欺负，后脚还没有过一个晚上，一个连王府都没了，一个名声被毁了。与此同时，永宁郡王和平和郡主二人进了宫。几年没见到你们，现如今你们都长大了。朕记得几年前离开京城时，你们还是个孩子呢。是啊，皇上，时间过得太快了，臣都已经成为了一方的郡王。这是聊城的百年人参，对补身极有好处，是臣特意带来送给皇上的。这次回京城，不如多住几日。这是自然，外祖父他们也有意多留我们一段时间。臣女此次回京，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是要为皇太后看看头疾之症。至于给战王治病这件事儿，他必须秘密而行。平和郡主有心了，如果你能够治好皇太后，朕有重赏。臣女定当尽全力。最后，景惠帝忽然告知，今天晚上宫中设宴，为他们接风洗尘。妹妹，你为皇太后治病，不需要太过用心啊？为何？我刚才观察皇上，发现皇上得知你要为皇太后医治时，并不是很期待和开心，区区头疼之症，宫中御医众多，竟然没有一人能缓解皇太后的痛苦，你不觉得有些奇怪吗？哥说的对，的确如此。至于今天晚上为我们设宴一事，不必过于认真，或许皇上另有所谋。看来身在京城，我们必须更加谨慎小心。宁公公从皇宫走出，先是朝着战王府而去，又去了木宅。皇上邀请我和小轩、小程入宫赴宴，如此好事，自然是要去。小姐，这皇上打的是什么算盘啊？该不会也邀请了病重的战王了吧？必定会邀请，去准备一下。晚上我带小轩、小程进宫。王爷，皇上派来的人就在门前，让他们进来吗？拿个面具。反应过来之后，立即准备去拿面具。等等，不要拿银色的面具啊？为什么？西凤国摄政王戴银色面具啊？西凤国摄政王眼光不好，如果本王戴了和他一样的面具，岂不是要让穆青鸾嫌弃？拿金色的过来。皇宫，你们看，永宁郡王和平和郡主来了，穆二小姐来了，战王的2个儿子也来了，你们快看！不得不说，穆二小姐容颜绝色，甚至凌驾于阮小姐和平和郡主之上。穆青鸾面带微笑，牵着小轩和小程入了座。妹妹，怎么了？没事，哥。哇，赵叔叔来了！战王来了。只见战王乘坐在轿辇上，被4个人抬着进来。看样子战王病得很重。我有准备，哥，那些人说他的话太不堪入耳了。秦征落座后，朕已经命神医和御医准备好，他们稍后就来给七弟诊治，一定能够医治好七弟的。希望。北海汉王丧王到。北海国汉王见过东邻国皇上。北海国丧王见过东邻国皇上。无需多礼，你们远道而来，快快入座休息片刻。好。坐下来之后，我们北海国的人从3岁起就要学习骑马射箭，你们东邻国的人从小就锦衣玉食，是不是拉不动弓？九弟，不可无礼。我说的是实话。在这混乱，所有人的注意都在北海国的2位皇子的身上时，平和郡主可以救战王。说完，宫人迅速的退后。你才拉不动弓呢，是吗？那和我比一比，如果你赢得过我，我就承认东邻国很厉害。其实东邻国这些年来没有经历过什么战争，即便是边关有他国来犯，都会被战王搞定。你比我小，我才不想欺负小孩子呢。然后眼睛一转，起了坏心思。你和他们差不多大，你和他们比，我才不和绣花枕头比呢。听说你们东邻国最厉害的将军是战王，让战王和我哥哥比一比。如果战王能赢了我哥哥，那我就承认你们东邻国很厉害。岳俊得意地笑了。怎么，战王没答应我，是不敢应战吗？景惠帝脸色有些难看。战王病重，不适合舞刀弄枪。既然战王成了孬种，懦弱胆小，不能和我比。北海国汉王今日不是比武之日。比武还需要选日子吗？岳俊又看向了完全没有给回应的秦征。战王，我可以让你几招，只要你跟我过招，我见好就收，甚至是不会赢了你，如何？一时间寂静无声。突然，战王是我爹爹，我得了我爹1根手指那么大的真传，所以我替我爹爹出战。小程忽然小身板纵身一跃，跳到了岳俊的面前。你几岁的小娃轻功的确不错，不过你要跟我打，是不是太不自量力了？你想要跟我比，我都觉得你不够格，更不要说你要跟我二哥比了。你说的就是我要说的，你和你二哥和我比都不够格。
更不要说和我爹爹比了。我爹爹要么不出手，要出手就必须是让他看入眼的对手。哼，嚣张谁不会呀？哼！王爷，秦征只是轻轻地摇了一下头。小小年纪就敢如此狂妄，不将人放在眼里，今日本王就好好教训你一顿，让你知道天高地厚。岳俊抬手打算狠狠地甩过去一个耳光，就在他的手要打到小程的脸上时，北海国的汉王竟然打不过一个孩子。小程，饶他一命，回来吧。叔叔要去锻炼身体啦。二哥，你怎么输了？你是不是看他是小孩子，陪他玩呢？景惠帝眯着眼眸，看到了小程，就仿佛看到了让他内心深处的妒忌。原来北海国汉王是在陪孩子玩呢，想不到汉王如此有童心。的确是在陪他玩，他也的确小小年纪很厉害，那几招很有力量，如果不是我早有防备，说不定还真会被他打得措手不及。好，七弟，他们每个人医术绝佳，让他们一起给你看看吧。好，谢皇兄。快去看看吧。10来个人又彼此交谈了一番。皇上，臣等都看过了，战王的身体需要慢慢的调养，一时之间臣等都没有更好的办法。战王是真的已经油尽灯枯了，当真没有办法。不过如果细心调养，也许还能挽救。我来诊脉看看吧。好，那平和郡主快去看看吧，只要能救战王，你提出什么条件，朕都会答应你。臣女会尽全力。当他的手碰到秦征的脉时，他心头猛然一沉。战王的情况的确不容乐观，臣女束手无策。虽然超出了他的预料，不过他能够想到应对之策。七弟，你放心，朕会命令下去，让全天下的神医都来为你医治，一定会救你的。全天下的神医聚集在一起，就一定能为你延长性命。西皇叔，老天一定会保佑你，不会让你有事，我们都会为你向苍天祈祷的。本王有穆青鸾救，要那群庸医做什么？二哥，原来战王快要死了呀！看样子应该是活不了多久了。哥，他病得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严重。这件事情还需要从长计议，你万万不能再像刚才那样冲动了。我知道了。片刻之后，本王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点头，本王就收了你，如何？还能帮你养大西皇叔的2个儿子。你太穷了，养不起我们。长得这么难看，还好意思来纠缠我娘？滚！你说什么？你是不是疯了？穆青鸾牵着小轩和小程从一旁直接走了过去。穆青鸾，你是不是搞不清楚你现在是什么状况？说完了就让开。一个生了孩子的女人竟敢也如此狂妄。你很快就会倒霉了，我给你一个机会，你赶紧滚，别再纠缠我娘，然后再给我10万两，我就帮你化解。太好笑了，果然是有娘生没爹养的东西，竟然张口就敢要10万两。娘，不看恶心的东西就不会恶心啦。给我等着，到时候你们不要哭着喊着来缠着本王。他扭头就走。岳俊带着岳卫快步走来。小不点儿，你说的那些话是谁告诉你的？你管不着。哼！你是穆二小姐吧？孩子小不知道利害关系，但是穆二小姐应该知道利害关系。利害关系？他们侧眸一看，乘坐在轿辇上的秦征来了。有人意图坏我名声，将一些莫须有的事情对一个孩子说，这件事情我必须查清楚。如果是莫须有，你又何必狗急跳墙，莫在东陵国意图威胁本王的女人和孩子？你战王如今自身难保，竟然还要与我为敌吗？凌云飞身一跃，长剑出鞘。凌云叔叔，你的武功又厉害啦！嘿嘿，还行。战王，你胆子太大了。我可是你们东陵国皇帝邀请而来的使者，你若敢杀我，你们东陵国皇帝饶不了你们，是吗？想在自己的女人和孩子面前找面子，你还是想想实际的吧。要是以前，战王你想杀谁都可以，但是现在你就只是想想吧。二哥，我们快走吧。先不要走，我劝你尽快走。杀！二哥！战王，你疯了！在岳俊眼睛一转，伸手就要朝着穆青鸾抓去时，一道暗影来到了他的身后。战王，你现在知道本王为何要杀你？你不能杀我，我保证我什么都不会说出去。我现在就立刻出宫，赶回北海国。你们东陵国的事情，北海国不会再参与，还不够。
你说，你希望我做什么？等等，我先带小轩、小程回去。他直接带着小轩和小程就走。穆青鸾带着小轩和小程回去之后，发现已有不少人离开。怎么样，能不能根除？臣女只能暂时想想方法。连你都无法做到根治吗？是，臣女的医术还是不够精湛。平和郡主和木耳小姐都会医术，你们两个正好都在这里，那就不如比试一场，让哀家看看你们两个谁的医术更高一筹。来人，备好桌子，身体不适的人都可以让他们诊断一番。是，皇太后。这时秦征回来了。皇太后要求平和郡主和木耳小姐比医术。乐俊带着乐卫回来了。兄弟二人没有来时的狂妄和盛气凌人。二哥，忍着，千万不能露出一丝一毫，明日我们就回北海国。小姐，奴婢发现今天晚上的赵世子有些奇怪，有时候喝茶，有时候喝酒，看上去似乎已经有了几分醉意了。此时穆青鸾和平和郡主已经站起来了。皇太后，这是平和郡主和木耳小姐的药方和诊断，都在上面，现在让几名御医都一一看过吗？好，让他们看看吧。七弟，你认为平和郡主和木耳小姐的医术谁更厉害？平和郡主猛地侧眸看向了秦征。穆青鸾，不论木耳小姐做什么，七弟都认为她是最好的，希望结果也是如此。御医们再三比较后，紧紧地锁着眉，还没有出结果。皇太后，这说吧。回禀皇太后，经过臣等几人的反复对照，平和郡主和木耳小姐的断症是一样的，究竟谁的药方更胜一筹，就要等生病的人服了药以后，慢慢才能看到效果。哈哈，二人旗鼓相当，是我东邻国百姓的福气。这种结果也是哀家想要看到的。两个人，一人赏一个白玉手镯吧。谢皇太后。你刚才有没有藏拙？我没有。原本以为穆青鸾只是依附着秦征而生活，为什么他不救战王？不救的理由应该只有一个，妹妹，你和他不是一种人，无需去想他为何这样做，你只需要做你应该做的就好。在武吉退下时，东邻国皇上，我现在就要离开京城，赶回北海国。汉王真的今晚就要离开？是。秦征是想要利用越军做什么呢？刚到东邻国京城，还未住上一夜，就要立即返程舟车劳顿，莫非是发生了什么要紧的事？桑王他水土不服拉肚子，为免继续身体不适，本王先带着他回北海国。这个理由真的是让人无语至极。岳俊心里算着时间，差不多了，直接就走。散了吧，北海国只是一个蛮荒小国，所以走了也是一件好事。皇帝不必因为北海国汉王的离开而动怒。母后身在后宫，根本就不懂前朝之事，时候不早了，母后也回去休息吧。他黯然转身，在宫人的搀扶下离开。该死！皇上息怒。北海国汉王突然改变决定，肯定是发生了什么朕不知道的事情。明公公，去查，去给朕查得明明白白的，朕要知道到底是谁坏了朕的好事。是皇上，奴才一定将此事查明白。这件事的背后会不会是七弟的操纵？再去查一查战王，确定他是不是真的快要病死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七弟，你最好没有和朕耍花招，否则朕要你万劫不复，也会让你的女人和孩子惨死。战王府。何人？我是永宁郡王，要见你们战王，有事无恶意。跟卑职来。二人立即跟随而去。王爷，永宁郡王求见。请他们进来。踏入房间时，秦征，我来了。战王，永宁郡王深夜来见本王，为何事？知晓战王身体有恙，妹妹她特意前来诊治。这个样子哪里像是病入膏肓？诊治？今日在宫中，我给战王诊脉的时候，发现战王的身体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脉象极其虚弱，需要尽快医治，否则会危及战王的性命。今日我二人来此，已经躲避了所有人的眼线，不会被任何人发现，战王完全可以放心。不知为何，总感觉战王不会死，甚至让他有一种冲动可以投靠战王。为何冒着被皇兄发现的危险来医治本王？我只是在今日诊脉过后，觉得应该来给战王医治，没有任何利益，也没有任何阴谋。毕竟我们和战王
相识多年。不必，我不会害你。已有可以救本王的人。战王说的是莫二小姐吗？正是莫二小姐，就没有莫二小姐治不了的病，所以平和郡主大可以放心。既然我们兄妹已经来了，妹妹带来了医药箱，就先给战王再诊诊脉，多一个人医治，对战王而言也是一件好事。今日在宫中给战王诊脉时，时间匆忙，当时并未仔细看过。当年战王救过我，就当我在报答战王的救命之恩吧。他救过他，当年之事不过顺手之劳，无需记挂。对战王而言不过是顺手之劳，但对于我而言这是救命之恩。时候不早了，战王，让我妹妹看一看吧。突然平和郡主面色猛然一变，这怎么可能？下午在宫中的时候明明是将死之下，怎么可能现在会如此平缓？怎么了，妹妹？战王现在的脉象没什么问题，但是在宫中时会有几分随时没命的危险。两种脉象在同一天发生，匪夷所思，一时之间我无法断证。我回去好好想一想。无需勉强，时候不早。凌云，送永宁郡王和平和郡主离开，究竟是怎么回事？哥，战王的情况复杂到我怎么都想不到这是什么病。你无需对自己怀疑，战王病情如此诡谲，说明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想到办法应对。现如今你还有时间去细细研究。哥，战王他战王他似乎不记得救过我。我察觉到了，不记得就说明对战王而言，救妹妹和救其他人没什么区别。马车猛然的停下。郡王、郡主，我们撞到人了，怎么回事？他是突然跑出来的，这个时辰路上应该没有人，所以马跑的速度快，就撞到人了。我是南宫府的大小姐，南宫婉，送我回。翌日，穆青鸾用过早膳之后，便乘坐马车前去了战王府。你将这个交给战王。王妃还是进去吧，万一今天早上看上去状态不是很好。这王妃两个字着实辣耳朵。不要叫王妃啊，是。王妃是真的害羞了。去南宫府。莫二小姐，你们小姐呢？小姐她昨天晚上出去了，然后一整夜没有回来，一夜未归。是啊。有没有说过是因何事而出去？小姐没有说。你先回去，伪装南宫婉还在。如果真的装不下去了，那么就说南宫婉在我那儿做客，这件事情交给我。好，听莫二小姐的。半个时辰后，公子昨天晚上就离开京城了，临时有事，说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立刻飞鸽传书问他，南宫小姐是否与他在一起？一个没了行踪，一个昨天晚上离开了京城，究竟这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木宅不会这么巧合吧？他们两个该不会是私奔了吧？怎么可能私奔？孟泽又不是见不得人，南宫小姐也是一个绝世美人，两人相配着呢，绝不是私奔。我就是开玩笑。孟泽说过，不会和任何一个女人成亲，他喜欢逍遥自在，怎么可能会突然和南宫婉私奔呢？收到孟泽的回信后，便知晓究竟发生了何事。郡王府，他怎么还没醒？他身体太虚弱了，应该还要等一等。他晕倒前好像说的是南宫，要不要让人探听一下，看看京城有几个南宫家？暂时不必，他当时太虚弱，说了什么我没听清，甚至是无法确定他说的是不是南宫二字。如果贸然在京城让人去找，也许会给他招惹麻烦。他从未见过哥哥如此细心体贴地为他人着想过。妹妹在看什么？哥从未仔细关心过任何女子。是我们撞伤了她，当时她一个女子深夜在路上独行，一定是因为什么事情，贸然查她的身份，对她对我们都不是好事。哥说的对。你刚刚一直在查医书，有没有想到一些方法？还没有，哥，医书上没有任何记载。你带了不少医书，不必着急，你若是没有办法，摩尔小姐同样没有办法。我找到了，哥，我找到了。找到了？是啊，哥，这上面说的症状和战王现在的情况一模一样。太好了，我现在就去战王府。等等，现在不能去，外面都是皇上的探子，等到了晚上我们再寻机前去战王府。是我太激动了，竟忘记了现在是什么时辰。我们现在的确不能去。你是当年送给我花的女孩吗？当年在他得知爹娘意外而亡时，他伤心至极。小哥哥，我送你花，你不要哭了好不好？不管有什么伤心的事情都会过去的。不要走！永宁郡王立即抓住了他的手。我不想你走。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你如此伤心？乌城，孟泽踏入了一家赌坊。主子，这时一只信鸽落在了门前。主子，是京城来的。孟泽有些意外。准备笔墨。是。信鸽到了孟府，没有和孟泽在一起。莫尔小姐，公子正在回来的路上，应该今天晚上就会到。这时
我查到了。查到了。昨天晚上正好有我的探子在附近看到南宫婉撞到了一辆马车之上，然后被马车上的人给救了，是永宁郡王。永宁郡王？永宁郡王是故意隐匿了行踪，瞒过各方的眼线。至于之前去了何处嘛，我现在还没有消息。既然是被永宁郡王的人带走，南宫婉应该没有性命之忧。不过现在难的是我们不能直接登门要人，要不然他绝对不会承认人在他那里。你说的没错，我想一想，这个永宁郡王和平和郡主刚刚回京，心思不明。你的探子能潜入进去吗？你们不知道，这永宁郡王不知道脑袋怎么长的，很擅长做机关，只要进了郡王府就几乎要自求多福了。这么厉害？不过他不显山不露水的，没几个人知道。在京城里，也就是他的府邸，我还没有图纸。暂时不必打草惊蛇，婉儿一向聪慧，危急时刻他知道该怎么做。我找机会见一下永宁郡王一面。一匹马穿过尘土，一只信鸽飞来。郡王府。今天东南军又闹事了，李将军又碰了一鼻子的灰。但是皇上下令，明日就让李将军带兵前去边关，而且皇上下命令的时候，又派了不少暗卫和探子盯着我们王府。告诉他们，暴动可以，李将军不配带本王的兵。是，王爷说的对，更何况这李将军没有兵符，能号令何人？漆黑的夜色下，王爷，永宁郡王和平和郡主来了。让人进了。是。战王，我有办法救你了。有办法救本王？平和郡主，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战王的病情紧急又危险，怎能开玩笑？此事妹妹若无把握，必定不会只过一日又来了。时间有限，我先和战王说说这病是怎么回事，我会如何治疗。永宁郡王看着何郡主，原本不想让妹妹嫁给战王，但是现在恐怕妹妹再也碰不到能让他如此用心之人了。我现在就开药方。说完，平和郡主就立即开始写药方。药方开好后，请战王派人去买药时，一定不要被人发现。不必。什么？战王在犹豫什么？还是对我们兄妹二人有所怀疑？本王并未怀疑你们。那为什么不让我写下药方？又或者是不想欠我们兄妹人情？平和郡主所说的症状和本王不同。不同？怎么可能？战王，本王身患此症数年，并非是病。什么？数年？从未有过的打击，一时间让平和郡主脑袋嗡嗡作响。永宁郡王和平和郡主离开了战王府。王爷，平和郡主虽然医术高，但好像没有莫尔小姐厉害。除了孟青鸾，没有任何人能从脉象上看到任何灵虫血骨的存在迹象。这样说来，穆青鸾的医术的确是无人能比。木宅，孟泽一身风尘而来。确定他人在永宁郡王那里？确定人就在永宁郡王府，暂时没有性命之忧。我现在去永宁郡王府，让他们交人。等等，永宁郡王府暂时不能去，不能打草惊蛇。看着他微白的脸，你和婉儿是怎么回事？那天他知道我要离开京城，半夜出来，应该是去找我，是因为我他才会出事。为何突然决定要离开京城？青鸾，不要问了，这件事因我而起，我会想办法。明日一早，我会以和平和郡主重新比医术的要求见他们兄妹二人。不远处，哥哥，孟叔叔怎么啦？看上去好像有些伤心。从没见过孟叔叔如此伤心的样子。能给孟叔叔卜一卦吗？看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难事儿。孟叔叔遇到了一些麻烦，但是这些麻烦只能他自己解决，我们都帮不了他。我们之后要多陪陪孟叔叔吧。这么惨，这是孟叔叔要经历的一个劫。如果能化解就好了。不能化解，化解了以后，孟叔叔还要再经历更惨更厉害的劫，这是孟叔叔必须要经历的命数。永宁郡王和平和郡主从暗道回了郡王府。哥，只见那瘦弱的女子趴在了地上。哥，看样子她刚刚醒过来了，然后又因为太虚弱了，所以晕了过去。我们出去说。好。兄妹二人去了密室，应该用不了多久就能彻底清醒了。到时候我们必须和他说好，如若他不同意，我们应该立即将他斩草除根。斩草除根？这2日我们离开郡王府前去战王府的事，不能被任何人知道。京城里到处都是眼线。原以为穆青鸾是被皇上指使故意不医治战王，现在看来是我狭隘了。妹妹，你是平和郡主，身份尊贵，却又精通医术，不该如此妄自菲薄，更不该因为无法医治战王而失魂落魄。清晨早膳过后，穆青鸾早早的出门，后脚
一辆马车停在了他们的大门门前。是有事见我们小姐吗？还是来看小轩和小成？王爷要见木儿小姐，也见小轩和小成。战王也来了。是，可是我们小姐刚刚出门了，要不让王爷先去看看小轩和小成，在家里等我们小姐回来。她去何处了？小姐应该是去郡王府了，说要去郡王府找平和郡主比一比医术。什么？这木儿小姐不是开玩笑吧？不是开玩笑，去禀报你们郡主吧。片刻后，郡主，有人求见。我有事处理，任何人不见。郡主，来人是木儿小姐。你说的可是穆青鸾？是，郡主。她来见我做什么？木儿小姐说要和郡主重新比试医术。好，请木儿小姐进来，我稍后就去见她。是，已经确定要见穆青鸾。是她要和我重新比医术，那我就成全她。哥哥不用参与，去照顾那位小姐吧。妹妹，穆青鸾是战王2个孩子的母亲，而且在宫中来看，她和战王的感情甚好。这一次她找上门来，应该不只是比医术那么简单，必须小心防范。哥说的对，那现在请她入府吗？毕竟她还是和战王有一些关系，如今主动上门想要见你，必定不能拒之门外，还是让她进来吧，然后防范着她即可。郡王府内看着一切如常，和其他的府邸没有什么两样。永宁郡王是一个不容小觑之人。请木儿小姐在此稍等片刻，郡主正在更衣，稍后就到。南宫婉，你在不在这里？木儿小姐，郡主，我刚才听下人说你要和我重新比医术。的确如此。不如就说一下战王的病情吧，如果你能说服我，我可以对外宣告我医术不如你。也毫不掩饰他对穆青鸾医术的质疑，他完全感觉到了平和郡主的敌意。你给战王又诊脉了？只这一句问话就已经让他明白，穆青鸾对战王的病情了解远超过他。其实我来见平和郡主还有另外一件事，这件事不便被人知晓。所谓何事？这2日郡主府内有一位教客在做客，这位教客是我的朋友。你说什么？你们的马车撞上了他，以他身体虚弱的情况，应该现在正在昏睡吧。我不知道木儿小姐在说什么。早知那位小姐是个麻烦，那就应该早就杀了。不知道不要紧，他如果有事，我绝不会善罢甘休。这时永宁郡王走上了亭子，等他醒来，永宁郡王怎么带他进来的，那么就怎么送他离开。有些事情杀他灭口也无用。一时间亭子内又陷入了寂静中。你是何人？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撞上的女子，她绝对不能有事。既然不比医术，那就请木儿小姐离开吧，我还有事要做，不能招待木儿小姐了。哥，穆青鸾是怎么知道我们的马车撞上了南宫小姐？穆青鸾用比医术的说法进了郡王府，就意味着他知道这是秘密，不能被人知晓。他要的简单，只需要南宫小姐安然无恙。真的吗？我总觉得他不简单，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手段，竟然能勾引战王，并且未婚先孕。妹妹，妒忌已经不能让你冷静了。木儿小姐还不值得我妒忌。妹妹，我了解你，你刚刚已燃起了妒忌之心。哥，不要说了。在我看来，穆青鸾未曾有一丝一毫的妒忌，他并未将你看在眼中，也未曾对你有丝毫敌意。他其实已经察觉了你对战王的心意，但依旧没能泄露心思分毫，甚至是不为所动。只这一点，他就已经凌驾于你之上。妹妹，你对战王的在意已经超出了你的控制了。哥，我不明白，短短几年时间，他身边怎么会出现了一个穆青鸾？所以我慌了。有些时候，不是所有人都会站在原地。妹妹，你要有心理准备。木宅，王爷，刚刚探子传来的消息，木儿小姐现在正在回来的路上。除此之外，没查到其他的。郡主府内没有我们的探子，所以在郡主府具体发生了什么，探子查不到。该不会是木儿小姐从小白那得知王爷救过平和郡主，所以吃醋了吧？凌云叔叔，你想多了，娘才没有吃醋呢。秦叔叔，想让我娘不生气，你必须还要努力，现在这样可不够哦。你们说的对，你们的娘无需吃任何人的醋。画本看太多了，画本都是假的。凌云叔叔喜欢看小画本，是因为想要娶媳妇儿吗？我来给凌云叔叔算算姻缘。娶媳妇没那么好玩，我没想娶媳妇啊。片刻的功夫，小轩算出来了。凌云叔叔，你的桃花运马上就要来了，而且会有好几个人喜欢凌云叔叔呢。好几个啊？要么干旱的一滴雨都没有，要么就是倾盆大雨。是啊，不过喜欢凌云叔叔的人中有人是坏人。小轩，算算爹爹什么时候能将你娘娶进门？娘的姻缘我算不到的，秦叔叔的我也算不到，因为秦叔叔的命格几乎与娘相同，都应该是短命的命数，但是秦叔叔更厉害一些，应该是命犯天煞孤星。但偏偏秦叔叔有我和小成2个儿子，而且和娘一样都活到了现在。你是说我和你们娘应该早就死了？
这是什么缘分呢？王爷和莫尔小姐竟然都是短命的命格。这时，你们怎么来了？娘，想你便来了。秦征抬眸，目光幽深地看着他。这男人最近是到了发情期吗？这眼神是要溺死谁啊？请好好说话。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正是本王现在心中所想。你以为我会信？日久见人心。带着小轩和小程出去买东西，他们刚刚说想吃糖人和烤鸭。凌云立即听命，抱着小轩和小程离开。去郡王府是为何事？去找永宁郡王和平和郡主要人。要人？接下来，穆青鸾简短地将关于南宫婉的事情告诉了他。那日他们去了战王府。不过永宁郡王他们去战王府做什么？给本王治病。他们和本王是故友。原来是这样啊！本王只信你，穆青鸾，跟了本王吧。穆青鸾心口猛地一跳。我还有事，你请便。街面上，凌云带着小轩和小程来到了烤鸭店。这不是咱们战王身边的第一护卫吗？你怎么在这里？他们两个该不会是战王的两个儿子吧？滚！我是燕王的护卫，你竟敢让我滚！凌云，你现在跪下来给我舔干净鞋，我日后说不定还会赏你一口饭吃。我再说一次，滚！你现在给凌云叔叔道歉，还能免去血光之灾。血光之灾，你个小孩子懂什么？你们先排队，凌云叔叔要打狗了。凌云叔叔加油！你说谁是狗？就是你。紧接着几个凌厉的招式甩了过去。你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否则下一次我会让你断子绝孙。这时，师父，刚刚小轩说那个张护卫今日有血光之灾，我也看出来了。他一个小小的孩子，竟然也会看人面相。走，去看看。凌云，你以后肯定会后悔的。张护卫爬了起来，一瘸一拐地跑了。正当三个人拿着5只大烤鸭，欢欢喜喜地要离开时，你也会挂算？这与渊明大师没什么关系。战王最近如何？所有人都认为战王已经再无翻身的可能，但是在他的卦算当中，战王的命数不知不觉之间已经被更改。我们走。但是走出去几步之后，小轩停了下来，回头再看向渊明大师。做了坏事一定会遭到天谴的，我觉得你不配做大师。不要和坏人说话，他突然来靠近你，绝对不安好心，他暗地里不知道做了多少坏事呢。三个人的身影越走越远。师父，怎么了？那个孩子比为师想象中的要厉害，或许之前战王府的煞局也是他破的。不到5岁的孩子，他就算懂一点卜卦，也不至于能解了师父的煞局啊。他能看穿为师的想法，甚至能看到为师的命运。什么？不可能吧？为师一定要找个机会再试探试探他。如果真的是他，那么这个孩子绝对不能让他活着，否则为师的事情永远再无出头之日。郡王府，我会好好护着你。房间的门轻轻地被关上，躺在床上的南宫丸猛地睁开眼睛。早在刚才永宁郡王进来之前，他就已经醒过来了。有人吗？姑娘，你醒了啊？这是何处？你放心，这里很安全的，不会有人伤害你。至于你等等，奴婢去禀报主子去了。说完，连忙又跑了出去。郡王，那位姑娘醒过来了。你说什么？那位姑娘醒过来了。永宁郡王心口狠狠的一颤，只是这一眼，他便知道自己没救了。这里是郡王府，那天晚上你撞上了我的马车。谢谢郡王救了我。不必如此客气，请郡王命人将我送出府吧。你现在刚刚醒过来，可以再休息一日，明日。我应该昏迷了1-2日吧，如果继续行踪不明，我会有一些麻烦，麻烦郡王。不知道你是否记得多年前你和我见过？我们见过？忘了就忘了吧，你记得就好。如果你没有定亲，我想娶你为妻。你说什么？我要娶你为妻。静夜之下，夜已经深了。我会给他一个交代，除了承诺之外，任何补偿都可以。你认为南宫婉会想要你的施舍？若是无法给承诺，不如绝情一些。我知道你很生气，甚至是想要对我下毒。就在二人交谈时，一道身影如鬼魅般的出现在了他们的身后。战王，你怎么来了？本王今晚上失眠了。过了没多久，一辆马车从远处缓缓而来。来了，请问是木儿小姐吗？是我。紧接着，马车帘子被掀开了。青鸾，让你担心了。只要你没事就好，我扶你下马车吧。好，你回来了。南宫小姐，奴才走了。好。这郡王府的人对待南宫婉很尊敬，如同主子般尊敬。重新安静时，
确定你无事就好了。林月这2天是急坏了，让孟泽送你进去吧。好，麻烦孟公子了，谢谢。本王送你回去。时候不早了，战王还是尽快回到战王府吧，我自己回去就好。关于病情还有服药后的感觉，本王想和你细细说明。我后悔救你了。你要是不救本王，小轩和小程就成了没爹的孩子，太可怜。穆青鸾瞠目结舌。本王吃了药之后，总是心神难定，一时半刻无法安眠。吃了药之后就无法安眠，心跳太快。只要是吃药，就会想起这药是他细心调配的，就控制不住心跳。我诊一下脉。马车朝着木宅缓缓而行，心跳又快了。南宫府内，遗忘是我想多了，孟公子莫要介怀，从此以后诸君安好。婉儿，今生你我无缘。孟公子不必说什么了，我一切明白了，所以希望孟公子今后万事顺心，然后如若再见，你我也可形同陌路。是穆二小姐的马车？是我。那请穆二小姐现在入宫吧，皇上要见穆二小姐。景惠帝现在要见她，四周有皇帝暗卫。麻烦明公公现在去禀报皇上，我天亮时就会入宫。现在战王突然病情恶化，我需要立刻赶往战王府。穆二小姐是故意找的说辞吗？这条路是回木宅的路，不是去往战王府的路。一时焦急忘了拿一些药材，所以回去取。穆二小姐就不要骗咱家了，咱家很清楚，穆二小姐早早就出了门。虽然不知道穆二小姐去了何处，但是穆二小姐的确不是去战王府，而且穆二小姐恐怕没带药箱吧？如若穆二小姐现在不随着咱家进宫，那么就是抗旨不遵。去战王府自然是要带着药箱。扔出去了一个药箱。这个女人从哪里拿出来的如此大的药箱？她亲眼看到药箱是凭空出现的。现在如果我进宫，战王或许病急一命呜呼，难道皇上是想让战王死吗？皇上一向看重战王，怎么可能会让战王有事？况且穆二小姐的医术还不至于高过所有的御医，稍后自会有御医前去战王府。好，现在就进宫吧。他现在可以确定没发现秦征在他的马车里。路过马车时，他的袖子从马身前拂过，马立即抬头嘶鸣，紧接着疯狂地奔跑。穆二小姐没事吧？明公公，我会进宫的。你们为何突然对我的马动手？我知道你们提前准备好了马车，但是这样是不是太欺负人了？咱家没有对穆二小姐的马如何？好了，我就乘坐你们的马车进宫吧。半个时辰之后，明公公带着他来到了一座宫殿，他在门前停了一下，请穆二小姐快点吧，皇上就在殿里等着穆二小姐。在他进入殿里的那一刻，殿里的蜡烛忽然间熄灭了。穆青鸾，朕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永享一世尊荣。民女不懂皇上在说什么。突然从香炉中袅袅升起了香雾，飘到了笔尖。伺候朕，朕让你入宫为妃。这个景惠帝脑子有病。景惠帝看了眼香炉，想好了吗？民女拒绝。给朕一个理由。穆青鸾退后了一步，指尖轻动，无味的新型有毒气体流入了空气中。民女不想。既然如此，朕不勉强你，和朕说说七弟的病情。战王病入膏肓，一时间没什么好的方法救治。朕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说不想嫁给战王，朕便成全你。不必，战王英明神武，俊美如仙，民女是爱到了骨子里，一定要嫁给他的。明公公，找来几个侍卫。是皇上。景惠帝突然感觉到头有些疼。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吗？时间到了。民女不知。你只需要记住，一切皆是你自诩。他突然觉得身体有几分无力。皇上今日让民女进宫，到底是为何事？很快你就会知道的。皇上，人都找到了，现在进来吗？景惠帝依旧觉得昏沉，甚至眼前好像是出现了一团迷雾。你带人进来。是。明公公带着10名侍卫走了进来。卑职参见皇上。皇上，那现在……他就感觉自己的眼前有些模糊，脚底也是有一些轻飘飘的。你过来。皇上。皇上等你们过去要吩咐你们事情，快去吧。朕从未像现在这般开心。你快屏息！他就被揽住了腰，快步走了出去。你怎么进宫了？本王想进宫就进宫。刚想要掏出一枚药给他，结果就被他拥入了怀中。你连说话的机会都不给我。刚才他一度以为自己要缺氧死了。本王刚刚没了理智。是我在那房里动了手脚，如果今天换成其他人，恐怕现在已经身不由己。
明日一早只得悬梁自尽。还好你及时的屏息，没有吸入太多的气体。所以皇兄他现在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天色刚刚亮，站在门前的宫女脸色惨白，吓得双腿发软发抖。站住！明公公，奴婢什么都没有看到。景惠帝疲惫地睁开眼。明公，他低头一看，自己满身青紫。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奴才也不知道，是不是那香出了问题？奴才等人都没了理智。穆青鸾呢？不知道去哪里了，皇上。其他的几个侍卫也都跪在了地上。景惠帝眼眸一抬，明公公，将所有人都处理了。是。半个时辰后，穆青鸾在一座小小的偏殿里睡醒了。请问皇上现在有时间召见我了吗？我是穆青鸾。昨天晚上皇上召见我进宫，但皇上突然有事要忙，到现在还一直未曾见我，请你去禀报皇上。如若没有事情询问的话，那我现在就出宫了。好，奴才这就去禀上。不知道景惠帝和明公公他们有多疯狂和逍遥。这种东西有一种好处，那就是流连忘返，会清清楚楚地记住每一个细节。片刻后，皇上，何事如此慌慌张张？自己去领罚。启禀皇上，木儿小姐一直等着皇上召见她，她人在何处？就在明月殿的偏殿里呀。请穆青鸾前去御书房见朕。明公公感觉一阵凉气从脚底窜了上来。昨夜之事烂到肚子里，否则你和他们是一个下场。民女参见皇上。究竟是怎么回事？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吗？在朕面前无需装模作样，说。皇上和明公公有要事要说，民女就询问了几句，皇上也没回应，民女呢就只有退出去，然后住进了明月殿。穆青鸾，你信不信朕现在就能令人杀了你？皇上不是一向爱民如子了吗？怎么突然要杀这民女啊？难道是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皇上不如都告诉民女吧，想要治民女的罪，那也要有一个罪名，不是吗？是你动了手脚。民女不知道皇上在说什么。什么民女动的手脚？这是皇宫，民女能够在皇上眼皮子底下做什么？既然你不想入宫，那么朕就给你指一个好婚事。陈王对你有意，只给陈王为侧妃吧。啊，皇上是要拆散民女和战王吗？战王病入膏肓，你嫁过去必定要操劳甚多，朕不能为了妻弟而耽误了你。嫁给陈王，陈王会好好待你。皇上，战王求见。请战王进来。秦征在凌云的搀扶下走了进来。皇兄怎么脸色如此憔悴？莫非是思虑过多，一夜未眠？民女刚刚也发现了，皇上似乎有些气虚，不如民女诊脉一番，也好及时为皇上调理身体。朕无碍，不必担忧。刚刚陈帝在门外似乎听见皇兄说要为陈帝和木儿小姐赐婚。这赐婚，如今京城上上下下都知道木儿小姐钟情陈帝，所以陈帝今日特意进宫请皇上下旨赐婚。深爱个屁！木儿小姐，你怕本王会突然某一天突然离你而去吗？不怕，不过皇上刚刚说要给我和陈王赐婚，让我做着陈王侧妃。皇兄是想拆散我，既然入宫，陈帝是来求皇上赐婚，没想到皇兄竟然要拆散我们。这件事急不来，你现在身体欠佳，再等等吧。好了，朕有些乏累，你们都出去吧。片刻之后，皇上，奴才已经忘了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景惠帝刚要下命令让明公公去领一盆毒酒，但是话到了嘴边又收回去了。明公公用得顺手，滚出去！今天朕不想看到你，换其他人过来。是，奴才遵命。看着滚出去的明公公，景惠帝的眼神幽暗的可怕。明公公平日里看似脸上有些黑，但是身上却是白的，不比女子差。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那一幕。该死！昨天晚上我和孟公子将话说明白了，经过这件事，我忽然明白我和孟公子有缘无分，我决定嫁给永宁郡王了。为何突然决定要嫁给永宁郡王？青鸾，我和永宁郡王其实几年前见过，当时并不知道他是谁。这一次相见，青鸾他待我真诚，这就足够了。只是成亲之后我们会离开京城，日后你我怕是难得一见。真的决定了？已经决定了，我无法在京城继续待下去。你放心，永宁郡王很好。一个时辰后，风雨欲来的趋势。那个我饿了，美玉要去给我做吃的，我舍不得她一个人去忙，我和她一块去。是啊，我和小柏去厨房了。
去吧。她要嫁给永宁郡王，明日永宁郡王就会给南宫婉下聘礼，婚期是在1个月后。永宁郡王当真无所图？南宫婉的确是温柔婉约，貌若天仙，而且又聪明，只要是男人和她相处一番，自然会被她吸引的。永宁郡王对她一见钟情，没什么不可能的。他有几个通房小妾？他虽然家中是有几房通房的小妾，但是那些通房似乎都只是宠幸了几会儿。你如何保证他有了南宫婉以后，身边不会再有其他女人？谁都无法保证，让时间慢慢证明。更何况我相信南宫婉，他那么聪慧，永宁郡王宠着爱着都来不及呢，怎么可能会对不起他？如果永宁郡王被人所迫，必须纳妾，南宫婉届时又该如何？况我相信远离京城的永宁郡王应该不会被人所迫。离开京城？永宁郡王他们这次回京只是住上1-2个月，然后就会离开京城。从此以后呢，桥归桥，路归路，你掌管你的暗夜教，他安安心心的和永宁郡王生孩子，过他们的安生小日子，挺好的。一只黑秃秃的信鸽飞入了房中。菲菲，你怎么来了？就在这时，青鸾，进来。青鸾，看看菲菲身上的信。信上的内容简单，有人盯上了村子，并且昨天夜里数人进村刺杀，最后村子众人离开村子。我这封信上说，他们落脚之后再给我们传信。你去查查，是不是有人出卖村子？我正有此意。南宫府。正当他睡得迷迷糊糊，忽然感觉一阵夜晚的凉风吹着他的脸颊。婉儿，你是来和我道别的吗？昨天已经说明白了，我们以后各自安好。婉儿，你要嫁给永宁郡王是吗？已经决定了。孟公子，你……孟泽将头埋在了南宫婉的头上。婉儿，嫁给他是你心甘情愿的吗？答应嫁给永宁郡王是我心甘情愿，他很好。永宁郡王知道他心中如今有他人，也未曾让他忘记心中之人，反而让他从今以后在他的身边随心就好。孟公子，夜已经深了，门前有伞，走时拿着伞走吧。孟泽忽然又将他重新拽回怀中，然后低头吻了过去。夜色越发的深了，一辆马车从宫中而出，冒着雨飞速的行驶，很快到了木宅。木儿小姐在吗？皇上病急，宣召木儿小姐立刻入宫。我马上出去，让他们稍等片刻。小姐，皇上怎么又是3更半夜宣召你入宫啊？皇上病重，放心吧，看好小熊和小程。明日如果小柏过来，让他去探一探孟泽，看看孟泽和南宫婉他们2人如何了。好，我知道了。半个时辰之后，宫人还未禀报时，就听到了里面的声响。皇上恕罪，臣看不出病因。臣也诊断不出来。脉象上看，皇上的确是有些虚弱，但是这种情况着实罕见，闻所未闻。竟然连一点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朕要你们有何用？皇上已经命人去将木儿小姐还有平和郡主请入宫，他们2人或许能有法子。一群蠢货！没想到皇上失态会如此的恐怖。皇上，木儿小姐到了，平和郡主也到了，皇上让他们进来。是。臣女参见皇上。平和郡主、木儿小姐，你们快过来给皇上诊脉。好。平和郡主率先走了过去。平和郡主诊脉，忽然手一抖，这种情况只怕是无比荒淫无度的皇帝才会有这种脉象吧。穆青鸾眼尖，看到了平和郡主有些害羞。平和郡主，怎么样？有没有治疗的办法？千万不能让皇上病下去了。皇上，臣女需要好好想一下，先让木儿小姐诊脉看看吧，或许臣女和木儿小姐一起能商量出一个对策。看来平和郡主已经知道是患了什么病了，不妨说一说。直接说出来。是。平和郡主暗暗地恨上了穆青鸾。以现在的脉象上来看，皇上如果此刻依旧还是有那般症状的话，只怕日后会难以再宠幸妃嫔。穆青鸾看着平和郡主，虽然他不太喜欢平和郡主，但是不得不说，平和郡主诊断的不错。平和郡主这是从脉象上就能看出具体病症，着实让我等惭愧呀。是啊，平和郡主的医术着实太厉害了。你虽然身为女子，但更是一位医者，知无不言，仅可大胆医治。谨遵皇上教诲，臣女的确看出了皇上的病症，但是既然木儿小姐已经深夜进宫了，还是让她也看看吧。过来给朕诊脉吧。好。穆青鸾草草地诊了下脉。如何？皇上的情况和平和郡主说的一样。既然你也看出来了，那是否有应对之策？民女需要时间好好想想。木儿小姐，可以将你的想法
现在跟我说一说。我将方法写下来，先尝试一下吧。穆青鸾看着他们一个个对他怀疑的样子，真是好，最好不用他的方法，因为他的方法真的是解决起来又快又能迅速见效。当看到上面所写的方法时，皇上是九五之尊，怎么能用这个办法？木儿小姐，你若是想不到办法，也不该用如此儿戏的方法来蒙混过关呢。呈上来给朕看看。皇上，还是等平和郡主的医治方法吧。木儿小姐的方法的确看上去就很儿戏。穆青鸾，你好大的胆子！皇上，没有人想到解决办法，是民女医术高超，在关键时刻想到了应对之策。只要能治病，任何方法都是可以的。这要是再继续拖下去，景惠帝这辈子都别想再生孩子了。平和郡主应该已经有了方法，我也将方法写下来吧，应该可以起到作用。平和郡主立即奋笔疾书，写下了大半张纸的药方，按照上面的药抓药，然后立刻研磨成粉，混合在一起，立即拿过来。平和郡主的医术着实太厉害了，臣去抓药吧，能更快将药粉拿过来。平和郡主太厉害了，医术当真高超。寝宫外，一名工人忽然从他的身边经过，救不救看心情。心里暖了一下。平和郡主走过来，木儿小姐，你刚才太过了，皇上此时被病痛折磨，所以才没有降罪于你。就算是不想让人认为你想不出办法，你也不该如此莽撞。想到战王的脸被穆青鸾给丢了，平和郡主的心就怎么都平静不了。平和郡主当真认为我的方法无用？身为医者，熟读医书，应当清楚有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如果因为你的儿戏和粗心大意，病人的病情更严重了，甚至是死了，你难道还有机会扭转乾坤吗？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胆敢教训他呢，对他的医术指手画脚。平和郡主认为你的方法比我的方法有用，难道木儿小姐认为你那胡闹的方法能比我的有用？木儿小姐，你真的是应该要好好和平和郡主好好学习学习。平和郡主的方法又严谨，又用药极其安全，能够做到这一点，已经让人十分佩服。木儿小姐又何必自取其辱？是啊，我的方法是胡说八道，不好用。希望最后呢，千万不要用我的方法。3、2、1。怎么会这样？皇上！御医们一下都冲了进去。天哪，平和郡主的药方看上去没有问题啊，就算是不管用，也不应该会这样啊！你们快想想办法呀！再这样下去，皇上恐怕接下来就会危及性命。情况比刚才更加的险峻了。尽快想办法！如果想不到办法，朕现在就命人砍了你们的头！皇上，让平和郡主进来吧，方子刚刚是他开的，应该有办法。平和郡主，快进来吧！平和郡主，皇上现在长流不止，这很快就会精尽而亡。是按照我的方法给皇上涂药吗？就是按照平和郡主的方法给涂药的。这刚涂上不久，皇上那里就开始不断的涌冒。平和郡主，快想办法！平和郡主的脸色很快也白得完全不见血色，几个御医也都看出来了，平和郡主似乎也不知道解决的方法。你们难道都想不到吧？小姐，依你看，现在皇上的情况应该怎么办？皇上要不要用木儿小姐的方法试一试？我刚刚已经给了方法。他真的是认认真真的在给解决方案，偏偏不信，赖他喽。木儿小姐能为自己的话负责吗？平和郡主还是别采用我的方法了，你的方法让皇上病情加重，你说过负责吗？你怎能与我？剩下的话他一时无法说出口。平和郡主，木儿小姐的方法太不可思议了。说的有几分道理，那你们就好好想想怎么救皇上吧。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再拖一刻钟，皇上怕是无力回天了呢。平和郡主，刚刚的方法是你想的，有没有想过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皇上，这种突发的情况不是臣女最开始能预料到的，完全超出所料。木儿小姐，你进来，你的方法当真可用？民女保证不了。用她的方法试一试。皇上，他都保证不了方法能不能用，来人，将他拖出去。随着一名御医被拖下去，其他人不敢再乱言了。那民女就先退出去吧，毕竟接下来的场面他不能看。臣女也先出去。皇上，臣来试一试吧。穆青鸾留下来，既然是你的方法，你来给朕治疗。这种事儿根本就不能是女人来做呀，因为是要用银针针灸那个地方，并且还要按压一些重要的穴位。平和郡主惊愕之余，眼神闪动，请皇上见谅，这种事情还是让其他人为好。如果真的让民女医治，
民女怕是会针灸错穴位，一步错步步错，后果极其的可怕。你竟敢违抗朕的命令！民女不敢违抗，只是民女真的，这就如同逼良为娼一样，民女宁可死。莫尔小姐，此言不同。其他人不熟悉治疗的方法，既然你熟悉，的确由你动手最合适。皇上现在的情况太紧急了。平和郡主说的不错，那你我一起为皇上医治吧。你的医术公认比我好，你来动手呢是最合适的。本郡主对此治疗方法不熟，无法下手。莫尔小姐不必推脱了，我来吧。穆青鸾从布袋里将银针拿出来时，他的手抖了抖，银针落地。请皇上放心，我一定会尽心医治。话落，银针又落了地。不能再拖了，宁公公，你也出去吧。我需要聚精会神的医治皇上，平和郡主就在一旁辅助我吧。如果我手抖，平和郡主一定要尽快按照我的指示针灸。住手！你出去，刘御医留下。皇上难道不信民女吗？出去！太惊险了，皇上真的好了。片刻后，刘御医给皇上诊脉，皇上现在已无大碍。平和郡主，穆二小姐现在命人送你们出宫。几位御医都震惊了。穆二小姐的方法有用，结果皇上都没有赏赐。两人一前一后的朝着宫门的方向而去。凌云，穆二小姐，王爷命卑职来接您出宫。好，走吧。不知廉耻，穆青鸾，你竟然勾引战王！半个时辰后，平和郡主回到了郡王府，看到了郡王府内上上下下都忙碌的样子。妹妹，皇上是得了什么病？没什么病。永宁郡王点了点头，然后又向一旁的管家叮嘱：还有那白玉镯子也要放进去，她戴白玉镯子定然绝美。平和郡主脸色一沉，她眼里只有南宫婉，却不关心她这个妹妹。妹妹，怎么了？今天晚上在宫里，莫非是碰到了什么难题？今天晚上救皇上，我的方子无用，是穆青鸾的方子救了皇上。每个人擅长的不同，他能救皇上也不稀奇，你不该如此心浮气躁。哥，看到战王去宫外接他。妹妹，战王或许不喜欢你，不要有执念了。你如果想要报恩，只需要救他就好，不要再有其他的妄想了。我与战王同为男人，看得出来他不喜欢你。我不相信，哥，他只是被穆青鸾蒙蔽了双眼。哎，你千万不能再有这种想法了。你懂什么？哥，你根本不知道我现在经历着什么。你喜欢南宫婉，你可以轻轻松松的娶她，因为她不是名门贵女，更不是公主郡主。你给她郡王妃的名分，她必定求之不得。但我和她不同，战王和你不同。早膳过后，穆青鸾得知了孟泽离开京城的消息。他走的时候说什么了吗？说了，他要去帮邱老他们。现在邱老他们都离开村子，正在找落脚处。他说帮邱老他们落脚之后，应该就会浪迹天涯。如果有事的话，让我们给他飞鸽传书。就说了这些。对啊。对了，我刚刚来的路上，正好看到郡王府的人抬着聘礼去南宫府。这孟泽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是追去了南宫府了吗？看来呀，孟泽还是选择了暗夜脚啊。小姐，刚刚我听人说，南宫小姐和永年郡王已经定亲了，20天后大婚。我已经知道这件事了。男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只有孟泽不是好东西，我是好男人，真的美月，我现在以后眼里都只有你一个。隔壁杜家说有急事要见你。隔壁杜家是杜家的夫人，请杜夫人进来。隔壁杜家有个小少爷，好像和小轩、小成偶尔会在一起玩。莫尔小姐，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杜夫人无需着急，慢慢说。前2天我儿子佳明不小心落水，是莫尔小姐的儿子小轩救了他，还给了他护身符。这几日他就再也没遇到那么多奇怪的事。我从佳明口中得知小轩会神算，所以我今日来见莫尔小姐，是希望莫尔小姐能让小轩去我家中看一看，是不是我家里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因为不止佳明经常遇到危险，我也会夜夜做噩梦。小轩和小成跑了过来。你们2个真乖。佳明也来了吗？莫尔小姐，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小轩，你给了佳明一个平安符吗？是的娘，佳明他身上缠着坏东西，没有平安符很容易就被害得没了命。走吧，我带着小轩和小成一起去杜家看看。即便是有什么猫腻儿，过去看看就知道了。片刻后，在几个人踏入杜家之时，师父，真的能通过这个方法确定那孩子就是破局之人吗？只要能破了局，就能确定是他。皇上明日就会寻机，让他们一家4口离开京城。哥哥，我感觉好冷啊。
当然会了，佳明的家里有坏东西。说出来也不怕被木儿小姐笑话。你看进府的这条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阴气森森。的确有几分阴气森森。小轩，快帮帮婶婶，佳明昨天晚上受到了惊吓，一夜没睡。这2日找的其他大师，他们怎么说的？就说是家里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东西，也帮我们化解了，但还是如此。有没有想过去找京城最有名的渊明大师？什么？还没有，他也不一定会同意，所以我还没去找。我认为小轩肯定能帮助我们。小轩只是与人学了一段时间而已，如此棘手的情况，他这小轩应对不了。然后牵着小轩和小程的手，抱歉，无法帮到你，我们先行一步。那能将教小轩的那个人介绍给我吗？那人不在京城，如今远在他国，远水解不了近渴。杜夫人不如去求求渊明大师，几万两的银子换家宅平安，值得。师傅，他们帮杜家解了煞局吗？杜家的煞局还没解，难道小轩解不了师傅的煞局？那个孩子不简单，或许他们识破了杜夫人。这杜夫人不可能放着杜家的命运不管，露出破绽。看来他们不会轻易出手帮人。既然如此，你进宫去禀报皇上吧。是，师傅。娘，我们为什么不帮杜婶婶他们？他们家中的煞局没有那么厉害，京城一些能找到的大师应该是可以帮助他们的，而且这个煞局有一种熟悉的感觉。骗我们，太过分了！娘，是渊明大师下的煞局。娘猜到了，他下煞局应该是要确定你会不会神算，是不是你帮了战王破解煞局。他以为能骗得了我们吗？渊明大师活不了多久了，他很快就会有一个大劫难。如果是以前他没有下过那么多煞局的话，这个劫难他还能挺过去。不过在劫难来临之前，他不能坐以待毙。以渊明大师的小人行径，说不定还会做出什么事儿来。小轩、小程，娘有些事情要出去，你们呢就留在家里乖乖听玉姨的话。哥哥，娘和秦叔叔现在关系更进一步了。昨天凌云叔叔还说，秦叔叔要带我们去游水，要教娘和我们呢。秦叔叔最近很努力，娘看他努力不忍心拒绝他。到了黄昏时，南宫府的人送来了一封信。穆青鸾拆开信，看到了上面所写的内容，主要是南宫婉即将要成亲。原本南宫婉的父亲这几年心思都在胡氏的母女身上，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南宫婉能嫁给永宁郡王，惊了南宫海。甚至今日永宁郡王甩给了南宫海一叠子关于胡氏母女过往的消息，那一叠纸将胡氏母女几乎打到了地狱。他不知道永宁郡王是不是南宫婉的良配，但是从今日这件事情上来看，永宁郡王将南宫婉真正的放在了心上。所以嫁给永宁郡王不是冲动之下的决定。青鸾，莫要担心我，此生我必定安好，你我皆幸福。小姐，不知道明天战王什么时候来接你们？或许一大早就来了。怪不得小宝一来就缠着你啊，这样的小媳妇儿哪个男人不想要？小姐，别害羞啊，到了年纪呢，也的确是要谈婚论嫁了。想嫁的时候告诉我，你的嫁妆呀，我早就准备好了。小轩、小程还给你准备了一份，保证让你成为全京城最让人羡慕的姑娘。其他男人我看都不想看。至于小柏，原来女人谈恋爱的时候都是这样口是心非的吗？忽然穆青鸾的脑海当中浮现出了秦征的身影。黄昏时，无数的纸张从天而落。这不会吧？应该是造谣吧。无风不起浪，应该是真的。哎呦，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我们以为高高在上，一身圣洁，但是暗地里恐怕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都做了。看看，太让人吃惊了！太可恶了，师傅！究竟是谁有坏师傅的名声？我现在就去查。站住！你找不到人。那一幅画，一男一女在一起，上面只写着“皇宫幽会”二字。你现在尽快进宫，告诉皇上有人要害为师，让皇上派人暗中查一查。另外告诉皇上，明日就可按照计划行事。是。明公公带着一道圣旨来到了战王府。明公公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似乎是想要掩盖住什么。什么？都已经重病的卧床了，怎么还不留在府中养病？
王爷就在刚刚出去了。皇上有令，边境有些乱民引起暴乱，战王立刻启程前去边境平乱。放心吧，皇上已经命令3名御医随同，确保战王身体无碍。但现在情况紧急，只能让战王辛苦一趟啊。明公公随后扭头直接离开。他现在觉得这战王府太晦气了。王爷去平乱，亏皇上想得出来。皇上就不怕悠悠重口吗？以前皇上怕，现在嘛，皇上怎么可能怕呀？不过恐怕要让皇上他们失望了。京城外瀑布下，哇，我都能看见水里的鱼。秦征直接脱下了外面的长袍，窄腰长腿。穆青鸾不由得多看了几眼。哥哥，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大长腿呀？多吃蔬菜和肉肉，我们以后比秦叔叔的腿还要长呢。以前爹爹的腿也很短，别着急，再过几年就长长了。余光看向了穆青鸾，他险些鼻血飞出来。只见秦叔叔，你不是要教我们游水吗？秦叔叔游水是不是特别厉害？我娘也很厉害。爹爹知道你们娘亲厉害，他决定了，他最好还是藏拙一些。他稍后作弊，让他。还好，很久没有下水了，游得会慢一些。秦叔叔，我们比一比。好，两大两小站在了岸边1、2、3，开始。在入水的那一刻，秦征刻意的放慢了速度。哇，太开心啦！我也是，太开心了。母子3个人就像是在村子里的河流中一样开始游泳。秦征不急不慢地游着，然难以置信地看着小轩和小程，他们的速度极快。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是本王不知道的？多着呢。小轩和小程也到了岸上。娘和秦叔叔谁赢了？娘和秦叔叔是同时到的。的确是同时到的，不过你们娘亲速度很快，爹爹是用了内力才追上。你不用谦虚，我刚刚也用了全力。师父，师父！盘膝而坐的渊明大师睁开了眼。宫里那边传来消息了。宫里那边来消息了，明公公已经带了圣旨去了战王府，皇上的旨意是让战王今日连夜出城。如此紧急的时间，战王更不可能有时间准备了。如此甚好。等了这么多年，他必须亲手让战王身首异地。一封信由宫门前一路送到了景惠帝的面前。景惠帝精神不振，虽然服用了补身的汤药，但是现在还是脸色灰白的。可恶，是何人送来的信？回皇上的话，是一名男子，说这上面写着很重要的消息，务必要给皇上过目。推下去！景惠帝立即对着一旁的明公公吩咐道：去查清此事，看看是谁竟敢造谣，也看看渊明大师是不是对后宫嫔妃起了心思。只见明公公脸色有些苍白的靠在柱子上睡着了。明公公，是皇上。你昨天晚上莫非没睡，竟然在御书房内睡着了？回皇上的话，奴在昨天晚上睡了，只是做了一个噩梦。他竟然在深更半夜的梦里去想皇上。滚下去！朕今日一整天都不想看到你。黄昏之时，去随意收拾一些东西。王爷，我们真的要连夜出发吗？本王不去，你和汉明去。是。汉明是暗卫，身形和王爷几乎一样，只要是让汉明戴上面具，那几乎可以以假乱真。本王的女人和儿子都在京城，本王绝不会离开。请王爷放心，接下来的事情交给卑职，卑职一定能够做好。小半个时辰后，天色彻底的暗了下来，一行人离开了京城，去边境。对，战王他们已经出城了。这个景惠帝心太狠，不管怎样，战王这些年来保家卫国，他就算是不想着他的功劳，也该想想他的苦劳吧。青鸾，我的探子刚刚从宫里将消息送出来，说皇上马上就会派人过来传圣旨，给你和战王赐婚，让你带着2个孩子一同前去边境。让我们随同战王一同去边境，这是打算让他们母子3人和战王一起死在半路上。突然，大门处传来了敲门声。你先走吧。好，你万事小心啊。看到穆青鸾之后，宫人就直接宣读了圣旨。景惠帝赐婚了，不想让战王路上思念老婆孩子，所以让穆青鸾带着2个孩子，明日一早天亮就出发。木尔小姐，快接旨吧，咱家就在木尔小姐府门外，明日一早护送木尔小姐出宫，然后咱家再回宫。民女接旨。永宁郡王府。不可能，皇上怎么会突然就给战王赐婚？哥，战王不是已经启程去边境了吗？战王的确启程去了边境，
但赐婚的旨意也的确是在刚刚下达。哥，这一路漫漫岁月，他们岂不是会更……穆青鸾他根本就不配。皇上的赐婚必定还有其他目的。妹妹，就算是真的皇上见战王病重，要成全他和穆青鸾，你也没有任何阻止的权利。即便是现在，战王也不知我的心意，更不知我回到京城的真正目的。妹妹，到了这一刻，你应该要学着去放下了。我不想放下，可是现在他却好像离他更远了。按照我的猜测，皇上应该是容不下战王了，而且又怕斩草不出根，春风吹又生，所以让穆青鸾带着那2个孩子去和战王会合。或许此次他们4人都无法回到京城。如果真的和他猜测的一样，那么景惠帝的手段未免太过狠了。哥，战王必惊，战功赫赫。妹妹，我们永宁郡王府需要明哲保身，如果战王能逃得过此劫，那么我会尽全力让皇上下旨将你赐婚给战王，也算结了你的执念。哥，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战王涉险。此事任何人都帮不了，这一路全是皇上的眼睛。永宁郡王府在这个时候不能贸然出手，而且我也想看看战王究竟能不能扭转乾坤。明日一早，莫二小姐和她的2个孩子就该出城。奴婢听人说是皇上派人在莫二小姐的府门外等着了。下一刻，门被推开。平和郡主，是我，你怎么会突然？景文，很久不见。是啊，景文，我有些事情需要问你。郡主，但是无妨。你对穆青鸾了解吗？阮锦文低眸喝了几口水，掩饰住了自己的情绪。5年前，我不知道他如何勾引了战王，为战王生下了2个孩子。他5年间学会了医术，医术很好。景文，你知道我对战王的心意，我知道你认为战王是真心喜欢他吗？战王喜不喜欢穆青鸾，他不知道，但他知道赵恒喜欢穆青鸾。郡主，穆青鸾和你所想的不同，他是一个洒脱的人，他不会主动勾引战王，所以战王应该是真正喜欢他。战王对穆青鸾是真心喜欢，反而对平和郡主的态度比较冷漠。不可能，郡主，你一向聪慧且很会识人，应该可以看得出来战王对穆青鸾的维护。翌日天刚亮，御医，怎么会有人不停地催我们出去？皇上昨天晚上给小姐和战王赐婚了，让小姐带着你们2个一大早就赶路前去和战王会合赐婚。穆青鸾走了出来，用了早膳，我们就启程出城。1个时辰后，一辆马车出了京城，一路上马车晃晃荡荡。小姐，他们为什么要带我们走小路？小路的路也太不平了吧？此路是一条近路，能够更快地追上战王他们。战王他们已经放慢了速度，在等着和莫尔小姐会合。好，一座高高的亭子上，等他们一家4口会合之日，就是他们一家4口赴死之日。只要战王死，还有那2个孩子死，将无人能撼动皇上的地位。这一次他们绝对逃不出去。马车穿过小路之后，又进了山路，山路过后又上了官道。翌日，一辆马车一行人进了一个小城镇，一行人到了一家客栈。本店已经被人包下了，客官，去别处看看吧。住在这里的贵客与我们是一起的。掌柜的一听，看了眼公认身后下马车的穆青鸾，和穆青鸾的视线短暂的碰撞了一下。请客官进来吧，我这就去找那位贵客。我接下来该怎么做？嘿嘿，别怕别怕，莫尔小姐又不会吃人，你怕什么？莫尔小姐不会吃人，但是王爷会打人呢。暂时别露馅，王爷没出现，你就还是战王。平日里王爷怎么对二小姐的？我想想，就是只要莫尔小姐出现，眼睛就一直盯着莫尔小姐看。门外传来了工人的禀报：战王，莫尔小姐到了，客栈也已经准备早膳了，请战王下去和莫尔小姐一同用早膳吧。接下来就全靠你了，我相信你能够摆平，千万不要让皇上的人看出破绽。我恨不得接杀人的活，也不想干这活。客栈1楼内，秦叔叔，秦叔叔，路上辛苦吗？这秦叔叔怎么感觉有些怪？今天的秦征有些古怪。坐莫尔小姐对面。这一路辛苦了。还好，不辛苦，用早膳吧。战王，早膳过后我们就要立即赶路了。如果战王身体不舒服的话，现在可以让御医或者是莫尔小姐给战王看一看。回家。今日不休息一天，昨天一大早我们就赶路，一直到天黑，这一夜小姐都没有休息好。的确如此，休息1日，明日启程。工人紧锁着眉头，拿出了圣旨。皇上有令，
事关百姓苍生，玩笑不得，也耽误不得，必须尽快赶到边境，这是皇上的旨意。皇上连休息的时间都不给我们，催着我们赶路，我差点以为半路有什么鸿门宴在等着我们。不过这怎么可能呢？皇上爱民如子，更何况战王是皇上的七弟，皇上对其他人无情，但是对战王肯定不会。1个时辰后，峡谷下，2辆马车在迅速地行驶着。突然，一行人停了下来。路上发生了泥石流，战王，我们只能更换另外一条路了。娘，我们不能改路。娘都知道，放心吧，另外一条路无碍。好。哥哥，我们为什么不能改路啊？另外一条路有危险，我能感知的。王爷说了，改路吧，战王英明。马车缓缓慢慢，另外一条路竟然是一条蜿蜒陡峭的山路。突然，糟糕，这路怎么又被堵住了？不行，我们必须重新下山。而穆青鸾又掀开了马车帘子。此时天色渐暗，这种路最不适合下山了，很容易车倒人翻。娘，有人在这里设下煞局。小轩又直接在马车上画了个符。娘，我要去秦叔叔的马车上。停车！小轩，你怎么会来？你们不要说话，我们附近有煞局哦，是想要我们在这里迷失心智。说完之后，就在马车里面画上了符。小轩，你太厉害了。小轩厉害，你不是秦叔叔。本王就是你的秦叔叔。救命啊，王爷怎么还不来？秦叔叔从来不会在我们面前自称本王哦，秦叔叔都是自称爹爹的。小轩，让你猜到了。那秦叔叔在哪里？凌云正要回答时，马车突然猛地再一次停了下来。不要啊，滚开！凌云立即掀开马车帘子看去，赫然见到一名侍卫直接跳下了一旁的山坡。再一看，其他人有些神志不清了。山间有魔杖，吞药。刚把解药服下去，黑压压的箭矢先一步落在了那些工人和侍卫的身上。当箭矢落在了马车上时，马车就像是突然有了铜墙铁壁，将所有的箭矢都给挡住了。别怕，这点乱七八糟的东西伤不了我们。小姐，那小轩怎么办？那辆马车和我们的一样，放心吧。漫天的箭矢停止之后，与此同时，耳边还传来了马车掉落山坡时的剧烈响声。他掀开马车帘子向外看去，赫然见到和他马车一样的马车滚落悬崖，紧接着又是一辆。秦叔叔，秦叔叔，有本王在，绝对不会让你们有事。几日之后，京城得到了战王和穆青鸾半路被山匪拦截，2人马车跌落山坡，一家4口惨死的消息。皇上，这一天我们已等很久了。拦路石本就应该都除掉，而且这颗拦路石直接堵在了朕的心口，如今除掉了，朕总算是舒畅了。恭喜皇上，贺喜皇上，去领赏吧。是。而景惠帝盯着明公公瘦弱的身形，心底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一下又冒了出来，似乎明公公比后宫的妃嫔看上去更妖娆一些。嬴政，你是朕的手下败将。宫人来报渊明大师求见，渊明大师竟然敢碰他的女人。皇上，渊明大师心里忽然咯噔一声，景惠帝这是对他动了杀念，因为他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渐渐的还露出了几分惊骇之色。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什么不可能？渊明大师，在朕的面前无需隐藏。渊明大师却猛地退后了一步，一不小心还跌倒在了地上。到底怎么回事？渊明大师，师父你怎么了？师父，这里是皇宫，怎么师父突然就听不进去任何人的呼唤了？这段时间接连下煞局，我身体突然有些不适，请皇上见谅。既然身体不适，那就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朕最近新得到一批百年人参，然后让明公公给你送过去。谢皇上赏赐。1个月后，一名暗卫出现在了景惠帝的面前。什么？卑职等人查了整整1个月，可以确定战王生前所拥有的一切全都消失了，只剩下了一个战王府，但战王府内只有几名老仆，对战王府的事情一无所知。可恶！朕问的是兵符，战王府内是否全都翻遍了？上上下下全都翻遍了，没有任何兵符的影子。说不定是战王随身携带着，可战王和莫尔小姐他们的马车跌落山坡，
又掉在了河流之中，之后就完全没了踪迹。找，派人去河流中找。是。与此同时，一行几人骑着马儿来到了路边的茶棚。客官，需要吃一些凉糕吗？凉糕都是小老儿自己做的。我要吃。老爷爷，我们都要吃。好，小老儿这就去拿。这时，一只信鸽突然飞来，看到上面的消息之后，静默了一瞬，然后看向了一旁的秦章。不过这一看，他险些笑喷。有消息了。少爷，要不咱们在路上洗洗脸吧？不必洗脸，现在这样正好。今日路上劫匪看到了都吓跑。一旁的凌云险些将口中的凉茶给笑喷出去，因为王爷昨天之前戴的人皮面具特别的俊美，一路上总是吸引了不少的姑娘，甚至是还遭遇过女劫匪想要劫走他们的情况。原本想要叫秦叔叔爹爹的，但是我现在叫不出口了。唉，我和哥哥考察了秦叔叔1个月，认为可以认秦叔叔做爹爹了。但是，我现在叫不出口呀。好，爹地答应你们，稍后就换一张皮。这时，一名骑着马的黑衣人从不远处而来，来到了凌云的面前，耳语了几句之后，迅速的离开。少爷，家里那边来消息了，说是家里被人动了。又有很多人不安分，得知少爷云游四海后，这些人更是猖狂，甚至想要一举将曾经得不到的都给抢走。这1个月以来，他们一起云游四海，也将他体内的灵虫血蛊彻底的给控制住了。你什么时候回去？和你一起回，其他的事情不重要，而且拖的时间越久，对本王也越有利，莫要担心。谁担心你了？时间转瞬即逝，西凤国京城内，请进。门被推开。邱爷爷，邱爷爷。哎呦，2个大宝，你们都长高了。邱爷爷几个月不见你们，想得心肝疼。我当然想邱爷爷了，我想邱爷爷想的都睡不着觉了。你们2个小家伙呀，不愧是邱爷爷放在心里的心肝大宝贝儿啊！此时此刻的邱爷爷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慈眉善目的普通老人一样。邱爷爷手里的人命没有1万也有9000，仇人遍天下。邱老，你怎么？邱老，就是你想要娶青鸾？是，我要娶她。邱老的眼神更锋利了一些。邱老，你先跟我走一趟，让他们先去落脚处休息。小香和小程交给你了。放心。马车里，邱老简单的说明了一下情况，听闻是给苏老太爷治病时，穆青鸾有些意外，知道苏老太爷还是几个月前因为苏若儿的关系。苏老太爷曾经救过我，想当年苏老太爷是何等风光的人物啊！唉，如今造化弄人呐。您回来了，快请进。老太爷现在应该正在休息。青鸾，跟我来吧。很快。我听邱老说你医术高超，我求你一定要救好曾祖父。我们已经失去了祖父、父亲还有哥哥，不能再失去曾祖父了。放心吧，我会尽我所能的，不要担心。对不起啊，吓到你了，我平日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亲人而情绪不受控制，这种感觉我很明白的。眼前的苏晴儿和苏若儿其实长相有2-3分相似，但却给人的感觉全然不同。是小秋来了。是我，苏老太爷，我之前对你说的人现在已经到了。我这身体我自己明白。小秋，请贵客进来吧。曾祖父。穆青鸾也快步走了进去，苏晴儿已经扶起了苏老太爷，给苏老太爷拍着背。等一下，不要拍，我来看看。穆青鸾拿出了银针。苏小姐，请在门外等候。啊，好。穆青鸾立即脱掉了苏老太爷的上衣，接着穆青鸾速度而利落地在苏老太爷的身上的几个穴位上刺去。苏老太爷的情况有所好转之后，谢谢你，孩子。不用客气啊，苏老太爷。想不到小一辈的年轻人竟然能有如此高超的医术。这回说老太爷相信我说的话了吧？只要有他在，苏老太爷一定会没事的。苏老太爷淡笑着摇头。我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其实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小秋，就求你帮我这个老头子一次。哎呀，我这条命都是您救的，什么求不求的，只要是您想让我去做的，我一定会去做。苏老太爷忽然眯起了双眼。曾祖父没事，别担心。谢谢你，太谢谢
谢了。我刚刚其实只是制止住了苏老太爷咳嗽的症状。苏老太爷身体内的毒素积压许久，现在必须用特殊的方法，让苏老太爷体内的毒尽快的排掉。什么？中毒？原本可以隐瞒一时，没想到，罢了。曾祖父活到这个年纪已经足够了，晴儿啊，别担心。不要，曾祖父，不要离开我们。等曾祖父去了，你们便一起离开京城吧。救不了。秋老，我没说不能救，真的？可以试一试。苏老太爷的毒可以解。你真的能救曾祖父吗？我用的不是寻常的方法，需要苏老太爷以及整个苏家保密。好，你放心，我们绝对不会将有关于你的事情说出去。我相信苏家。让苏晴儿和秋老出去等待。他在苏老太爷惊诧的目光之下，开始抽写一系列的化验。你们可以进来了。秋老和苏晴儿闻声立即走了进去。此刻的苏老太爷好像年轻了20多岁。曾祖父，只要有你在，我们苏家就不会倒。青鸾，苏老太爷的毒都已经解了是吗？还没有。难道是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中毒多年，毒素早已经和血液连接在一起，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除掉的。那需要多久才能将曾祖父体内的毒都解了呀？应该需要几日的时间。不过苏老太爷的身体已经被损害，失了不少的元气，需要好好的养养身体，也需要心情顺畅。真的太好了。孩子啊，不，我们该称呼你什么？叫我文清就好。苏老太爷，叫她亲丫头吧。不行，他的医术远远在我这个老头子之上，应该叫师傅，叫亲丫头，未免太不尊重。苏老太爷，叫我亲丫头吧，我比苏小姐还要年长几岁呢，而且我也有很多的问题是需要请教苏老太爷的。好，就叫亲丫头吧。那我叫你亲姐姐好不好？当然可以啊，我正好没有妹妹，就认下你这个妹妹了。太好了，我又多了一个姐姐。看到青丫头和苏晴儿这2个丫头，忽然苏老太爷想到了什么。小秋，我稍后给你一张画像，请你拜托小柏帮我找上面的人。老夫这辈子没有其他的念想，一生沉沉浮浮，看惯了潮起潮落，唯一始终放不下的就是找到他。好，我给小柏飞鸽传书。不用给小柏飞鸽传书了，我昨日与小柏通过书信，他明日一早就会到。曾祖父，祖父。接着又有2道身影走入，一个是苏琛，苏老太爷的嫡系排行第5的孙子，另一个人是苏薇儿，苏老太爷的曾孙女。二伯姐，你们快看，曾祖父的病快好了。快好了？是啊，是这位亲姐姐出手救了祖父，说是再过几天祖父就能痊愈了。亲姐姐？她是我找来的人。原来文小姐是秋老找来的人，对不起，我们不是故意不相信你，实在是抱歉。以前意图来骗我们苏家的人很多，所以我和武叔会警备一些，换成是我也会对来人怀疑的。能遇到他，是老天又给了我这个老头子重新活一次的机会。只是不知为何，怎么突然间觉得他的眼睛和婴儿有些像。文小姐，我祖父真的能治好。臭小子，你竟敢不相信青丫头？孙子说错了还不成吗？苏老太爷看看，他们为了采药手上都是伤。没事，都是小伤。上山采药难免的，只是我和武叔2个人不小心跌了一跤，曾祖父千万别担心。你们呢，以后不可轻易进山了。青丫头用的药不是这些，那文小姐要用哪些药？接下来就由我们准备吧。我自己准备就好，你们无需担心，照顾好苏老太爷即可。药材不需要我们准备，但是银子必须给文小姐。不需要银子，本就是劳烦文小姐远道而来，如果再让文小姐分文不取，那我们苏家也做事太不厚道了。亲姐姐，就告诉我们需要多少银子购买药物吧。超级正能量的苏家人。他救人向来随心意和缘分，要不要银子也是看心情。他既然说不需要银子，那么就是不需要。 3个人顿时没有了主意，又看向了苏老太爷。文小姐是我的救命恩人，也是咱们苏家的恩人。你们记住了，日后文小姐有任何需要，你们一定要记得报恩。是，谨遵曾祖父的嘱咐。苏老太爷对孙子和重孙女很是满意。好了，你们去看看晚膳准备什么。今天晚上留小秋和青丫头用膳。是，祖父。苏老太爷不必准备晚膳，和我一同前来的还有我的2个儿子。 我需要回去陪他们。你不能进去，
老太爷不想见你，我们苏家上上下下所有人都不想见你。我和曾祖父有误会，我需要和曾祖父解释清楚。而且我听闻曾祖父最近身体不适，很是担心，这才立即赶了过来。想不到他刚来西凤国京城的第1天，就和苏若儿撞上了。曾祖父，我真的很担心你，我一向医术不佳，愧对当年曾祖父的教导，否则现在也能为曾祖父分担一二，都是若儿的错。我这个老头子担不起你的一声曾祖父，你早已经不是苏家人，就算我这个老头子死了，你也不必有过多想法，更不用前来看最后一面。曾祖父说的对，苏若儿，你的脸皮太厚了。如果我是你，完全不敢踏入苏家半步。苏若儿，苏家不欢迎你，请速速离去。你们真的对我有误会，我说过的不是我做的，我怎么可能背叛苏家，背叛你们呢？你们为什么宁可被人骗，也不想听我的解释？别再装了，摄政王不在这里，你惺惺作态给谁看呢？你快滚！晴儿，你……穆青鸾皱眉，他的心中咯噔一声，抬眸朝着门前看过去。若儿，他抬脚朝着苏晴儿踢了过去。这一脚如果是踢到了苏晴儿的身上，那苏晴儿必定是当场吐血。若儿，你有没有哪里受伤？苏若儿不动声色地看了眼安然无恙的苏晴儿，眼中闪过了一道不快之色。王爷，你怎么来了？你不是正在忙吗？如果本王不来，你一向善良又不善言辞，你一个人来到这里，不就是要被人欺负吗？王爷，不会的，我毕竟姓苏，是苏家人，他们对我只是有些误会而已，说清楚了，他们就会原谅我。本王该拿你怎么办？事到如今，你怎么还是没想明白呀？我是在苏家长大的，我舍弃不了对苏家的感情。苏晴儿泪流满面，她想不明白摄政王为什么就那么相信苏若儿，一种悲痛欲绝的感觉在心里炸开。陛下，向若儿道歉。苏若儿这个时候不说话了，她今日的目的就是要羞辱他们一番。老臣见过摄政王，今日的确是老臣的曾孙女儿冒犯了摄政王的夫人，老臣在这里代他赔罪。既然苏老太爷开口了，本王可以不追究苏晴儿。谢摄政王。苏老太爷，有些事情若儿不想让本王干预，所以本王尊重她，让她自己去解决。但是现在她被你们一次次生气，有些话本王不得不说。穆青鸾嘴角一抽，原本以为轩辕墨还有的救，但是现在看来病得不轻，不好救。老夫想杀人了。秋老，不值得。说得对，苏若儿早在2年前就与苏家毫无瓜葛。2年前的事情和若儿没有关系，苏老太爷为何不相信他？前些日子若儿甚至想要让人去东陵国将一位叫做穆青鸾的神医请过来，很可惜穆青鸾于前不久死于非命。苏老太爷，本王不求你记住若儿的付出，但求苏老太爷可以对若儿和颜悦色一些。王爷，我们走吧，我相信终究有一日曾祖父会原谅我的。苏若儿，苏家永远不会承认你。接着苏威尔又看向了轩辕墨。摄政王的确是位高权重，但这些事情与国家朝堂皆无关，摄政王不能勉强我们接受不能接受的人或者东西。曾祖父身体不适，我们还要照顾曾祖父，就不送摄政王和您的夫人了。请摄政王见谅，此乃我们苏家定下来的族规，必须遵守。你们是给曾祖父治病的大夫？他怎么有一种感觉，这位女子的身影和刚刚看他的眼神有些眼熟。这时他才发现，苏老太爷的脸色看上去并不像是将死之人。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话？苏若儿，这是苏家，我们请来的客人，和你毫无关系。苏夫人，为了怀上身孕，贸然服用一些伤害身体的药，容易适得其反。穆青鸾刚刚闻到苏若儿的身上有一种味道，那种味道是服用了一种有毒的草药，让女子原本不能怀有身孕的身体发生改变。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究竟苏晴儿他们给了你什么好处，让你向我泼脏水？轩辕墨的心里浮现了一丝疑惑。今日本王算是知道了你们苏家的真面目。若儿，从今以后莫要再踏入这里半步，本王会让所有人都看到你苏若儿将是全天下最令人羡慕的女人。这朵白莲花实在是太顶级了。两个人走到门前时，曾祖父，我以前无意间看到曾祖父书房里的一个画像，要走就走，哪里来的那么多废话？那个画像中的人，我在东陵国见过。你见过他？是，我见过。他在哪儿？曾祖父，我想回苏家，等我回到苏家了，我一定会将那个人身在何处告诉曾祖父。苏若儿，你真卑鄙！来人，
送客。区区一个苏家，以为他想回，他不过是不想让自己的身上有脏水，下一步他就要嫁入摄政王府。看在苏老太爷的面子上，近日在苏家发生的事情，本王暂时不追究。老太爷请放心，小柏一定能够找到人。让你和青丫头见笑了。温小姐，你刚刚说苏若儿为了怀有身孕，服用了一些对身体不好的药材，是真的吗？苏若儿的身体真的到了如此差的地步了吗？是，如果不是用一些特殊方法，这辈子也做不了母亲。报应。以前他们都认为苏若儿是一个需要保护的人，但是苏若儿竟然在暗地里和京城的好几个公子，那些曾经和苏若儿有过牵扯的人，有的不是离奇的死了，要不就是失踪了。除了他们几个人之外，没有人知道苏若儿的那段过往。老夫知道青丫头说的那个药，在苏家这是禁药。明日我来的时候，小柏应该会和我一起来，请苏老太爷宽心。青丫头，你这份心意，老头子记下了。穆青鸾和邱老上了马车之后，青鸾，苏老太爷的那个曾孙女不怀好心，我看他今日是奔着气死苏老太爷而来的。邱老，苏若儿不值得你动怒。不知道苏老太爷要找的人是何人？苏老太爷要找的人对他应该是很重要。着实可恶，就算他是最厉害的白莲花，也会有朝一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看那摄政王的眼睛和瞎了没什么区别。今日同时见到秦征和轩辕墨，两个人的高下在他的心中有了比较。西凤国摄政王被苏若儿骗不远。马车上，硕儿，本王会陪你一起。王爷，有可能我做错了，我不该威胁曾祖父。为什么别人都有家，唯独我却没了家？硕儿，你的家就是摄政王府，本王今日就会告知三姐，从今以后你就是摄政王府的当家主母。可是君主一直不同意。王爷，我不希望你为了我和君主起争执。本王绝对不能失去你，三姐会懂的。王爷，此生有你足矣。硕儿，刚刚在苏家时，那名女大夫说你正在服用一种对身体不好的药，这是怎么回事？王爷，我也很想知道，这世上怎么会有他说的那种药？而且我只要和王爷成亲，为王爷传宗接代，是很自然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想办法坏我的名声？王爷，我有做错什么事情吗？一个被苏家人收买的女大夫，无需在意。天色将暗，马车迅速的到了一座府邸前。邱老的产业遍布天下，不论到哪里都会有住的地方。原来邱老最富有啊！我的这些黄白之物全都给小轩、小程吧。小轩和小程的富有程度应该和秦征不相上下了。娘，邱爷爷，来，快让爷爷抱抱。邱爷爷的胡子都长了。邱爷爷，我路上买了好多礼物，都是送给邱爷爷的。是吗？太期待了。邱老抱着小轩和小程，迅速地朝着里面走过去。苏老太爷的情况如何？你怎么知道我是去见了苏老太爷？我的眼线能出现在任何我想让他们出现的地方。需要我告知你苏家的事情吗？苏家的事情我已经知道的七七八八，战王势力万机，这点小事儿你没必要亲口对我说。秦征俯身更近了一步。你知不知道你能让我神志不受控？穆青鸾的耳根更红了。你离我远点，迅速的离开。刚刚得到了一个消息，李将军又战败了，东邻国丢了一个城池。李将军率领的将士都是边境一些没怎么上过战场的士兵。北海国那边有什么异动？北海国现在对东邻国虎视眈眈，大有攻占东邻国之势。现在东邻国的情势很危险，但是根据探子来报，景惠帝并没有察觉到什么危险，毕竟东邻国物产丰富，是其他的国家无法相比的。这盘棋还在下，等。是，王爷。晚膳时，飘着食物的香气的餐桌前，小轩给邱老夹菜。哎呀，谢谢小轩，谢谢小程，你们真是爷爷的心头宝。老夫听说战王这几年认为穆娇宁和穆娇宁生的孩子才是你要找的人。的确有此事。能被人欺骗，就说明战王识人不清。邱老，王爷是有苦衷的，而且穆娇宁拿了现货，所以才会被王爷认错。此事的确是本王疏忽。当时在他的眼里，那天晚上的女人是谁都没有什么区别。看来你知道自己错在何处了，那就好。就在这时，小轩忽然脸色一变，立即闭上了眼睛。哥哥，你怎么啦？小轩，哎呀，小轩，怎么突然就脸白成这个样子？娘，
我没事。小轩没睁开眼睛，他小小的额头上有了一层小小的细汗。穆青鸾的心彻底的提了起来。小轩这是怎么了？刚才还和秋老说说笑笑呢。小姐，这可怎么办？莫急，小轩说没事，等上片刻。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小轩不是生病，也不是身体的原因，他无从得知小轩究竟是怎么了。过了1刻钟左右的时间，小轩睁开眼睛了，一把抱住了身边的秋老。小轩，怎么了？告诉爷爷。小轩，有什么事情要告诉娘，有娘在，不论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紧接着，穆青鸾从秋老那里将小轩抱了过来。小轩，但是下一刻，小轩从穆青鸾的怀中挣脱出来，又重新回到了秋老的怀中。这是怎么了？乖宝小轩，是哪里难受，还是有人欺负你啊？都告诉爷爷，爷爷把你打回去。小轩，别怕啊，娘在这里。爹爹也在，别怕，是什么事情？说吧。忽然脑中灵光一闪，心里咯噔一下，意识到了什么，立即看向了秋老。再看小轩紧紧抱着秋老的样子，就好像秋老要离开他一样。爷爷带你去买玩具吧，这几天爷爷逛街看到了不少卖玩具的店铺，那小东西做的一个比一个精致好玩。哥哥，你哭的我也想哭了。忽然秋老懂了。小轩呐，人都有死，爷爷我这辈子经历甚多，现在都已经看开了。要说有什么舍不得的，就只有你和小成。不过你和小成2个有青鸾照顾，如今又有了爹爹，有他们在，爷爷什么都不用担心。小轩，你是不是感觉到了什么？知道爷爷不久将会离开人世。不要，我不要求爷爷离开我们，我不要。秋老就在这里，怎么可能离开我们呢？小轩，爷爷这辈子做了很多错事，也该为这些错事付出一些代价啦。秋爷爷过几天会有一个大劫难，大劫难我让秋爷爷在劫难逃，我帮秋爷爷改运，但是改不了，因为这是秋爷爷的死劫。本来就是我的命，何须让小轩为我逆天改命？人活一世，这死是在所难免的。我不想让秋老有事。还有让我不放心的人就是你，美月。小白对你一片真心，他是可以托付终身之人。男人更了解男人，听我的话，答应了小白吧。不要，我就要秋老好好活着，你就在家里待着，哪里都不去，好不好？在这里我们大家都可以保护秋老的。如果有人来找秋爷爷的麻烦，我就打他。小时候是秋爷爷保护我，现在我长大了，我要保护秋爷爷。轩从未算错过，如果他不能阻止，就说明老天已经打算收回我的性命了，顺应天命就好。房中的气氛陷入了沉重之中。哎呀，总算赶过来了，这一路都快累死我了。好香啊，我这一路赶过来，食不下咽，什么都吃不下去。美玉，你快看看我是不是瘦了一大圈呢？当他的话音落下之后，就发觉了有一些不太对。既然没用膳，就过来一起用膳吧。现在该跟我说说是什么回事了吧？我可是收了你们的信件，特意快马加鞭赶过来的。你们要是一句话不说，那也太伤我心了。秋老看了眼几个人，便笑着开口说了一下情况。1个时辰之后，穆青鸾哄睡了小轩和小成后，走出了房间。要散步吗？好。2个人之间静默无言。秦征心疼他，即使是他没说，他也很清楚，他将秋老看作亲人，而现在他明知道亲人即将遇到危险，甚至是会付出性命的代价，而他却无法改变这一结果。今天晚上的月亮很圆。是啊，很美，相信我，我会陪着你和小轩、小成一直走到最后。知道有一日秋老会离开我们，但是我从未想过这一世会如此的快，而且明知道会有危险，却无法扭转。秋老已经坦然面对一切。青鸾，是啊。凌云得到一个有关于轩辕科的消息，想知道吗？他现在如何？西凤国摄政王带着苏若儿告知轩辕科他们即将大婚，轩辕科意图阻止，用他搬离摄政王府威胁西凤国摄政王，但只是徒劳。西凤国摄政王宁可不要亲姐，也要苏若儿。为了苏若儿，西凤国摄政王竟然要将轩辕科撵出家？看样子是的。渣男，狗男人。为了一个白莲花，
将身边唯一的亲人都给撵出去，这轩辕墨的脑子是不是被门家坏了？过2日我找机会去见轩辕科一面，你帮我安排吧。好，交给我。摄政王府，我这个姐姐竟然还没有一个表里不一的女人重要。轩辕墨啊，轩辕墨，我怎么会有你这种弟弟？请郡主不要生气了，王爷只是让郡主接受苏小姐啊。郡主，其实苏小姐为人还不错，照顾王爷也把王爷照顾得很好。郡主，不如成全王爷和苏小姐吧。滚！你们所有人都给我滚出去！下人们吓了一大跳，顿时不敢上前。郡主，我可以进来吗？滚！郡主，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加入摄政王府的，我已经阻止了王爷，但是王爷根本就不听我的话，所以请郡主不要再误会我了。郡主还是开门让我进去吧，有什么话我们当面说好吗？轩辕科脸色铁青，但是理智让他清醒下来，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冷静。好啊，来，让我看看你想怎么好好沟通。郡主，你真的想明白了吗？真的会接受我吗？苏若儿看到轩辕科好像开始控制不住生气了。我知道郡主以前针对我是对我有误解，认为我配不上王爷，只是王爷待我极好，我就算是不想伤害郡主也只能如此，因为我更不想伤害王爷，我深爱王爷，想要和王爷白首偕老。郡主如果能成全我们，日后我一定会好好尊重郡主，这些都是我的真心话。说完了，郡主有哪些不满意吗？我一时情起，很容易说错话，如果又让郡主不开心了，请郡主一定不要在意。姐，你到底还想做什么？若儿都已经做到这种地步了，你难道还不满意吗？轩辕科气结，刚要骂轩辕墨，又生生地压下了这股火。现在他忍。王爷，是我太不讨喜，也是我刚刚说的话让郡主不喜欢，郡主没有错，是我的错。傻若，为什么要过来呀？有些话由本王和三姐说。这个傻丫头，为了让她不为难，竟然什么都想自己解决。三姐，如果你要离开，我不阻止你，但是摄政王府永远是你的家，是希望三姐有朝一日想明白之后能够回来。你一个人在外，我无法对列祖列宗交代。苏若儿暗自得意，听了这些话，轩辕科肯定会忍不住连轩辕墨一起骂，然后再愤然离开。谁说我要走了？这是我家，即便要走也该是你们。有事继续说，没事就离开，我要休息了。看着门在眼前关上了，苏若儿心中大惊，这和她刚刚所想的相差108000里。若儿，三姐不走了，你可以放心了。郡主不走，我就放心了。该死，一定是轩辕科突然变聪明了。既然如此，那他也要改变策略了。翌日，前去苏家的路上，看样子苏老太爷如果没有遇到你，就活不了多久了。大概只能再活半个月吧。苏老太爷3番2次的想要见我，这找的人肯定非比寻常，又或者是对他很重要的人。对苏老太而言，一定是非常重要。你用心帮着找吧。当然。哎呀，西凤国的京城真是一片繁华。片刻之后，到了苏家。苏家门前，有人坐在门前嚎啕大哭。我看看去。穆青鸾站在马车旁观察着情况。昨天苏家门前凋零，今天竟然围上了人，而且叽叽喳喳，听着着实让人心烦。怎么回事？关于苏琛。苏琛看上去是一个很严谨的人，能出什么事儿？有一个大肚子女子跪在门前，说她的肚子是苏琛搞大的。怎么看苏琛都不像是轻易搞大女人肚子的人。马车走到了苏家后门，正当他们要敲门时，门开了。曾祖父说你们看到正门的情况后一定会来后门，亲姐姐快进。你就是曾祖父要见的小百公子吧？是我。亲姐姐，小百公子快进来吧，曾祖父正在等你们呢。至于正门那边的情况，等进来之后我再和你们说。从后门进入了苏家之后，他们这是想要气死曾祖父。如今苏家落难了，这些对苏家议论纷纷的人中，有不少是曾祖父救过的人。无需在意，因果报应，苍天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星云姐姐说的对。在进入苏老太爷的房间时，那女子的嚎啕大哭声一声高过一声。今日怕是无法让文小姐和小百公子耳根子清净了。二叔，我出去解决此事吧，如此吵吵闹闹，惊扰曾祖父休息。姐，不要去，曾祖父说了，清者自清，你一个人怎么可能说得过一群人？穆青鸾看着苏老太爷微微灰白的脸色，比昨日糟糕了。小百公子多年未见。是啊，多年未见苏老太爷了。苏老太爷还是和多年前一样啊。曾祖父以前和小百公子见过吗？只匆匆见过一面。原来是这样啊。
亲姐姐和小百公子早就认识了吗？我和你亲姐姐的关系如同拜把子兄弟。穆青鸾无语，瞪了小百一眼，让他适可而止。外面那些人疯了，拿着大柱子撞门，我去看一看。你们都留在这里，站住！他们人多势众，就是为了要见你，说不定要趁乱时要你的性命。你如今是苏家唯一的子嗣，你不能出事。他们现在越来越过分，大门年久失修，他们很快就能将门撞坏。现在该怎么办？不能让他们闯进来呀！外面有巡逻的官兵，他们肯定已经听到声响了。但为什么迟迟不去制止那些人？这件事简单，交给我吧，我从后门出去。苏老太爷先治病，等解决了外面那些人，我再回来。等等，小百公子，外面那些人应该不是普通的百姓，你贸然出去，岂不是有危险？他们绝对不会听你讲道理。我像是讲道理的人吗？不到半个时辰，大门外的撞击的声音停止了。小百公子是用了什么方法让那些人不再撞击大门？这点小事对他而言不是什么大事，举手之劳而已。小百公子用的方法你们都不会用。那些闹事的人都走了，真的太好了，这下曾祖父就可以安心的治病了。你们先在外面等，半个时辰之后我就会出去，你们就能进来再看苏老太爷了。好，辛苦青丫头了。很快小百就回来了。小百公子，你刚出去没多少时间，那些闹事的人居然就都走了。冒昧问一句，小百公子是用了什么方法？感谢。小百摇了摇扇子，哈哈的大笑了几声，然后才说了一下刚才处理那些人的经过。那么多人，小百公子一定用了很多的银子，等日后我们苏家会还给小百公子。不用还，是小百公子出面帮我们解决了这件麻烦事。苏晴儿不由得多看了几眼小百。实话告诉你们，我的银子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拿走的，他们想拿我的银子除非死。那小百公子刚刚给他们的是假银票，他们如果拿着假银票去兑换银子，一定会被当作贼人送入大牢。他们发现是假银票以后，会不会还会回来？姐，他们没有机会回来了，拿到银票以后肯定都迫不及待的想要去兑换银子。西凤国律法一律不准私印假银票。小百公子，你太厉害了。片刻之后，已经好了，现在你们可以进去了。在三个人一边说谢一边进去之后，是不是苏老太爷的情况有些不太妙？我怀疑苏家有内鬼，苏老太爷和昨天一样，体内的毒素又加深了。放眼看去，能够留在落魄的苏家当中，说明都对苏家重情重义，也被苏家人信任。我来查查。即便残忍，也必须是他们自己去面对。亲姐姐，曾祖父是不是过2天就能彻底好起来了？苏家内有内鬼，苏老太爷体内毒素又加深了，说明从昨天到现在，有人给苏老太爷又下毒。祖父，这件事交给我，我一定要查到此人是谁。能留在府中的人，我都认为他们是亲人，而他们竟然是这样对待亲人的，太可笑了。苏若儿都能对我们各种赶尽杀绝，何况其他人？去吧，祖父，查到是谁后该如何处置，你任意处置吧。苏琛在得到了苏老太爷的回应之后，立即推门走了出去。苏老太爷想要找的人，现在可以告诉我是谁了吗？如果有画像的话更好。怎么会忘了这件重要的事？小百公子稍等，你们两个去我的书房，在桌子下。苏晴儿和苏薇儿连忙赶去了苏老太爷的书房。苏老太爷找的这个人是何人？信息越多，我能找得更快。我要找的人是我的女儿。接着苏老太爷就将那些封锁在他记忆当中的过去缓缓地说了出来。将画像给我。苏晴儿将手上的画像立即塞了过去。刚刚她的声音真的好酥柔，但是当画卷展开之后，她长得和我年轻时十分像。穆青鸾和小百相视了一眼，二人微微蹙着眉头。怎么了？苏薇儿和苏晴儿已经哭得不能开口了。哎，女人呐，就是心太软。他只能将画转过来让苏老太爷看。怎么会这样？前几天还好端端的。这画像看上去应该是这2天被毁的。画像的脸部被水给泡了，偏偏其他的地方是好的，这一看便知是有人故意而为之。曾祖父，有画像固然很好，会省去一些麻烦，但是不意味着没有画像就什么也找不到。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吧，苏老太爷请放心，我会尽一切全力去找。是啊，曾祖父，过了这么多年，画像中的奶奶肯定也容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画像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是啊，曾祖父，小百公子也说了，没有画像他也能尽全力去找。苏老太爷有自己年轻时候的画像吗？苏老太爷愣了一下。既然说老太爷的女儿和苏老太爷长得极为相像，那么只要找到苏老太爷年轻时候的画像，我可以做一些修改，改变一些男子的轮廓，
应该能还原一些容貌。青丫头，真的可以吗？我可以试一试。有曾祖父的画像，我记得二叔的书房里有，我现在就去找。曾祖父年轻时可是我们西凤国第一美男子呢。与此同时，快尝尝这个糕点，邱爷爷最爱吃这个了。好吃好吃，邱爷爷，你也快拿去吃吧。爷爷年纪大了，现在吃什么东西都没有当年的味道了，你们多吃点儿。那邱爷爷吃水果。小程小手拿起了茶壶给邱老斟茶。邱爷爷喝茶。突然有人撞上了小程，手中的茶壶一下子歪了，水朝着邱老洒了过去。你挡着我的路了，还把我撞倒了。说完，小手朝着小程就要打了过来。向我们道歉。应该是你们向我道歉，是你们挡住了我的路，我没有让下人打你们就不错了。你们穿的那么差，太穷了，我要让茶楼的老板将你们都撵出去。你真的不道歉？你们是哪里来的野孩子，竟敢让我儿向你们道歉？翠花，好好教训他们一顿，还有他们两个的爷爷一起教训，让他们知道何为尊卑。两个下人朝着小轩和小程的领口抓去，欺人太甚了。小腿飞旋，结结实实的落在了两个人的身上。疼死我了！你们竟敢！阿姨，你的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茶楼老板，将他们送去官府，竟敢伤我们白府的人，他们不要命了！这位奶奶。奶奶？什么？你叫我什么？我懂礼貌才叫你奶奶，难道不叫你奶奶，要叫你老乞丐吗？你们茶楼竟然什么人都放进来！老人家，今天的茶和茶点就当做我请了，然后这50两银子你们请收下吧，抱歉。我是让你们将人送去大牢，你竟然给他们50两银子！只见小程从自己的荷包里拿出了一大把的银票，每一张银票都是1万两。娘，他们自己有银子，我也想有，我要拿的比他们还要多的银票。小孩子身上放什么银子？我娘说这些银子怕我们不够花，还要给我们呢。奶奶，你是不是太小气了？你说我们叫小叫花子，但是我看你们才像呢。我觉得你们这些银票都是假的，如果是真的，你们会穿的和乞丐一样出来。白夫人是不是欺人太甚了？白夫人的脸色猛然一变，郡主怎么会在茶楼里看到京城最难搞的轩辕郡主？此时的小轩和小程还有邱老都易容了。白夫人在自家府中被夫君小妾的欺负，一口恶气咽不下，出来就欺负老人和小孩。你是谁呀？你竟然敢说我娘！白夫人，带着你儿子现在就滚，否则本郡主不介意替你好好教导儿子。我现在带着孩子就走。跑得极快，天快黑的时候，邱老带着小轩和小程回去了。有些奇怪的是，秦征在1个多时辰前出去。娘，我们今天在茶楼碰到了轩辕阿姨了。轩辕科，当时有人要欺负我们，然后轩辕阿姨看到了，就把要欺负我们的人给训斥了。轩辕阿姨一出现，那位欺负人的阿姨就吓得不敢说话了。娘，你这2天如果可以，就去见一下轩辕阿姨吧。我画了一个符，你交给她哦。为什么想起来给轩辕阿姨一个符呢？这不是平安符，轩辕阿姨可能最近睡不好，因为有人在给轩辕阿姨弄不好的坏东西。好，娘知道了。夜色渐暗，等到小轩和小程也入睡之后，青鸾，看看这个。这是什么？打开看看。穆青鸾打开了锦盒，大大的盒子里装着各种各样的地契，还有令牌。邱老，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我孤身一人，这些东西留给你最合适啊，不是留给小轩和小程，你替他们保管着。这些东西不齐，你先收着吧，你我都不是矫情的人，有些话就不要说了。邱老看着穆青鸾微红的眼眸，你在这里等战王。等他做什么？战王可以托付终身。邱老怎么知道他是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呢？活了几十年，我什么没见过呀？战王对你是真心的，为了你应该连命都可以不要。不过你这个丫头虽然心思莫测，不过我能看出来你对她也有心意。摄政王府门前一派热闹，是轩辕郡主要比武招亲。孙姐，这可是你的终身大事，比武招亲能找到什么好夫君？你怎么就知道找不到好的？我就喜欢有血性的男人，我都不管你娶什么阿猫阿狗了，你管我要嫁什么人？被贬低的一文不值的苏若儿脸色一白。苏若儿，你该不会又想哭了吧？我最讨厌哭哭啼啼的女人，又不是死了爹死了娘，有什么好哭的？孙姐，如果随意找一个人嫁了，你日后一定会后悔。如果没有其他的事了，你带着苏若儿
赶紧走，别打扰我好心情。三姐，你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你难道就不能听我的话，相信我吗？彼此，如果不是摄政王府是爹娘留下来的，你以为我爱待在这里吗？你如果看不惯我，带着你心爱的苏若儿搬出去，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你再好好想想。轩辕墨说完，甩袖离开。从小到大，三姐从未如此讨厌过一个人，而且如三姐所言，若儿的确很爱哭。若儿，三姐一直针对你，但是你真的从未怨过三姐吗？当然怨恨过，我又不是圣人，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他要一直针对我？为什么对我有成见？为什么一定要拆散我和王爷？我心里有无数个为什么，但是我想开了，为了王爷，无论郡主怎样怀疑我，我都不在意，只要王爷心中有我，这一切根本不算什么。若儿，本王定不负你。我相信王爷，真是贱啊！两个都贱。摄政王府的不远处，请问你们这是在搭建什么？我们郡主要比武招亲了。公子啊，你会不会武功？去户县你会武功，就赶紧来参加比武。以你的模样，绝对能让我们郡主喜欢。我和你们郡主有过几面之缘，你能不能进去帮我传信给你们郡主，让她请我进去见一面？轩辕科为什么突然要比武招亲？你认识郡主？当然。你们郡主有求于我，如今让我去办的事情有了回信，自然要来告知郡主。下人一听，立即放下了手里要干的活，前去禀告轩辕科。急急忙忙的做什么？有人要见郡主，奴才不敢耽搁，立即前去禀告郡主。等等，苏小姐还有事儿吩咐奴才吗？求见郡主的人是男是女？求见郡主的人是一名男子。正好，我要去找郡主，我去告诉郡主，你去忙吧。府门外，小的刚刚进去，正好碰见了苏小姐。苏小姐亲自去告知郡主了，相信郡主很快就会出来见你。苏小姐是，正好让他看看苏若儿会不会告诉轩辕科。大概过了1刻钟左右，奴婢见到了要见郡主的男子，男子看上去年纪不大，唇红齿白，很俊朗，在京城很少见到这种美男子了，不知道是哪家的公子。美男子？是啊，刚刚路上经过几个女子，看到他后都忍不住多看几眼，还舍不得离开。当真如此夸张？见过东陵国战王的容颜，这世上大概没有男子的容颜能够让他惊叹了。今天中午王爷留在府中用膳，让厨房做一些王爷喜欢的膳食。奴婢这就去。苏若儿也去了王府的大门，男子的脸颊边的碎发随风而动，一双勾人魂魄的眼眸望着路边的行人。苏若儿的心口猛然停顿了一下。你要见郡主？能告诉我你见郡主所谓何事吗？是我和郡主之间的事情。今日真真是见到了苏若儿在男人的面前时所展现出来的绿茶功底，现在算是意外收获。我带你去见郡主吧。一路上，苏若儿适可而止地询问着他是何人。穆青鸾胡编乱造了个身份，他发现苏若儿似乎对他的坏笑没有什么抵抗力。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了，郡主不喜欢看到我，抱歉。穆青鸾懒得搭理苏若儿，直接走了进去。是谁啊？敲什么门？在下是你魂牵梦绕的人呐。郡主，快开门，让小生进去吧，如此才能一解郡主的相思之愁。而且小生今日前来，更可以帮郡主解决一些烦扰。是谁让你过来恶心本郡主的？怎么刚见面就拳打脚踢，多影响你我之间的感情？他娘的，谁让你来恶心我的？他忽然一把抱住了轩辕科。竟敢抱本郡主，你是不是想断子绝孙？就在下一刻，是我。轩辕科的心跳加快，看了眼四周，不见有人后，就一把抓住了穆青鸾进了屋，速度极快。你不是和战王一起被劫匪杀了吗？你该不会是灵魂附在了这个男人身上吧？怎么附在了一个娘娘腔身上？想象力够丰富啊！你易容？我从未见过如此厉害的易容术。等日后教你。你怎么会来西凤国？还有，你既然没事，那是不是战王也没事？事后我再慢慢跟你说。你是不是听到我要比武招亲了，担心我？放心好了，我又不傻，比武招亲就是个幌子。我听人说皇上盯上我了，想要给我赐婚。担心你不假，不过不是为比武招亲而来，而是有另外一件事。将小轩给他的驱鬼符拿了出来，送给了轩辕科。这是平安符，可以保护你。是不是这几日经常睡不好，做噩梦？有人要害我？我没见过什么刺客呀。不过我最近几日经常做噩梦，梦里各种牛鬼蛇神想要我的命。驱鬼符贴身放好。刚才我看到苏若儿了，不过呢，这是我到西凤国后第2次见到苏若儿。我只要看到她就没办法冷静。不过我这2天忽然想明白了，他的确有错，不过更错的是我弟弟，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真的想明白了。穆青鸾，你看战王面对苏若儿的勾引，完全不为所动，为什么我弟弟就深陷其中呢？穆青鸾将他来西凤国的主要目的，还有这2日在苏家发生的事情，大概的对着轩辕科说了一下。你知道吗？当年如果不是苏若儿说谎，苏老太爷的儿子和孙子怎么可能会丧生？说谎？苏若儿对外宣称她是被人胁迫，才骗得苏家几人前去了贼人设下的陷阱中。当年苏若儿被人掳走，苏家人听到苏若儿被人绑了的消息后，就立即前去救她，最后全都死了。苏若儿也因为那次的事，从此以后变成了一个哑巴，又不知是怎样勾引上了我弟弟。原来如此。苏薇儿和苏晴儿都很好，我弟弟喜欢他们2人，我举双手赞成，结果偏偏喜欢苏若儿。之前在东陵国帮助过你的那个人叫什么来着？是不是叫做莫离？对，是叫莫离。他跟着来到西凤国了吗？原本他没成功勾引苏若儿，我懒得身边多一个下人，就给了他卖身契，还他自由。但是他还是跟过来了，现在就在我的一个铺子里。你怎么突然问起他了？继续用他，给他安排一个富商的身份，将背景安排干净。苏若儿不会安下心来，只喜欢一个人的。这郑王见你比武招亲，是不是阻止你了？不止阻止我，还特别耐心的劝我。哼，我用了他曾经的说辞反击他了，这是我的事，他管得着吗？不错呀，以退为进。我现在才发现，干嘛没事儿就跑到他们面前找不自在。我如果天天跑到他们面前阻止他们，反而让他们2个越走越近，越来越分不开。非常好，我先走了，等你比武招亲时我再来。要不你上比武台，然后我给你放水，你娶我怎么样？好啊，等我。别！你要是上比武台，战王说不定就要杀了我，我可不敢跟他抢人。推开门走出去时，院子里有一个丫鬟正在扫院子。穆青鸾看了一眼丫鬟之后，就直接离开。如果被本郡主发现，有谁胆敢背叛本郡主，就不要怪本郡主心狠手辣。3日后，查不到，怎么可能？他是曾祖父身边的人。说是苏老太爷没有透露，奴才等人也在京城查了，此人就像是凭空出现一样。我不管他是谁，你们尽快查到他住在何处。此人知道的太多，必须除掉。奴才这就去查。午膳过后，娘，怎么了小轩？娘，我保护不了邱爷爷。秦征来到了他们母子2人的身边。不必自责，每个人的命运不同。几道敲门声传了进来。我找邱启月。老爷，你应该找错地方了，我们这里没有叫邱启月的人啊。请问老爷爷是何人？告诉邱启月，我是方言。穆青鸾的瞳孔微微一缩。请老人家进来等吧，我去找邱老。邱老说过，这辈子那就是亏欠了一个叫做方言的人。方言来找我了？这一日迟早会来，而且前2日我带着小轩和小程出去时就碰见过他，他再给我2日时间。邱老，听我说完，青鸾，我还有一事放不下，为了我一定要医治好苏老太爷，如果可以再帮他们走出困境。邱老，如果你不想过去，没有任何人能够强迫你的。不，这是我心甘情愿，而且我必须偿还的。那一家200条性命是我欠下的。几10年前，雨夜之下，原本认为那一家子人作恶多端，但是没有想到他们杀错了人。原本屠杀之人是在另外一条街，这2条街道的名字只差1个字。走吧，我随你出城。方言还是一句话都没说，转身上了一辆简陋的马车。黄昏之下，一切显得极为平静。1个时辰后，邱爷爷自己的选择，我们要尊重邱爷爷，好不好？可是我会想邱爷爷的。小程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和小轩哭成了一团。秦征推门而入，宽大的臂膀将他们母子3人抱在了怀中。门外，美玉靠在窗边嚎啕大哭地擦着眼泪。邱老永远地离开了他们，一直到深夜，小轩和小程又哭睡了。我已经命人将邱老和方言2人安葬了。好，谢谢。又过了2日，摄政王府门前一片热闹，比武的人层出不穷。郡主，现在人太多了，这样下去，能有个10天半个月，怕是选不出最后最厉害的人。那就慢慢比。不远处，刚刚从他身边经过的轩辕科看上去神采奕奕，完全不像是几夜睡不好的样子。小姐啊，这几日郡主比武招亲，不能设立粥铺接济那些乞丐难民了。等着比武招亲结束后，我们再设立粥铺吧。是，小姐。希儿应道。小姐，奴婢看过别人家比武招亲，根本就没有这么多人，而且1天就能选出夫婿。但是郡主比武招亲，
现在外面的人没有上千也有几百人。君主身份尊贵，岂是寻常人可比？苏若儿眼底深处涌动着浓烈的妒忌，还有显而易见的杀意。是啊，京城上下好多权贵子弟想要娶郡主呢，不知道郡主会中意谁。这不是我们该担心的，君主的事情，君主自会处置。回眸看着阴沉着脸走过来的轩辕墨，王爷，本王还有事，等本王回来。说完也只是看了他一眼。轩辕科不耐烦地瞪了轩辕墨一眼，径直地往回走。王爷，你放心好了，我从此以后绝对不会再阻挠你们，你们安心在一起吧，最好快点生10个8个孩子。苏若儿脸色微变，三姐，你当真不阻挠我们了？你们2个爱怎样怎样，与我都没有关系，反正是你自己的选择，而且你也不用如此护着他。你看到我想要骂他了吗？说完话，看都不看二人，扭头就走。从今天开始，若儿，你无需担心了。真的太好了，王爷。是啊，太好了。苏家曾祖父这2日还念叨着秋老怎么没来呢？秋老最近是很忙吗？秋老日后不会再来了，他有事离开西凤国了。啊，离开了？苏老太爷的神色一沉。晴儿，你先出去。是，曾祖父。是不是方言来了？是，这是秋老的选择。苏老太爷缓了好一会儿，都是命运的捉弄。当年的事情，其实，又过了好一会儿，穆青鸾给苏老太爷输液。苏老太爷的身体这些年来一直都没有能够得到真正的康复。半个时辰后，穆青鸾收起了输液瓶，忽然：“秦丫头，你易容啊！”我的确是易容了，我的身份不能被他人知晓。好，老头子就当作没看到。放心吧，除了我这个老头子，没有人能看出来你易容。砰！曾祖父，摄政王要见你。请摄政王进来吧。苏老太爷，我先出去吧。他刚走到门前时，忽然门开了。站住！摄政王叫我停下来是有事吗？苏老太爷现在的身体如何？和以前没有太大的区别。你究竟有没有进行医治？你师承何人？此人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目的？为何要接近苏老太爷？师从无量大师，自然用心医治。眼眸一动，话锋一转。可惜苏老太爷中毒太深，这几年一直被人下毒，想要医治好难上加难。一直被下毒？如果摄政王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等等，我觉得摄政王与其怀疑我的医术，不如查查究竟是谁想要害苏老太爷。你上一次说若儿无法有身孕，是不是想要本王厌弃若儿？或许是我看错了，毕竟没有诊脉。摄政王，如果没有其他的事，就让老夫的客人离开吧。摄政王有事就直说吧，老夫身体不适，正好困了。1个月之后是本王和若儿的大婚，在大婚之前，可否让若儿回到苏家？摄政王这是想要强人所难，他和苏家毫无关系，苏家容不下摄政王的未婚妻。轩辕墨突然感觉似乎哪里不太对。苏老太爷能说说理由吗？苏若儿是苏家的罪人，除非将苏家上下仅剩的这些人的命全都杀了，他才能重新回到苏家。老夫话已至此，摄政王好自为之。摄政王，摄政王，你们和若儿自小一起长大，他说的话你们难道也不信？摄政王见谅，我们和苏若儿毫无关联，忘了是不是从小一起长大？请摄政王见谅，我们苏家人最听不得苏若儿3个字。本王可以告知你们，当年之事与苏若儿无关。只有摄政王相信当年之事与他无关，也只有摄政王认为他无辜。我们无法改变摄政王的想法，那么也请摄政王不要强迫我们。回摄政王府的马车上，轩辕墨有些失神。只要和若儿关系匪浅的人，都会对若儿意见颇多。难道真的只是被误会那么简单？当天夜里，轩辕科乔装了一番，偷偷地溜出了摄政王府，一路朝北而去。片刻之后，他来到了一座宅院的门前，直接一跃而入。我是轩辕科，我要见穆青鸾。既然是轩辕郡主，好吧，跟我来。轩辕科跟在凌云的身后，一双眼睛亮晶晶的闪着贼光。你是战王身边的那个侍卫吧？想不到你的身手如此之好。是。翌日，苏若儿悄然而来。郡主还没醒？郡主应该是还没有醒，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见到郡主出来。我知道了。王爷，苏小姐来了。书房内迟疑了片刻，才听到轩辕墨的回应。进来吧，若儿。苏若儿的心里咯噔一声，以往只要是听到他来了，他必定会立即的让他进去。是发生了什么事吗？我想让王爷去看看郡主，郡主好像生病了，到现在也没有起床。轩辕墨立即放下了笔墨，走，去看看。好。因为轩辕墨担心轩辕科走得比较急，苏若儿一时间有些跟不上，只能在后面步步紧跟。三姐。房间内没有任何的声响。呀，
郡主怎么没在房里啊？那郡主该不会是昨天晚上就出去了吧？只是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回王爷的话，奴婢一早就过来了，没有看到郡主出来。王爷，郡主该不会出了什么事情吧？三姐武功高强，在京城内难敌对手，应该没有人能伤害到她。舒儿，你不必太过担心。那就好。不过现在门前又聚集了很多人，我原本想要找郡主商量商量，结果郡主不在。有一个十分俊美的男子来找郡主，看样子他们极为熟悉，该不会是郡主喜欢的人吧？知道那人是谁吗？我从未见过那人，应该不是京城人。可恶！轩辕科醒来时有些迷糊，昨天晚上他来找穆青鸾了。醒了，在你这里睡得太沉了。哦，对了，昨天晚上我是有事找你，你有没有一种假孕的药？假孕的药？我需要假孕的药，有大作用。等事儿成了，我将你请入摄政王府，让你在我的库房里随便挑选。我除了没有那些各种各样的药之外，其他的宝贝应有尽有。一言为定。穆青鸾从一旁的医药箱里翻了翻，翻出了几个小药片，碾成粉末放入水中饭中都会起到作用的。我就知道你可以。半个时辰之后，轩辕科大摇大摆地回到了摄政王府。今天怎么没人比武了？是王爷下了命令，说是让比武的人过2天再来。过2天？正好看到轩辕墨走了过来。是你比武招亲，还是我比武招亲？我没说停，你为什么要停下来？三姐，你涉世不深，不知道人心险恶。还有，前2日是不是有一男子进府找你了？那名男子是何人？我命人去查查他。我的事不用你管，况且来找我的人，我自己辨别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和你没关系。你三姐，这不是说胡闹的事。轩辕科已经不耐烦地走了。还没回到自己院子的轩辕科，又好巧不巧地碰到了苏若儿。你怎么在我院门前？为了王爷，我是来劝劝郡主的。劝我？来搞笑的？我接下来要说的话，郡主应该会不喜欢听。郡主昨天晚上夜不归宿，而且又有男子找上郡主，如果被人发现，一定会议论纷纷。所以，请郡主日后一定不要再与男子纠缠不清。说完就滚。我虽然不阻止你和轩辕墨在一起，但不代表你能来恶心我。不论郡主想要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结局。你说，如果我弟睡了你以后发现，哟，别人睡过的呀，你说他会如何？郡主何必诬赖我？我和郡主不一样，我不会夜不归宿。他眼神闪烁地伸手过去，一下子就抓住了轩辕科。轩辕科惊愕，目瞪口呆。苏若儿满头冷汗，疼痛就像是蚂蚁一样从手上爬上了全身。你在你身上弄了什么？你是不是早就察觉了，所以就等着我出手？你刚才抓住我，该不会是想给我下什么煞局之类的吧？想暗算我，还嫩得很。说完，又抓了一下苏若儿的手。来人，苏小姐要小产，请大夫立即过来。不用请大夫，我没有小产。没有小产，你闲来无事躺在地上捂着肚子滚什么滚？你最好让大夫好好查查，你是不是脑子有病？轩辕科一通骂以后，扭头就走。苏小姐，真的不需要请大夫吗？今日之事不要告诉王爷，我不想让王爷担心。是。一支信鸽穿过了云霄而来，落在了穆青鸾和秦征的面前。信上内容简单：查到了，你的确是苏老太爷的曾孙女。他现在的心头有些乱，需要时间好好想想怎么面对和苏家的关系。当天夜里，小柏偷偷摸摸地跑了进来，突然被人抓住了脖子，顿时呼吸困难，差点翻了白眼。放开我！我是小柏，你是要弄死我吗？李云，瞪大你的眼睛，好好看看我。我长得玉树临风，身材绝佳，就算你没看到我的脸，也应该能看到我的身材吧？你要是掐死了我，美玉和青鸾能跟你拼命。听到这完全不害臊的话，翻了个白眼，将手松开。你还是个人吗？才几天不见，你武功又厉害了。我每天都那么用功，自然武功突飞猛进，岂是你能比的？说完，他掉头就走。我去，这凌云太嘚瑟了吧！美玉刚要准备睡，谁？美玉，是我，别怕别怕。小柏，你回来了。怎么了，美玉？是谁欺负你了？小柏，秋老再也回不来了，我们以后再也见不到秋老了。小柏惊愣住，原本以为能回来见到秋老的最后一面，又或者在这几天当中他们就有办法挽救秋老了。不过
我知道这是邱老太的选择，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控制不住想哭。没关系，想哭就哭，用我的衣服擦眼泪，我陪着你。夜色不知不觉地深了，一道身影鬼鬼祟祟地来到了苏老太爷的床前，轻手轻脚将一物轻轻地放在了床下方，然后又轻手轻脚地离开。片刻之后，他或许已经悬崖勒马。我不认为一个已经背叛祖父的人能悬崖勒马，他一定是放了什么东西，但为什么我找不到？闻到血腥味了吗？我没闻到血腥味。不对，我对血腥味很敏感。刘伯来了以后一定留下了血。如此，让所有人都过来，绑了刘伯。是。翌日，小姐，晴儿小姐来了。好，请她等我片刻。亲姐姐，是苏老太爷有什么事情吗？的确是曾祖父有事。昨天晚上，刘伯偷偷潜入了曾祖父的房间里，然后曾祖父和五叔便昨天晚上处置了刘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早上曾祖父就有些发烧，身体不适。就在刚刚，已经命令我们给他熬了去热的汤药，但是好像情况依旧不太妙。昨天晚上刘伯闯入苏老太爷的房间，有没有做什么事情？还是说苏老太爷的饭菜里又被人下了毒？没有下毒，不过现在五叔正在审问刘伯，刘伯一直什么都不说。思来想去，我想来请亲姐姐去看一看。现在就去苏府，等亲姐姐用过早膳以后再去吧。没关系的，早膳等到苏府再用也不迟。啊，好，亲姐姐，我真的还不好意思了，又麻烦你了。这时，小柏从厨房里端着一大碗汤走了出来。喝汤喽！苏晴儿惊愣住，快步而来的小柏公子就好像是从天而降的人一样。是不是苏老太爷有事啊？我今早刚到，苏老太爷的事情急不急啊？如果不急的话，我们就先用早膳；如果急的话，我和青鸾现在就去。余光看着美玉刚刚做出来的热汤，这热汤里承载着他和美玉那甜腻死人的爱。啊，曾祖父不急，用了早膳后再去也不迟。那就好，我去端菜。苏晴儿感觉自己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这场梦幻的她控制不住自己的心跳。五叔，刘伯说了吗？还是没说。然后对着穆青鸾和小柏说道：麻烦二位了。嗨，不必客气，自家的事儿，自己的事啊。自己的事儿。穆青鸾无语地警告了一下小柏，他们几个人很快到了苏老太爷的房中。躺在床上的苏老太爷似乎睡着了。苏老太爷发热之后都服用，是祖父自己开的药方，按照药方我去熬的药，汤药不会有问题。刘伯一直不开口是吗？我用了各种方法，未能从他口中得知更多有用的消息。刘伯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太可恨了！让他服用下这个药，过了半个时辰后再去审问他。我辛辛苦苦找了好多天的人，你是不是也能给我几颗这个药啊？穆青鸾随手扔了几个给小柏。不要乱用。哎，放下吧，我可舍不得乱用。穆青鸾又来到了床前，他立即拿出了退烧药。晴儿、小柏，你们帮我一把，苏老太爷需要退烧。啊，好。苏老太爷虽然已经烧得神志不清，穆青鸾喂药的时候，他直接就咽了下去。苏老太爷的身体情况看上去并没有那么糟糕，但是他总觉得不是那么简单。怀着疑惑，他蹲下来向床底下看去，的确空无一物。小柏，回去接小轩过来。好，我现在回去。穆青鸾从苏老太爷的身上收回了视线。苏老太爷的情况稳定，如果真的是煞局，稍后小柏会带人过来解煞局的。秦姐姐，幸好有你。苏家大门外，快来人，开门，让我们进去，我们要见苏老太爷。何事？听说你们草菅人命，我爹就在你们府中，你们将他给关了起来。啊，原来是刘大，在外面等着吧，我先去禀报老太爷。等等，你是陈伯吧？别以为我不知道，苏老太爷现在昏迷不醒，你去问他，还不如将我放进去。你当这里是哪里？没有主子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能进来。况且你爹也不过是府中的下人而已。下人就不是人了吗？陈伯，你别忘了，你也是个下人。陈伯已经不想回应刘大，跑进去打算禀报苏琛。陈伯，怎么了？陈伯低声说了两句。他们竟敢找上门来，老奴怀疑刘大背后有人。苏琛一脸怒容的回来，俊雅的脸蒸腾着怒火，眼球发红。五叔，你可别吓我，你这是怎么了？刘伯竟然是因为100两银子出卖了祖父，只是100两啊！是有人用100两收买了刘伯，是谁？刘伯有没有说？说是一名男子，刘伯也不知道那人的身份。刘伯说，就算不是他下手，也会是其他人下手。
他不认为自己错了，而且认为祖父受了那么多磨难，还不如死了。我去找刘伯，我要问清楚，是我们苏家对他不好吗？他们怎能如此狼心狗肺？何止狼心狗肺，简直不是人！先不要生气了，刚刚外面有一些动静，是不是有人又来闹事了？是刘大，他要来带走刘伯，让人从后门出去，让官府来人将他们抓走，就说他们未经主人允许，私自脱离奴籍。是祖父放了刘大的，谁能证明是苏老太爷亲自放的？苏老太爷只是允许他们出府生活而已。我怎么没想到？既然给他们的，他们不珍惜不要，那就收回来。刘伯也不是奴籍了，刘伯还是奴籍，那就更好办了。顺便再找个人牙子过来。刘伯背弃主家，所以才会被卖，也能够震慑府邸中下人。既然知道她是苏老太爷的曾外孙女，那么苏家的事儿他就不能袖手旁观。好，我现在就去，谢谢。苏晨立即出去，来了。紧接着门推开，呀，小轩，你来啦！小轩进来之后，小眉头就皱了起来。小轩你好，我叫苏薇儿，叫我薇姨就好。薇姨，晴姨，等曾祖父醒过来，看到你这么一个小乖宝，肯定喜欢的不得了。这是床下的血迹，你看看。哦，好的娘。小轩在拿到帕子的那一刻，小脸就已经沉了下来。小轩这是……只见小轩闭上了眼，小手朝着床下的方向，好像隔空画着什么。小轩正在解煞局。放心吧，外面什么乱七八糟的大事都没有小轩靠谱。没过一会儿，小轩起来了。好了，煞局没了，一会儿老爷爷就会醒了。小轩，你太厉害了！曾祖父的脸色和昨天白天一样了。好了，暗中指使刘伯的人太阴险了，真应该让他们也尝尝被下煞局的滋味。晴姨想要让下煞局的人也被下煞局吗？啊，这也可以，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他们既然能害人，就要承受被反噬的后果。那就让他们自食恶果。晴儿说的对，一定要让他们遭受反噬。他们以为伤害别人是不会遭报应的是吗？小轩，需要我们做什么尽管说。不需要做什么，他们给老爷爷下的煞局其实是想要让老爷爷监视没有用完的气运。很多人一生作恶多端，有可能会断子绝孙，所以就会动一些歪念。老爷爷一生做了很多善事，老爷爷的气运很好，所以他们才会想要夺走老爷爷的气运。什么？竟然想要去夺走别人用一生善缘结下来的气运来改命。我现在可以让煞局反噬到他们身上，同时还能让他们的厄运加倍。这样一来，他们今后就不能从任何人身上夺走气运哦。不知道是谁如此险恶，除了苏若儿，没有人能如此狠毒的对我们下手，一定是他。这次我去查事情，有了一些意外的收获。是苏若儿的秘密吗？他在外面可有不少的追求者，那些追求者每一个对他都死心塌地。这件事情我们也知道，因为以前我们发现过，只是一直没有证据。证据很好找，真的。等到苏老太爷的心愿了结了以后，我再仔细查一查苏若儿。那太谢谢小百公子了。与此同时，小姐，这怎么会吐血？奴婢去请大夫过来看看。不必，我就懂医术，我现在死不了。胸腹间那种呕吐的欲望无比的强烈。小姐，有一位自称沈晨的人求见。他怎么来了？难道是出了什么事？我不认识此人，让他速速离去。门外下人离开之后，小姐有没有觉得好一些？要不要去找王爷？不必，你先退下。小姐真的没事？没事，退下吧。在喜儿出去后不久，苏若儿就换上了一身衣服，从摄政王府的后门走了出去。你终于来了，进去再说。然后迅速地走了进去。男人早就见怪不怪，这里没人能认出你，更何况你乔装了。小心点，总没错。不是让你不要轻易去摄政王府找我吗？怎么今日竟然去找我了？现在这些都不重要，这些都不重要，那还有什么是重要的？一旦被摄政王发现了你我的关系，你和我都会没命。沈晨，你从来不会如此没有分寸。若儿，你今天是不是吐血了？你怎么知道？若儿，大事不好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在京城内，能发生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我设的煞局被人破解了，我在遭受反噬后立即就去找你，怕你有性命之忧。苏老太爷的气运你无法夺走了，苏老太爷的背后一定有人帮他，否则他不可能挣脱煞局。城内没有人能察觉你的煞局吗？怎么会如此轻而易举的被人破解了？他今后的命运都要靠曾祖父的气运来逆天改命，从此以后可以高枕无忧。若儿，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无论我做什么样的改变都无法逆转结局。还有我可能今后再也不能帮人设下煞局了。他没有跟他说他也吐了很多的血，甚至就在刚刚他七窍流血。你说你今后都不能设煞局了？
是吗？还是说，只是你不可以，其他人还是有机会可以帮我？任何人都无法再给你改运。我要去苏家看看，究竟是谁帮了曾祖父。而沈晨抓住了苏若儿的手，若儿，可不可以再陪我待一会儿？我现在很难受。我没办法陪你了，沈晨，你我的情分就到这里了吧？你不是说过这辈子你心中只有我一个人吗？你说过没有人让你爱到骨子里，只有我让你能得到真正的开心。这些话都是你说过的呀，难道你忘了吗？那些美好的回忆经常在午夜梦回，他孤身一人时在脑海当中不断的闪现。沈晨，放开！必须给我一个理由。沈晨，理由就是我和你再无可能。你是因为我无法再帮你改气运，所以你就要绝情的离开我是吗？是不是这样？有些事情不用说出来。沈晨，离开京城，以后不要在京城出现了。如果不是看在他为他付出了这么多年的份上，他绝对不会饶他一命。苏家，如果害祖父的人是苏若儿，他一定会找来。除了他，还能有谁？看来这位苏若儿小姐真是一个奇女子啊！一个女人究竟能卑鄙无耻到何种地步？甚至以家人和家族的未来给自己铺路。躺在床上一直昏迷不醒的苏老太爷迷迷糊糊地睁开了双眼。我刚刚怎么了？曾祖父，祖父，你终于醒了。曾祖父，你终于醒了。别担心我，老头子已经活了几十年，什么没有经历过。苏老太爷忽然想到了什么。小百公子有没有查到消息？已经查到了。查到了，而且已经查到了苏老太爷的曾外孙女。你不能进去。打断了小百接下来的话。曾祖父，我来看你了。余光看向了那名陌生的男子，会不会就是帮苏老太爷破解煞局的人？想到这里，他脸上的笑容又多了几分娇柔。苏若儿，你竟然还敢来！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威尔，你为什么始终都要对我针锋相对呢？余光关注着小百的一举一动，小百内心忍不住的汗颜，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自恋恶心的女人，而且她对自己好像还挺自信。是谁给她的自信？那些被她骗过的男人，还是轩辕墨？苏若儿，多行不义必自毙，你的好日子不久了。滚！吴叔，我知道我犯了很多错，但是你们要给我一个改错的机会好吗？我再说一遍，滚！苏晨用力一推，直接将苏若儿给推了出去。晴姨，我教你几句话，你去对华阿姨说。下一刻，苏若儿，看看你自己吐的血，再想想你对曾祖父做的事情。现在只要你靠近曾祖父半步，就会损害你的气运，也会损害你的身体。现在我们苏家很欢迎你，你随时来啊。似乎在衡量苏晴儿是不是在胡说。不信我再数5个数，你一定还会再吐一口血。1、2、3、4、5。苏若儿猛地吐出了一口鲜血。的好运在上半辈子都用光了，今后1个月之内，你会慢慢的失去所有。我真的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伤害你们的事情，为什么你们从来不听我的解释？他目光楚楚地看着小百。公子，是不是你帮他们改了我的运，然后让我现在吐血不止？你的运还用人改？你自己做尽了坏事，他人为什么还要浪费力气？你太厉害了，没有被他的假惺惺骗到。若是被这种女人轻轻松松的骗了，我还如何行走江湖啊？你难道没有听我说的吗？他们骗了你，从小到大他们都妒忌我的美貌，你自认聪明却看走眼了。别装了，如果再多说一句，我吐你身上可不好，那味儿洗都洗不掉。想要祖父的气运，你配吗？这时苏晴儿拿着一把扫把。滚！你快滚出我家！狼心狗肺的东西，你连畜生都不如。苏若儿眼见自己落于下风，便冷笑着站了起来。你们恨我入骨，却不能奈我何。苏威尔，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喜欢摄政王，可惜啊可惜。闭嘴！曾祖父，只要你现在见我，我就告诉你，你的曾外孙女身在何处。到了现在你还要威胁曾祖父，你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吗？苏老太爷已经找到了曾外孙女。不可能，那人明明远在东陵国，曾祖父怎么可能找到？你们让我进去，你们是不是随便找了一个人过来骗曾祖父？快滚吧！苏若儿退后一步，失魂落魄地朝着苏家大门的方向走过去。小百公子，你说找到人了，那人身在何处？人的确找到了，也的确如今是东陵国人，不过他现在来了西凤国。什么？他现在就在西凤国吗？我去见他，能否小百公子将他的地址给我？穆青鸾看着他们激动的样子，抬手在自己的耳根处摸着。
不用去见了，因为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难道他就在京城？如果人在京城，我们就请他来见祖父。青姐姐，你这是在做什么？你在穆青鸾揭掉面具的那一刻，一张足以颠倒众生、倾国倾城的容颜。原来祖父一直找的人就是文小姐。好孩子，原来是你。是我，曾外祖父。我在看到曾外祖父年轻的画像时，就已经隐约猜到了。不过一切还是要看证据。你易容出现在西凤国，是因为你在东陵国的身份不能被人知道是吗？在东陵国，我如今的身份是个死人。摄政王和苏若儿在东陵国都见过我。你这些年在东陵国过得好吗？你娘的还好，不过可惜我生下来没多久，我娘就已经离世了。曾祖父，我们现在找到了青姐姐，也很圆满了。没事没事，人各有命，但我们能亲人相聚，还有什么不圆满的？高外祖父，我是小轩，我还有一个弟弟呢。想不到老头子有朝一日还能见到玄孙，老头子这辈子足够了。苏家有你们，又怎会在人世间消失？老头子就算是100年之后进了黄泉，也有脸去见列祖列宗。对了，小程、小轩的父亲也和你一起来了西凤国吗？是，我们如今在东陵国都是死人的身份，现在我们的身份还是不能告诉你们，否则会为你们招惹了一些危险。等哪日让你夫君过来，我看看他是怎样的人。王爷，情况有变，这2天就出发回东陵国，2日后回。卑职这就发飞鸽传书告知下去。与此同时，躺在床上的苏若儿发起了高热，但是脸却不红，反而是脸色白得吓人。若，醒醒，醒醒！若，你怎么了？苏若儿就好像是没有听见一样。到底怎么了？今早不是还好好的吗？今天上午的时候，小姐吐血了，奴婢原本要去禀报王爷，但是小姐不允许。小姐说她就懂这医术，说是并无大碍，但是没想到小姐现在竟然昏迷不醒。去，将京城最好的大夫找来。等等，进宫去请御医来。是。第一个大夫诊过脉之后皱起了眉，便是又接连换了3、4个大夫，给的结果也都是大概可能是因为身体太虚弱了，要多调理调理。虽然吐血了，但并无大碍。都病成这样了，怎么可能只是身体虚弱呢？我们的医术浅薄，有可能看不出什么。不如摄政王命人去请苏老太爷，在咱们西凤国，没有人医术能搞得过苏老太爷。这苏小姐怎么说也是苏家的人，苏老太爷不会见死不救。说完，他们一个个的又离开了。这时，从宫中请的御医来了，其中2名苏老太爷的徒弟互看了彼此一眼，没有贸然开口说话。苏小姐身体早年间受过风寒，留下了病根，需要耐心静养，每日服药，不可间断。我和刘御医的想法一致，若是能够卧床静养1个月，效果会更好。只是身体虚弱，现在的确是高热，但是不会危及性命，很快就能退热了。轩辕墨看了眼另外的2名不说话的御医。本王记得没错的话，你们是苏老太爷的徒弟，在苏老太爷身边学医多年。是。既如此，你们的医术应该在他们之上。你们一直没有说话，是不是看出了什么？如若本王发现你们有所隐瞒，本王绝对会追究此事。的确看出了和刚刚2位御医不一样的地方。说吧。既然是摄政王让说的，那就说吧。苏小姐体弱，是因为曾经多次服用过一些阻碍有孕，甚至是去子汤药，才会让身体虚弱至极。同时，最近又服用了一些烈性的药，一种可以让身体迅速复原，可以尽快怀有身孕的药，所以才会导致吐血。当然，吐血也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导致的。这怎么可能？奴婢从来没见过小姐服用这些药。如若摄政王不信，尽可再找其他的神医前来，或许也能看出一些苗头。 2名御医说完了之后，看到轩辕墨阴沉的脸色，退了出去。王爷，这2位御医的话其实并不可信。他忽然有一种直觉，从现在开始，小姐和王爷的关系没有办法再像以前一样了。郡主，刚刚御医已经说明了苏小姐的病情，苏小姐是……下人将刚刚傅御医说的话一字不差的全都告诉了轩辕科。真的？千真万确。操！郡主，哎，做得好，做得好！来来来，你娶媳妇了没？是不是还没有？去，就说本郡主承诺的，给你500两，不，1000两，去管家那里拿1000两银子去，本郡主赏你的，拿着去娶媳妇。谢郡主，谢谢郡主。下人退下之后，稳住，稳住！大娘的，这2年
最开心的事了，哎，忍不住了。哎呀！半个时辰后，苏琛、叔侄三人将穆青鸾他们送到了门前。青儿，你是不是喜欢小白公子？哎，如果你喜欢不想错过，不如现在就追过去，否则小白公子云游天下，明日你就见不到他了。我贸然对他说出我的想法，会不会对他造成困扰啊？你若是不问，就会后悔终身；若是问了，不论结果如何，你都不会后悔的。好，我现在就去。片刻之后，穆青鸾到了家，卑职去办事了。对了，小姐，王爷有事要见你。吼！不远处，小柏和美玉正带着小轩和小程玩。爹爹和娘亲，这样会不会给我们生弟弟？生妹妹，走，我们去那边去，不要打扰王爷和小姐。嘿，他们这样生不了妹妹的。小柏嘿嘿地笑着，偷偷地亲了一下美玉的耳朵。你别在小轩和小程面前胡说，他们还是孩子。我又没说什么。穆青鸾和战王两人这样，本来就生不了妹妹。美玉，要不要我们给小轩和小程先生个妹妹啊？我们不就是这样生出来的吗？你们还小，等你们长大了，娶了媳妇就知道了。走走走，我们去玩。你别脑子里想些乱七八糟的，要是带坏了小轩和小程，小姐和王爷都不会饶了你的。好好好，听你的。等他们不在的时候，我再乱想。亭子里，穆青鸾已经瘫软在秦征的怀里。穆青鸾，你是个妖精，能不能不要随便亲我？青鸾，我在被你折磨。谁折磨谁啊？你是要回去了吗？什么时候？秦征没回答，他有一种冲动，放下一切，带着他和儿子远离纷争。今晚还是明日？明日。好，我在东陵国等你们。好。青鸾，我今天晚上去见苏老太爷，向他提亲。我还没有告诉他们你我的真实身份。告诉他们也无碍，他们可以早有心理准备，也不是一件坏事。你说的对。晴儿，怎么了？你不是去亲姐姐家里找小柏公子了吗？难道小柏公子拒绝你了？姐，他没有拒绝我。哼，没有拒绝你，那就说明小柏公子也喜欢你，这不是好事吗？你这是喜极而泣啊！他的妹妹真的是太可爱了，竟然开心的哭了，还真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不是，姐，他不知道我的想法，幸好他不知道。如果他知道了，我日后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还有美玉。美玉？怎么和美玉扯上关系了？小柏公子喜欢的人是美玉，我亲眼看到他偷亲美玉。姐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受，哭吧，哭出来就好了。想不到她们姐妹二人都沦落到了这个地步，喜欢的人都喜欢了其他人。别怕，有姐在。姐，小轩说我以后会幸福的，所以我知道我现在伤心，我意味着以后没人喜欢我。天色昏暗时，秦征来到了苏家。苏老太爷，抱歉打扰了。晨儿，你先出去。1刻钟之后，秦征离开了苏家。祖父，有什么好担心的？那是青丫头的夫君，他还是来请求我同意让他们大婚的。青丫头的夫君对他是真心的。祖父，他的身份不简单。晨儿，做好准备，如若有人问起青丫头从何处而来，一定要说是从边疆而来。如果有人说他们是谁，都要装作震惊，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是他们的家人，要与他们风雨同舟。好。月色正浓时，躺在床上昏睡不醒的苏若儿睁开了双眼，什么都听不清。门开了。小姐，我怎么？顿时她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出问题了。小姐，你终于醒过来了。喜儿，王爷在府中吗？啊，小姐，你说什么？喜儿，你今天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一直魂不守舍？王爷现在好像不在府里。他今天一天都没有回来吗？王爷今天在府里啊。苏若儿这时才察觉到喜儿的异样。说，到底怎么回事？王爷今日有没有找过我？小姐，今天王爷过来看你了，命人去寻了宫中的御医，结果在喜儿的话当中察觉到了危机。那大夫和御医都说了什么？他们说小姐身体虚弱。对，如果他们只是说我身体虚弱的话，王爷一定会担心我。其中有2名御医说，小姐服用了一些不该服用的药，才会让身体变得非常虚弱和吐血的。而且他们说，小姐在此之前应该小产过很多次。突然觉得那2名御医说的应该都是真的。王爷呢？知不知道王爷现在身在何处？奴婢也不知道。去问！我今天晚上一定要见到王爷。轩辕墨深爱着他，只要他有足够的理由，一定可以扭转局面。这一次只是什么？你将我弟弟当成了傻子吗？苏若儿，你真是让人恶心啊！
我不知道郡主在说什么，郡主为何深夜来见我？苏若儿，你真是有本事啊！到了这个时候还不忘恶心人。苏若儿此刻头疼的都要炸开了。郡主，这是我的房间，现在夜已经深了，能不能让我入睡？好啊。他后退了几步，到了门前。你以前的男人都有谁啊？他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无法让你开心？所以你找上了我弟。郡主，休要污蔑我！怒了，别生气啊！我是好奇才会问你。哎，罢了，等我弟问你吧，他肯定比我好奇。哎呀，今天这一口恶气终于出了。轩辕柯是在以前的府邸找到了轩辕墨。他醒过来了。三姐，你什么都不需要对我说，你我是姐弟，在这世上我们是彼此唯一的亲人。我回去了，三姐。去吧。轩辕墨立即腾空而起，离开了轩辕府。怎么很眼熟啊？人已经走近了。莫离，郡主，怪不得在东陵国的画楼里能让那么多男人和女人疯狂追逐，实在是少见的颜色。刚才在路上喝了酒，现在迷迷糊糊的。莫离，你长得真好看。一边说一边伸手摸了一把莫离的脸。皮肤还挺滑。忽略了莫离突然暗下来的眸子。你今天开始就不用去勾引苏若儿了，她自作孽不可活，已经被揭穿真面目了。我今天太开心了，走，我们去酒馆喝酒去。说完，搂着莫离的肩膀，朝着不远处的酒馆而去。摄政王府，轩辕墨颀长的身影出现在了房门外。房间里的香炉燃烧着。王爷，你真的相信了那两位御医的话吗？我们相识2年，难道王爷宁可信他们，也不相信我？苏若儿，事到如今，不必在本王面前伪装。王爷，明日天亮之前离开摄政王府，离开京城，本王不想再见到你。苏若儿闻言，回头看了一眼香炉。难道连最后一次让我自辩的机会都没有吗？不必，本王对你已经仁至义尽，不想最后撕破脸。王爷，再给我一次机会吧，王爷也不想念我几年的感情，就这样结束了吧。我答应你，说明白之后，我会离开摄政王府，离开京城，这辈子都不会出现在你面前。轩辕墨迟疑了。苏若儿察觉到了轩辕墨的迟疑，在他推开他之前，抬头吻住了他。苏若儿，你这是做什么？好了，我要的就是最后一个吻。当年我第一次见到王爷时，其实心中就已经有了，只是我自知身份低微，不想成为王爷的困扰，所以不曾主动靠近过王爷。我知道，无论我如何解释，王爷必定都不会再相信，我又如何能颠覆这正言？我宁愿从未见过王爷，从未与王爷有过任何纠缠，但愿来生我和王爷再也不会相见。若儿，你……翌日，一家客栈内，轩辕柯打着哈欠，伸了伸懒腰。什么情况？刚要下床，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上不着一物，布满了痕迹。莫离，腰间酸疼，看到了5000两银票。5000两，买你一夜，日后不必再去见本郡主。莫离眼眸顿时一暗。天刚亮，美玉早早的和刘嬷嬷2个人准备好了早膳。小轩和小程听到秦征要提前走了，都有些不开心。爹爹在东陵国等你们回来。爹爹的确是必须要回到东陵国，如果再不回东陵国，东陵国就要完蛋了，有灭国之危。而且爹爹的命运在这几个月间发生了逆天的改变，与东陵国相通。好吧，等过段时间我们也回东陵国。你是不是也很舍不得本王？哎呀，战王，我牙齿都要倒了。这最甜的糖都没有他们2个腻人。穆青鸾准备了一个荷包，清晨的碎光洒落在窗前。下人说，轩辕墨昨天晚上就已经吩咐他们了，说是一早准备好了马车送苏若儿离开京城。但是你们……他直接走过去，上前一把抓住了床上的苏若儿，狠狠地甩到了地上。郡主，你这是为何？轩辕墨揉着太阳穴，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你不是说回来撵走苏若儿吗？竟然还能对她下得去手！我说了，我是冤枉的。行啊你，他前脚过来要撵走你，后脚你就能将人拐到床上去，和那些男人学来的功夫都用在我弟身上了。王爷，摄政王，从今天开始你不是我弟了，带着他滚！我给你们1个时辰的时间，将所有关于你们的东西都收拾好。说完他转头就走。郡主，你不能这样对王爷，所有的错都是我，和王爷没有关系，我自己一个人离开就好了。苏若儿，王到了这一刻才真正意识到你的可怕。王爷为何这样说？不该是这样的，和他想的不一样。昨天晚上本王绝对没碰你，
轩辕墨扫了一眼不远处的香炉，走了过去，伸手摸了一下香炉灰。王爷想说什么？是我陷害了王爷是吗？本王见到沈晨了。他全都知道了，沈晨必定什么都告诉他了。半个时辰，立刻离开摄政王府。半个时辰后，摄政王府的门前，苏若儿站在门前，看着眼前的马车，一言不发。小姐，奴婢就送到这里了，希望小姐日后能安好。这时，一名男子来到了苏若儿的面前。你怎么来了？让我接你离开，然后带你离开京城，从此以后我们二人在一起。就算摄政王不要我了，我也沦落不到和你在一起。沈晨，离我远点儿。就算是她不能嫁给轩辕墨，她还可以嫁给其他人。沈晨一个贩夫走卒，如何配得上她？你以为你还能留在京城？你以为我想要你？你蛇蝎女，只恨我现在才知道你的真面。不过这不晚，我会让你明白你利用我的下场。经过了半个月的治疗，苏老太爷在前几天就可以下床走动。舅老爷，这是我送给大药房的平安符，还有招财符。谢谢小轩。还有我，舅老爷，看看，这是我做的小刀。哥哥说这个小木刀可以起到辟邪的作用。晴儿呢？这段时间以来，苏晴儿几乎是早出晚归。晴儿在打扫药房，说是晚上不回来了。苏威尔闻言抿了抿唇，看了眼不远处正走过来的小柏和美玉。让我进去吧，杨伯，我怎么说也是苏家人，快让我进去好不好？求求你了。一道熟悉的声音传了进来。苏若儿，走，跟着高外祖父去后花园看看去。好。小轩和小程立即开心地跟着苏老太爷走了。你们要去见一见吗？苏若儿一向狡诈多端，外面闹出来的动静大，未免引起更多人注意，的确要出去看一看。我也去看看，看看他到底是想要做什么。走吧，看看去。美玉和小柏两个人也跟着去凑了热闹。这时，一名男子来到了苏若儿的面前。你怎么来了？让我接你离开，然后带你离开京城，从此以后我们二人在一起。就算摄政王不要我了，我也沦落不到和你在一起。沈晨，离我远点儿。就算是她不能嫁给轩辕墨，她还可以嫁给其他人。沈晨一个贩夫走卒，如何配得上她？你以为你还能留在京城？你以为我想要你？你蛇蝎女，只恨我现在才知道你的真面。不过这不晚，我会让你明白你利用我的下场。经过了半个月的治疗，苏老太爷在前几天就可以下床走动。舅老爷，这是我送给大药房的平安符，还有招财符。谢谢小轩。还有我，舅老爷，看看，这是我做的小刀。哥哥说这个小木刀可以起到辟邪的作用。晴儿呢？这段时间以来，苏晴儿几乎是早出晚归。晴儿在打扫药房，说是晚上不回来了。苏威尔闻言抿了抿唇，看了眼不远处正走过来的小柏和美玉。让我进去吧，杨伯，我怎么说也是苏家人，快让我进去好不好？求求你了。一道熟悉的声音传了进来。苏若儿，走，跟着高外祖父去后花园看看去。好。小轩和小程立即开心地跟着苏老太爷走了。你们要去见一见吗？苏若儿一向狡诈多端，外面闹出来的动静大，未免引起更多人注意，的确要出去看一看。我也去看看，看看他到底是想要做什么。走吧，看看去。美玉和小柏两个人也跟着去凑了热闹。吴叔，求求你原谅我吧，我知道我犯下太多错，让我回家，回到家里后我会赎罪。眼前的苏若儿竟然比半个月前瘦了整整一大圈。小姐，她现在也太吓人了。今天早上我刚刚得到了一个消息。穆青鸾看向了小柏，他被一个叫沈晨的人带出京城，沈晨就是为他给苏老太爷下煞局之人。之后怎么了？你别卖关子啊！之后沈晨被反噬后一蹶不振，将家底赌光，又将苏若儿随身携带的财物也给输光了，最后竟然将苏若儿绑在茅草屋里，几个铜板就让一个男人享受一次。美玉瞪大了眼眸，无比震惊。你早已不是苏家人，苏若儿，立刻从苏家门前离开，如果再胡闹，我会立即命人去报官。吴叔，这半个月来，我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无时无刻的都在忏悔，就给我一次赎罪的机会吧。苏若儿，我们不会再相信你了。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这段时间他一直幻想着，只要是他肯认错，只要是他跪在他们的面前祈求，他们就一定会原谅他的。苏若儿，如果不是你，
苏家现在其乐融融，我爹还有大伯他们绝对不会丧命，在人命面前你的忏悔有用吗？杨伯，去报官吧。杨伯听令，连忙前去报官。五叔，你们比我还要残忍，你们以前口口声声说将我当成家人，结果你们就是这样对我的，虚伪！就算你们不想承认，她也是你们苏家走出去的，现在她要嫁给我了，你们快拿陪嫁的银子。她就是沈晨。太不要脸了！你们将我们苏家当成什么地方了？好啊，你们如果不给银子，我们以后天天来闹。还有苏威尔，你只要给我银子，我就告诉你摄政王喜欢什么，你怎样做，这交换你不亏。苏若儿，你不可再胡说八道。他早就将喜欢摄政王的这件事儿放在心底了。苏若儿，看吧，这就是你的本性，没有人比你更恶毒。别那么多废话了，他说的都是真的。如果你们不给银子，我们就在这里住了，天天在你们门前闹，看你们苏家以后如何见人。就在这时，只见轩辕墨从人群中走来，穆青鸾挑了下眉。今日苏家门前还真是热闹。什么？他扑过去，一把抓住了轩辕墨。王爷，我知道错了，求求你，救救我！都是他，一切都是因为他。如果不是他威胁我，我根本不可能欺骗王爷。王爷知道的，我一向柔弱，也一向善良。沈晨见到轩辕墨的那一刻，已经吓得身上颤抖了。胡说八道！明明是你勾引我，明明是你说摄政王对你不好，但是又不会放了你。你只有和我在一起，你才知道幸福是什么。话都是你说的，你竟然转身说我强迫你。本王命你们不可踏入京城半步，半个月的时间，你们竟然回来了。摄政王，不是我要回来，是他非要回来。是他说回来后能让苏家收留我们，就算是苏家不会收留我们，也会给我们银子，我们后半辈子一定会衣食无忧，都是他说的。不是我，我怎么可能说这些话？王爷，你不要相信他，千万不要相信他。来人，将他们2人带去官府。顿时有几个人立即上前。不要，王爷，你不能这样对我呀，你不能，你忘了以前对我的承诺吗？都是你这个女人，都是你，如果不是你，我不会落得今日这般地步。带下去。几个人立即将苏若儿他们2人绑了起来。等2个人被带走之后，以前很多事情是本王误会你们，抱歉。与摄政王无关，我们苏家很清楚。轩辕墨点了点头，没再多言。临走前看了一眼苏威尔，是苏若儿胡言乱语，请摄政王不要相信。轩辕墨眯了眯眼睛，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只嗯了一声，转身就走。当天夜里，忽然一封信传了进来，信上说不知道皇上从哪里得来的消息，知道穆青鸾在京城，想要暗中抓到穆青鸾，未免意外，让穆青鸾尽早安排。穆青鸾看完信之后，将信放在了一旁，从医疗空间站里拿出了一些药，又开始对每一种药写出了使用方法，同时又留下来了几个方子。青鸾，我们时间不多了，需要尽快离开京城。已经做好准备了，早上过后离开。我们要走啦！再不走，很快就有人能够查到我们在这里了，到时候也会为苏家招惹来麻烦的。那我现在就去收拾东西。穆青鸾说了要离开。如此突然？昨天刚得到的消息，2个时辰之内必须离开。曾外祖父，几个月后我会带着小轩和小程回来探望你。我舍不得高外祖父，我会想高外祖父的。太突然了，哎呀。我也舍不得亲姐姐，还有小轩和小程，原本还想等忙完了就好好的陪你们，结果你们现在就要走。亲姐姐，你们路上千万要小心。万事小心。我一定会小心。等我回来，这段时间如若你们有任何事，都可以飞鸽传书给我。穆青鸾又将一个小药箱交给了苏琛。这里是我给曾外祖父留下来的药，里面已经写明怎样服用。曾外祖父的病情需要细心调养，绝对不能马虎。好，我记下了。在他们离别前说话的时候，晴儿，我知道这段时间你为什么一直躲着我了。对不起啊，美月，其实我今天就想来找你，和你说明白，我怕你会生我的气。我怎么可能生你的气？忙碌的这几天，我忽然想明白了，我发现不是那么喜欢小百公子了，而且在我眼里，你比小百公子重要多了。我怎么可能生你的气呢？我将你当成朋友哦。2人相视一笑，片刻之后，穆青鸾他们几个人上了马车，迅速地离开了京城。唉，他的快乐又没了。我要不要过几天出去游玩一番？
就去东邻国游玩。东邻国，景惠帝靠在龙椅上闭目养神。此时的他面容蜡白，没有一丝血色。明公公小心翼翼地端来了一碗汤药，把汤药扔了。皇上，这是御医开的药，说是能调养皇上的身体。朕的命令，你竟敢反抗！一群庸医，这些汤药完全没作用。明公公惊吓不已，完全不敢再耽搁，立即端着汤药退了出去。父皇，再这样下去，他们迟早会攻打到京城。父皇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够驱散他们啊？现在东邻国上上下下是人心惶惶。混账东西，你们几个竟不想着帮朕解忧，不想着去上战场鼓舞士气。父皇，我们现在也没办法，我们也想上战场，但是我们不会武功，也不会兵法，即便是去了也只是添乱啊。哎，是啊，父皇，我们也想为父皇分忧，但是我们去了战场，到时候被敌人俘虏，到时候父皇更是要骑虎难下，我们这也是为了父皇着想。好啊，当真一个个的都是废物。原本在他的手中一个个说着自己一定能够打胜仗的将军，一个个的在战场上甚至还主动的投降了。父皇，退下去！他们几个互相看了彼此一眼，然后乖巧地退了下去。1个月后，东邻国的士兵有如神助，士气大涨。北海国和南兴国与此同时，他们竟然发现这些士兵不是之前碰到的士兵，而是冯家军。冯家军就是战王的士兵啊！战王活过来了，战王没死啊！一名士兵骑着马，快马加鞭地进了京城。你说什么？皇上，敌军连连退败，都是又痛失一座城，又痛失一座城的战败消息。北海国和南兴国合力势如破竹，将他们打得惨之又惨。因为战王回来了，战王率领冯家军重创北海国和南兴国，让他们一夜之间接连还给我们2座城池啊！他怎么可能还活着？士兵看着景惠帝癫狂的样子，似乎对战王还活着非常不满意。很快，这消息从宫中传了出去，一只飞鸽落在了秦征的肩头上。凌云，传信战王府，准备本王和青鸾的大婚。是，战王立下了汗马功劳，请皇上重重的赏赐战王。臣提议为战王赐婚。臣府上有女。景惠帝眼前一亮，赐婚的确如此，战王也该成亲了。只可惜木尔小姐死于劫匪手中，木尔小姐说不定没死。不一定，如果木尔小姐没死，那怎么不见木尔小姐回到京城？而且从未听到过任何关于木尔小姐的消息。景惠帝心里有他的打算，所以朕现在决定给战王重新赐婚。景惠帝要给战王重新赐婚的消息迅速地从宫里传到宫外。御书房内，皇上，平和想嫁给战王，请皇上赐婚。你想嫁给战王？是。你知不知道在京城中有多少人想要嫁给他？但他们的身份都无法与平和相比。还有，平和可以救皇上。朕记得之前你的医术无法与穆青鸾相比，如果不是你的医治失误，朕的身体必定比现在康健。此一时彼一时。当时平和从未见过皇上的症状，因为时间紧急，免思虑过少，而且现在皇上的身体万万拖不得。除此之外，平和还可以答应皇上，嫁入战王府后会为皇上分忧解难。很好，平和郡主，你的确很聪明，回去等着朕的旨意吧。是。半个月后，景惠帝正在服用新药，这时来人的禀报让景惠帝拿着汤药的手止不住的轻颤。好，朕知道了，退下吧。禀报消息的人迅速的退下之后，皇上，稍后战王就会入宫，需要准备什么吗？景惠帝冷眸扫向了明公公。看来你也和他人一样，认为战王战功赫赫，朕应该对战王重重有赏，对不对？奴才没有这样想，奴才只是怕准备不周全。好一个怕准备不周全！他是臣，朕是君，就算没了他，东邻国也一定能让北海国和南兴国战败。听到景惠帝的这番话，明公公就算是眼瞎，一时间也难以认同。浩浩荡荡的人路中，如今整个东邻国上上下下没有比七皇叔更风光的人了，就连父皇要迎接七皇叔的归来。是啊，以后我们几个在京城里更是寸步难行了。早知今日七皇叔病重之时，我就不应该太过嘚瑟，真是埋了祸根。哼，七皇叔再厉害，他喜欢的女人和亲生儿子不也死了吗？
战王这一边请，皇上在御书房等着战王。秦征嗯了一声，很快，秦征走了进去。七弟，你终于回来了。的确是终于回来了。如果没有七弟，东陵国这一次怕是坚持不了多久了。都是臣弟应该做的。七弟保家卫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待明日，朕为七弟设下庆功宴。今日七弟一路赶路劳累，好好回去歇息吧。臣弟告退。聊城郡王府，一封信通过下人传到了南宫婉的面前，信上没有写名字。虽然心中充满了疑惑，但他还是打开了信件。婉儿，明日5时，芙蓉酒楼3楼1号房间。会不会是青鸾？战王没死，会不会青鸾也没事？然后来到了烛光面前，将信给烧成了灰烬。窗外出现了一道身影，永宁郡王紧紧地抿起了唇，会不会是孟泽？孟泽后悔了，想要回来挽回婉儿。突然，一只飞鸽落到了他的肩头上，他取下了信。哥，皇上已经决定会为我和战王赐婚，战王保家卫国，立下汗马功劳，这是皇上对战王的赏赐，请哥前来京城为我主持大婚事宜。第2日，战王府的人入宫，告知景惠帝连夜赶路和征战，战王身体不适，今日无法入宫。既然战王身体不适，那就暂且好好休息。聊城芙蓉酒楼，带着斗笠独自一人而来的南宫婉来到了1号房。没过片刻，有人进来了。你果然没有事，我就知道。你看上去和几年前一样美了。看样子嫁给永宁郡王之后，南宫婉过得很幸福。哪有？这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青鸾，这几个月你都在哪里啊？你和战王？他现在已经身在京城。如果不急着回京城，在聊城多待一段时日，可好？我有一个朋友到了京城，他的事情有些复杂，所以暂时不能留下来陪你几日。好吧。永宁郡王待你如何？南宫婉微微低头。郡王待我极好，这世上除了你，也只有他对我无微不至，如此甚好。小柏调查到的消息也是如此，这聊城内人人皆知。永宁郡王将南宫婉放在了心尖尖上。这时，酒楼外路过一个人，打量了一下酒楼，然后迅速地离开。很快，此人来到了永宁郡王的面前。穆青鸾没死，那2个孩子也没事儿，而他妹妹必定又要再一次的面临失望。1个多时辰后，郡王要出门吗？永宁郡王黑眸深深地凝视着南宫婉，似乎要衡量着什么。郡王，怎么了？没事儿，你刚刚出去了。出去走一走。婉儿，如果有人伤害了你最重要的人，你会恨那个人吗？我最重要的人？如今最重要的人只有青鸾。当然，我会想尽一切办法为他报仇。我和你想的一样。如果有人伤害了他唯一的妹妹，他也会为妹妹报仇。一封密信到了京城战王府。准备好，他们几天后就能到。卑职刚才送信给王爷的路上已经吩咐下去了，王爷放心，到时候王爷和莫尔小姐的婚礼绝对是整个东陵国最豪华的。有没有确定到哪天啊？你们都不知道。这几个月啊，我自己在王府里都快要想死莫尔小姐了。他忽然发现王爷的脸色不太好。我不是那个意思啊，王爷，我根本就不惦记莫尔小姐了，天可怜见。我是想莫尔小姐的医术啊。没事儿，滚出去。对了，王爷，卑职刚刚还得到一个消息，皇上似乎要拟旨要给王爷赐婚，要将平和郡主赐婚给王爷。卑职要不要传出消息，说王爷已经准备和莫尔小姐不日大婚了？2日后放出消息。聊城城外，小柏叔叔，我跟你去抓野鸡。走，今天晚上咱们要吃外焦里嫩的烤鸡。同时，身处在暗中的多名暗卫也挡在了他们几个人的前方。四周好像换了天地，一团团白雾袭来，白雾夹带着浓烈的味道，是硫酸。所有人靠近我，趴下。然后从医疗空间站当中取出了隔离被，用它包裹严实，一定不要有1寸皮肤露在外面。他们全部都躲在了隔离被子之下。片刻之后，四周被硫酸云腐蚀后的景象。有人设下了陷阱，想要我们的命。小姐，你们有没有事？没事，放心吧。娘，我们走不出去，不仅被人下了八卦阵，而且好像还有机关。小柏一听，立即从怀中拿出一枚暗器。而暗器就在那密不透风的巨网里。他奶奶的，竟然想要老子的命，想得美！等我出去以后，一定要找到这个人，我要他9族的命。小轩细细地观察了地面，然后又看向了四周。早知道有一天
老子会被困在八卦阵里。和牛郎好好学学八卦阵。这个人比牛爷爷还厉害，是八卦阵结合机关。这里是早早的就做好了机关，和八卦阵结合的特别好，能够杀人于无形。莫尔小姐，卑职上前面去看看。叔叔们不可乱动，让我研究一下这个机关。小轩越看四周，脸色变得越沉。就在此时，小心！一个消息突然传遍了整个京城。这么说来，那一日他们一家4口没有一个人有事。禀报消息的工人只能低头。皇上，渊明大师求见。让他进来。是。片刻之后，不知渊明大师遇见了什么好事，竟如此激动。皇上，我夜观天象，窥探到了战王今日会遭受打击，或许会一蹶不振。现如今战王刚从战场归来，立下汗马功劳，举国上下对他极为崇敬，且他又要迎娶心爱之人大婚，你竟然说他会遭受打击？虽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是说不定战王会失去活下去的希望。皇上，趁此机会养精蓄锐，百利而无一害。景惠帝心中冷笑，这些年来他怕是被这个渊明大师给骗了。皇上不信我。大师，最近所做之事几乎没有一件成功的，朕如何信你？是我这1年来办事不力，不过这件事情如果皇上信，那么就可以让人盯着战王府的一举一动。最近外面战王的呼声太过，已经严重威胁了皇上。告退。看着渊明大师退了下去。明公公。是皇上。去命人盯着战王府的一举一动，有任何动静都要禀报朕。是。黄昏时，一人骑着马飞快地到了战王府的门前。什么情况？我要见战王，我是小柏公子派来的，我要见战王。守卫见状不敢耽搁，一人扶着男子进府，一人速度地前去禀报。小柏公子的人。说是小柏公子的人，应该是快马加鞭来京城，马都累死了，人也累得不行了，一直重复着要见王爷。让他进来。很快，男人在守卫的搀扶下到了秦征的面前。战王，木儿小姐遇难了。遇难？恐是香消玉殒。你说什么？木儿小姐好端端的来京城的路上，怎么可能遇难？公子，他们正在想办法找到木儿小姐，可是木儿小姐身在镇里，已经过去1天1夜了。在何处？在……王爷，立刻启程离京。战王府上下所有的暗卫一同出发。消息到了景惠帝的面前。离京？他想要做什么？卑职等人都跟丢了，如今已没了战王的行踪。他如此焦急地离开京城，到底是为了何事？会不会渊明大师说的是真的？镇南侯府，赵恒正在抚琴。何事？如此惊慌？世子，穆小姐出事了。赵恒猛地站起。是小柏传回来的消息，说是穆儿小姐遇难了。遇难是什么意思？是香消玉殒。赵恒身体一颤，眼前一阵发黑，险些晕了过去。世子。赵恒吐了一大口鲜血。备马出城，他不会死，绝对不会死，我要去救他。小轩、小常，你们先去马车休息吧。这2天，小小的他们几乎没有睡觉，无时无刻的在寻找着入镇的镇口。御医陪你们一起找，御医相信小姐不会抛下你们的。这里4面8方都是我的人，还有战王也来了。小柏望着一片黑色的森林。青鸾，你可千万别死，弄出来一个奇迹吧。但是狂风呼啸，夜色冷暗，所有人都来了，一定要挺住，你绝对不能有事。翌日天亮了，有几名女子走了过来，她们手中端着各种吃食，还有热腾腾刚熬好的粥。先吃点东西吧，吃了东西我们再找。小柏叔叔，我不饿，我要等找到娘亲之后再吃。小常乖，先喝几口粥，否则小姐还没找到，你们2个再生病了，等看到小姐肯定会很担心你们。御医说的对，我们要多吃一些，才更有力气去找娘。小轩和美玉也跟着喝起了粥，吃起了饼子。辽城内，永宁郡王收到了一封信，拿着信的手微微的有些颤抖。这时南宫婉走了进来，永宁郡王上前，忽然拉住了南宫婉的手。下人说你昨天晚上一直没睡，不知为何一直心绪不宁，无法安眠。无碍，刚刚用过早膳后，我小睡了片刻。回去继续睡上片刻。今天晚上如果再睡不着，让下人给你熬一碗安神汤。你
今日是不是身体有些不舒服？无碍。时至午时，天色越发幽暗，乌云好像下一刻就要从半空中落下来。哥哥，娘，小程，或许我们再也见不到娘了。忽然，几匹马穿过山林，飞快而来，马还未停下来，一道高大凛冽的身影就跳了下来，一把将两个抱着一起哭的孩子拥入了怀中。还是找不到吗？爹爹！他们紧紧地抱着秦征，哇哇大哭。他一定无事。侧眸看向了凌云，将这片山挖了。他要看到这座山下面的所有猫腻。是。小轩和小程在秦征的怀里一边哭一边睡着了。秦征再将他们送到那刚盖起来的小房子里避雨睡觉，照顾好他们。小姐一定会没事的。这一场大雨从白天下到了晚上，秦征抬头，一双眼眸凝望着天空，忽然有人惊呼：山体滑坡了！走，王爷，快撤退！高高的山顶，大片的泥土和石头滚落了下来。秦征恍若未闻，凝望着那片想要将这一切痕迹掩埋的泥石流。王爷，走啊！王爷，小轩和小程啊，你还有他们呢！秦征回神，木尔小姐也不希望小轩和小程没有爹爹啊。难道王爷想让小轩和小程成为那可怜的孤儿吗？秦征深深地看了一眼前方，回过头朝着不远处奔跑。2日后，一片山林下的河水中漂浮着一名女子，随着河流下滑漂浮。又过了1日，牛老带着村子里的所有的人来到了八卦阵所在之处，一无所获。镇口就算是大罗神仙也找不到。走吧，青鸾一向拿得起放得下，他不想看到我们为此太过神伤。一众人擦了擦眼泪。如此精密的八卦阵，就算是我也平生所见，一切皆是命。只可惜了小轩和小程，我年纪大了，不想在村子里荒废光阴了。临终前去京城看看吧，陪着小轩和小程，防着有人害他们。一晃又过去了10天。战王府内大门紧闭。不是说木尔小姐前几天就能回来吗？战王和木尔小姐很快就要大婚了吗？怎么这几天战王府突然披麻戴孝了？众人极其疑惑，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战王出事了。皇宫，元明大师，你的确说得对，我只是夜观天下，看到了这种结果，一切还需要皇上推波助澜。而且我已经为皇上物色好了一位可以代替战王之人，不过需要时间，此人定能镇守五湖四海，并且我可以让他终身只效忠皇上。是何人？此人不在京城，不是朝中大臣，出身寒门，但天生孔武有力，我明日就出发前去见他。难道是穆青鸾出事了？穆青鸾的生死我窥探不到，不过以战王现在闭门不见客的情况，大概是穆青鸾有事。随后二人相视一笑，好像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又过了5日，王爷从早上到现在没出来过一次啊！王爷不到天黑不会出来的，除非小轩和小程来找王爷，他们父子3人必定是伤心极了。我感觉王爷要放弃京城的一切了。刚刚收到小柏传来的消息，那八卦阵竟然存在几10年之久。几10年？那八卦阵本应该不会害人，毕竟从附近路过之人极多。牛老猜测，也有可能是有人故意触动了八卦阵。那小柏查到那人是谁了吗？所有痕迹都被泥石流冲没了。如果真的有人触动了八卦阵，这个人查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时间一晃又过1月，在一处远离城镇的小山村里，今天采了这么多草药。今日运气好，在一个半山腰发现了这些药材，而且还挖了一根100年人参。挖到100年的人参了，太好了！快给我拿去熬汤，给那姑娘喝上1碗。男子听到妇人说房中的那位姑娘之后，脸微微一红。好。这眼看着都快要2个月的时间了，即便是他每天能咽下去这些汤汤水水的，还有着人参续命，也坚持不了多久。只见房间的床上躺着一位女子，彭兰扶起女子，熟练地将人参汤喂入女子的口中。彭兰又将女子放平，按照往常一样摸了一下脉，她快醒了。真的？她的脉象逐渐有力，是要转醒的迹象。太好了。你下午再去采药，他身体虚弱，想要好好补补。家中的这些草药啊，缺少几样。他一边说了几个草药的名字，告诉了武少。武少他立即重新背上了箩筐。先别急，
吃了午饭再去。不用，我身子上有饼子，山里还有果子，等晚上回来再吃。2个时辰后，穆青鸾发现自己身在了他的医疗空间站当中，在空间站里有几个他的学生还有同事。突然四周的景色旋转变换，浓密山林里不停地传来了孩童的欢笑声。娘亲娘亲，我会写自己的名字了。娘亲娘亲，看我爬上树了。娘亲，我想你了。待他想要张开手去拥抱他们时，一双如深渊一样的寒眸凝视着他。回来。沉重的眼皮在睁开的那瞬间又合上了。他想要坐起来，但是身上无力的厉害。他这是昏迷了多久？他轻蹙了眉头，从空间站里拿出了一些营养剂，迅速的喝完，皆撑着一丝的力气给自己注射了一针。少儿回来了，这草药都采够了吗？够了，都晒好。此时已经是黄昏，正在铺草药的武少忽然手上一停，浑身戒备。穆青鸾微微浅笑，朝他点了下头。你醒了？我醒了，是你们救了我，谢谢。是少儿去山中狩猎，正好在河水当中看到了姑娘。姑娘刚醒过来，身体虚，快去躺着，我去熬粥。他告诉了彭兰，他叫文清。彭兰也介绍了一下他和武少。这时，请问这里是武少的家吗？身在房中的穆青鸾美眸中锐光一闪，在武少抬起头时，元明大师眼前一亮。我是，请问你们有什么事？让我进去说吧。我是特意来见武公子，如果有事，你们明日再来吧，今日不方便。我师父要见你，有很重要的事情，事关到你的将来，能够改变你的命运。你既然推脱到明日，休要狂言，我们明日再来。武少一直神色比较冷淡，送他们远离。渊明大师绝对不会无缘无故的见一个没有用的人，难道是这武少身上有什么秘密？刚刚是何人？是陌生人，从未见。你做得对，最近莫要让陌生人进来。兰姨，明日他们再来时可以让他们进来，不过请你们帮我隐藏，不要让他们知道我在这里，好吗？好。彭兰有些意外，在文小姐的面前，少儿竟然看上去有些羞意。兰姨是不是常年心痛？你怎么知道？刚刚兰姨喂我喝粥时，不经意间摸到兰姨的脉象，这里有笔墨吗？我写下一个药方，兰姨按照药方服用，几天之后就会见效。武少已经迅速地拿来了笔墨。文小姐，笔墨。穆青鸾看到武少的步伐之间的轻快和速度，暗暗惊奇，很清楚这种情况说明武少武功高强，或许不亚于小柏。好了，穆青鸾将药方交给了彭兰。这药方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多一味草药，少一味草药，效果就会不同。兰姨试试。正好，这些药材家里都有，我现在就去熬一碗。看着母亲进了厨房之后，我去给文小姐打一只野鸡回来熬汤。等等，天黑了你看不到野鸡。此时天色已经彻底的暗了下来，顿时黝黑的皮肤在黑夜下泛了红。我没注意。穆青鸾坐了下来，凝望着月色下的这一片景色。吴大哥，从这里去京城需要几日？如果是我去京城，大概5、6日就能到。不过如果文小姐回京城，大概就会需要10日左右的时间，需要翻越1、2座山。我刚才在厨房听到文小姐说要回京城是吗？你是京城人？我的确是京城人，不过因为一些事情出了京城，然后遇到了贼人，掉落在河水中。如果没有武大哥和兰姨，我怕这现在早就死了。那岂不是你的家人会？所以急着回京。彭兰看向了武少，母子2个心有灵犀。等过2天文小姐能上路赶路了，我送文小姐回京。少儿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去过一次京城，这一次正好送文小姐去京城看一看，顺便他也想去参军。武大哥想去参军？其实前不久东陵国遭遇其他2国围攻时，他就想去了，但是正巧那时候我心急发作，就耽误了他参军。现如今我这心急好多了，而且过2日我会回娘家住，他正好可以放心的去参军了。想去谁的麾下？冯家军。冯家军保家卫国，如果进不了冯家军，我觉得参军毫无意义。少儿需要去外面的闯一番属于他自己的天地，我不能再成为他的阻碍了。翌日清早起来，2位客人请用茶。谢谢夫人。我不过是一介乡野农妇，担不起一声夫人。夫人担得起，你们叫我渊明大师就好。不知渊明大师见我所谓何事？不知武公子有没有想过参军？武少愣住。渊明大师不用叫我武公子，直接称呼我的名字就可以。好，那就听我慢慢说。前段时间东陵国遭受灭国之危，
但是满朝文武却没有几人能堪当重任。我夜观天下，只叫你天命不凡。若是参军，必定前途光明。若与我回京，我可保证，不出3年，你会成为皇上最信任之人。吴少很是震惊。你本就是要去参军，想要保家卫国，我能让你这条路走得更顺。他在为景惠帝招兵买马，然后以此来抗衡秦章。大师能让我顺利参军？当然，这就是我不辞辛苦来此的最重要的目的。大师能介绍我进冯家军吗？冯家军也不是不可以，不过你要随我先去见皇上，而你日后所要效忠之人也只是皇上。我可以给你时间慢慢想，记住我刚刚说的话，只要你效忠皇上，日后你必定前途无量。说完他起身，我先告辞，明日再来。看着渊明大师离开之后，少儿你怎么想？这渊明大师说了这么一番之后，我怎么感觉这参军似乎很复杂呀？不难。穆青鸾从房中走了出来。如果武大哥相信我，那么过几日我们去京城后，参军一事就交给我。我相信文小姐。我也是。你们相信我，我必定也不会辜负你们。而此时，师父，我觉得武少一定会答应的。此事如果处置不好，就容易适得其反。他想要追随的人是战王。时间一晃又过了2日，穆青鸾在今日已经感觉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门外，不知武公子有没有做好决定？我已经做了决定。武公子只需要带着2、3件换洗的衣物即可。到了京城，其他的东西都可以临时置办。抱歉，我会自己进京。什么？为何突然有此决定？不为什么，我参军只想进冯家军。刚才渊明大师的徒弟看着他家徒四壁，那神色间透露着嫌弃。莫非你还有什么疑虑，或者是疑虑我在骗你？没有什么顾虑，我一向喜欢单打独斗，不喜欢与任何人牵上关系。就算是没有你们的到来，我也会选择进京。你的确可以自己进京，你日后所能得到的必定德不配位。武公子，东陵国的天下毕竟是皇上的。武公子，你身在深山老林里，有些事情比你想的更复杂。没有任何人可以干涉我的选择，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好，我尊重武公子的选择。这么快就放弃了？这不太像是渊明大师的行事作风啊。当天夜里，穆青鸾向彭兰母子提出来，想要在后天离开，前去京城。兰姨可以看看我的脉象。彭兰摸了摸，你恢复的竟然如此之快。兰姨，我从来不会做损害自己的事情的。如若身体没有好转，我当然不会选择离开。好，那我今明2天好好的准备一下，你们先启程回京，然后我家人过2天就到了。已经在路上的渊明大师师徒2人气氛有些沉闷。这个武少着实奇怪，师父为什么不让我多说2句？此人心智坚定，一旦做了决定，就绝对不会轻易更改。我们先一步回到京城，然后去见皇上，让皇上暗中派人守在城门。一旦他进入京城，就进入了我们的掌控之中。历经1、2次磨难，他绝对会效忠皇上。师父英明啊，怪不得师父要先回京。想要将一代将才彻底臣服，必定经受一波3折。走吧，我们路上减少休息，尽快回到京城。是。与此同时，聊城内，你们在胡说什么？莫尔小姐怎么可能死了？这件事满天下的人都知道了，你们不知道吗？又不是我们说的。听说战王啊伤心欲绝，躲在战王府里，完全不见客。怎么会这样？那日路过见我时，明明还是好端端的，怎么会？小姐，说不定消息是假的。等我们回到郡王府，见到郡王了，好好的问一问郡王。不，消息是真的。所以这2个月来，每当我要出府时，他都会阻止我。不是因为这件事，就是因为那件事，不想让我伤心。小姐，千万不要太伤心，身子要紧。郡王或许知道一些情况，我去问问郡王。片刻之后，在他们踏入郡王府时，看到了早早就等着的永宁郡王。你知道了？是真的吗？是真的，从京城传出来的消息。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究竟是遇到了什么事？为何会突然？永宁郡王看着南宫婉伤心欲绝的样子，暗暗地握紧了手。具体如何无人得知，战王府没有透出来更多的消息。他还欲要再说，但是南宫婉已经闭上了眼睛，晕了过去。小山村前，娘，我会打猎，也会爬树，这些果子用不着。我不怕你饿到，我是怕文小姐饿。你进山里的时候，有时候3、4天不回来，你何曾见过我担心啦？
谢谢兰姨。将很多东西都装好之后，文小姐，我和你投缘，可惜呀，时间太短了，回去的路上可是要万万小心呐。以后还会再见到的。是啊是啊，你们快赶路吧。几日之后，聊城10几里之外，眼前一片山已经被挖了一小半。王爷，还是什么都找不到，那机关仿佛不在山下。继续。他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不远处立着2道身影，其中一人微微弯着腰，止不住地咳嗽了几声。世子，身子要紧，我们回去吧。他一定在这山下。忽然心口传来了剧烈的疼痛，一时间，子期，我们走。郡王府，战王府还是没什么动静。是的，郡主，战王府依旧是大门紧闭，现在外面又像半年多前一样了，都在猜测战王是不是身体还未康复好。也有人说，战王因为木儿小姐的死深受打击，所以才会谁都不见。战王一代战神，保家卫国，怎么可能会如此顾念儿女情长？丫鬟心惊胆战，总觉得最近的郡主变化实在是太大了。战王，穆青鸾何德何能，让你如此牵肠挂肚，让你为他神伤如此之久？已经过去2个月了，如果没有你，东邻国的百姓将会落入地狱。哥哥之前说要回来，为何迟迟2个月都没有过来？你命人传信问一问。是，奴婢这就去找人传信。城门口，一辆简陋的马车缓缓驶入。城门口的审查比以往要严，守卫会一个一个地审查着进来的人，并且查看着路引。在城门外已经排了长长的队伍。怎么进城如此？他们在找什么人？穆青眼神落在了前方。文小姐，怎么了？没什么，吴大哥还记得我在路上说过的话吗？文小姐放心，他们若是问，我就按照你嘱咐我的那些话回复。好。时辰后，守卫的手里拿着一张画像，盯着武少。张亮、张红，你们是兄妹？是。守卫又看了一番。进城做什么？家里遭了难，爹娘都死了，我带着妹妹进城，想要找个活干干。怎么样，是他吗？不是，上面吩咐下来的是1个人，而且我对比了半天，怎么看都是2个人。让他们走吧。你们2个走吧。谢谢守卫大哥。武少说完，赶着马车就要走，但是这时不远处忽然来了2个人。继续赶马车，他们认不出来你。好。然而在马车从渊明大师的身边经过之后，渊明大师忽然停了下来。师父，怎么了？他们每天都会来，他们甚至都已经想好了，先以杀了人的罪名抓了武少，然后让武少在大牢当中被折磨几天，等着被折磨得生不如死之后，师父再出现。到了那时，武少一定会感激师父的救命之恩。他应该是今天到。他紧缩着眉头，突然心口一跳，去追上刚刚那辆马车，抓住马车上那个男子。一名侍卫立即追了上去。师父，我刚刚看了一眼，那辆马车上是1男1女，从来没见过的，不是武少啊？不，今天他一定会到京城，城门站在关上了。而刚刚车上的男子看了为师一眼，那一眼应该是认识为师，所以他有可能就是武少。我竟然小瞧了他。武少感觉后面有人追他们，背脊更是发僵。前面那条街，让马车停下来。好。很快到了，这条街上人很多。穆青鸾特意选择了今天进城，是因为今日京城之内会有一个庙会。他们就在后面。下马车，脱掉外衫，跟着我走。几名侍卫追上了马车。人走了，快追！当他们定睛一看，他们竟然是从庙会走。人太多了，去叫更多人过来。片刻之后，派人在战王府四周守着。武少一意孤行要前去冯家军，那么就一定会想方设法的去战王府。另外其他人京城内搜寻。而此时宣城医馆依旧门前人极多，排着小长队。想要看病，请在外面排队，不可插队。张掌柜。张掌柜顿时身体一僵。穆青鸾伸手将手中的一瓶药膏展现在了张掌柜的面前。既然是重病，那么就与我到后面吧，我会让人好好给夫人看看。说完，他踉踉跄跄的在最前面带路。等到了后院隐秘的房间之后，小姐，只是瘦了，还活着，莫要激动，你再哭我就会以为是在哭坟。小姐，给小柏传信。好，我现在就去。告诉小白，暂时不能惊动任何人，有人在盯着战王府的一举一动，
想办法再传信到战王府。小柏此刻就在战王府，那正好，不必传信给战王府了，发个信号弹。小柏看到信号弹，自会离开战王府。张掌柜领命出去了。是不是猜到我的身份了？你是穆青鸾，穆二小姐。我大哥聪明，我的确是穆青鸾。抱歉啊，在未曾到达京城之前，你不知道我的身份，对你便多一份保障。穆二小姐无需道歉，我很理解。稍后战王得知消息会前来见我。我会为武大哥引荐，直接见到战王。不过接下来他收不收你，你能不能进着冯家军，就要依靠着武大哥自己了。好，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如若战王看不上我就去战王做护卫去。绚丽的烟花点燃了半空。很快见到小柏来了之后，燃放烟花那人激动的刚要开口，胆子不小啊，竟敢拿穆青鸾的信号弹玩。抬起脚打算再踢过去一脚。属下没玩那些信号弹。他奶奶的，你当我眼瞎是不是？张二一看自己又要被踹了。是穆小姐回来了，穆小姐回来了，主子。你再说一遍，你要是敢骗我，信不信我割了你的舌头？真的，主子，是穆小姐回来了。你知不知道欺骗我的后果？表情有多冷酷，他此刻的内心就有多激动澎湃。属下哪里有胆子敢欺骗主子？是宣城医馆的张掌柜让我们点燃信号弹的，说是穆小姐的吩咐。忽然有一道身影飞快地闯了进来。穆青鸾，你真的没死啊？怎么见到我还活着很失望？我是震惊啊！这2个多月，我们都认为你死了，不怕你笑话，我还偷偷的抹过几滴眼泪呢。忽然，你就是救了穆青鸾的人？不是。武少点头，没有因为小柏盛气凌人的气势而矮一头。谢谢兄台，我现在带你也去战王府。等到天黑，京城内现在眼线众多，等我这段时间仔细去想那天晚上的情况。我回来的消息暂时不能被除了我们之外的人知道。好，我已经让人去通知战王了。他现在可好？战王不在京城。小柏看了一眼武少，无碍，说吧。战王在挖山，他不知道有多疯狂。他这2个月一直在那里寻找你，说什么都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2个月只回来看过小轩和小成1、2次。穆青鸾神色一变，静了片刻之后，小柏，宣明大师在找武大哥，你派人假扮着武大哥在京城乱窜，切记让人机灵点儿。好，这件事包给我，我这就安排下去。与此同时，渊明大师等人正在焦急地在四周寻找。按照罗盘所指，忽然渊明大师停在了宣城医馆的门前。正当他抬脚要走进去时，人在那里，快追！渊明大师立即收回了脚，随着一同追了过去。镇南侯府，赵恒午休了小半个时辰。有何事？世子，刚刚我好像看到信号弹了，只是什么？只是那信号弹应该是独属于穆小姐的信号弹，不该出现的。子兴还未说完，你说什么？卑职是说属于穆小姐的信号突然出现了。去见小柏。半个时辰之后，赵恒也出现在了宣城医馆。青鸾，我就说你肯定不会有事。是啊，还好我当时忍着不流泪，要不然流了也是白流。就是瘦了。赵恒站在门前，看着让他思念了2个多月的女子，没有人发觉前，他还能再放肆地看看她。赵世子，快进来。赵恒，你这段时间没有好好服药。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病入膏肓，知道的人会以为是他活够了。最近太忙，忘了吃，以后会吃。过2天我给你换药。夜幕降临，战王府隐秘的一处。小柏今天出去，怎么到现在都没回来？半天没见，你就想我了？小美玉，我在你的心里是不是比穆青鸾还要重要啊？美玉刚要说放屁，小姐，小轩和小成也看到了小柏身边的那道身影。穆青鸾蹲了下来，张开了双手，抱住了狂奔而来的小轩和小成。娘，不是做梦，哥哥，我们不是做梦，是娘啊！小轩、小成，娘回来了。娘，我们好想你啊！我天天晚上做梦都梦见娘。小姐，你瘦了好多呀，小姐。我也想你，小姐。我好怕。好，美玉，不要哭了。你终于回来了。是啊，这段时间我先住在这里。凌云，暂时不要让人知道我回来了。凌云立即点头。他是救我之人，武少。凌云，安排他暂时住在王府。谢谢武大哥，救了穆二小姐。没有人比他更清楚，穆二小姐只要是活着，那就是对王爷的救赎。你别这样，我只是顺手救了穆二小姐，绝对不是什么大恩。小轩和小成也朝着武少跪了下来。谢谢叔叔救了娘。快起来！你们别吓到武大哥了。
小轩和小程立即站了起来。这段时间是不是没有好好吃饭？小姐，不怨他们，我一直都沉不下心来，做的饭菜也没有以前那么美味，是我没照顾好他们，是我不想吃，不是御医做的不好吃。好吧，那这一次就原谅你们了。小姐，我去下厨，今天晚上我要做一大堆的菜，要好好庆祝小姐回来。说完，一溜烟的就跑出去了。2日后，一匹马累趴下在秦征的面前。战王，穆小姐回到京城了。秦征猛地低眸盯着男人看。你说什么？男人马不停蹄的赶路，累得眼前发晕。我是小柏公子的属下，穆小姐现在在京城，且安然无恙，请战王速速回京。说完，男人再也坚持不住的晕了过去。莫尔小姐还活着，王爷，莫尔小姐还活着，莫尔小姐回京城了，王爷，我们现在赶紧回京，赶紧回去啊，还挖什么山呀？秦征如梦初醒，他猛地抓住一旁的马，翻身上马，策马奔腾，完全不管身后还来不及上马的白羽。王爷，你等等我呀！皇宫，玄冥大师，你是不是一直在骗朕？已经过了这么久了，你说的那个可用之才究竟身在何处？此人已经来了京城，但是他始终躲避着我，完全不见我。他似乎只想追随战王。如果此人真的跟了战王，会有什么后果？这个结果他从未想过。会不会此人已经被战王带走？战王怎么会知道此人？不，战王的其中一个儿子也会挂算到。玄冥大师，你竟算错了。如果你直接将人带回来，现在必定不会让人落到战王手里。穆青鸾已死，战王深受打击，不可能在这个时候还去留意武少，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如果武少不能为朕所用，且还追随了战王，会给朕带来什么麻烦？会让战王如虎添翼，更加难以拔除。皇上绝对不能让武少留在战王身边，如果不能留为己用，那就斩草除根，杀了武少。转眼又过了3日，穆青鸾刚刚睡醒。怎么没叫醒我？娘睡得特别香甜，娘肯定是累了。是啊，我和哥哥就在这儿等着娘醒过来。走，用晚膳去。就在他牵着小程走出去时，一道寒冽的身影出现在了眼前，他的身上有着长途跋涉而来的寒意。爹爹！他低头单手扣住了他，将他的气息话语全部都吞掉，就到穆青鸾感觉自己的呼吸只能依靠着他而呼吸。终于他松开了他的唇。告诉我，你还活着？难道你认为这是梦？不认为我能逃出升天？瘦了。如果当时他能前去接他，他就绝对不会遭遇磨难。唉，你也瘦了。秦征再一次将他抱入怀中，轻抚着他柔软的发丝。爹爹和娘亲这样会不会生小妹妹？穆青鸾和秦征这才注意到，他们竟然忽视了小程。这样不会有小妹妹，等爹爹将你娘娶进门，洞房花烛之后才能有妹妹。别乱说，人之常情，她很快就长大了，用不了10几年，她也要成亲。爹爹，王爷，战王。他们身后突然传来了几道惊讶的声音。战王，你不是在挖山吗？这么快就回来了？莫尔小姐回来了，王爷自然也要回来。武少眼睛都不敢眨地看着战王，几乎是他这辈子唯一想要追求的目标，成为战王的左膀右臂，效忠战王，保家卫国。王爷，他是武少，是莫尔小姐的救命恩人。这2日发现武少是一个可造之才。多谢。换成任何人，见到受伤的人都会救的，而且穆小姐也救了草民的母亲。王爷，武大哥的武功极好，不如将他留下。你可以试一试武大哥的武功。草民可以接受任何的考验，2日后考验你。这2日本王要与家人在一起。哥哥，爹爹和娘亲要给我们生小妹妹。真的？紧接着他就开始算，想要妹妹还要等好久。好久有多久？他们2个想要妹妹已经成为了执念。1年到2年之间啊，好久啊。1年到2年时间不久，他们难得想要一个礼物，我和你的努力送他们如何？他当孩子是个礼物。就在这时，忽然有人跌跌撞撞地走了过来。白羽，眼前的白羽披头散发，脸色白得像鬼，乍一眼看过去就像是一个乞丐一样。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王爷，我追你追得好苦啊，这一路王爷你都不带喘口气的，我想尿尿都憋着。路上
他连水都没敢喝几口，就怕尿了。你一直跟在后面。是啊，我一直跟在王爷后面，明明那么近的距离，我也都听不见。与此同时，门前有几个下人正在撕扯着那些碍眼的白绸。但愿如我所想。穆青鸾不值得他记得如此久。看来已经到时机了，我可以进宫了。渊明大师正在抬头仰望着星空，那原本十分暗淡的一颗星辰忽然明亮了起来。竟然又强大了，难道终其一生我都不能报仇雪恨了吗？为什么老天要如此成全战王？师父，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大事了？渊明大师过了好一会儿回过神来，去，快进宫去，让皇上立即赐婚，给平和郡主和战王赐婚。如果晚了，怕一切都是徒劳了。是，师父，徒弟这就去。就在金岩进宫的时候，平和郡主先一步见到了景惠帝。好，朕这2日就会为你和战王赐婚。谢皇上。别忘了你答应朕的事，一旦进了战王府，你名义上是战王妃，战王的女人，但实际上你是朕的一把刀，知道吗？是，平和很清楚。只要能和战王在一起，那成为一把刀又如何？很好，朕相信你不会让朕失望的。皇上放心，战王，我真的要和你在一起了。这一次，希望任何人都不能阻止你我。1刻钟后，金岩速度的进宫了，将渊明大师的话全都告知了景惠帝。这桩婚事看来战王必须要接受了，请皇上速速下旨，如此才不能有突发变故。这是师父让草民告知皇上的。好，这件事朕知道了，回去告诉渊明大师，让他想办法尽快找到吴少，其他的事情暂时不劳他担心。金岩怀着疑惑离开了皇宫，景惠帝接连见了2个人，有些精神不济，让明公公端来了汤药。明公公，既然此事不能耽搁，那就写好之后，你带人立即出宫前去战王府。明公公连忙去准备。现在已经是夜里了，这个时候去战王府宣读圣旨，会不会落人闲话？此时已经是深夜，月色再美，也绝对没有你美。穆青鸾，我到现在都好像如在梦中。怎么，你是希望我死啊？秦征忽然抬起了他的下颚，他绝对不能再听到他说死字，他绝对不容许。不知道过了多久，穆青鸾，从今以后绝对不能再离开我。不远处有2颗小脑袋偷偷地看着房顶上抱在一起的2个大人。哥哥，爹爹真的是爱惨了娘亲。爹爹特别的爱娘亲。你看娘亲失踪的这2个月，爹爹就像是变了一个人，把白羽叔叔弄得精神都崩溃了。我刚刚去看白羽叔叔，白羽叔叔睡着了，手里好像还在拿着东西挖山呢。我还听到他喊1、2、3，挖！有大石头，快搬走！我们去睡觉吧，不要让爹爹和娘亲发现我们了。他们刚刚看了半天，就是想要知道爹爹和娘亲是不是在给他们生妹妹。在另外一处的亭子里，小柏拿着一个盒子。媚玉，这是我全部的身家，都交给你保管，我们过段时间就成亲好不好？你将你的身家都给我干什么？嘿嘿，我的人都是你的，我的身家当然也是你的，反正我的什么东西都是你的。媚玉，你全都收了。你什么时候是我的了？你别乱说啊！要是让人知道了会笑话我。笑话什么啊？他们会羡慕你。你要嫁的人是我。你看，战王和穆青鸾他们2个马上就要大婚了，我们2个也赶紧张罗起来吧，要不然就在他们的第2天。明公公骑着马到了战王府。战王，奴才是明公公，奉皇上的旨意前来，请稍等，我们去禀告王爷。明公公来了。穆青鸾缓缓地睁开了眼。深宫半夜，明公公来此，肯定是会有什么事情。景惠帝虽然身体现在十分的糟烂，但是心里却是非常的活跃。怎么醒了？房顶上太冷，一会儿我回房间再睡吧。一起看看去。好。他也该让人知道他穆青鸾没有死。过了片刻，隐隐约约见到了战王的身影。请战王接旨。不知皇兄有何旨意？是天大的好事，喜事。战王快接旨吧。喜事？莫非皇兄知道本王不日大婚了？战王要大婚了。明公公反应快，恭喜战王，贺喜战王！看来皇上和战王真是兄弟同心，心有灵犀。皇上特意下的旨意，就是给战王和平和郡主赐婚。忽然，他无比震惊地看着在战王身后的女子。明公公，好久不见。明公公变得老了很多，不知道是不是被景惠帝给折腾的。穆二小姐，
怎么明公公见我好像是见了鬼一样？明公公一时半刻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将圣旨拿回去给皇兄，告知皇兄，本王过几日与穆青鸾大婚，从此以后身边除了王妃，不会再有任何女子。战王难道不考虑一下，平和郡主可以和穆二小姐姐妹相称，二人一起伺候战王，岂不更是一桩美事？而且据奴才所知，战王和平和郡主早就相识，并且彼此情投意合。如今皇上赐婚，真的是成全了战王和平和郡主。明公公没听懂本王的话，明公公吓得双膝一软。战王，奴才听懂了，但这是皇上的旨意。凌云，你跟着明公公进宫。是。看着凌云带着明公公离去，平和郡主与你早就相识，并且情投意合。青鸾，你吃醋了？怎么看出来我吃醋了啊？我和平和郡主确实几年前见过，不过他不提起，我早就忘了以前见过他。半个时辰后，卑职参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怎么是你进宫了？卑职奉战王的命令入宫，感谢皇上的好意。过几日，战王和莫尔小姐就会大婚，而且战王已经立下誓言，这一生身边只会有莫尔小姐一人。战王可知，朕让明公公去战王府，传达的是什么旨意？战王知晓，那他是想抗旨不遵。战王并非抗旨不遵，如果皇上一定要让战王接旨，那卑职立即出宫回去禀报战王。景惠帝脸色难看至极，过了好一会儿，才挥手让凌云退下。可恶，一个已经死了的人，竟然还能活过来！小心翼翼地站在一旁。你亲眼见着了穆青鸾？皇上，奴才的确亲眼所见，穆二小姐好端端的在战王身边。派人去告诉平和郡主，让她自己想办法。如果她不能让战王答应娶她，朕也帮不了她。是皇上。渊明大师一直坐在院子里，仰头望着那满天星空。师父，大事不好了！什么事？师父，刚刚宫中来人说是穆二小姐根本就没死，皇上赐婚不成。你说穆青鸾还活着？是。渊明大师眼前一阵发黑。这是命吗？师父，你有没有大碍？我无碍，扶我进屋。是。将渊明大师送到床上之后，师父，皇上让师父尽快想到应对之策。除非有一个能让战王不能违抗的命令，且有所顾忌的人出现，否则现如今又有谁能阻止战王迎娶穆青鸾？然后挥了挥手，让金妍退了出去。郡王府内，穆青鸾死了，事到如今，我和他之间也只是有2个穆青鸾留下来的孩子而已。不过很快，我会为他生下属于我们的孩子。忽然，郡主，宫里来人了，快让人进来。是。很快，下人带着宫人进来。明公公让奴才转告郡主。平和郡主耳边嗡嗡作响，随着宫人说的话越多，她的脸色越是苍白。你刚刚说穆青鸾还活着？是，穆二小姐还活着，而且过几日战王就会迎娶穆二小姐。一旁的下人见状，连忙将宫人送了出去。他不是死了吗？哥哥也说他都死了。这是老天在捉弄我吗？他和战王之间为何会有如此多的阻碍？为什么穆青鸾如此阴魂不散？传言是真的，你看挂了2个月的白绸都扯了下去。七皇叔是真的要振作了。七皇叔如果想要夺走这天下，怕是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了。现在外面都传言七皇叔要迎娶平和郡主，但我今日进宫了，正好碰到了明公公，他说穆青鸾根本就没有死。你说穆青鸾没死啊？是，明公公亲口所说。陈王心中一动，平和郡主的医术绝佳，而且背后还有永宁郡王。如果我先走一步。晚膳之前，穆青鸾和秦征都醒了过来。我还是好困啊。晚上接着再睡，在战王府，你想要睡多久就睡多久。我操，你们能不能不要这么肉麻呀？战王，我自认风流，面对你也要甘拜下风啊。你管那么多？你不是说最不喜欢花言巧语吗？我为了你收敛了多少，你难道不清楚啊？还想不想让我将美玉嫁给你了？我刚刚的话绝对都是对战王的敬佩啊，他如此深刻的表明对你的喜爱，我开心啊。王爷小姐，快去用膳吧，小萧和小程都饿了。小柏，最近一段时间不错嘛，能让美玉维护你，放心吧，过段时间我就让美玉嫁给你。小姐，你不要我了。哪里会不要你啊？你就算是嫁人了，也一样能天天见到我。小柏又不是迂腐的权贵之家。我还以为小姐不要我了呢。美玉，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将战王府隔壁的宅子给买了下来。真的？当然。门房将东西送到了穆青鸾的面前。是赵氏子命人送来的。
是。哇，是糯米糍，娘很喜欢吃的糯米糍。我们好久都没有吃过了，只有赵叔叔做的糯米糍最好吃。赵叔叔家里有冰库，那些冰做出来的水果冰沙也好好吃。好久没有见过赵叔叔了。我也想赵叔叔啦。剩下几个一人一个。几个人一人一个分了。哇，很久没吃过赵恒府里做的糯米糍了。本王也有一个冰库，我怎么闻到了一股醋味啊？既然你也有冰库，那到时候吃这些东西就方便了。青鸾，赵恒的身体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好像随时都快要死了一样。他身体本就有一些问题，不过最近应该是忘了服药。小柏，你稍后将这些药给他送过去，服药方法在药瓶里面，让他按时服药。对了，孟泽说过段时间会来京城。他总觉得南宫婉和永宁郡王之间少了点什么。镇南侯府，赵恒，我知道你对青鸾的心思，只是你们没有可能，他和战王快要成亲了，慧敏夜长梦多，他们过几天就会成亲。赵恒，我过段时间会成亲，放心，我早就已经想明白了。你如果早就想明白了，断然不会让自己落得今日这番重病的模样。从今天开始，我会按时服药。既然他已经回来了，没有死在那片泥石流之下，他又怎么敢死呢？你喜欢那个即将要娶的阮小姐吗？喜不喜欢不重要，当然重要。如果你看不顺眼的人，你真的能和他共度余生吗？我能够想到办法，让你们这件婚事不了了之。不用，我对阮小姐很满意。又过一日，景惠帝将秦征请入宫，并且景惠帝还设下了一直没有成功举办的接风洗尘宴，又派了明公公去接穆青鸾和小轩和小成。他们刚到了宫门，穆姐姐，我是五公主。五公主，有段时间没见，秦月看上去气色不错，小女孩长大了。穆姐姐，好久没见你了，我都想你了。你能不能先去我的宫里？好。片刻之后，穆姐姐，我不敢去找齐皇叔，所以我只能找上你了。不急，五公主慢慢说。小轩和小成在殿外面玩耍，宫人陪着他们玩，偶尔会听见一些欢声笑语。穆姐姐，父皇想让我去南兴国和亲，说南兴国皇帝任何一位皇子，对这位皇子极其宠爱，甚至有意将皇位传给那位皇子。南兴国，听说这位皇子流落在外的10几年里，过得一直很惨，但是依旧博才，所以才能够让老皇帝喜爱。我不是矫情，我知道身为公主，在皇宫内享受荣华富贵，就一定要为东陵国付出自己。我嫁给谁，谁会娶我，都不是我能决定的。但是南兴国无意和亲，那位皇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一切还未可知。这件事情先交给我。秦月是赵恒的表妹，如果她能帮，便帮一下吧。五公主有没有心仪之人？我看来是已经有心仪之人了。穆姐姐，那个人是太傅之子梁少梁公子，我早就喜欢他了。他知道你的情意吗？他知道啊，他前段时间也对我表明了心意，只是我对父皇说了，父皇不同意。五公主，这件事我只能试一试，成与不成你心里要早做打算，而且有没有想好，或许这辈子都无法再踏入皇宫半步，又或者你将失去一切公主的荣耀。穆姐姐，从我找你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好了，这一切我都可以失去，但是我不能去南兴国。好。此时阮锦文坐在马车里，手中拿着刚刚路上赵恒亲手给他的信。小姐怎么不看信呢？一番犹犹豫豫之后，他还是打开了信。小姐，阮锦文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又低头重新看。小姐，是阮小姐，我无法承诺让你一生顺意，也无法让你成为一个孩子的母亲。如若你想退婚离开宫中后，给我答案即可。丞相，这封信上的内容除了你我之外，不会有他人知晓。小姐，赵世子他……刚刚你看到他的脸色了吗？奴婢看到了，是不是赵世子最近休息不好，脸色看上去很苍白？我们2人的这桩婚事，如若有任何变动，不论对他还是对我，都是致命的。他能来问我，已经是对我的信任。丞相，我无路可走。京城外沿途路上的凉茶铺，婉儿，先坐下来休息休息，明日就差不多能到京城。南宫婉微笑着点了点头，低头喝了一口凉茶。这时忽然一个人骑马而来。郡王，何事？来人立即在永宁郡王的耳边低声禀报。当真？是郡王。永宁郡王眼里又闪过了狐疑之色。
郡王是身体不舒服吗？我没事，那就好。不过有一件对你而言是好消息的消息，想听吗？对我而言，现在应该没有什么好消息，除非是木二小姐还活着是吗？那么你现在就可以开心了。京城传来的消息，穆青鸾还活着，而且战王正在准备他们2人的大婚。你说的是真的？的确是真的。看来妹妹又不能嫁给战王了。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我想尽快回到京城。好，休息片刻后，我们立刻上路。片刻之后，郡主现在可好？郡主最近几日一直将自己关在房中，不吃不喝。好，你快马加鞭回去，告诉郡主，我很快就到京城。是，郡王。陆陆续续的来了不少的人，全部都在御花园内赏花，三三两两的人聚在一起。郡主还好吗？景文，你先来一步的，看到穆青鸾了吗？没有，听说和五公主在一起。景文，当听到穆青鸾的消息时，你有没有笑话我？怎么会？只见战王牵着小轩和小程，穆青鸾走在一侧。木儿小姐比以前更加夺目了，难怪战王眼里没有其他人。是啊，你们看到没？一向不笑的战王呀，在看着木儿小姐时竟然笑了。看到了，这下该有不少人要死心了吧？我听说战王已经放话了，今后身边只有木儿小姐一人。平和郡主忽然感觉到呼吸不畅。郡主，有些事勉强不得，想开些吧。请问你认为一个人真的会一直爱一个人吗？这世上，我想还有至死不渝的感情，只是少之又少。几位小世子在见到小轩和小程时，我讨厌死他们2个了。我也是，只要是找到机会，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们。在穆青鸾他们落座之后，景惠帝是在明公公的搀扶下走过来的。今日是给战王的接风洗尘宴，你们尽情享用美食，没那么多规矩。谢皇上。多亏了七弟击败了敌国，才能让我们东邻国如今依旧屹立不倒。七弟立下了汗马功劳，臣弟应该做的。七弟与木儿小姐当真是郎才女貌，琴瑟和鸣。看来当初朕的决定是对的，促成了你们之间2人的婚事。谢皇兄赐婚，臣弟和青鸾7日后即将大婚。朕要好好恭喜七弟，这是大喜事。其他人也开始各种恭喜。这时，娘，皇帝老爷爷阴气太重了。阴气重？是的，他身上一定是养了什么脏东西，可惜我距离他太远，没办法看出来他究竟养了什么。歌舞结束之后，秦征刚要起身，一位宫人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启禀皇上，皇太后刚刚病急，疼痛难忍，说要请木儿小姐和平和郡主一同去给她看看。平和郡主，木儿小姐，既然皇太后病急，你们就一起去看看吧。穆青鸾和平和郡主跟着宫人一起离开了御书房。你先速去禀告皇太后，我们马上到。宫人一听没有多想，就直接快步走了。木儿小姐，你是凭什么让战王娶你？我觉得你应该去问战王，凭什么要娶我？穆青鸾，你太过狂妄！仗着为战王生下了2个儿子，就威胁战王娶你。穆青鸾，同为女子，我真为你汗颜。同为女子，我也奉劝平和郡主一句话，不要再惦记我穆青鸾的男人。不止惦记，还敢来他的面前指手画脚。如果我是你的话，有胆子在这里对我放话，不如去找战王，到他面前倾诉衷肠，我绝对不阻拦着。不要以为你会笑到最后，如果不是这几年我离开了京城，又怎么会给了你一个勾引战王的机会？2日后，景惠帝召见了秦越。父皇，儿臣不想去和亲，儿臣只想留在东邻国。景惠帝看着哭求他的秦越，觉得十分碍眼和烦躁。哭哭啼啼的，成何体统？你身为东邻国的公主，理应和亲，理应当为东邻国付出。在东邻国遭遇国难，被其他国家攻占一座座城池时，你在宫中高枕无忧。此时几国之间需要缓和，正是你需要付出之时。月儿，此次去和亲，你势在必行。父皇，儿臣不想。她要嫁给梁少，只有梁少才是她的归宿，才是她所钟爱之人。大胆！你竟敢忤逆朕！究竟是谁给了你这个胆子？父皇，儿臣是真的好怕。朕会命令侍卫陪同你一起去，你宫里的人也都可以一并带走。1个时辰之后，秦越找了个理由出宫了。一家香料铺子里，梁公子。梁少闻声回眸，
眼底的深处闪过了一抹贪婪之色。五公主，父皇依旧想要让我和亲，只要皇上一日没有让你启程前去南星国，那我们就还有机会。我已经求了木二小姐，她稍后应该也会来。什么？木二小姐要来此处？是啊，现在能让我相信的人除了你之外就是她。五公主，我会一直陪伴在你身边，与你一起面临各种困难，即便最后你我不能在一起，梁少一生无憾。梁公子，无论如何我都不想负了你。我也一样，你是我此生最爱之人，为了你我宁愿一辈子不娶。正在两个人浓情蜜意诉说着彼此的情谊时，少爷，木二小姐来了。木二小姐，五公主，梁公子，请木二小姐一定要帮帮我们。我对五公主的心意天地可见，就算以我身份日后无法迎娶五公主，我也不希望她背井离乡。木姐姐，今天父皇又召见我了，说此事没有商量的余地。别怕，放心吧，有木姐姐在，我不怕。这2天我左思右想，暂时没想到有什么好办法。真的没有办法了吗？如果我进宫向皇上求指婚，皇上见到有人真心对待五公主，会不会有了恻隐之心？梁公子，也许你我之间无缘。谁说你我之间无缘？我们相识相知，又怎是无缘？木姐姐，我如果没有其他办法让父皇改变决定，那么我想与梁公子离开京城，私奔。傻姑娘啊，你想私奔，但是梁少肯定不想。五公主，你我不能私奔。如果皇上查到了是我与你离开京城，必定会降罪我的父亲，整个梁府都会受到牵连。我可以将命给你，但是却不能连累家人。的确是我考虑不周。如果我能让战王帮助你们，让你们远离京城，然后梁家也绝对不会被皇上处置呢。木姐姐，真的可以吗？这是不是不太好？他要的可不是和一个失去公主身份的女人私奔，这是目前唯一的解决方式。你们既然如此恩爱，离开京城才算得上是海阔天空。梁公子，木姐姐答应了我们，那么就一定会帮助我们的。既然京城容不下我们不如离开京城吧。我们梁家只有我一个嫡子，失去我母亲一定活不下去。抱歉，五公主，是我负了你。对不起，是我自私了。木姐姐，抱歉让你为难了。既然这是命中注定，我只能去和亲。不可。梁公子，不能因为我们2人的事情去为难其他人。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下辈子再在一起吧。梁少刚想要追上去时，穆小姐，我要去追五公主，我不能让她一个人承受痛苦。梁公子，有一人要见你。啊？谁？在下一名长相妖娆的小妇人抱着一个1岁多左右的男童走了过来。夫君，你怎么来了？你胡说什么？我即将嫁给战王，事后就是五公主的长辈，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她跳入火坑。梁公子既然有家室，为何还要招惹五公主？我不认识她，我也没有家室，我对五公主是真心真意。是他们说你要见我，求穆小姐成全我和五公主吧。我不认识这位妇人，一定是有人陷害我。只要穆小姐打听打听便知道，我家中连个妾都没有。是吗？五公主，我相信我。什么都不要说了，事到如今又有什么好说的？梁公子，我没有责罚你欺骗我，已经是对你的恩赐。五公主，是我的错，我的确认识她，她也的确是我的外室。不过那是因为她以前一直在纠缠我，然后对我用了药，并且瞒着我生下了一个孩子，所以我才收留了她。在我眼里，只有五公主可以发誓，如果我再欺骗五公主，那么就让我失去一切，让我遭天谴。不要说了，无论真相是什么都不重要。夫君说的对，都是因为我纠缠他，如果不是我的纠缠，他根本不会看我一眼。我可以答应公主，然后绝对不会出现在夫君和公主的面前，我会带着孩子远离京城。我现在幡然悔悟了，我不想再误了夫君的幸福。你们什么都不用说了，此事到此为止。如果本宫听到外面有任何的风言风语，本宫一定会问罪你们2人。片刻之后，穆青鸾和秦月一同上了马车。穆姐姐，他是我第一个喜欢的男人，结果他竟然骗我，我以为他是真心待我，我没想到他只是想要利用我。都过去了。穆姐姐，我决定去南星国了，我也想出去看一看，否则就算是我不去南星国，日后也有可能会让我去北海国，又或者是西凤国，我想自己做主一回。好。与此同时，一辆马车行驶入京城，迅速地赶往了郡王府。郡王妃，郡主呢？郡主正在房里看书。婉儿，你先回房休息，我去看看妹妹。我也很久没有见到郡主了，既然回来了，那就一起去看看郡主吧。好，走吧。而后2个人一同去见了平和郡主。敲门没有人应。
郡主在房间里，应该是看书太专注了。平和郡主抬起头，南宫婉看到了平和郡主的视线，微勾起了唇角，温婉地点了下头。我想和哥哥单独说话，请你离开。好，郡王，我先去休息了。好，去吧。哥，你竟然回来了，我没想到哥竟然乐不思蜀的时候还能记得回来看看我。妹妹，你对婉儿不该如此冷漠，她是你嫂子，也是我们的家人，你不必冷嘲热讽，留在京城是你的决定。哥，你能得偿所愿，为何就不想想我如果没有得偿所愿，我会有多伤心？命运如此，有时候不是你有执念就够了。你和战王无缘，从现在开始最好收了对战王的心思。你还是不是我哥？你竟然如此冷漠！你明知我不可能放弃嫁给战王，结果你却让我收了这个心思。你知不知道我为了能和战王在一起，我付出过什么？我不能放弃。你不该有此执念。我不该有，为何我不该有？我难道不该嫁给一个自己喜欢之人吗？难道我不配吗？从今天开始，你不可踏出郡王府半步。过几日和我一起回永城，我会为你寻一门，绝对不会辱没你的夫家。你竟然眼睁睁地看着我失去一切，以后再也没有活着的希望。哥，你不能这样，你要帮我呀！永宁郡王一把将门关上。你好好想想，冷静冷静。木宅，穆青鸾看着眼前刚刚送过来的嫁衣，还有凤冠霞帔，琳琅满目。这都是要大婚那一日穿戴在身上的。是啊，小姐，太美了，我都能想象到小姐穿戴上这些后会是多美。爹爹看到娘这么美，肯定开心。娘穿上大红嫁衣，一定是全京城最美的娘亲。不知何时，秦征来了，他手中拿着2件同样是红色的衣服。这是给小轩和小程的。我们大婚当日，我来接你们3人一起去战王府。哇，我要试一试。小轩和小程从秦征的手里接过衣服，就要试穿。太帅气了，不愧是我的儿子。这时，王爷，出事了！何事？五公主在昨天晚上突然被送出城，现在已经在送去和亲的路上。皇上这是怕夜长梦多，耽误了他的计划。要去将五公主带回来吗？皇上还真是胡闹。现在时局不明，上赶着将一个公主送到另一个国家，也不怕丢人。五公主已经接受了去和亲，而且想着一路上游山玩水，不如让人在路上暗中保护她。好，凌云，去安排吧。是，王爷。刚刚杨伯去了王府，说蝶姨想小轩和小程了。去看姨奶奶吗？我们现在去如何？好。这么长时间没给蝶姨诊脉，不知蝶姨恢复的如何。很快，他们4个人就到了城西大街。哎呦，王爷，穆小姐，小轩、小程，快进来，快！杨伯弯腰，直接将小轩和小程抱起来了。紧接着，蝶姨从房间里走了出来，走了几步之后，从杨伯的手里接过了小轩。哎呦，心肝宝贝儿，姨奶奶可想死你们了。我也想姨奶奶。我感觉我们被忽略得很彻底啊。吃醋了？跟我自己儿子有什么好吃醋的？青鸾，3日你就要嫁给我了，你知道我等这一日等得有多久？秦征，我知道了。你们2个先去那边坐一下，我先和小轩、小程一起玩一会儿。过了一会儿，青鸾，你快看看我的腿，现在可以站大半天，也可以走很远的距离，多亏了你呀。蝶姨着实厉害，蝶姨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如此有意志力，且只是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能恢复到如此厉害的人。真的吗？我真的是恢复最快的人。当然。对了，征儿，还有一事，我说出来你千万不要太激动。何事？你外祖父竟然还活着，他就在京城。外祖父还活着？是啊，我知道的时候和你一样震惊。外祖父此刻身在何处？你外祖父现在就在。你外祖父让你晚上的时候再过去。清冷的夜色之下，2道身影出现在了街道上。片刻后，有人来开了门。月色下的女子面容姣好，容貌清新脱俗，是个俏佳人。你们请随我来。跟着女子走进了院子。进了院子之后，绕过了前面的房子，经过了一道机关，进入了一间密室，然后从密室出去，又是另外一座院子。小亭子里坐着一个老人。征儿。秦征身体僵硬。外祖父10几年未见，征儿，你没有让外祖父失望，你已经能独当一面。冯家军所有将士全部真心真听你令，你让外祖父很骄傲。秦征几步走了过去。怎么突然起风了？外祖父被风吹到眼睛了，年纪大了，受不得寒冷。外祖父这些年身在何处？不急，今晚刚刚过了1小半，我们还有时间慢慢说。好，你小姨将你的事都对我说了。哎，苦了你。
我不苦，外祖父，她是我即将要迎娶的王妃穆青鸾。冯老太爷，冯老太爷一双暗藏锋利的眼睛看向了穆青鸾。穆青鸾忽然觉得哪里不太对，冯老太爷看他的眼神有些不喜。你在这里等着，我和正儿还有一些话要说。外祖父，青鸾是我这辈子唯一要娶的女子，也是我这辈子最珍惜的人。冯老太爷又深深地看了一眼穆青鸾。我知道了，走吧。我和青鸾之间毫无秘密，外祖父有什么想说的话，都可以在他面前说出。是哪里不舒服了吗，老太爷？我没什么事。阿江。阿江放下心来。外祖父已经知道了你的心意，先陪外祖父走走吧。与你说的也不是什么要紧事，等着回去路上你再慢慢和穆小姐说吧。半个时辰之后，秦征和冯老太爷回来了。青鸾，我们先回去。好。路上，秦征将冯老太爷10几年来的经历都告诉了穆青鸾。秦征，你若是想要这天下，我和你一起夺了它；你所想要远离权力，浪迹天涯，我和小轩和小程也陪你往日余生。青鸾，答应我，永远不要离开我。好。这时身后来了人。阿江，这是冯老太爷让我给你们的，刚刚你们走的急，忘记拿走了。回去告诉外祖父，等本王大婚之后会再来探望。穆青鸾看着走远的阿江，微微有些失神。小轩说皇上身上围绕着阴气，正在改变他的命数，这件事情需要查清楚。应该是渊明大师为他改变了命数。渊明大师，我已经查清了他的来历，可以杀了。到了后半夜时，而此时渊明大师正在熟睡，忽然察觉到杀机的渊明大师猛地坐了起来，今天竟是他的劫难。他猛地到了桌子前，手忙脚乱地在桌子前的符纸上画下各种各样的符纸。我能逆天改命，我绝对可以逆天改命。师父，为何突然要画符？渊明大师脸色苍白，一直在画着符。师父是不是梦魇了？为师的死期到了，明明为师可以再活几年的，却没想到他为了报仇，将自己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地。师父，我不知道师父在说什么。为什么我付出了如此多，老天还是不能让我如愿？因为你想要的太多了，渊明大师，你做的坏事太多了，早该死了。渊明大师和金岩一头扭头看去，你们怎么来了？即便是战王，也不能擅闯民宅吧？战王今天是想来要我性命。渊明大师，原名陈天南，江州人士，其父是江州知府，多年来改变容貌，与人学艺，摇身一变成了可以定人生死的渊明大师。你怎么知道的？你处心积虑到京城，就是为了报复本王。对，但我万万没想到几次三番你都能化险为夷，还有穆青鸾给你生的儿子居然会有那等厉害的天分，以至于我次次落败。秦征，你笑不到最后，我们陈家上上下下几十人全都化作厉鬼，也要杀了你，也要你今生尝尽妻离子散的滋味。渊明大手里抓着一叠符纸，随着他满眼怨毒地说出那些诅咒的话语时，手里的符纸竟然开始燃烧了起来。符纸已燃，我对你的诅咒很快就能应验。战王，你最在乎的穆青鸾还有那2个孩子都会和你分离，他们会和你生生世世的分开。杀了渊明大师之后，这狗皇帝狗急跳墙了。几个眨眼的功夫，景惠帝带着平和郡主就来到了他们的面前。不必多礼，朕很久没来过战王府了，上次一来还是10年前，木儿小姐也来了。然后又低头去看了一眼小轩和小程，这2个小家伙方方面面出色，完全不是他那几个孙子能够比的。是皇上。今天看到景惠帝，总觉得景惠帝看上去很是不对。今日皇兄前来，所谓何事？他低眸看着穆青鸾，又看向了小轩和小程。当年对父皇的许诺，过了这么久，应该够了。哈哈，在宫中有些烦闷，这几年不曾来七弟这里走一走，今日正好出宫，过来看一看。其实朕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哦，皇兄还有其他事？这些年你为东邻国付出极多，最近又让东邻国免除灭国之威。你如今虽然有了2个儿子，但是膝下还是单薄，身边只有一个木儿小姐伺候，无法为你开枝散叶。平和郡主出身高贵，与你相配，长兄如父，朕又是一国之君，便赐婚平和郡主与你为侧妃，就与木儿小姐同一日入府吧。他等了很久，终于等到了景惠帝在战王面前下了赐婚的旨意。臣弟恕难从命。你想要抗旨？皇兄今日前来战王府，
竟随行带来了50名侍卫。景惠帝忽然脊梁骨冰凉，如果他这一刻治罪，那下一刻他以及身后的50名侍卫，或许今日无法走出战王府。看来传言不假，七弟，你的确是一个少见的情种，眼里也只容得下木二小姐一个人。好，若是这个时候强行塞给你一个女人，倒显得朕不近乎情理了。平和郡主，看来你和战王无缘，朕再为你选择另外一门婚事吧。然后景惠帝带着一行人浩浩荡荡地离开了。我想要一个答案，战王，你真的对我无意吗？如果不是穆青鸾突然的出现，你会不会选择我？即便没有青鸾，本王也不会选择你，甚至是其他女人。原来一直是我自作多情。好，我今后都不会出现在战王的面前。然后又看向了穆青鸾。我一直以为我胜过你，却发现我成了一个笑话。说完，他跌跌撞撞，犹如游魂一般朝着府外走去。2个时辰后，南宫婉来到了木宅，见到了穆青鸾。青鸾，之前听你出事的消息，我伤心死了，还好你没事。这2日我原本要来，但是突然来了癸水，你又要成亲办喜事，怕来了给你带来晦气。我也正想过2日去看你。永宁郡王待你如何？郡王待我很好。青鸾，我有一件事情一直没有对你说，我和郡王一直没有圆房。没有圆房？他们2个人成亲有段时间了，以永宁郡王对南宫婉的心意，他们2人竟然没有圆房。我和郡王一直分房而睡，这是他成亲之前答应我的，他会耐心等我。我的确忘不了孟公子，不过随着时间慢慢过去，我会彻底忘了他。婉儿，不论你做了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还好我身边有你。又过了片刻之后，时候不早了，我该回去了。青鸾，我祝你和战王白头偕老，幸福一生。婉儿，我也希望你这一生幸福，很多事情无需为难自己的。这时一道身影走了进来，穆青鸾和南宫婉惊愕地看着突然出现的孟泽。青鸾，郡王妃。孟公子刚到京城，正好赶在了你成亲之前。我走了，青鸾。好，我送你。青鸾，你和孟公子说说话吧，我自己走就好。然后径直走了出去。他最近过得好吗？你都不要他了，你问他过得好不好做什么？如若不是因为南宫鸾已经决定和永宁郡王共度一生，他是不会放过永宁郡王的。就在昨日，秦征和小柏共同查的消息有结果了。那日利用八卦阵和机关害他性命之人，就是永宁郡王。青鸾，我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你既然已经做了决定，将他推给了他人，就莫要回头。孟泽，别再伤害他。青鸾，我原以为斩断青丝就能和以前一样无所顾忌无所牵挂，但没想到有个人在我心里扎了根，我已经无法再像以前那般什么都不在意。而此时门外立着一道身影，身体无力地靠在了一旁的墙边上。你可以放心，婉儿一切安好，永宁郡王对他也不错。那就好。静静的夜色中，睡了吗？没睡，进来吧。秦征推门走了进来。我们带着小轩和小程去见见外祖父，他想见一见他们。好。片刻之后，一辆飞速行驶的马车到了一户宅院门前。曾外祖父就住在这里吗？就住在这里，我们进去吧。来，是小轩、小程，过来过来，我是你们的曾外祖父。小轩和小程回头看向了穆青鸾。去吧，去抱抱曾外祖父吧。亭子里，曾外祖父。哎，冯老太爷笑不拢嘴的应道：“都是好宝。曾外祖父，我送你一个护身符，放在身上保平安。”他能看出来，曾外祖父好像命不久矣了。好，小轩有心了，曾外祖父一定好好贴身放着。我送给曾外祖父一个吻，香香的吻。好好好，曾外祖父都喜欢，你们2个胜过你们的爹爹。然后抬头看去一眼，不远处阿江看到了冯老太爷如此开心，他也会心的一笑。时候不早了，你们带着小轩和小程回去吧，明日是你们的大婚之日，过2日我们再来探望外祖父。好，冯老太爷。冯老太爷深深地看了一眼穆青鸾，微笑着点了下头。片刻之后，阿江，你2次见到征儿，喜欢他吗？战王心中只有木儿小姐，而且他们已有2个儿子。老太爷，当年您对我祖父的承诺，就那么算了吧。你一向聪明，也看得明白，
明明小小年纪，却只能照顾我这个老头子。阿江，我亏欠你祖父，也亏欠你呀。当年你祖父死的时候，我承诺要让你嫁给征儿。如若我有事求到战王府，战王府也会看在老太爷的面子帮我。我知晓外祖父担心我，但是我不想破坏他人感情。我看得出来，战王深爱穆小姐，战王有所爱之人，身边有亲人陪伴。老太爷，你可以宽心了。老太爷，人各有命，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路要去走。阿江，我对不起你祖父的临终嘱托。老太爷没有对不起祖父，更没有对不起我。世上有许许多多人颠沛流离，如果没有老太爷，如今的阿江也或许在颠沛流离之中。你这个孩子一直通透，这是我的选择，老太爷。翌日10里红妆从木宅到战王府，耀眼的红色喜庆的乐声，整个京城因为战王的婚礼而沸腾了。哇，娘太美了，娘是我见过最美的新娘子。娘要嫁给爹爹了，我爹爹是上辈子积福，这辈子才能娶到娘。青鸾终于出嫁了，怎么感觉像是我在嫁闺女啊？好像我在嫁妹妹。你们怎么还红了眼睛啊？穆青鸾有人敢要，这可是大喜事啊！扭头看了一眼孟泽，孟泽，你是江湖人士，根本不在乎那些乱七八糟的规矩，你要不要去将南宫婉也给抢了？他如今很幸福。花轿晃动着，此起彼伏的恭喜战王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战王府里极其热闹，而秦征和穆青鸾在喜婆的安排下，走过了一道道东陵国的婚俗。3拜之后送入洞房。美玉，你看床上是不是有那些花生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为什么要有花生？没有啊。没什么，只是好奇。他的脑洞也清奇，猜测2个人在滚来滚去的时候，那些花生都被碾碎了，那嘎嘣嘎嘣的声响会不会坏了那么美好的气氛？片刻之后，一道高大颀长的身影走了进来。王爷回来了，我退下去了。青鸾，终于只剩下你和我了。他的喉结微微动了一下，伸手一把将他揽腰抱起。我们不先聊聊天吗？夜很长，不急，稍后再说。青鸾，本王一直在等着这一日。衣衫褪尽，红烛摇曳，门外不远处，我一天都没有见到娘亲了，我好想娘亲呀！走吧，去见娘亲和爹爹去。 2个小家伙没有办法了解到，大人的世界在晚上是不同的，丰富多彩，夹杂着汗水和力量。在2个小家伙即将抵达门前时，不要紧了，爹爹，我们要找娘亲，娘亲还没有吃晚膳，肯定饿了。我和你们娘正忙着呢，暂时不用晚膳，你们自己去吃。在房间里能忙什么？你们去找美玉用晚膳去，不要打扰我们。小轩和小程愣住了，不想要妹妹了？想啊，我也想要，妹妹萌萌哒。就在这时，小柏和美玉2个人跑了过来。我天哪，你们来这里干什么？别打扰你们爹爹和娘亲入洞房。走，我们快走，玉姨带着你们去用晚膳。爹爹和娘亲说要给我们生妹妹，2年后我们才能见到妹妹的。快别说了啊，我们快走。我也想和你入洞房，美玉，我们马上就要成亲了，我都快忍不住了。别乱说话！郡王府，南宫婉用过晚膳之后喜欢散步，忽然听到了一阵摔砸声。为什么战王说只能是穆青鸾？他眼里从来没有我，他为什么看不到我？此刻他们正在洞房花烛，只有我在那痛苦之中。你与战王本就不可能，你们没有缘分，也不是天定的姻缘。回聊城去，今生今世不要再踏入京城半步。你让我回聊城？你未经过我同意，竟然投靠皇上，让皇上帮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会付出什么，你将我曾经说过的话全都忘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是皇上执意让我嫁给战王，他们执意如此，我又有什么办法？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你越来越不理智了。哥，换做你是我，你爱而不得，只能看着南宫婉喜欢其他人，你会不会像我一样疯狂？我与婉儿之间和你不同，有何不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虽然成亲了，但是到现在你们都在分床而睡。50步笑100步，他们没有什么区别。闭嘴！哥，你恼羞成怒了，何必呢？是不是南宫婉心里也没你？明明都已经成亲了，你却等着他主动让你碰，你以为你是正人君子，南宫婉就能心中有你？最起码我勇敢尝试过了，我没有坐在原地等待。此时站在院门外的南宫婉脸色微微苍白，既然昨天已经决定了，
那么现在他不该退缩。那个人他们今生无缘，今生不会在一起。半个时辰后，永宁郡王归来，察觉到了房间里面有人。女子身在浴桶当中，露出了她精致的容颜和白皙的脖颈。婉儿，郡王，你我是夫妻。永宁郡王难以置信地快步走了过去，他的衣衫褪下。此时，一人敲响了永宁郡王府的大门。有事吗？有人要见郡王妃。凌月愣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已经吹灭了蜡烛的房间。我和你去见吧。片刻后，婉儿她不想见我。孟公子，晚了。如果再早一个时辰，小姐还没有踏出那么一步，那么一切都还来得及。小姐已经和郡王歇下了，请孟公子以后不要再打扰小姐了。孟泽身体顿时僵硬。告诉郡王妃，我希望她一生幸福。好，奴婢会告知小姐的。小轩，怎么了？娘亲爹爹，有一个特别坏的人藏在宫里了，他要害你们，你们这2日要带我进宫。藏在宫里？爹爹过2日就带你入宫。3日后，秦征带着穆青鸾还有小轩和小程进了宫。小轩很认真地看着四周，过了片刻，娘亲爹爹，坏人就在那里，那个方向有很浓重的阴气。那里是景惠帝平日所住的宫殿。你和小程先去皇太后那里请了安，说上2句话就可以走。我带着小轩去见皇上。好。景惠帝刚刚起身没多久，整个人看上去都好像笼罩在一团的黑雾当中。七弟终于成亲了，父皇在天之灵也能安心了。父皇的确可以安息。此时，一名陌生脸孔的公公走了进来，年纪不大。小轩立即看向了公公。皇上身边换了新的人。明公公年纪大了，服侍朕有些力不从心，朕准他回乡静养去了。他是刘全，明公公推荐之人，朕用着还行。原来如此。小轩忽然抓住了刘全的手，刘全大惊，这是不是奴才做错了什么？怎么回事？景惠帝看着突然脸色惨变的刘全，不知为何，他忽然觉得身上疼痛难忍。没有呀。然后松开了手。景惠帝则是狠狠地吸了一口气，才感觉舒服了不少。若是没什么事，七弟你带着小轩去御花园逛逛吧。好。在秦征父子2人离开之后，刚刚究竟怎么回事？朕刚才竟然浑身上下每一处都无比剧痛。皇上，战王儿子有问题，他似乎看出来了什么。元明大师没死之前对朕曾经说过，小轩懂神算之术，不过区区一个几岁的孩子，就算是懂一些神算之术，也不足为惧。皇上，这几日但凡是去了战王府的厉鬼，都未能回到宫里，说明他们都已经魂飞魄散了。是刚刚那个刘全。爹爹，是他，皇上寿命到了，是他帮着皇上延长寿命的。这种做法会减少宫里人的寿命的，而且那些厉鬼天天在宫里，几年之内，整个京城的人都会不明原因的死掉。爹爹放心，我能对付他，就是皇上寿命到了。好，爹爹准备一番。景惠帝的寿命到了，但是那皇位回去的马车里，秦征将刚刚小轩说的话都告知了穆青鸾。刚刚见到皇太后的时候，就已经察觉到皇太后气色不对，动手势必会让皇上当场没命，届时宫里一定会乱成一团。我们不愧是夫妻，心有灵犀，你和我想的一样。回到了战王府之后，秦征就出去了。穆青鸾本来要回房午睡片刻，武少忽然来到了他的面前。这些日子，武少一直留在了战王府，一直和凌云在一起。秦征有意栽培武少。王妃，有事吗，武大哥？王妃，我娘应该是在前几日到了京城，我想去看看。既然是兰姨来了，你便去看看吧，让府中1名护卫随你一同前去，有什么事也可随时回来告知于我。又过了1日，秦征决定带着小轩进宫，景惠帝竟然不在。爹爹，这里的阴气更浓了，他们又弄了很多的厉鬼。御书房竟然内内外外都没有什么宫人，看来景惠帝应该是在耍什么花招。皇上，爹爹，那里面我们应该能进去的，那应该是机关。机关？然后他直接上前触发了机关，墙壁其中的一大块缓缓地向里面挪开，然后一条通道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下去看看。怎么回事？为什么今天朕身上完全没力气，还有朕的腿竟然都黑了，胳膊上也出现大片的黑斑。刘全，你究竟怎么做事的？皇上莫要着急，只要再等2日，宫里的阴气再重一些，奴才收集的厉鬼也再多一些，就能让几位王爷的寿命给了皇上，皇上完全可以长生不老。你确定2日之后就可以？如果你做不到，小心朕要了你的命。
皇上放心，奴才不敢欺瞒皇上，而且日后奴才一定会帮着皇上一统天下。整个天下都没有朕的对手。忽然他眯起眼，朕现在感觉不到腿的存在，会不会以后站不起来了？因为战王的突然出现，他身上阳气太重，冲散了阴气，所以才会让皇上元气大伤。2日后，皇上一定又能充满力气。皇上，战王的儿子当真只是略懂一些神算之术。一个5岁的孩子能有多厉害？刘全，你不是号称天下之剑，没有几个人能够比得上你吗？你怎么会忌惮一个孩子？皇上说的对，现在时间差不多了，奴才上去看一看。御书房外的人都被奴才安排出去做其他事情了，应该快要回来了。皇上，快放了奴才吧！奴才在这里每天生不如死啊！奴才这些年每天都尽心尽力的伺候皇上，求皇上给奴才一条命吧！让你为朕付出性命是你之幸事，明公公，看看你现在的鬼样子，你若是出去了，那朕的事情岂不会是被他人知晓了？皇上，这世上根本就不可能有长生不老！你竟敢诅咒朕！见识浅薄，明公公，如果不是你天天跟在皇上身边，身上有皇上的龙气，还轮不到你来显寿命。你若是再敢多言，咱家就毒哑你！皇上，你会不得好死的！我一直忠心耿耿，你竟然如此待我！原来皇上竟然在这里搞了这些脏东西。你怎么进来的？战王，救奴才，救奴才呀！刘全，快用你那些厉鬼杀了他！快啊！刘全被景惠帝提醒了一番之后，立即操纵着厉鬼。然而就在即将靠近秦征时，那些厉鬼竟然退后了。去啊！你们若是不去，我让你们魂飞魄散！他看着那些厉鬼，小手上的符纸扔了出去，伴随着符纸在空气中燃烧。你们都走吧，有我在，没有人能找到你们的。不要来到人类多的地方。小轩冷冷地看着刘全，你被他给骗了，这些厉鬼没有办法让你长生不老的，反而还会慢慢的吞噬掉你的魂魄。那黑斑就说明你是快要死了，做什么都是没用的。胡说！一个4、5岁的小孩子竟敢在朕面前胡言乱语！因为太过震怒，他伸手一抓掉了一小块黑色的皮。刘全，朕的脸上也有黑斑了！你怎么能？朕的脸，秦征，快让他帮着朕一统天下！小轩又拿出了一个符纸，符纸在空中再次燃烧。疼啊！报应，这都是报应啊！这都是你的报应！什么一统天下，什么杀了战王，东邻国就是你的，天下百姓都要听你号令，都他娘的是做梦！你假惺惺，虚伪至极，我对你忠心耿耿，结果换来你如此对待。看看你现在也是满脸黑斑了，你手上身上全都是。郡王府，南宫婉看着已经能自己扶着椅子站起来的小娇儿，笑弯了眼。小娇儿真棒，明月去看看郡王有没有回来。凌月眸色暗了暗，点头答应了。这郡王已经有10几天没有回来郡王府了。美玉其实欲言又止，让他好好的照顾小姐。郡王这是负了小姐吗？凌月，要不要我去找郡王？郡王在外忙碌，不必打扰郡王，我不过是过来看一看。如果郡王回来了，便麻烦管家告诉郡王，让郡王去见一下郡王妃。谢谢管家。说完他赶紧走了。好，我知道了，你去照顾小娇儿，我回房小睡片刻。小姐，去吧。小姐，奴婢心疼你。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你家小姐我什么没经历过，而且有些事情没到最后就不是最终的结局。翌日，南宫婉前去见了美玉。我刚刚亲自下厨做了菜，你今天呀说什么都要留下来陪我用膳。好，我正好很久没有吃到你做的饭菜了。两个人一起品尝美食，一起喝了些酒。美玉，将那名女子居住的地方告诉我吧。婉儿，你我早就知道了，并不稀奇。你真的决定要去面对吗？是啊，美玉，放心吧，这些年来经历了那么多，这都不算什么。好，我告诉你。接着他将自己知道的消息告诉了南宫婉。对了，小姐要到京城了，要不要等到小姐到了京城之后你再去？这件事我自己解决吧，青鸾还有身孕，莫要让她知道。好。京城南郊一处，眼前的刘家大门紧紧地关着。南宫婉知道永宁郡王一定住在这里。门打开时，
永宁郡王还有刘娘子出现在了眼前。郡王真要带妾身去买，那妾身真的就却之不恭了。好，我既然答应了，自然不会反悔。走吧。啊，我是郡王妃。我不必紧张，我来此只是为了见一面郡王，然后说上几句话，不会打扰你们。刘娘子没有敢说话，一直在等你回郡王府，但最近你一直没有回去，所以我只能前来找你，抱歉打扰你们。永宁郡王的脸色似乎有些苍白。你想对我说什么？妾身先回去，不打扰郡王和郡王妃了。你不必走。郡王，妾身……你的确不用走。说吧。我已经写好了和离书，麻烦郡王签字盖章，然后我上报户部，会尽快搬离郡王府。他们之间这种结局已经是最好。郡王妃你……我所求的很简单，让我带着小娇儿走，我会对外宣称是我不能再生育，自请下堂。他等了好一会儿也不见他点头。这是和离书。想好了？想好了，郡王请成全吧。好。郡王，小姐，宅子已经找好了，办得好。小姐，什么都不用说了，凌月，我做了决定，就不会更改。好，不管小姐做什么决定，奴婢都会支持小姐，奴婢只希望小姐能开心，也能获得幸福。郡王之前看上去那么喜欢小姐，对王妃那么温柔，为什么呀？没有什么不解的地方，也不用怀疑所有人。凌月，有些时候我们总是会看不清自己的心，时间久了，你会慢慢的忘掉那些承诺。凌月，闲暇时将东西收拾好，天黑之前我们搬出郡王府。好，奴婢这就去收拾东西去。天色快到黄昏时，户部的大人来了，带来了和离书。在拿到了和离书的那一刻，不是郡王妃了。郡王妃这是何意？我已经与你们郡王和离，从此以后我和你们郡王再无任何关系。郡王妃，当马车渐行渐远，已经看不到车的影子时，从一侧走出来了一个人。郡王，刚刚郡王妃离开的时候留下了一句话，说是要告诉郡王。不必说了，刚刚我已经听到了。是。几日之后，穆青鸾收到了美玉的信。发生了何事？南宫婉和永宁郡王和离了。既然和离了，那这次回京之后，我要对永宁郡王下手。穆青鸾没说什么，而且是有些困乏了。你有没有觉得我胖了很多？就算是胖了，你现在也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时候。你的嘴巴是越来越不值得相信了。真的。转眼又过了几日，凌月从外面回来。小姐，奴婢今日见到了郡王府的人，他们说郡王并没有将外室带回府，而且郡王这些日子一直没有出去。以后关于永宁郡王的事情，不必再告诉我了。凌月。好，小姐，奴婢知道了。郡王府内，不知战王和战王妃前来见我所为何事？穆青鸾刚要开口，忽然发现了永宁郡王的面色有些蜡白，眼神无光，身形也瘦削。当年用八卦阵和机关谋害王妃之人是你。永宁郡王，解释解释。是我，要杀要剐，战王现在就可决定。片刻之后，你所谓的外事是假的。看到永宁郡王瞬间变化的神色，你病了。半个时辰后，穆青鸾和秦征坐回了回去的马车。南宫婉应该是不知道真相，这件事情我需要好好想想。永宁郡王是绝症，南宫婉应该也会有所察觉。是啊，我刚刚见到永宁郡王已经有所察觉，他应该也是有察觉的。2日后，南宫婉带着小娇儿来到了战王府，正巧美玉也带着小红儿来了。美玉看出来南宫婉有话要对小姐说，她就带着几个孩子去其他的地方玩去了。青鸾，她的病能医治好吗？绝症治不好，尿毒症晚期。绝症，怪不得。你什么时候察觉的？那日找上门，见到他脸色不同寻常时，我其实也有猜测。直到前几日，知道他回到郡王府后，并未让外室入门，我更加印证了猜测。他还有多长时间？长则3个月，短则1个月。我这2日想明白了，他躲着我，不见我和小娇儿，是不想让我和小娇儿看到他的病态，还有他越发身不由己的狼狈模样。如果平和郡主和永宁郡王的肾可以匹配，平和郡主能奉献出1颗肾脏，或许永宁郡王还能有一线生机。静夜，平和郡主闯回了京城，回到了郡王府，看到了躺在床上瘦得他快不认识的哥哥。哥，你怎么回到京城了？我不是让你不要回京城吗？哥，我都错了，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我真的悔改了。哥，我去穆青鸾面前忏悔，我让他救你好不好？你终于想通了，我能放心了。等我走了，你日后暗中照顾照顾婉儿和你的侄女儿。穆青鸾会有办法的，他医术比我厉害，什么疑难杂症他都能医治好。哥，
我们试一试吧。而且南宫婉和穆青鸾还是好朋友，南宫婉知道真相后一定会去求穆青鸾，穆青鸾肯定会答应的。婉儿已经与我和离，但日后还能和他人在一起。如果我去找他，他必定不会离开我，甚至是以后也会落得个克夫的名声。我不能临死之前还害他。况且当年如果不是我娶了婉儿，已经知道真相的战王夫妻二人断然不会让我活到现在。哥，你能不能自私点儿，为自己想想啊？我累了，不要让我留有遗憾，也不要去找南宫婉。他在得知自己坚持不了多久的时候，就已经命人传信去给孟泽。他很清楚婉儿心里还有孟泽。孟泽站在府门前敲响了门，片刻之后，孟泽随着下人走了进去。孟公子，婉儿，许久未见，你可还好？我还好。忽然相对无言，不远处传来了小娇儿和凌月在一起玩耍的声音。婉儿，你愿意与我一起离开京城吗？唐突中又带着急切。孟公子，时过境迁，男女之情于我而言不重要了，我想陪伴着小娇儿长大。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他都不想成为他的阻碍。婉儿，是我与你无缘，一切皆是命。沐浴过后，凌月帮着南宫婉擦拭着湿头发。小姐，今日孟公子过来是想求娶小姐吗？他想带我离开京城。真的？这不是小姐以前一直期盼的吗？小姐答应孟公子了吗？凌月，我和孟公子已经不可能了啊！其实当年小姐决定和郡王更进一步时的那个晚上，孟公子来了，但是当时小姐已经和郡王在一起了。闻言，南宫婉的脸色猛然一变。小姐和孟公子之间为什么总是差一步？如此更加证明我和他无缘。小姐，别哭，现在这般也很好，我可以陪着小娇儿一起长大。可是明日你带着小娇儿去一下郡王府，让他看一看郡王吧，你顺便帮我带去一封信，亲自交到郡王的手中。小姐，郡王背叛了小姐，又如此薄情寡义。凌月，其实有些事情你误会了郡王。翌日，郡王，备上马车，我要连夜离开京城。半个时辰后，平和郡主慌慌张张地跑来了。为什么突然要离开京城？我已经想好了，我去战王妃面前承认所有错，一切皆由我而起，理应由我承受这一切。哥，求求你了，别离开我。我意已决，我的身体我清楚。哥，余光看到下人在收拾东西，他一咬牙跑了出去。南宫婉看着跪在面前的平和郡主，他根本就不会想到，当年穆青鸾被害失踪，险些没了命的是因为永宁郡王。怪不得他明明病重，明明可以通过他求穆青鸾救治，但是他却从未提出要求。嫂子，一切皆由我而起，哥都是为了我，他不该死啊，死的人应该是我。嫂子，现在只有你能救哥了。郡主，你是不是太自私了？你知不知道小姐和战王妃是怎样的关系？他们相识，如果没有战王妃，小姐现在都在饱受痛苦，或者已经没了命。你们竟然那般害战王妃！嫂子，我别无办法了，可他坚持不住了。他从未想过要让战王妃救他，他从知道自己病了那一刻，就已经想好了如何安顿你和我，还有小娇啊。他看到你的信后，立即让人备马车，还要离开京城。哥哥他真的深爱你，想要救你哥哥，就有可能会让你丧命，你也要去救吗？如果能用我的命换我哥哥的命，我心甘情愿。如果战王妃要我死，那我就去死。走吧，带我去见你哥。太好了，嫂子，我就知道你不忍心见我哥死，只要能救回我哥，你就回郡王府，我以后都不会来打扰你们。然而当他们回到郡王府时，永宁郡王已经早早的离开，两个人立即出城去追。我哥呢？下人的脸上毫无血色，指着下面的悬崖说：郡王自己跳了下去，奴才们没来得及阻止啊。什么？南宫婉的面色忽然惨白，脑袋轰鸣作响，久久没有回过神来，直到几个下人将永宁郡王毫无气息的尸体抬了上来。永宁郡王伤到哪里了？郡王妃，郡王已经没气了。平和郡主趴在永宁郡王的身上，已经哭得晕过去了。3日之后，南宫婉醒过来时有一阵的恍惚。凌月，
我睡了多久？小姐，你终于醒了。郡王还在郡王府。平和郡主说要等小姐醒过来，然后让小姐一起去送郡王最后一程。好，去告诉平和郡主，我会去送永宁郡王最后一程。在灵月出去之后，郡王一路走好，来世我们再做夫妻。几个月后，穆青鸾胎动要生了，一众人焦急地在门外等着。1个时辰之后，穆青鸾生了，是个白白嫩嫩的小女娃。又和穆青鸾说了几句话之后，南宫婉和美玉都走了出去。婉儿，你……美玉，不用担心我现在很好。美玉走了之后，南宫婉有些无奈地看着眼前的孟泽。孟公子，我送你回去。2个人走出了战王府之后，婉儿，孟公子，我们是朋友。好，我们是朋友。既然是朋友，我将你安全送到家吧。转眼又过了1年，穆青鸾和秦征带着3个孩子去了西凤国，说是要给苏老爷子贺寿，然后在苏家的2个妹妹今年前后成亲了。据说一个嫁给了西凤国的摄政王，另一个也嫁给了一个如意郎君。美玉和小柏也带着孩子去了。小娇儿，下来读一读诗词吧。我不喜欢念诗，我喜欢爬树。娘亲，你让我去找孟叔叔吧，我好几天没见到他，我都快想死他了。不可，今日的诗词还是要读的，读完之后你想去找谁就去找谁。好吧。片刻之后，娘亲，你要不要考虑嫁给孟叔叔？你缺一个夫君，我缺一个爹爹。娇儿，娘亲不会嫁给你孟叔叔。他发现自己对孟泽的感情已经没有了当初的那种激动。好吧，那我自己去找孟叔叔去。说完他就跑走了。小娇儿的性子真是和我不像。小小姐的性子像个男孩子一样，就算是住在隔壁的几个孩子，也没有小小姐会爬树。南宫婉有些无奈，不过也无所谓了，只要小娇儿开心就好。小姐，小小姐说的，小姐要不要考虑一下？都已经过了这么久，孟公子一直守护在小姐的身边。现在这样很好，过段时间他应该也会离开京城。当天夜里，孟公子，我们以后兄妹相称吧。孟泽的心中狠狠一痛。好。几日之后，孟泽暂时离开了京城，而南宫婉则带着小娇儿也离开了京城。樱花漫山遍野，哇，太美了！停下！南宫婉望着不远处在半山腰的亭子，永宁郡王带他来过这里，并且登上了半山腰。去亭子里看樱花更美。娘亲，我们现在就去看烟花，真的是太美了。走吧，当初娘亲和你爹爹也曾经去过那座亭子里。真的吗？那我也要去看看。等他们要到亭子时，发现亭子里竟然已经有人在了。是你吗？男人轻叹了一声，终究是转过了身。是你，郡王。我知道是你，爹爹。婉儿，我本想放你一生自由。我知道。永宁郡王将南宫婉紧紧地拥抱在怀中，从他准备假死，准备离开放他自由，到后来穆青鸾还是为他做了那个手术，让他的身体里多了妹妹的肾脏，然后慢慢的康复。他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他，更不会认为他会来聊城。他以为他已经和孟泽在一起，已经将他彻底的遗忘了。